他死的那天。5个兽夫同时自刎殉情，整个蛇部落却无人感到意外，只因所有族人都知道，他们都是女孩亲手捡回来的。3岁那年，她捡回一只狼崽，脏兮兮的，还以为是条小狗。4岁又扛回一头断翅大鸟，还得意的说是新物种，可谁都没认出来，那其实是蛇族的天敌蛇鹫。就这样一路捡怪，她把5个雄兽拐进了蛇部落，也顺便养进了自己命里。可长大后，她却被花惊鸿的一张嘴迷了心窍，冷落了亲手养大的5位兽夫，只独宠花惊鸿一人。她以为那是爱情，却没想到花惊鸿早已勾搭上了她姐姐。更讽刺的是，她姐姐的身体早在年幼时就被穿越女夺了，她什么都来不及说，便被2人联手灭了口。而那5个曾被他辜负的兽夫，却相继殉情为他陪葬。等再次睁开眼，叶瑶只感觉浑身湿漉漉的，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就见一条灰色狗狗趴在他身上，一脸担忧的询问：“七主，你还好吗？”叶瑶顿时愣住了，那个已经殉情的兽夫之一沈景元竟然出现在了他身边。可不待他回答，一个长得与他有3分相似的雌性走了出来：“叶瑶，你身体柔弱，脑子又不好使，要我说这符水你还是别学了，要是哪天真溺死在河里，你那几个废物兽夫岂不是要哭死？”听了这话，原本还一脸担心看着他的狗狗，立刻自卑的低下头，不敢再看他。他的确没有那些蛇兽人强大的攻击力，连保护好自己的妻主都做不到。此时叶瑶才明白自己这是重生了，他扯着嘴角微微浅笑：“多谢阿姐关心，这符水我以后的确不会再学了。”说完不等众人反应，叶瑶就猛地起身再次跃入河中。一旁沈景元慌张的准备跳下去救人，便见叶瑶在水里如鱼儿一般来去自如，他瞬间就看吃了。岸上的叶念却心中一沉，咬牙说道：“那恭喜妹妹了，我还有事先走了。”而叶瑶在水中一脸恨意的看着那离去的背影，死过一次的他已经知道，这个叶念根本就不是他姐姐，身体早被一个异世界灵魂占据了。而他这次掉入河中，也不是在学符水，是被人从后面推进河的，罪魁祸首就是叶念。可他并没有当面拆穿，在5个兽夫和他自己强大之前，他只能暂且按兵不动。沈景元察觉到叶瑶身体在颤抖，以为妻主是怕冷，便壮着胆子将身体靠在他身上。“妻主，我毛后替你呜呜。”看着面前糯糯的可爱狗狗，叶瑶抛开那些不好的记忆，伸手捏了捏他2颗铃铛，这举动让沈景元彻底呆住了。妻主他竟然捏自己那里，以前叶瑶从来不会让沈景元亲近他，更别说做出这么暧昧的动作。妻主若能一直这样该多好啊！这一幕也被一群看热闹的雌性看见，咦，这个叶瑶也不嫌脏，她不是一向看不起这几个兽夫吗？我理解她好歹也是族长的女儿，结果却摊上那几个变态兽夫，换我也不甘心。还在体验手感的叶瑶对这些话嗤之以鼻，沈景元才不是没用的狗狗，而是一头罕见的变异天狼，只可惜前世才刚觉醒天狼血脉，就为他自杀殉情了。如今他发誓要好好珍惜这5个兽夫，见狗狗害羞的快宕机了，他才松手说道：“景元哥哥，我走不动了，能不能抱着我回山洞呀？”话落，沈景元就变成了人形，还未等叶瑶反应过来，沈景元就一把将他抱在了怀中。而叶瑶的其他5个兽夫都躲在暗处看到了这一幕，有4个都流露出羡慕的表情，然后默默转身离去，只有花惊鸿不爽的还站在原地。沈景元这个废物狗，凭什么与妻主如此亲近？花惊鸿想着就冲了出来，满脸怒气的看向沈景元：“你有什么资格抱着妻主？”说完又向叶瑶抛了一个媚眼：“妻主，还是让我抱你回去吧。”沈景元听后双臂都在颤抖，可却没有出声反驳，因为他知道妻主的心全在这只花孔雀身上。眼见抱着自己的手臂在慢慢松动，叶瑶知道这狗狗又自卑了，于是主动搂紧了他的脖子，娇软道：“景元哥哥，我好冷，我们快点回去好不好？”沈景元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叶瑶又重复了2遍，他才狂喜的紧紧抱住怀中的雌性，无视一旁的花惊鸿，昂首挺胸的往山洞而去。在人彻底消失后，花惊鸿才不敢置信的回过神，叶瑶怎么会选择沈景元那条废狗？他不甘心的大喊：“妻主！”可远处的叶瑶至始至终没给他一个正脸。叶瑶对花惊鸿恨意比穿越女还强烈，但他不打算现在就休了花惊鸿，要慢慢的将他推向深渊。叶瑶因为是族长的女儿，所以山洞要比一般雌性的大。景元哥哥，谢谢你送我回来。沈景元害羞的摸了摸后脑勺，送妻主回来是兽夫应尽的职责。可刚说完，就见叶瑶当着他面直接开始换兽群，吓得他立刻转身捂住脸：“妻主，我还是出去吧。”看见沈景元的反应，叶瑶勾唇从背后抱住他的腰，凑近沈景元耳边轻声呢喃：“景元哥哥，不要这么害羞嘛，你是我的兽夫，没有什么是不能看的。”此时沈景元恨不得将小雌性就地正法，但他怕吓到妻主，怕一时冲动会惹妻主不喜，只得拼命忍耐住那份欲望。叶瑶将兽群穿好后，发现沈景元还没转过身，就走在他面前撒娇道：“景元哥哥，今晚我想去你的山洞过夜，可以吗？”沈景元听后眼眸瞪大，只因这是雌性想和这个雄性交配的信号。妻主他这是在邀请自己。沈景元兴奋地抱着叶瑶，浑身颤抖，语中带着祈求：“妻主，你以后能也这样对景元好吗？”景元不贪心，只希望这样的日子能久一点点就行。看到沈景元如此模样，叶瑶只感觉心一阵揪痛，正想开口答应，就被一道声音打断：“瑶瑶不好了，你家穆怀川又在后山自残了，我劝不住他，你快赶紧去看看吧。”叶瑶听后也来不及多想，立即就准备去找穆怀川。沈景元虽然有些失落，但也同样担心穆怀川，连忙化身成兽形，让叶瑶坐在他背上。叶瑶路过给他传消息的江朵时，就对着好姐妹大声喊：“朵朵，我先过去一趟，等回来再好好感谢你。”说完就已经消失在原地。沈景元动作很快，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后山。叶瑶让沈景元在外面
面等他，他自己一个人进去就行。沈景元很想反对，但看着叶瑶那认真的表情，也只能点头同意。等叶瑶赶到时，就见榕树下一只看起来体型庞大的飞禽，正用锋利的爪子不断自残，地上流淌着鲜红的血液。看到这一幕的叶瑶立即红了眼。穆怀川，你给我住手！可榕树下的那道身影仿佛是听不见一般，不断的用力爪划着身体。穆怀川明白，正因为他的兽形太丑，才让部落里的人和妻主如此嫌弃他。他的存在就是原罪，他每次自残也不过是想让妻主心疼他一点罢了。可叶瑶只在意花惊鸿，心中从来没有他们另外5个兽夫。这般想着，他爪子又一次划向了自己身体，可这一次流出的血却不是他的。等他回过神，才发现是一条手臂挡在了他面前。穆怀川立马惊惧起来，妻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刚想开口解释，却听到一声愤怒的咆哮：穆怀川，你实在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自己？你的身体可是我的，没有我的允许，你以后绝对不可以再自残了，听明白了吗？看着叶瑶眼中的泪水，穆怀川眼眶红润，满脸的难以置信，他居然在关心他的身体，而不是责怪他抓伤了他的胳膊。你长得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想不开自残啊？听见叶瑶这话，穆怀川气息又变得凌厉，冷笑道：不是你说我的兽形玷污了你的眼吗？叶瑶顿时尴尬了，好像他的确说过这句话，可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于是伸手撒娇道：怀川哥哥，我想要抱抱。穆怀川咽了咽口水，变回了人形，却冷硬着没动。叶瑶，我已经累了，既然蛇部落和你都不欢迎我，那你就休了我吧，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这偌大的兽世总会有我的容身之所。绝情冷漠的话让叶瑶瞬间脸色煞白，心如刀绞，他彻底慌了，情急之下直接点脚吻上了穆怀川那张惨白的唇，他眸中含泪，使劲往他怀里钻。不是的，怀川哥哥，自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兽形就从未觉得丑，但部落里的雌性都这么说，为了面子我才嘴硬撒谎的，我知道错了，怀川哥哥，你原谅我，不要离开我好吗？叶瑶知道他曾经的话深深的伤害到了穆怀川，现在他说什么都没用，只能让他看到自己的真诚。这话的确在穆怀川心底泛起了涟漪。你当真不嫌弃我的兽形？当然了，你的兽形腿那么长，比部落里那些冷冰冰的蛇要好看多了。重生的叶瑶知道穆怀川的兽形乃是蛇鹫，是蛇的天敌。蛇部落中虽然没人见过蛇鹫，但看到他兽形的第一眼，就有与生俱来的厌恶和威胁感，从而诋毁穆怀川的兽形如何丑陋。他的夸赞让穆怀川心情好了许多。叶瑶见状就乘胜追击，蜻蜓点水的吻了一下他，然后开始撒娇：怀川哥哥，以前是我错了，不要离开阿瑶，你走了，阿瑶会为你痛苦的，你舍得让我哭吗？就算是一向冷漠的穆怀川，在听完这话也彻底心软了，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直到叶瑶憋得捶打他的胸口，他才将其放开，对着大口喘气的叶瑶玩味说道：这么弱，要是交配受得住吗？叶瑶被调侃的脸色涨红，却不甘示弱回怼：以后试试不就知道了。穆怀川可不是那单纯憨厚的沈景元，听后立马坏笑说道：择日不如今日，那就今晚吧，我在山洞等你。叶瑶瞅到他腿上的各种伤口，心疼的翻了个白眼，刚想说等他伤好了再去，一旁的草丛就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妻主今晚已经答应来我山洞了。沈景元之前在外面等了一会，怕妻主遭遇不测就跟了进来，就刚好瞧见这一幕，于是就急忙出来打断。可等走近他才发现叶瑶手臂上竟有几道爪印，便一脸怒火的转身质问穆怀川：你竟敢伤害妻主？一旁的穆怀川也没张嘴解释，毕竟这的确是他造成的，可他这副不解释的样子在沈景元看来就是赤裸裸的藐视自己，于是就准备动手。叶瑶见情况不对，立马上前抓住沈景元的手解释：他不是故意弄伤我的，咱们回去再。话还未说完，砰的一声，穆怀川就昏倒在地上。见此，沈景元立刻变身兽形，驮着穆怀川和叶瑶赶回了部落，请来了部落唯一的医师许明泽。在他的治疗下，穆怀川苍白的脸上恢复了些许血色，开了些草药后，叶瑶就恭敬地把许明泽送出山洞。许明泽就是他好姐妹江朵的父亲，也是部落大祭司江荣的兽夫之一。没过多久，山洞外又出现3道人影，正是叶瑶其他3位兽夫。狐狸兽夫陆明安一脸戏谑地说道：哟，这回倒好，直接躺床上了。跟在他身后的鲤鱼兽夫顾清舟冲叶瑶温和地笑了一下，走到最后面的是一脸冷凝的白虎兽夫莫霄云。进山洞后，他只是隐晦地瞥了眼是床上的穆怀川，就环着手臂站着，一句话未说，更是一个眼神都没给旁边的叶瑶。自从莫霄云进入山洞，叶瑶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他身上。从前莫霄云是整个蛇部落数1数2的高手，因此受到所有雌性喜欢，可实力强大的莫霄云却自愿当他的兽夫，不仅主动给他送烤肉，还经常摘野花来送给他。可他以前眼中却只有花惊鸿，忽视了其他兽夫所做的一切。莫霄云辛辛苦苦给他打的猎物，被他直接送给了花惊鸿。后来在一次打猎中，他遭遇了意外，险些丧命，好不容易被许明泽救回来，实力却倒退到2阶。从此莫霄云就对他漠不关心，失望透顶。这时沈景元和穆怀川又吵了起来，叶瑶被声音拉回思绪，立即跑到中间阻止：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兽夫内斗，要是以后谁再打架，我就休了他。这话成功镇住了2人。就在叶瑶暗自窃喜时，床上的穆怀川眼睛一转，故意当着众兽夫的面说道：叶瑶，今晚别忘了在我山洞过夜。这话瞬间又把沈景元惹火了，顾不得害羞抢先说道：你做梦，妻主明明答应的是我，今晚会来我的山洞。其他兽夫听后瞬间不淡定了，就连之前一直保持面无表情的莫霄云脸色都变了。陆明安的反应最快，直接伸手握住叶瑶手臂，低头在叶瑶受伤的地方落下一吻。叶瑶，比起穆怀川和陆明安，我长得更帅，今晚要不要考虑来我山洞？一旁的沈景元听后怒气冲冲地瞪着他：陆明安，你怎可对妻主如此轻浮？穆怀川亦是眼眸沉沉，心里已经盘算着包狐狸皮给叶瑶做兽群了。陆明安却不以为意地撇嘴：我是叶瑶的兽夫，怎么就轻浮了？想到之前看见叶瑶
摸陆明安铃铛弹幕，他内心就忍不住一热，也想试试。顾青舟和莫萧云虽然没说话，却向他投来一副可怜巴巴的眼神。这一刻叶瑶纠结了，5个貌美的兽夫该选哪个好呢？本来对他来说这5个他都爱，可总不能一次性都满足吧？要是都来，肯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还未等他想到解决办法，一道怒气冲冲的身影瞬间从山洞外进来。就你们5个还想让妻主进山洞，你们配吗？看到来人是花惊鸿，其他5个兽夫都不约而同的翻上白眼。沈景元指着他不服气道：“我们5个也是妻主的兽夫，你霸占妻主这么久，如今该尊重他自己的意愿了。”花惊鸿直接无视了沈景元，很是骚包的走到叶瑶面前：“妻主只会和我交配。”说完就想去摸叶瑶的脸，却被他用手挡住。花惊鸿不理解为何叶瑶今日对他会这般冷淡，莫非他发现自己和叶念私下有往来了不成？但刚产生这个念头就被他否决了，毕竟在他看来叶瑶非常蠢，根本不可能会发现。叶瑶可不会在意花惊鸿在想什么，他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看向5个兽夫说道：“我谁的山洞都不去，等穆怀川哥哥的伤势彻底好了，我才会考虑去谁的山洞过夜。”5个兽夫听后瞬间露出失望的表情，认为叶瑶还是和从前一样，不愿与他们交配。说什么等穆怀川伤势彻底好了，也都是推脱的说辞罢了。3人心灰意冷离开了穆怀川的山洞。叶瑶知道他们误会了，但也没急着去解释，他会用行动向兽夫们证明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叶瑶了。沈景元没有离开，他看着叶瑶强颜欢笑的说道：“不管妻主做什么决定，景元都会支持你的。”叶瑶心中一暖，谢谢你景元。之后沈景元将叶瑶送回了山洞，至始至终他都没看过花惊鸿一眼，孔雀脸上的笑容越发僵硬。这是他成为叶瑶的兽夫后最丢脸的一天。叶瑶回到山洞，就带着一头兽夫们猎来的猎物去感谢住在隔壁山洞的江朵。朵朵，这次如果没有你和许叔叔，穆怀川就危险了。说完话，顺势将猎物放在地上。瑶瑶，谢归谢，可不许带东西啊！你这么见外，我可要生气了。说着，江朵还嘟着嘴做出生气的模样。叶瑶指着那猎物笑道：“谁说全给你了？等你家孔云诺做好，我可是会来蹭饭的。”他知道如果不这么说，朵朵是不会收。孔云诺是江朵的兽夫之一，是蛇部落唯一一个十分擅长厨艺的蛇兽人。听到叶瑶这么说，江朵就没再拒绝，反倒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猎物。那等云诺做好了，回头我再给你送上一些。和江朵闲聊了一会儿，等他回到山洞时已经天黑了。接着就听见一阵阵暧昧刺激的声音从洞外传来，这些声音让他根本就睡不着，脑海里控制不住浮现出另外5个兽夫的面孔。这一刻他有些后悔了，今天就该把他们通通收了。不远处的后山密林中，这么晚叫我出来做什么？叶念皱眉不耐烦地问着。花惊鸿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气味，就明白他刚和雄性交配完，于是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阿念，我今晚只是有些想你了。叶念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我看你是在叶瑶那里吃了瘪，才会想到来找我吧。听到他提起叶瑶，花惊鸿升起来的情欲被扑灭了大半。叶瑶似乎变了，他现在很亲近其他几个兽夫，开始冷落我了。阿念，要不你趁此机会早些将我收了吧。说完就用期待的目光看向叶念，他早就恨不得去做叶念的伴侣了。叶瑶除了脸一无是处，就连摘野果这种小事都得他的兽夫轮流来，而阿念可是整个兽氏大陆唯一一个拥有异能的雌性，甚至会成为下一任蛇部落的族长。不料听到他这话的叶念脸色瞬间垮了下来，但还是尽量做出一副假笑的表情。我也想将你尽快收了，不过你也知道江青与他们3个醋性都很大，你现在实力又没有他们强，我怕他们会私下为难你，现在不如先待在叶瑶身边，多耗些资源提升实力。花惊鸿听后脸色难堪起来，可是叶瑶现在对我很冷淡，日后还能将资源都分给我吗？叶念眸中划过一丝狡诈，你可以像对待莫萧云那样对其他兽夫下手。曾经叶念就有意让莫萧云当他的兽夫，结果却惨遭拒绝，怀恨在心的他就找来花惊鸿暗中做局，把莫萧云打成重伤。最后若非江朵求着他爹许明泽救人，莫萧云恐怕连命都没了。听到叶念这话，花惊鸿眼睛一亮，立刻把最弱的沈景元当做了目标。第二天一早，刚在河边洗完兽群，准备回山洞的叶瑶，就在路上见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直接丢下兽群，激动地抱了上去。阿父，语气中带着颤音。前世僵尸郎突然离开了蛇部落，临走前对叶瑶说他要去一个地方，结果那一次却成了永别。我家瑶儿重了不少哦，阿父都快抱不动了。僵尸郎把叶瑶高高的举在空中，叶瑶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阿父，我好想你，您为何每年都要离开部落一次，还不告诉我行踪？我是真的担心您。见女儿眸中含着泪，僵尸郎重重叹了口气。阿父并非刻意要瞒你，只是阿父的真实身份有些复杂，由于家族的特殊性，所以每年必须回去一次。那阿父您为何不带我回去？僵尸郎神色严肃的摇头，那个地方你绝对不能去。这还是叶瑶第一次见阿父如此强硬的态度。僵尸郎说完才反应过来，立马道歉道：对不起阿瑶，是阿父失态了。叶瑶却明白，回家族对阿父和他而言肯定是件不好的事。阿父你别激动，阿瑶不去就行了。父女二人聊了许久，提到几个兽夫时，僵尸郎劝道：阿瑶，我看得出那几个兽夫对你都很不错，你就莫要再执着于花惊鸿一个了。前世阿父也总劝，可他却总是敷衍着答应，然后又照样我行我素。这次他十分认真的说道：女儿知道了，以后定不会再让阿父为此事操心。僵尸郎听后心中无比欣慰，看了眼天色起身说：今晚部落举行篝火晚会，你记得带上几个兽夫参加，培养感情。叶瑶在一旁乖乖的答应下来。临走前，僵尸郎又塞给他一套新的兽群，这是家族那边最新的兽群，每次他的阿父出去都会给他回礼物。当5个兽夫听说叶瑶要带他们去篝火晚会，顿时激动不已，就连受了重伤的穆怀川都早早来到叶瑶的山洞外等候。在5人的期待下，叶瑶穿着新兽裙，带着一顶花环走出洞穴，一瞬间所有兽夫都看吃了。好啦，不就是换了一条新裙子，至于吗？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却乐开了花，毕竟谁会不想让所爱之人迷恋自己？
紧了。才回过神的5位兽夫异口同声道：“至于，当然至于，我们七主是最美的。西西，你们的眼光不错哦。”心里却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不过我的眼光可比你们还厉害，直接找到5个最帅的雄性做夫君。篝火晚会很是热闹，雌性们拉着各自的兽夫围着火焰跳舞。可叶瑶看着5个兽夫有些犯难了，他只能拉着2个兽夫的手，除去受伤不能跳舞的穆怀川，无论拉哪2个，其他2位兽夫都会失落。看着向他伸出手的陆明安和沈景元，又看了看后面内敛的顾青舟和莫萧云，他还是选择拉了前者的手。他要让顾青舟和莫萧云明白，又争又抢的雄性才有糖吃，在感情里内敛胆怯就是懦弱，所以他故意当着2人的面与狐狸和狗狗十指相扣，2人高兴得合不拢嘴。没被选上的另外2人一脸失落，穆怀川眼眸中满是艳羡和悔意。如果没有自残，那与七主十指相扣的应该就有自己了吧。等舞蹈跳完后，江朵和兽夫孔云诺就拿了许多烤肉过来。瑶瑶，这是你昨夜给我拿来的猎物，快来尝尝。叶瑶一边吃一边给孔云诺竖起大拇指。孔云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主要还是你给的肉好。莫萧云尝了一口肉后突然问，这是昨天放你山洞那头最小的猎物吗？叶瑶听他这么问正愣点头，对，我随便拿的。萧云哥哥，这猎物不会是你猎回来的吧？从前他就总拿莫萧云猎的猎物送给花惊红，这次又没经过他同意就给了江朵，他不会生气吧？想着他就一脸诚恳地向莫萧云道歉，对不起萧云哥哥，下次一定提前询问你。没事，只要不是送给花惊红，我没有任何意见。而且今天能吃上这么美味的烤肉，也是托你的福了。虽然这个肉质很好又新鲜，但若是他自己烤，定然没这么好吃。叶瑶听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看着莫萧云，一脸严肃地举手发誓，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将你送我的任何东西给花惊红了。莫萧云那面无表情的脸，此刻却难得地挂上了笑意。好，我相信你。几人正闲聊时，蛇部落的族长叶和带着僵尸郎和叶念走到了这边。叶瑶见状便走上前见礼，见过阿母和阿父，可叶和看都没看这个女儿一眼。僵尸郎急忙上前扯起女儿，温柔开口，阿瑶的新兽群真好看。叶瑶知道这个族长母亲一直都不待见她，因此并没放在心上，向僵尸郎笑着说道，谢谢阿父送的兽群，兽夫和朵朵都夸我了呢。阿瑶开心便好，见他们父女如此亲密，叶和心中暗暗不舒服，却又不好说些什么。一旁的叶念见状突然开口说道，阿母，篝火晚会已经到了尾声，我看很多族人都还意犹未尽，不如来个异能展示环节吧，选出部落中最强的勇士。周围听到这话的雌性皆嗤之以鼻，这叶念分明是想炫耀他的木系异能，可雄性兽人们纷纷举手赞同，那这异能要如何展示？就像这样，说着叶念手中就出现一道绿色光芒，下一秒光芒中就涌出根根带刺藤条。叶和看着叶念的异能满意的点头，其他兽人也觉得叶念木系异能很厉害，他脸上闪过一丝冷笑，接着无数藤蔓就非常不小心的缠住了叶瑶，将人直挺挺的吊在空中。他想要叶瑶当众出丑，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叶瑶吊在上面后竟没半点害怕，悠哉悠哉的荡着玩，还阻止了前去救他的兽夫们。一旁的僵尸郎害怕女儿受伤，沉着脸呵斥叶念，胡闹，还不赶紧将阿瑶放下来。可他不过是个没话语权的雄性，叶念根本没将他的话放在眼里。见此，僵尸郎只好看向叶和，七主，你难道就任由他如此不知轻重的胡闹吗？叶和却不以为意，狮郎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相信叶念心里有数。叶念见没达到想象中的效果，就直接将人放了下来。叶瑶一早就看出这个穿越女打的什么主意，也明白她不敢真的对他怎么样，所以在快落到地面时，就装出一副没站稳模样摔在地上。江朵急忙跑上去扶起他，瑶瑶你没事吧？说着就准备让他父亲帮忙治疗，却被叶瑶及时拦住，一副可怜兮兮的说，我没事的，只是身子太弱，没站稳摔了一跤，不用让许医师为我浪费异能了。经过他的提醒，在场所有人才想起叶瑶从小身娇体弱的事实，看向叶念的目光都变了。叶念身为阿姐，明知叶瑶从小就身子弱还这般折腾他，看着这些鄙夷的眼神，叶念慌张的皱眉说道，你明明之前在空中都不害怕，下来时却惊慌的摔倒，怎么看都像是装的吧？人不是你绑到空中的吗？现在竟然还倒打一耙。江朵气愤的为好姐妹打抱不平，我又不是故意的，谁叫她要站在那里？叶念死不承认。一旁的族长叶和这时说道，既然人没事，那就继续吧。一句话便将事情盖了过去。接下来许多雄性兽人都上场展示了自己的异能，而叶念站在一边充满了优越感，还在幻想成为兽氏主宰的他，却突然发现叶瑶竟走到了场地中央。这醒目的举动让所有兽人都感到疑惑，这叶瑶是要干嘛？她该不会也觉醒了异能吧？叶念见状讥讽道，阿瑶你不会是来展示异能的吧？哇，没想到竟然被阿姐猜到了。叶念还想嘲讽两句，可下一秒就彻底呆住了。只见叶瑶手中出现了绿光，看得现场惊呼声一片，是木系异能。叶瑶也觉醒了木系异能，我们蛇部落居然一连出了2个拥有木系异能的雌性，这简直就是兽神显灵。这一刻所有兽人都纷纷跪在地上，神情无比虔诚。叶瑶的家人们都在替他感到高兴，部落的雌性则满眼羡慕。叶念咬牙说道，那真是太好了，恭喜你。说完就阴沉的退在一边。接着叶瑶就开始展示木系异能，和叶念的差不多。可就在最后收尾时，他突然脸色苍白的朝兽夫们呼喊，我快控制不住了，快拦住这些藤蔓，别伤到别人。兽夫们听后齐齐用异能控制藤蔓，等藤蔓平息下来后，叶瑶就顺势瘫软在了沈景元的怀中，接着一根藤蔓迅速的绕过众人，突然抽在了叶念脸上。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啊我的脸！叶念刚准备发火，沈景元怀里的叶瑶就赶紧道歉，对不起阿姐，我第一次操控藤蔓，木系异能还有些不受控，姐姐你不会怪我吧？见他虚弱的窝在兽夫怀里哭，大家听得都心生怜惜。七主这不怪你，你能觉醒木系异能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叶念毕竟是你阿姐，我们都相信他肯定不会怪你的。这些话让叶念脸色冷得能滴出水，却也说不出什么狠话。叶和看着那脸上的伤痕却很是心疼，没那个本事学阿念
念操控什么藤蔓，害你阿姐白白受了伤，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他妈是亲生的吗？他心中念着阿里马赛，脸上却满眼泪水。阿母说的对，是我没本事，江朵可看不得好姐妹受委屈，就算是族长他也敢对。族长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刚才叶念将瑶瑶吊在天上的时候，您可不是这个态度，怎么瑶瑶难道就不是您的女儿吗？被小贝出言质疑，叶和脸瞬间冷了下来，你是在质疑我这个族长吗？江朵虽然害怕，但还是咬牙准备给好姐妹伸张正义，却被一旁忍了许久的僵尸狼拦住了。然后他对着叶和作揖认真说道，请妻主休了我吧，既然你如此不待见阿瑶，那我就带着阿瑶离开这里，受势这么大，总会有我们的容身之所。这话让叶和一时慌了神，见叶和已经动摇，叶念便知道今日不能再强迫叶瑶道歉了，倒不如顺坡下驴，好让阿母更心疼他，于是开口说道，阿母，妹妹肯定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怪她，这事就算了吧，不要因为我伤了部落的和气。这话让紧张的气氛得以舒缓，之后叶和一脸心疼的带着叶念走了。叶瑶回去时，5个兽夫都争着要送他，让他惊喜的是，莫萧云竟也鼓起勇气站出来说要送他，既然有进步，那当然是要给予奖励，于是就选择了莫萧云。一路上莫萧云都只是安静的跟在他身边，等目送叶瑶进入山洞后，莫萧云才转身离开。再回到自己的山洞时，却碰上了脸色阴沉的花惊鸿，离我山洞远点，我这里不欢迎你。花惊鸿对他这厌恶态度并不在意，一个只剩下2阶实力的莫萧云，他可不怕。他看见莫萧云送叶瑶回山洞有些不爽，于是就来他山洞口撒气。莫萧云，你现在只是一个2阶的废物，脾气暴躁，嘴又不甜，试问哪个雌性会喜欢你这样没有任何优点的兽夫？花惊鸿每嘲讽一句，心里就痛快一分，却没注意到莫萧云那杀人般的眼神，你在找死。吼完他直接化身为兽形，张开大嘴就朝花惊鸿吞去。还在嘚瑟的花惊鸿瞬间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连忙化身孔雀飞上半空躲开。莫萧云，你疯了，居然想吃了我！这一下他也怒了，直接使用风系异能朝着白虎打去。旧伤还没恢复的莫萧云显然不是孔雀的对手，很快就开始支撑不住。但花惊鸿也被火系异能烧掉了一些羽毛，他不敢真的下死手，毕竟真把莫萧云给打死了，就会触犯蛇部落的禁忌，被关进恐怖的暗牢。他也不想再跟这个疯子打了，撂下2句狠话就慌张的飞走了。见人走了，受伤严重的白虎再也支撑不住，重重倒在地上。花惊鸿那番话带给他的伤害，比此时身体上的疼痛强上万倍，眼神中充满绝望。叶瑶，你爱我一点会死吗？第2日清晨，叶瑶刚伸了个懒腰，就听到山洞外传来狗子的声音，妻主，我给你准备了新鲜的野果和水。听到这，他肚子立马发出咕噜声。景元哥哥，进来吧，这种随时被人投喂的感觉真好。吃了几个果子的叶瑶喝了一口沈景元递过来的水，哇，这水好好喝。沈景元听到被妻主夸奖，一脸骄傲，妻主，这是我早上在花上接的露水，有一股淡淡花香，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喝了一大口后，他猛地亲了沈景元脸一口，这是给哥哥的奖励。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沈景元双颊绯红，决心以后每天都给妻主接一碗露水。他突然想到早上遇到的事，就跟叶瑶分享道，今早我还看见了那只花孔雀身上的羽毛，不知被谁烧了大半，看上去好滑稽。叶瑶听后瞬间皱眉，整个蛇部落好像觉醒火系异能的好像就想到这，他突然心中一惊，我们快去莫萧云的山洞。沈景元一听也明白过来，迅速载着叶瑶来到了莫萧云的山洞前，接着就看到躺在血液中的白色老虎。看见这一幕让他心脏骤停了半拍，若不是沈景元变回人身扶住他已经摔倒在地上了。幸运的是莫萧云还有心跳。沈景元看着变不回人形的老虎犯了难，妻主你在这守着，我现在就去将许医师请过来。别去，已经来不及了。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白白看着他等死吧？叶瑶没有回答他，而是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老虎身上，接着就出现一道白色光芒。妻主居然还有治愈系异能，难道妻主同时拥有2个异能？沈景元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但他知道现在不是该问这个的时候，救人要紧。伤口在白色光芒笼罩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莫萧云身上的伤口并不严重，只是引发了曾经旧伤，加上失血过度导致，在白色光芒的治愈下，体型庞大的白虎终于重新变回了人形。此刻叶瑶才算放心下来，妻主，这肯定是花惊鸿做的，你打算怎么做？他希望叶瑶能严惩花惊鸿，还莫萧云一个公道，但叶瑶却没给他肯定答复。此事还需等莫萧云醒过来再说。见沈景元露出失望的神色，他赶紧解释，景元哥哥，我并非是要袒护他，莫萧云身上被风系异能所伤的伤口都不足以致命，能看得出来花惊鸿已经留手了，若他直接严惩花惊鸿，恐怕族人不会同意。这些只是叶瑶对沈景元的说辞，其实最主要的是花惊鸿身后还有叶念，必须一击致命才行。叶瑶本以为沈景元会对他失望，不想沈景元却笑着说道，不论妻主做什么决定，景元都会支持你。之后叶瑶让沈景元出去做自己的事了，他则留在山洞照顾莫萧云。等莫萧云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趴在他石床边上睡得正香的叶瑶，原本还有些疼痛的身体在这一刻仿佛消失了一半，这还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妻主睡着的模样。我好看吗？叶瑶睁着一只眼睛微笑地问着他。莫萧云脸色瞬间变得通红，好看，声音都有些结巴，难道就只想看吗？不想做些其他事？叶瑶一脸魅惑地说着。莫萧云听后被口水呛得直咳嗽，好了，不逗你了，等你伤好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边说叶瑶边轻拍他的背，说完他就收起了打趣的神情，一脸认真地问，萧云哥哥，是花惊鸿打伤你的吗？莫萧云也没有隐瞒，把事情原本告诉了叶瑶，我之所以会伤得这么严重，也是旧伤复发，不是因为他。听后叶瑶生气地嘟嘴，那也是他挑衅在先，全是他的错，我们萧云哥哥最厉害了，等你旧伤被治好后，可一定要保护好阿瑶。莫萧云听后瞬间沮丧起来，我这旧伤怕是好不了了。刚说完，眼前就出现一道白光，开始治愈着他的伤口。可别小看阿瑶，我
一定会治好萧云哥哥的。看着那团白光，莫萧云脸上满是惊愕，不过却一个字都没有问，就那么安静的享受与叶瑶独处的时光。接下来的3天，叶瑶住在了莫萧云的山洞。莫萧云现在也理解穆怀川为什么要自残了，他都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叶瑶白天会细心照顾他，晚上也会睡在山洞。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但能看着叶瑶绝美的睡颜，莫萧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在叶瑶这3天的治疗下，他那晚受的伤已经全好了，不过以前的旧伤还需要长时间的治疗才能恢复。叶瑶离开莫萧云的山洞后，就遇到了提着筐子的江朵。朵朵，你这是要去森林里摘野果吗？家里的野果快吃完了，想去摘点回来。叶瑶听后兴奋地说道。朵朵，我也想跟着去采野果。不行不行，江朵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她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她带着叶瑶偷偷出去玩，结果叶瑶身体太弱病倒了，她回去可挨了阿姆好一顿打。叶瑶也知道她不带自己的原因，于是挽着她的胳膊撒娇，哎呀朵朵，你就让我去吧，你忘了我现在都已经觉醒异能了，一起去还能保护你呢。江朵听到这话也就同意了。这还是叶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门，对森林太过好奇，视线总被前方的野果和野花吸引，结果一个没注意就越走越远，等回过神就发现和江朵走散了。这下她是彻底慌了，这不是又坑了好姐妹吗？是哦，瑶瑶，我居然忘记你已经觉醒异能的事了，你跟我一起去吧，有异能真是太好了。秋玉和同行的几个雌性听说叶瑶要去，都表示欢迎。虽说叶念也有异能，但他心高气傲，自从10岁那年觉醒木系异能后，就再也不跟他们这些雌性一起出去。如今叶瑶也觉醒了木系异能，还愿意主动跟他们一起，他们自然乐意支持。各自打了招呼，就朝着森林出发。雌性们去的一般是森林外围，外围活动的基本都是没什么杀伤力的小动物，能吃的野果和野菜却不少。雌性没有异能自保，这里对于他们来说很安全。来到森林之后，叶瑶就像发现了新奇的世界，在森林里面转啊转，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看什么都新鲜。江朵知道他相当于第一次出来，还什么都不懂，于是在旁边给他讲解，这个是野地瓜可以吃，那个带刺的它叫做刺梨也可以吃，还有这个是灯笼果，我可喜欢吃了。常见的野果就是这几种，瑶瑶，你要是遇到不认识的野果，一定要问问我，有的野果有毒，千万不可以乱吃，知道吗？怕叶瑶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江朵将目光放在一串根茎是紫红色，果子是深紫的野果上。你看这个野果看起来好看，可小时候我吃了一串，直接被抬回了部落里，若非我阿父那时耗尽异能救我，我就被毒死了。从此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紫毒果，千万别碰。还有，颜色鲜艳的果子就别去碰，我阿父说了，那果子越鲜艳毒性越大。瑶瑶，我说的这些你可记住了。叶瑶也知道在吃食上绝对不可以大意，有异能护身的雄性兽人还好一些，没有异能的雌性若误食可能就一命呜呼，可每年都有因为误食野菜或者野果被毒死的雌性，雌性何等稀有，导致现在族长叶和已经下令不允许尝试新的野果野菜，整个蛇部落认识的野果野菜也就少数几种。他忙点头，谢谢你朵朵，你说的这几种能吃的野果和野菜我已经记住了，你就放心吧。那就好，那我们开始吧。一开始叶瑶和其他雌性们一样，围着一个小圈都在附近采摘野果和挖野菜，互相能有个照应。可他毕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门，对森林太过好奇，视线总被前方的野果和野花吸引，离江朵他们越来越远，逐渐消失在视野中。很快他手里就抱了好些野果，还自己采了漂亮的花，放在鼻尖闻，有着各种花香味，让他满意极了。他高兴的正想与江朵分享，抬头时却愣住了。他正身处一片湖泊边，周围是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参天大树似乎将整个湖泊笼罩起来，不见天日，但水依然很清澈，鱼和虾在水里自由自在，欢快的游着。似乎感受到叶瑶的到来，他们好奇的游了过来，偷偷观察着这个雌性。叶瑶暗道不好，他曾听江朵和沈景元说过，森林外围是没有湖泊的，他这是已经离开了外围，不知不觉就走到森林中围了。他开始原路返回，却有些辨别不出方向，走着走着又回到了湖泊边上，反复几次后，他身体实在有些疲乏，开始坐在岸边喘气，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几下后，他逼自己冷静，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江朵他们采完野果和野菜，天色渐晚，一个个都收获颇丰，收获满满的江朵正想叫上叶瑶一起回部落，环视一圈却没看到人影，他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瑶瑶，没人回应后，他开始着急，赶紧询问同来的几个雌性，秋玉，你们看到瑶瑶了吗？我们没有看见。雌性们纷纷摇头。完了，瑶瑶第一次出来，她肯定是迷路了。这里虽然是森林外围，但入夜之后动物们就会出来觅食，保不准会到外围来。瑶瑶她虽然觉醒了异能，但也很危险。不行，我要去找她。秋玉见她一脸着急，赶紧安抚，江朵你先别着急，我看还是赶紧回去给族长报信吧。眼看天色暗下来了，就凭我们几个也不好找叶瑶，告诉族长到时候让有异能的雄性兽人们来找，也不至于遇到危险啊。秋玉还算冷静，江朵听了后连连点头，你说的对，
我们快走，去找族长。他一路跌跌撞撞，却跑得飞快，放了满满一大兜的野果和野菜，全都不要了。瑶瑶别怕，叶瑶失踪，江朵跑回蛇部落报信。与此同时，在森林中围分开狩猎，约好了在老地方集合的陆明安和顾青舟已经等了许久，却迟迟不见沈景元的身影。天色渐晚，顾青舟此刻面露担忧，景元他迟迟未归，莫非是遇到什么危险？陆明安闻言沉吟片刻，说：顾青舟，你我分头找一圈，找不到便回部落向族长报信。好，顾青舟轻轻颔首，结果自然是没有找到，天也已经快全黑了，他们不能再久留，以免耽误救沈景元的时间。二人刚出了森林，便看到有许多拿着火把的兽人往这边赶来，其中还夹杂着江朵的哭腔。你们快跟我去，天彻底黑了，瑶瑶会有危险的。原本江朵是地位尊贵的雌性，不允许她来冒险，可她为了叶瑶执意要来。用她的话说，我是瑶瑶最好的姐妹，又是我弄丢她的，她若出了什么事情，我余生难安。不，她不会出事的，我一定能找到她。听到叶瑶出事，陆明安和顾青舟脸色同时一变，赶紧上前询问：江朵，你刚刚说什么？妻主她到底怎么了？江朵看到他们，脸上带着歉意，声音有些哽咽。今天瑶瑶来找我，要与我一起来森林采摘野果，我带她来了。可是我们傍晚准备回去的时候，却发现她失踪了，我们找不到，只好回部落求助。是我对不起瑶瑶，对不起你们。见她哭得几乎要晕厥过去，江青雨安慰：是她自己不认路还非要乱跑，阿朵这不怪你。他的话说完，陆明安和顾青舟冷冷瞪了他一眼，眼神凉飕飕的，竟让他心中一颤。江青雨不解，不过是2个3阶兽人，怎么会给他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找叶瑶要紧，毕竟人是江朵带出去的，她是族长的女儿，若真出了事，恐怕族长和他的几个兽夫都不会放过江朵。江朵毕竟是他的妹妹，暂且不与这2个废物计较。孔云诺也在一旁安抚：妻主，你不要这样，叶瑶与你是最好的姐妹，她不会怪你的，你也不要怪自己。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她。江朵颔首：你说的对，我猜测她迷路，应该朝着中卫去了，我们得赶紧找到她。江朵带着好些兽人正准备离开，陆明安才说：沈景元也不见了，我们正准备回来报信，不巧竟听到这样的坏消息。今日是什么日子？妻主和他居然同时在森林失踪了。说完，他还眯眼打量江青雨旁边的叶念，满脸怀疑：叶念，你怎么也来了？要说叶瑶在蛇部落里最不对付的居然是自己的阿姐。叶念表面客气，实则处处针对叶瑶。如今叶瑶和沈景元突然同时消失，他真的有些怀疑。见他目光不善，江青雨立刻霸气护妻，将叶念挡在身后。陆明安，你这是什么话？妻主觉醒，木系异能，如今可是3阶的实力，不比你差，更何况叶瑶是他妹妹，作为阿姐，她关心妹妹也要被你怀疑吗？叶念在身后也附和道：青雨说的没错，我就是担心阿瑶来帮忙寻她的。陆明安，你总不会怀疑叶瑶失踪还能是我这个做阿姐的干的吧？他承认沈景元的失踪的确跟他和花惊红有关，但叶瑶的失踪却是意外之喜。看来系统说的没错，她作为穿越女就是天道的宠儿，连老天都在帮她。叶瑶啊叶瑶，你可一定要死在森林里，这样拥有异能的雌性就又只有我叶念一个了。你能绑定我，夺舍叶念获得新生，还觉醒异能，你自然是天道的宠儿。你只要乖乖听我话，努力扫平障碍，做到兽世最强，日后整个兽世大陆都会唯你独尊。这带着蛊惑性的言语出自叶念脑海中的系统。陆明安见他这么说，却是淡漠回答：你多虑了，我不过随口一问。见他们还有心情吵架，江朵心烦意乱的大吼了一句：要吵回去吵，还不赶紧去找人？江侍郎也跟着来了，他全程一句话没说，但紧绷的情绪看得出来他有多担忧。他没管谁吵架，而是化成兽形鹿，然后对着叶瑶的3个兽夫陆明安、顾青舟以及花惊红说道：明安、青舟、惊红，你们3个跟我一起去中尾。穆怀川和莫霄云因为伤势未愈，就算出来也帮不到什么忙，所以暂时还并未告知他们。花惊红立刻化身为孔雀飞在半空，黑色的瞳孔里带着疑惑和复杂。他今天对付的是沈景元，叶瑶怎么也跟着失踪了？难不成是叶念悄悄做的手脚？惊红，你飞在空中，视野比我们都要更好，你多注意点观察，看看有没有阿瑶和景元的身影。花惊红孔雀脑袋点着：我知道了，您放心，叶瑶是我的妻主，我肯定会尽力找到她。见他们走了，江朵也等不及，带着剩下的兽人往森林而去。叶念则带着几个兽夫走在最后，见没人看他，嘴角的笑意几乎快要压抑不住。森林内围和中围的交界处，银月湖，迷路的叶瑶已经在这里转了好几圈，不知哪里是哪里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了森林内围好几次又返回了。精疲力尽的他吃了果子又喝了湖水，倒是恢复了些力气，只不过这个湖似乎有些邪门，他怎么走都能转回来。摆烂的他干脆躺下，
等着部落的兽人们来找他。可躺着躺着，他居然睡着了。随后来到了一个白茫茫一片的地方，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座石像，是一条巨大的龙盘旋在石柱上。叶瑶眼神顿时变得虔诚，立刻对着石像跪下并磕头。叶瑶见过兽神大人。石像没有表情，只是闪过一道金光，随后龙的嘴巴僵硬的张开。叶瑶，我们又见面了。兽神是女子的声音，说的话没有任何情绪，但听的人却莫名挺直腰杆，神情肃穆。大概这是每个兽氏子民与生俱来的本能，毕竟兽神大人可是兽氏大陆的神。叶瑶望着眼前的石像，脸上带着些不好意思。兽神大人，我在森林里迷路了，一直无法走出去，您可否帮我？他自认为不是路痴，可兜兜转转就是走不出去。听了他的话，石像说，叶瑶，你先别着急，此次入你梦中，我是为你的异能而来。叶瑶虽然单纯，却并不蠢，顿时明白了兽神这话的意思。想来他之所以走不出去，应当是兽神的手笔，不然他为何会兜兜转转走不出这小小的银月湖？兽神大人，我的异能可是有何问题？他心里有些紧张。你身上所带的异能是我传承于你的，是这兽氏大陆1000年来最厉害的异能，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升级会比一般的异能要难上许多。他所需要的条件十分苛刻，既需要有极其强大的天赋，又要有能十分吃苦的毅力，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而你因为前世的经历和天赋被我选中，成为了我的继承人人选。但是叶瑶，要想真正成为我的继承人没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接受来自于兽神的3个考验。你可准备好了？石像的语气虽然淡漠，叶瑶却从中听出无限的庄重来。他似乎也被这股庄重所感染，眼神坚定点头。兽神大人，我准备好了。若非兽神大人给他机会让他重生，他就真的死不瞑目。如今不过是接受3个考验，既能给前世的自己和兽夫们报仇，又能成为兽神继承人，从而不断强大自身，何乐而不为？无论这考验有多难，他都会坚定地走下去。很好，见他如此坚定，兽神似乎很满意。叶瑶，我之前就跟你说过，穿越女夺舍了你的阿姐叶念，鸠占鹊巢，你需要让整个蛇部落看清她的真面目，再将她彻底赶走，这就是你的考验之一。提到穿越女，叶瑶就满脸恨意。兽神大人尽管放心，我一定会让大家看清她，再赶走她。好，石像继续说，经过这段时间的探查，我发现真正的叶念灵魂并未消散，而是被不明生物压制在了体内。现在叶念的身体乃是一体双魂，你的第2个考验则是想办法唤醒被压制而沉睡的灵魂。叶瑶听到这话，简直欣喜若狂。阿姐她居然还存在，原以为被夺舍后真正的阿姐已经消失不见，没想到只是被压制在了体内。一体双魂，我当真是闻所未闻。他喃喃自语。对了，兽神大人，您可知压制阿姐灵魂的不明生物是什么？我也不知，它应当是外来的入侵物种，或许之前与那穿越女一个世界，或许又不是。叶瑶还是第一次听到兽神纠结的语气，想来这个不明生物是叶念的助理，或许他能觉醒，木系异能亦和他有关。兽神大人，唤醒阿姐灵魂一事，我定会全力以赴。不知这第3个考验是什么？他实在有些好奇。兽神也不是喜欢卖关子的，他能出现的时间有限，于是抓紧告诉了叶瑶。原来这第3个考验是要叶瑶在3年内将异能提升到5阶，成为5阶强者。兽夫大陆的异能等级最高为9阶，但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兽人达到过9阶。普通部落能突破5阶的就已经是强者，突破6阶就能在外面横着走。只因为5阶之后每突破1阶都十分艰难，对于寻常的兽人来说，一般是在3岁的时候觉醒异能。天赋厉害的比如江青羽、孔云诺以及莫萧云，他们能在20岁就达到5阶兽人，已经属于天赋异禀，但他们也用了10几年的时间。叶瑶的异能升级难度比他们大，时间还只有3年，这考验可以说属于顶级难度了。咬咬牙，叶瑶鼓起勇气问兽神大人，若考验失败了，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3个考验一个比一个难度要大，特别是最后一个，他实在没有什么把握。虽然是石像，但叶瑶居然觉得他皱眉了，这大概是幻觉吧，因为你和你的5个兽夫原本已经死了，不该再存活于这个世界，所以一旦你考验失败，你就不再是我的继承人人选，你们都会被天道抹杀。空白，叶瑶只觉得自己好像遭受了重创，脑海里一片空白。他一旦失败，他和5个兽夫就会被天道彻底抹杀掉，不可以，这样的后果他承担不起。重重对着面前的石像磕头，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坚定和几分沉重。还请兽神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完成您的考验，顺利成为您真正的继承人。石龙身上的金光消散前，最后说了一句，叶瑶，希望下次再见面时是你完成考验之一的时候。金光彻底消散的同时，叶瑶也从梦中醒来，睁开眼之后，
他先环顾四周，还是在银月湖没错。兽神大人的考验已经下达，这下应该不会再兜兜转转，还是回到这里了吧？边说他边离开，却不知自己却是朝着森林内围而去。越走灌木丛越密时，他就意识到不对劲，且周围还有浓郁的血腥味。他赶紧调转方向往回走，可这时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窸窣声。叶瑶神色顿时变得警惕和凝重起来，手中竟是亮起了红色的火系异能，照亮他前方的路。难怪血腥味浓重，火光一照才发现周围的植物上都染了血，一路延伸到发出声响的地方。叶瑶不敢发出声音，这血不像动物血，更像兽人的血，莫非有兽人受了伤被困在森林内围？他大着胆子往前走，血腥味越来越浓郁，呛得他直皱眉头。与此同时，感受到不断靠近的危险，躲藏在灌木丛里的身影眨了眨如宝石般的眼眸，忍受着身上的痛楚，伺机而动。叶瑶走到灌木丛3步之遥外站定，手里一团火光突然变大，朝里面照了过去。这时那庞大的身影突然窜了出来，想要从另一边逃走。在火光的照耀下，叶瑶看清了他的样子，一身灰色毛发上染了大量的血，4个爪子血肉模糊，那双如蓝宝石般的眸子看到他时，原本的惊慌变成了错愕。叶瑶也满脸不可置信，只因他居然是兽形的神警员。神警员，是我。叶瑶担心他害怕离开，赶紧大喊。灰色毛发的狗狗因为强行调转方向，狠狠地摔在地上，但他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时，没有一丝犹豫，再次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叶瑶身边。七主，你是来接警员回去的吗？狗子泪眼汪汪，激动得很。他并不知道叶瑶也迷路了，还以为是发现他失踪来找他的，眼里燃起了希望。看着他浑身的伤，还一瘸一拐地走路，叶瑶死死压抑住自己喉咙的哭腔，摸了摸毛茸茸的狗脑袋，颤声道：对，我是来接你回去的，警员哥哥，你别怕。听了他这话，神警员瞳孔中蓄满了感动的泪花，用脑袋不断蹭着叶瑶，浑身颤抖。呜，警员以为再也见不到七主了，相拥哭泣了一会儿。神警员重伤无法恢复人形，躺在地上伸着舌头喘粗气。叶瑶轻轻抚摸他爪子上的伤口，满眼心疼地问：警员哥哥，你怎么会受这么严重的伤？原来神警员跟往常一样雨露民安，顾青州分开狩猎，约定在老地方集合，可他今日在中围居然走到哪都没找到猎物，遇到的全是一些小兔子小刺猬，那体型都太小，肉还不够塞牙缝的。正当他感慨今日森林有些异常，准备原路返回时，却看见了一头受伤的野猪。他只是个2阶兽人，面前这头野猪看上去体型是他的2倍，换作平日里他自然不敢自己动手，可今日那野猪身上的伤看起来还不轻，再加上他那时2手空空，于是他想将其带回送给叶瑶。他的异能是分身，目前是2阶，所以只可以幻化出另一个实力接近他的分身。2个他对付受伤的野猪，原本以为不会太难，却没成想野猪临死前激发起潜能来，跑得飞快。在森林里他又比神警员更加熟悉，尽管神警员穷追不舍，也追了好久才追上，却不知不觉追进了森林内围去。好不容易将野猪猎到，发现自己身处内围，正准备带回去雨露民安，顾青州集合时却遭遇了陷阱的埋伏。说到这里，神警员狗狗脸就一脸愤怒：七主，那些陷阱一看就是有人故意设计，然后利用受伤的野猪将我引去的。我这一身的伤，血肉模糊的4个爪子，全都拜那些陷阱所赐。边说他狗狗眼边流着泪，若非还想拼着一口气见七主一面，恐怕警员早已经死了。话音刚落，庞大的身形轰然倒下，彻底昏迷。神警员叶瑶险些吓死了，只能蹲下去探其鼻息，有呼吸才松了一口气。他不敢趴在狗狗身上，怕让那些伤更重。神警员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特别是腹部下有一个很深的洞贯穿到后背，后背上还插着一根尖锐的木头，一看就是被人特意削得那么尖。他伤得极重，若非靠着想再见到叶瑶演的一脸，恐怕早就已经倒下。如今见到叶瑶，他再也坚持不住晕死过去。可叶瑶没告诉他的是，他自己也迷路走不出去，他需要带着神警员在这危机四伏的森林内围中安全度过一晚。看着他插在背上的木头，叶瑶几乎泣不成声。到底是谁如此恶毒，要害死他？想到莫霄云的遭遇，他顿时明白了，对，一定是叶念和花惊鸿。前世他们只对莫霄云和穆怀川动过手，这一世却因为自己重生而来对花惊鸿态度冷淡，所以让他对其他几个兽夫也开始下手了。一定是这样。看着眼前重伤昏迷不醒的神警员，他看着手里的火系异能生出一股浓浓的无力感。为了自保，他出门前特意复制了莫霄云的火系异能，只因为森林中大多数的动物都惧怕火。没错，他被兽神大人传承的异能是复制异能，只要有肢体接触就可以复制别人的异能为己用，而且你复制那人的异能是几阶，你就是几阶。当然了，这样的好事只发生在5阶强者之下，要想复制5阶强者的异能且与他们等级一样，他的复制异能就先必须达到5阶。
这想必也是兽神大人要他3年之内达到5阶的原因。达到5阶后，他就可以复制8阶巅峰强者以下任何兽人的异能，并且达到同样的等级。也就是说，只要他复制异能到了5阶，8阶以下他无敌。但他听兽神大人说，目前整个兽世大陆还没有出现过8阶的强者，除了1000年前的兽神自己修炼到了9阶，最终成了兽神。叶瑶目前复制异能只有1阶，所以只能同时复制1个异能。等他2阶后，就可以复制2个异能，以此类推。难怪这复制异能难以升级，是寻常异能的数倍，因为听起来实在强得可怕。他无法想象，若3年内他真的完成了兽神的考验，将复制异能升到了5阶，届时他该有多强，又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想着想着，夜渐深了。叶瑶试着找了一些草药，敷在沈景元那些流血的伤口上，折腾了好久，总算将血勉强止住。抹了把额头的汗水，正准备躺在沈景元旁边。不太妙的是，他居然看到不远处的草丛里居然闪烁着好几双绿色的眼睛，顿时警铃大作。那是狼的眼睛，想必也是被这边的血腥味给吸引过来的。看着他们的眼睛里满是渴望，他们被盯上了。叶瑶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下意识想寻求保护，却才想起沈景元已经昏死过去，现在需要他来保护狗子。想起复制莫霄云的火系异能，他站起身来，鼓起勇气将一个火球扔到为首的狼身上。我可是拥有火系异能，你们再敢靠近我，烧死你们！这些狼虽然体型庞大，但都是普通的狼，并没有异能。原本他们是闻到了沈景元身上同类的气息才过来查看，没想到是觉醒了狼形态的兽人。旁边还有个雌性，正想美味一餐时，这看起来美丽且柔弱的雌性居然有克制他们狼群的火系异能。火球准确地砸在了没有丝毫准备的那头狼身上，将它烧得满地打滚，嗷嗷乱叫。嗷呜！不甘心的呜咽几声，倒地死亡。那只狼的惨死让群狼十分惊慌地退后了好几步。他们看向叶瑶手里的火系异能，绿色眼睛里满是忌惮和不甘之色。这个雌性怎么会有异能？还恰巧是克制他们的火系异能。有不甘心的对视一眼，龇牙面容凶狠，张着大嘴，纵身一见死了这么多同伴，开始思考眼前的局势，寻找突破口。而被叶瑶护在身后，躺着一动不动的那个兽人就是突破口。他们似乎心有灵犀，佯装都扑向叶瑶，打算与他来个鱼死网破。实则有一只银色的狼趁其不备，悄悄绕到了叶瑶身后，伺机下手。叶瑶面对这些狼群起而攻之，脸色此刻变得有些凝重，正打算奋力一搏，但他始终觉得不对劲。他的火系异能这般厉害，这些狼压根无法近身就被烧死了，那为何还要争着来送死？莫非只是为了吸引他全部的注意力？电光火石间，叶瑶想起了身后晕死过去毫无抵抗之力的沈景元，迅速转身，便看到那只狼已经对准了他的脖子，准备咬下去，瞬间变了脸色，手里的反应比脑子更快。待叶瑶彻底反应过来时，发现火已经朝着那银色的狼扔去。叶瑶没有立刻杀他，而是将其困在其中。原本要攻击他的狼群瞬间熄了火，看着被火困住的银狼纷纷发出愤怒的嚎叫声，嗷呜嗷呜嗷呜。叶瑶见此松了口气，看来他猜的没错，这只银狼就是这群狼的首领。正所谓擒贼先擒王，这狼主动送上门来想对沈景元下手，倒是给了他机会。只见叶瑶拍了拍身上的土，看着被火困住的银狼咧嘴一笑，我没猜错的话，你是首领吧？做坏事之前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落在我手里？火虽然没有直接烧到那只银狼的身上，但离他太近，被烤的身上的肉也快要熟了。银狼被烤的伸出舌头直喘气，但看向叶瑶时凶巴巴的冲着他愤怒的吼叫，快放本王出去！叶瑶残忍一笑，趁那些狼群忌惮却不敢动手之际，手里的火系异能再次发出，将他们团团围住。嗷呜！银狼强行站起来，瞪着他，你要做什么？我不杀你们，你们就要吃了我和我的狗，我自然要先发制狼，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自己。话音落，在狼群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以及银狼满眼的恐惧下，所有狼身上都燃起了火，他们痛苦的叫着跑着，不要命的冲出火圈，可最后还是被活活烧死，变成了一堆焦炭。而此刻在这冲天的火光照耀下，叶瑶就站在那里，却仿佛化身罗刹，美丽又恐怖。火将血腥味去掉了不少，但这么大的动静一定会将附近的动物都引来。叶瑶顾不了那么多，下一瞬似乎下了狠意一般，手里的火系异能烧到了狗狗的爪子上，十爪连心。沈景元很快就被钻心的灼烧给痛醒，被迫睁开了那双蓝色的瞳孔，看到满地的残骸和火光，他眼里还有些迷茫。记住，这里刚刚发生了什么？我来不及跟你解释，现在逃命要紧，你能走吗？叶瑶的话让沈景元也有了紧张感，他颔首，我可以。他什么都没问，一路忍受着疼痛，一瘸一拐地往森林中围而去。他对森林比较熟悉，只想带着叶瑶安全离开。再次走到银月湖的时候，
沈景元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倒地，4个爪子血肉模糊，前爪还有被叶瑶用火烧的痕迹。他恼怒的大吼：“站起来啊！”奋力想站起来，却始终站不起来，看得叶瑶泪水模糊双眼。他赶紧过去抱住狗狗的脑袋安抚：“别这样，我们先不走了，这里应该安全一些。”沈景元哭得泣不成声：“妻主，是我太没用了，拖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不，我不会自己走的。”叶瑶摇头：“景元哥哥，我有火系异能可以保护你，真的。”看着他手里的火系异能，沈景元瞪大双眸愣在原地：“妻主，那些火原来出自你手，可你不是木系异能和治愈系异能吗？”之前看到妻主用治愈系异能救莫萧云时，他就想问了，在那位遇到妻主时，他太紧张没仔细看，还以为是拿的火把，如今看到真的是火系异能，震惊的无以复加。他的妻主为什么会觉醒这么多异能？在附近找了个较为隐秘的地方藏着。叶瑶握着他那因为被烧有些黑乎乎的前爪问：“景元哥哥，很疼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待在那里实在太过危险，不得不用这种办法将你唤醒。”他语气中溢满了心疼，但并不后悔。再来一次，他还会那样做的。沈景元连连摇头：“妻主，我怎么舍得怪你呢？我只怪我自己不中用，还要靠妻主冒险救我。”二人等了会儿，见没有动物追过来，都放心了不少。叶瑶见沈景元眼巴巴望着自己，遂开口：“景元哥哥，你一定很想知道我为何会有火系异能吧？”黑夜，它犹如一块密不透风的绸缎，将整个蛇部落紧紧裹挟在其中。族长的山洞里，叶和躺在石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生出许多噪音来，脑海里都是江朵跌跌撞撞跟他报信，哽咽着说叶瑶在森林里失踪的画面。他本不太在意，遣了部落许多等级高的兽人出去找，就连他的几个兽夫也跟着去了。本以为定能很快就将叶瑶给找回来，可如今已然夜深，竟都还未回来，他有些坐不住了。叶瑶该不会真出事了吧？作为阿母，他眉眼间还是流露出些许担忧来。虽然他不喜叶瑶，但叶瑶到底是他的亲生女儿，这么晚了还在那危险重重的森林里，作为阿母，他又如何能真的不担心？他走到山洞外，看着黑漆漆的蛇部落，叹息一声，随后双手合十，对着东方祈祷，嘴里碎碎念：“兽神大人，求您保佑我的女儿，她能平安归来。”后面不知说的什么，都随风飘散了。说完这些，他表情恢复一贯的威严，重新走回了山洞，仿佛刚刚的那一切都是错觉般。原始森林，银月湖面，细碎的月光三三两两的洒在上面，看起来亮晶晶的，格外美丽。湖的周围树木成林，杂草丛生，一阵微风拂过，树的枝叶轻轻摇曳，发出沙沙声响，看起来似乎很是静谧。又有谁知，这看似静谧的森林中潜藏着无数危险。叶瑶和沈景元来到银月湖后，本以为安全了，没成想那些动物的鼻子实在太尖，很快又寻了过来。还好叶瑶有火系异能，边逃跑边抵挡了一波又一波，但异能眼看也快要消耗殆尽时，又带着沈景元折返回来，并且他路上采摘了一种臭味很浓的草，将其碾碎了涂抹在他和沈景元的身上，将身上的血腥味隔绝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些动物闻不到血腥味后，果然被他们甩开，并且跟无头苍蝇一样追，离银月湖越来越远。狼狈的叶瑶和沈景元依偎在一起，闻着彼此身上冲鼻的味道，却没有时间嫌弃，都在大口喘气。沈景元是真的再也动弹不了分毫，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已经痛得麻木了。叶瑶抱着他的狗脑袋，一下又一下抚摸着，给他力量和安抚。好一会儿他才说，其实我所觉醒的异能并非是某种特定的异能，而是复制异能。狗狗蓝色眸子瞪得老大，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震惊。他听说过复制异能，那是1000年前兽神大人成神前所拥有的异能，被称为兽世大陆的异能之最。复制，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复制其他兽人的异能为己用，但具体怎么样操作不得而知。想不到他的妻主居然会觉醒跟兽神大人一样的复制异能。见他那般震惊，叶瑶表示理解，毕竟复制异能强大的可怕，乃是异能之最。景元哥哥，我是因为这几天分别复制了叶念、许明泽以及莫萧云他们的异能，所以才会呈现出你所看到的木系异能、治愈系异能以及火系异能。若非我出门前复制了莫萧云的火系异能，今日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了这里。想到什么，叶瑶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你要答应我，不能将这件事告诉第三个人，知道吗？我刚刚觉醒，尚未强大，若现在复制异能被公之于众，难免会遭到嫉恨，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这可不是普通的木系异能能比的。你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景元哥哥，我相信你一定会替我保守好这个秘密的，对吗？莫萧云也只知道他拥有治愈系异能，他暂时不打算告知除了沈景元以外的其他兽夫，并非不相信他们，只是知晓他拥有复制异能并非什么好事。若非这次的不得已和共患难，他也不打算告诉沈景元。震惊过后，沈景元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开口，
景元说过会永远忠诚于妻主，会替妻主保守好这个秘密。叶瑶低头在他的狗嘴上亲了一口，笑道：真乖，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沈景元心满意足的晕死过去，叶瑶双手紧紧搂着他，轻声说：睡吧。他疲惫得很，但却不敢闭眼，怕有危险。看着晕过去的狗子，他想起前世自己受伤濒死时，沈景元就是这么将他抱在怀里，忍着眼泪安抚他：妻主别怕，睡一觉就好了，景元会陪着你，永永远远都陪着你。另一边，在森林里寻找叶瑶和沈景元的江朵和陆明安他们，听到了森林内围传出来的狼嚎声后，就迅速朝着内围而去。一路上，他们举着火把叫着叶瑶和沈景元的名字：阿瑶、沈景元、瑶瑶，你在哪里啊？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动物，似乎也在寻找着什么。看到他们后，跑得老远。原本僵尸狼打算直接往内围而去，顾青舟却突然拦住了他：阿父，中围有个银月湖，不如我们先去那里找找吧。他还特意解释：我一路观察，发现之前那些动物大多都从银月湖方向而来，他们在追的会不会就是妻主和景元他们呢？飞在半空的花惊鸿有些不屑，刚刚那些狼嚎声听着就是从内围传来的，我们不赶紧去营救，还去什么银月湖？你就不怕妻主真的遇到危险吗？顾青舟，看你平日里老实，没想到内心如此狠毒。见花惊鸿这个时候还在挑拨离间，顾青舟冷冷瞥了他一眼。去内围本就要经过中围，就算去银月湖不过是换条路罢了。顾青舟是出了名的温润，如今却表情发冷，这还是大家第一次看见他这个样子。陆明安狐狸眼眯了眯，拍了拍他的肩膀：顾青舟说的不错，不如我们就先去银月湖吧。僵尸狼思索了一下刚刚顾青舟的话，觉得有些道理，于是颔首出发银月湖。阿瑶、妻主、沈景元。在后半夜，叶瑶终于听到了自己想听到的声音，他眸中迎着泪，笑着对怀里已经变成小型狗狗的沈景元说：景元哥哥，我们得救了。叶瑶听到最清晰的声音是僵尸狼的，他抱着怀里的狗狗走到显眼的地方，用尽全力喊道：阿父，我们在这儿。这声音让跟在人群身后的叶念顿时黑了脸色，叶瑶那个贱雌性居然没死，沈景元那条废狗也跟他在一块不成？那死了吗？与他反应截然不同的是，江朵和其他雄性兽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都十分高兴，是瑶瑶的声音，他在那边。瑶瑶。飞在半空的花惊鸿第一个看到叶瑶他们，眼神闪烁了一下。沈景元，他和叶念在内围安排了那么多陷阱，这废狗看起来不但没死，居然还被叶瑶给救了。事已至此，他只能对着底下的僵尸狼说：阿父，妻主和沈景元就站在湖对岸。僵尸狼闻言激动的泪花闪烁，强有力的4条腿迅速朝着湖对岸奔了过去。实在太好了，真的是阿瑶他们。陆明安、顾青舟以及众人都露出笑意，连忙跟了过去。僵尸狼在离叶瑶还有5步之遥时，瞬间化身为人形，将叶瑶和他怀里的狗狗搂进了怀里。他抱得很紧，高大的身躯都在颤抖，最终却只是化为一句：阿瑶，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阿父，女儿让您担心了。叶瑶埋在僵尸狼的怀里哭了许久，抬起头擦干眼泪后有些不好意思的笑：阿父。僵尸狼俊美的脸上带着失而复得的笑意，抬手轻轻摸了他因为逃亡而乱糟糟的头发。他心疼道：在阿父面前不必强装坚强，想哭就哭吧。他的阿瑶因为身体弱，几乎从未来过森林，从小到大都被保护得很好，哪里经历过今晚这样的事？从他一身的狼狈模样就能看出，一定经历了许多危险。是他这个做阿父的没保护好自己的女儿。听了他的话，叶瑶当真没忍住大哭了一场，发泄完觉得心里才好受了许多。江朵这才走过去，低垂着头满脸的泪水，绞着手指声音哽咽：瑶瑶对不起，是我把你弄丢了。他低垂着的眼睑微微一眨，泪珠就滚落下来，落在地上与尘土混为一体。他快要自责死了，叶瑶哪里会怪他，明明就是自己走丢的。看见他那副因为愧疚不敢面对自己的模样，叶瑶走近轻轻拥抱住他：朵朵，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是我非要央着你带我出来，也是我自己被新鲜的事物吸引，越走越远，害你担心和自责了。他低下头将脸凑近江朵，委屈道：朵朵，对不起啊，你会原谅我这一次吗？江朵被他逗得破涕为笑，傲娇抬头：看在你这么诚恳跟我道歉的份上，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你这一次了。他们对视一笑，又回到了最初。不过说好了，下不为例。江朵含着眼泪，心疼的强调：他以后不想再看到这么狼狈的瑶瑶了，怪心疼的。叶瑶重重点头：遵命。看着他们姐妹情深的戏码，叶念满脸不屑。突然他闻到了一股恶臭味，看到叶瑶脸上涂的绿色东西充满了嫌弃：阿瑶，你身上怎么这么臭？该不会是摔到动物的粪便上了吧？见他毫不关心反而挑刺，江朵气愤不已：叶念，你作为阿姐不关心瑶瑶一句也就罢了，反而说这些风凉话，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瑶瑶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叶念被说，忽然有些心虚，他是不是针对叶瑶针对的太明显了？见他不说话，江清雨蹙眉呵斥江朵：“阿念是你的嫂嫂，你为何处处针对她？更何况她哪里说错了？”叶瑶身上的确有一股子难闻的味道。你……江朵见自己哥哥次次这般护着叶念呵斥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涨红了脸。叶瑶沉了脸色，只见他将江朵拉到自己身后，而后脸上的表情带着歉意：“对不起阿姐，的确是我身上的臭味熏到你了吧？”叶念摆手：“没关系的，阿姐也是关心你。”叶瑶微微颔首，但眼眸已经蓄上了泪花。多谢阿姐体谅。叶念皱眉：“你这是做什么？怎么还哭了？”叶瑶没回答他，却是自顾自说：“因为身上有血腥味，森林里的动物穷追不舍。逃亡路上，若不是恰好遇到这个臭草，将其涂抹在身上，否则今晚我怕是……”他没说完，但大家都知道，若不是这个臭草掩盖了血腥味，摆脱了追赶，今晚叶瑶恐怕就要被那些动物给分食了，下场只会是尸骨无存。听了这话，江朵更是忍无可忍的指着叶念破口大骂：“这可是救了瑶瑶命的臭草，你居然还在这里嫌弃他熏到你了！”其他兽人看向叶念的眼神也有些变了。叶念自知理亏，强忍着怒火没有说话，郁闷的站到最后面。江清雨和他的其他2个兽夫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陪着他默默站在最后面，脸上都带着尴尬之色。叶瑶内心冷笑，不再搭理。之后他又看向眼巴巴望着他的陆明安和顾青州，微微一笑：“明安哥哥，青州哥哥，今晚我让你们担心了吧？没事了，我平安无事，只是……”他低头眼神难过的看向怀里的沈景元，景元哥哥受伤濒死，这会儿已经变成了这样。大家这才注意到他怀里的沈景元。顾青州伸手摸了摸他头顶的毛发，眼眸里亦有难过之色。景元他怎么会伤成这样？陆明安狐狸眼里也有了担忧，看来这次沈景元比莫萧云上次伤的还要更加严重。江朵赶紧拉着一同跟来的许明泽，着急的说：“阿父，您快救救沈景元吧！”许明泽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先对着沈景元输送了一些白色的治愈系异能，才转身看向大家，脸色很是严肃：“他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我暂时用治愈系异能护住他的心脉，但这里太过危险，不是治疗的地方，我们得赶紧回去。”叶瑶一听，似乎十分紧张，激动地抓住了许明泽的胳膊：“许医师，你一定要救他！”这已经是许明泽第2次被叶瑶抓胳膊了，上一次还是篝火晚会那晚，但叶瑶毕竟是小辈，如今又正逢沈景元重伤，是以大家就算看到了也没有多想。许明泽颔首：“我尽力救活他，其他的就得看他造化了。”急急忙忙回了蛇部落。叶瑶至始至终都没看花惊鸿一眼。蛇部落，叶和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外面传来嘈杂声，得知叶瑶被找了回来，他才倒头就睡。受伤的穆怀川和莫萧云听到动静出了山洞，见许多雄性兽人正讨论着回山洞，从话语中听出，原来今晚叶瑶和沈景元在森林失踪了，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没有人告知他们。本想去叶瑶的山洞看看，但听说沈景元重伤，叶瑶没什么事，陆明安和顾青州在照顾后，都赌气的回了自己的山洞。因为沈景元不是蛇部落的兽人，所以跟莫萧云一样，大祭司江荣还是不同意许明泽耗尽异能救他，既浪费异能又对自身有害，保住他的性命。又开了些治伤的草药后，就让叶瑶抱着回去了他的山洞。叶瑶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提前在森林复制了许明泽的治愈系异能。大祭司江荣是个性格十分固执的雌性，又护短，他是真心实意为了整个蛇部落考虑，对于叶瑶的几个兽夫都不太待见。他始终觉得从外面捡回来的兽人都不靠谱，容易为了利益背叛蛇部落，包括叶和的兽夫、叶瑶的阿父江狮郎，他也持着同样的想法。回了沈景元的山洞后，叶瑶就让陆明安和顾青州离开了，他则独自留下照顾沈景元，并用治愈系异能全力为他治疗，直到将异能耗尽，他才坐在地上打坐，开始修炼异能。只有3年的时间，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反正打坐修炼也需要闭目，以后就当睡觉了。翌日，沈景元醒来的时候，身体已经恢复成人形，但身上的伤口还是很疼，特别是腹部那伤口以及被包扎起来的四肢，一动就痛得他龇牙咧嘴的。他倒吸一口凉气，不过在看到打坐的叶瑶后，他惊了：“七主，你怎么能直接在地上打坐？”叶瑶睁开眼眸，笑道：“无妨，地上凉快。”起身摸了摸他的脸，问：“好些没有？”沈景元红着脸点头：“比昨晚好多了。”七主，若是只靠许医师医治我，恐怕还没这么快醒来。昨晚你是不是……见叶瑶颔首，沈景元没再多问，只是眸中充满了感动之色。早上，陆明安、顾青州、穆怀川以及莫萧云是一起来给他们送吃喝的。叶瑶发现穆怀川和莫萧云似乎脸色有些不太好，还时不时拿眼神瞪陆明安和顾青州。这是怎么了？一大早怎么如此大的火气？
他心里猜到了原因，昨晚就没见到他们两个，想必是见他们有伤在身，没有通知，所以陆明安和顾青舟就被记恨上了。穆怀川的腿伤已经好了许多，慢慢走到叶瑶面前，替他将碎发别到耳后才开口：叶瑶，昨夜可是害怕了？叶瑶轻轻摇头，不害怕。莫萧云握紧拳头，恨不得一拳打在陆明安和顾青舟身上，没好气地说：阿瑶，他们两个居然不告诉我们，我有火系异能，去了或许能早点找到你。不服气的陆明安嘀嘀咕咕的：你伤成那样，自身难保，告诉你有什么用？见莫萧云要发火，顾青舟赶紧拦住他，和气解释：昨夜发现沈景元不见了，我们回来报信的半路又听说妻主失踪，一时着急寻找他，才没回来告知你们。听了这解释，穆怀川和莫萧云的火气才下去些，不过脸色还是不太好。叶瑶见此，赶紧拿了他们手里的野果子和烤肉咬了几口，看起来笑眯眯的。怀川哥哥，萧云哥哥，你们给我拿的果子和烤肉真的好好吃，一大早就能吃到你们的爱心早餐，我可真幸福啊。至此，他们的火气才算全消了下去。莫萧云还有心情关心沈景元了，你小子这次可比我伤的还重，怎么搞的？沈景元委委屈屈的将在森林遇到野猪和陷阱的事情给他们又说了一遍。听完，他们神色都凝重起来。穆怀川，究竟是谁与你有这么大的仇怨，竟然引诱你，还提前布置那些厉害的陷阱？顾青舟，此人心思歹毒，他在暗我们在明，防不胜防。莫萧云，这手法跟当初我那次很像，莫非是同一个人？陆明安，我倒是有所猜测，就是没有证据。包括沈景元在内的其他4个兽夫齐齐看着他，问谁？花惊鸿。陆明安此言一出，他们都震惊的瞪大双眸。花惊鸿他们也算是了解，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真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他们下手吗？沈景元下意识要挠脑袋，却发现手上包扎了，他尴尬的垂下手，然后开始了分析。我记得上次他跟莫萧云打架时都留手了，不至于真的设计要我的命吧？莫萧云表示同意，的确。这时叶瑶的一句话却是在他们心里激起了千层浪。是他？5个兽服面面相觑，还是大为震惊的。沈景元张大嘴巴，有些不敢置信。七主，他真的那么恶毒啊，居然要置我于死地？叶瑶转身看向他身上的伤，流露出不忍。景元哥哥，对不起，你受委屈了。几个兽夫一听这话就觉得不对劲。莫萧云沉着脸没说话，不知在想些什么。穆怀川脸色也不太好，盯着他问：叶瑶，你知道他这般恶毒，险些害小狗死了，即使这样你还要护着他？陆明安眯着的狐狸眼里已经带上了不悦。叶瑶，你这样纵容他，迟早会害死我们的。顾青舟似乎还带着希望，温柔地问他：七主，你会休了他，惩治他的，对吗？此刻唯一还带着笑意的是狗狗沈景元。见叶瑶一脸痛苦，他不顾自身的疼痛出言安抚：七主，我不委屈，真的，能陪在七主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七主，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真的，按照自己心中所想来做便可。沈景元的这番话让叶瑶内心的愧疚更深。景元哥哥，你总是这么善解人意，谢谢你。他深呼吸几口气，对着几个兽夫说：我并未要护着花惊鸿，只不过留着他还有用处，等到合适的时机，我定会休了他。叶瑶的话说得很认真，但脾气暴躁的莫萧云此刻却听不进去。他握着拳头冷声道：你如何做决定是你的自由，身为兽夫，我们无权干涉。说完没看叶瑶一眼，怒气冲冲的出了山洞，脚下生风，似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叶瑶一时有些恍惚，他仿佛又回到了重生后第一次见莫萧云的样子，想必对他真的很失望吧。穆怀川的神色亦变得有些阴郁，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自嘲，这些日子以来，我以为你真的变了，没想到还是这样。哼，倒是我们痴心妄想了。穆怀川接着离开后，陆明安把玩了一下骨节分明的手指，直接问他：叶瑶，于你而言，花惊鸿所谓的用处，比我们5个的性命加起来都要重要吗？叶瑶都要哭了。他没说完，陆明安就摇摇头，转身大步流星的离开。叶瑶，我看不透你的心。身为3眼狐狸，他的洞察力格外敏锐，如今却是怎么也看不透叶瑶的内心在想什么了。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叶瑶的心有些麻木，看着面前对他满脸失望的顾青舟，他扯了扯嘴角：你呢？想必你也对我很失望吧？顾青舟的确对他失望透顶，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默默往外走。他们全部离开后，叶瑶往后退了2步。说实话，他有些被几个兽夫的态度给打击到了。见他这般，沈景元用包扎的手搂住他，轻声安抚：七主，你别生他们的气。莫萧云当初本是实力强大的5阶兽人，却因为遭了意外，实力倒退到2阶不得寸进，还常常被嘲笑成废物，他恨也是正常的。如今得知当初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花惊鸿设计而为，他可能一时有些接受不了，过几天他会慢慢想通的。我明白的。叶瑶神情恍惚，跌坐在石床上，
我当初被花惊鸿所蛊惑，眼里心里皆只有他，对你们的付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如今知道是花惊鸿设计害你们，却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休了他，惩治他。你们就算都对我失望，也是应该的。但是他真的很重要，我若现在就休了他，就会打草惊蛇，让他背后之人有了警惕之心。叶瑶内心也很犹豫，若他现在惩治了花惊鸿，日后叶念便不再找花惊鸿合作，那定会再找部落的其他兽人，那样他和5个兽夫就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沈景元一听就明白了叶瑶的用意，蹭了蹭他，七主，我会陪着你揪出背后之人，让他们都付出应有的代价。叶瑶窝在他怀里，感觉格外温暖。景元哥哥，幸好我还有你，谢谢你。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日后一定要密切关注花惊鸿和叶念，下次再有所动作要伤害他的兽夫们，他一定不会再放过。话说几个兽夫从山洞出来后，很有默契的汇聚到了后山，他们每个人的神色都不好看。陆明安揉了揉第3只眼，开始问其他3人，你们说这叶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想七主他有自己的考量，他不是说了吗？留着花惊鸿还有大用处。顾青州虽然有些失望，但心里始终还是温柔的。穆怀川闻言勾唇冷笑，花惊鸿能有什么大用处？比我们几个的性命更重要。就算是真有，他也不愿意告诉我们真相。在叶瑶心里始终把我们当外人，以前与花惊鸿亲近，现在又跟小狗亲近。几个兽夫一听，神色更难看了。他们承认，他们心里嫉妒花惊鸿和沈景元，极度的发狂。脾气暴躁的莫萧云再也忍不住，一掌拍在不远处的大石头上，石头瞬间变得粉碎。几个兽夫看呆了。顾青州问他，萧云，你的实力似乎变强了。莫萧云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而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面无表情开口，刚刚那一瞬间我晋升为3阶了。实则他内心也很激动，没想到他的异能又可以升级了。沈景元山洞内，夜晚，沈景元被治愈系异能治疗后熟睡之际，叶瑶乔装打扮后偷偷溜出了山洞。夜晚的蛇部落依然还是那么热闹，暧昧声此起彼伏，听得人脸红心跳。叶瑶眼观四周，见无人注意到他，然后赶紧悄悄扒开面前的草丛一看，白花花的屁股正对着他，辣眼睛，实在是辣眼睛。他赶紧闭着眼，迅速伸手拍了那屁股一下，随后跟做贼似的飞速离开，脸红成了猴屁股。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实在有些不体面。草丛里的雄性屁股冷不丁被拍，脸色羞红了一下。他不好意思地说，七主，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不过我还挺喜欢的。雌性不明所以，伸手将他的脑袋扒拉下去。少废话。话说叶瑶成功复制异能后，试了一下，居然能变成兽形大蛇，可给他激动坏了。只不过他的大蛇体型比蛇部落的雄性兽人们略小一些，长得也更加眉清目秀，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当真是蛇中极品。叶瑶很满意，伸了伸分叉的粉红舌头，朝着花惊鸿的山洞而去。第二日一早，整个蛇部落就被孔雀一阵阵崩溃而嘶哑的尖叫声给吵醒了。是谁半夜暗算老子的？赶紧滚出来！啊！我的脸，我的尾巴，我的翅膀，就是蛇部落的蛇兽人，半夜变成大蛇吓唬我就算了，还趁我睡觉偷袭我。听到他的哀嚎尖叫，大家纷纷出来看热闹。只见他已经变不回人形，以孔雀的姿态站在那里，一身漂亮的羽毛被拔秃了，浑身光秃秃的且布满了伤痕，看起来狼狈至极。不仅如此，他那光感的一双翅膀还以一种诡异的姿势耷拉着，似乎是被折断了。天哪，花惊鸿好歹也是4阶兽人，怎么会被伤得这般惨？听他刚刚嘴里说，好像伤他的还是我们部落的蛇兽人，到底是谁跟他有如此大的仇怨？活该，他平日里在部落里可神气了。叶瑶的几个兽夫听说此事后，除了重伤的沈景元，全都赶过来看笑话。看花惊鸿的样子，他们似乎解气不已。穆怀川忍不住出声讥讽，不是报应不到，只是时候未到。陆明安心情好得很，打了个响指，花惊鸿，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顺眼呢。顾青州和莫萧云没说话，但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内心一定也很爽。花惊鸿黑色的瞳孔划过难堪，对着他们怒吼出声，你们几个少在这儿说风凉话。说完，他眼前一黑，倒地不起，居然硬生生被气晕了过去。叶念在心里暗骂他是个废物，但因为还有些利用价值，舍不得他就这么死了，所以让江青宇请来了医师许明泽。因为花惊鸿不是蛇部落的兽人，又没有江夺苦求许明泽好好治，所以这次他治疗的很是敷衍。花惊鸿被江青宇等抬回山洞时，居然还保持兽形态。花惊鸿气急败坏，在自己的山洞发疯。许明泽那个庸医没有好好治他就罢了，就连他的妻主叶瑶也没来看他一眼。他就不信这么大的动静叶瑶居然不知道。那个见雌性，他肯定是故意不来的。花惊鸿不是没有怀疑过，昨夜偷袭他的也许就是叶瑶的几个兽夫之一，可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是条大蛇，用身体将他缠得险些窒息了。棕色的瞳孔看他时更是有滔天的恨意和杀意。可
可蛇部落的兽人与他最多有过口角之争，哪里来那么大的深仇大恨？他不理解，看你这副样子，真是可怜呢。啧啧，郁闷之际，听到了叶念的声音，花惊鸿赶紧扑腾着过去。阿念，还是你对我最好，还知道来看看我。不像叶瑶那个没良心的贱雌性，他在心里想着。叶念看着他这副光秃秃的丑样子，眼底尽是嫌弃，但还得耐着性子哄花惊鸿，我对你自然是最好的。你曾经总说叶瑶黏着你，最在乎你，可你伤成这样，他连看都不来看你一眼。说到这个，花惊鸿心里恨极了，他眯着眸子，语气发冷，浑身散发着寒气。叶瑶那个贱雌性，以前算是我给了他好脸色。蹭了蹭叶念，他开始示好。阿念，谢谢你让许明泽治疗我，否则我只会更严重。叶念伸手挑起他的孔雀嘴，皮笑肉不笑地说，感谢就不必了，只不过下次动手周密一点，别再像这次一样被沈景元给跑了。花惊鸿一听便知道他心里又有了新的计划，连连点头，我一定会更加仔细。叶瑶自然听说了花惊鸿的事情，但他至始至终都没去看一眼。昨夜原本就是他干的好事，现在又何必去看那副虚伪讨厌的嘴脸呢？一连5天，他都留在了沈景元的山洞内为其治疗，晚上则用打坐修炼来充当睡觉。日子有盼头，倒不觉得有多么难熬。沈景元也猜到大概是叶瑶干的，不过他装作不知道，尽情享受与叶瑶独处的美好时光。话说花惊鸿因为许明泽的敷衍，他整整休养了5天才恢复人的形态。这期间他一直靠自己出去找吃的，叶瑶和他的另外5个受服人影都没一个，更别说主动来给他送吃喝了。花惊鸿心里莫名有些委屈，不管是穆怀川还是莫萧云，亦或者是这次重伤的沈景元，叶瑶都照顾了。其他受夫每次也都按时送吃喝，怎么到他这儿就不行了？但他又没有理由去质问，于是只好将怒火转移到那夜偷袭他的蛇兽人身上。他找不到凶手，只能去找族长叶和帮忙，但因为他是叶瑶的受夫之一，又非蛇部落的原本兽人，所以叶和也很敷衍。最后找不到，这事也只能不了了之。花惊鸿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将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压在了叶念身上。话说穆怀川、莫萧云、陆明安以及顾青州4个，听说叶瑶未曾去照顾花惊鸿，就连看都没去看一眼后，心里终于好受了许多。看来叶瑶不是真的还想护着花惊鸿，而是留着花惊鸿的确有什么用处。他们选择相信叶瑶一次，于是主动送了一头新鲜的猎物去沈景元山洞找叶瑶和解。叶瑶心里很是感动，神情严肃道，你们都放心好了，花惊鸿再敢有下次，我一定会休了他，并且严惩不贷。一晃过了5天，在叶瑶每天坚持不懈的治疗下，沈景元身上的伤终于恢复的差不多，可以下地正常行走了。只是腹部的那个伤口实在太深，要想彻底恢复还需要些时日。叶瑶见沈景元开心，他也跟着勾起唇角，低头却瞥见他是光着脚的。是了，他们都是光着脚的。在兽神大人那里了解到，可以用植物编织成草鞋，穿在脚上就不用担心会被一些尖锐东西扎脚，还能保持脚的干净。说干就干，他当即带着几个兽夫去找植物来编织成草鞋，穿在沈景元脚上时给他高兴坏了。七主，这是什么？居然可以穿在我的脚上啊！叶瑶笑着解释，这是草鞋，可以保护你的脚。来，走走试试。沈景元点点头，尝试着开始走路。刚开始有些不适应，走得蹑手蹑脚的，看得大家直乐。后来适应后就走得飞快，跟没穿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沈景元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眉开眼笑的。七主，这草鞋我可太喜欢了，谢谢你。喜欢就好。其他几个兽夫吃醋了，赶紧找了许多一样的植物回来。他们齐齐开始对着叶瑶撒娇，七主，这草鞋我们也想要。叶瑶一碗水端平，自然给几个兽夫都编织了合适的草鞋。他们第一时间穿上就去部落里溜达炫耀，看到其他雄性兽人投过来羡慕的眼神，他们心里美滋滋的，别提有多舒坦了。叶瑶还给僵尸狼和叶和各编织了一双。叶和虽不喜他，但毕竟是他的阿母。僵尸狼收到草鞋后十分欣慰，摸着他的脑袋说他长大了，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叶和虽然接过了草鞋，却表情淡淡，什么也没说。叶瑶没同他计较，这是他的心意，至于接不接受是阿母的自由。江朵听说后，赶紧来向叶瑶讨教了草鞋的编织办法，学会后2天做了9双草鞋，不仅给他自己、5个兽夫以及阿福阿母穿上了，还贴心的给江青雨也送了一双过去。虽然江青雨总是为了叶念呵斥他，但平日里还是挺护着他这个妹妹的。在兽氏大陆，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是光脚，去森林采摘野果和狩猎经常会伤到脚，所以当他们看见穿的草鞋时，都好奇的询问。兽夫们都一脸骄傲说是叶瑶和江朵给他们编织的，这可把那些雄性兽人给羡慕坏了，当即回去求着七主给他们也编织草鞋。雌性们哪里会，听说叶瑶和江朵会，都结伴来他们的山洞，向他们讨教草鞋的编织方法。
都是一个部落的，叶瑶自然不会吝啬，很认真的教他们编织草鞋的方法。江朵在征求叶瑶的同意后，也开始教。雌性们的手很巧，基本上教不超过3遍就全都学会了。只是一开始编织的不怎么精美，他们学会后都很感激叶瑶和江朵。然后整个蛇部落的所有雌性和雄性兽人基本都穿上了草鞋，除了叶念和他的几个兽夫以及受伤的花金红。叶念看着那些丑丑的草鞋面露不屑，有什么得意的？那草鞋那么丑，穿着走路定然也不方便，更别说穿着它去狩猎了，就算送给我都不要。他心里的确不屑，觉得那草鞋没什么作用。当然了，他也确实不会编。以前在星际末世，每天一睁眼就是砍虫族，他又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哪里会这些？别说编织草鞋了，就是烤肉他都不会。因为在末世星际里，每天喝的都是营养液，所有人忙着对付虫族，没有时间做美食。听他这般说，其他2个兽夫赶紧附和。七主说的对，我看着那什么草鞋也很鸡肋，不但没用穿着，反而束缚脚，不方便。对，我也不喜欢。江青雨没说话，而是默默把江朵送给他的草鞋脱了下来，然后藏在了身后。虽然他觉得这草鞋穿着还不错，脚还干净，但七主觉得他不好，那就是不好。叶念眼尖的瞥见了他的动作，脸色猛地沉了下去。你藏了什么东西在身后？瞅见他的脸色，江青雨心里咯噔一下，浑身紧绷起来。七主，没什么。若让七主发现他穿了草鞋，定然会生气吧？江青雨额头都渗出了冷汗，倒不是多么怕叶念，就是担心他生气不宠爱自己了。他满心满眼都是叶念，不想失去宠爱。叶念自然不会听他狡辩，他正有火没地撒，拿出来，声音冷得似乎要掉冰渣。江青雨知道不得不拿了，但还想狡辩一番。七主，其实我拿出来。叶念重复了一遍，声音提高且浑身散发着寒气，看起来是真生气了。江青雨眼里划过一丝懊恼，被迫将藏在身后的草鞋拿了出来，嘴里还说着讨好的话。七主，这鞋是阿朵送我的，其实我觉得很丑，也没什么用处，但她毕竟是好心的，我也不好拒绝。哼，叶念冷笑，原来是江朵送的，她到底是你的妹妹，这么说倒是我小气了。江青雨急得要死，无视的七主，青雨没有那个意思。叶念突然笑了，说，青雨，我知道你们兄妹情深，但那江朵处处针对于我，如今你又拿着他送的鞋到我面前招摇，我实在不懂你什么意思。莫非你看上了别的雌性，不想做我的受夫了？此刻叶念脸上的笑意在江青雨眼里却显得那么渗人，他吓得惊慌跪下，颤抖着声音认错。七主，我知道错了，可我不想离开你，你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其他2个兽夫在旁边不敢说话，心里却有些看笑话。江青雨是他们3个中实力最强的，平日里又最得七主宠爱，七主去他山洞的次数最多。如果江青雨被休，那他们岂不是能分到更多宠爱了？他们眼里已经染上了期待。不过叶念不是傻子，不会如了他们的愿。江青雨是蛇部落年轻一代里实力最强大的兽人，也是最有机会突破到6阶的兽人，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休了他呢？只见他蹲下身子，几乎与之平行，凑近他道，青雨，你知道我是舍不得你的。闻言，江青雨脸上挂起喜色，不过叶念接下来的话让他笑意和喜色全无。但这件事实在令我膈应，如果你能把这双草鞋当着江朵的面扔进垃圾堆里，我就原谅你，以后一如既往的宠爱你，如何？当着江朵的面扔进垃圾堆，叶念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却是要他纠结万分。江朵的性子，江青雨作为哥哥是十分清楚的，若自己当真按照叶念说的那么做，那他和江朵的关系就决裂了。不仅如此，恐怕阿母也会对他失望透顶。可如果不这么做，七主就要休了他。怎么不愿意？叶瑶盯着他，眼眸沉沉。江青雨抬头望着他，眼里有些乞求之色。七主，能不能？这时，只见叶念盯着他的眸子突然闪过一抹紫光，而后他眼里的乞求之色全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冷漠。他看了眼手里的草鞋，听话的朝着江朵山洞而去。七主放心，我一定会当着江朵的面把这个丑东西给扔进垃圾堆。盯着他的背影，叶念满脸得意，这才对嘛！早跟你说过，这几个兽夫没一个真正听话的。我给你的金手指是可以蛊惑人心的，惑心瞳，它能让你身边的人对你死心塌地，不比得到那人心简单多了。系统的声音在叶念脑海中响起时，叶念笑了。的确，以前是我太天真了，他们平日里护着我，便以为会无条件相信我，支持我。可如今，我不过是让江青雨扔个破草鞋就敢犹豫反抗，这么看来，还是系统你给的惑心瞳好用。其实叶念内心有些不爽，这惑心瞳虽然好用，但毕竟不是江青雨真正的内心所想。他一开始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没想到因为这么一件小事都能跟他讨价还价，当真是啪啪打他的脸啊！
江青羽等彻底将蛇部落掌握在手里的那天，就是他的死期。对了，还有你那个阿母，表面看着对叶瑶毫不关心，可我发现叶瑶失踪那天，他居然摆脱了霍星童的控制，为叶瑶祈福，想来是时日太长，控制减弱的缘故。你今天就去他山洞那里找他重新加强一下，他才是你真正掌握蛇部落最重要的一环，绝不能出现任何岔子。叶念一听，瞳孔猛地瞪大，叶和那个老巫婆居然会为叶瑶祈福。上一次对他施展霍星童还是半年前给叶瑶配伴侣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看来霍星童对他的控制的确减弱了。他勾唇，你放心，我一会儿就去。什么受夫，什么阿姆，全都是他叶念走向巅峰的垫脚石。对，就连这具身体亦是如此。叶念内心疯狂想着，脸色都有那么一丝狰狞。两个受夫看着他这副模样，有些不明所以，面面相觑，眼里都充满了疑惑。江朵身为妹妹，不过是送了双草鞋给江青羽，妻主真的至于这么生气吗？而且妻主刚刚的笑容似乎有些吓人。抬头看见他们的眼神，叶念凑近他们，笑着问：你们两个这是什么眼神？怕我吗？他们赶紧摆手，尴尬道：怎么可能？妻主多虑了。下一秒，叶念瞳孔再次闪过紫光，两个受夫呆愣在原地。我想吃兔子了，给我猎几只来尝尝。不一会儿，他们开始机械地朝着原始森林而去，两张嘴里还重复念叨着：给妻主猎兔子，给妻主猎兔子，给妻主猎兔子。江朵山洞，他正和叶瑶忙着研究编织其他的东西，已经研究出了背篓和手提的篮子，可以用来装野果野菜以及其他东西，很是方便。看着编织好的这些东西，江朵心里满足感爆棚。瑶瑶，我们两个居然能在草鞋的基础上研究出这么多编织的东西，简直太牛了。叶瑶有些累了，起身扭了扭脖子，同样笑道：不错，朵朵，这些东西都很实用，日后说不定还可以拿去交易市场换些需要的东西回来，比如盐。盐，江朵眸子亮晶晶，在兽市，盐可是十分宝贵的东西，只有交易市场那边才能换取到一些。他看着面前这些东西，还是有些不信，真能换到盐吗？叶瑶心态很好，摇头，我也不知道，不过总得试试。他们将东西收拾了一下，叶瑶回了自己的山洞。刚进山洞的他却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大跳。只见5个不同类型但长相顶级的兽夫齐齐站在山洞里，看见他进来后，皆眼里放光。叶瑶疑惑，指着他们：你们这是？几个兽夫对视一眼，脸上都划过一抹不自然。狗狗沈景元和一向温润的顾青舟甚至悄悄红了脸，最后还是穆怀川隐晦的看了叶瑶一眼，嗓音阴哑：叶瑶，今晚来我山洞可好？叶瑶瞬间脸爆红，明白他们5个这是什么意思了，这是要让他挑选今夜交配的对象。眼睛没忍住打量了5个兽夫，个个容貌俊美，身段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好。因为常年狩猎的缘故，他们皮肤都是健康的小麦色，但都宽肩窄腰，手臂和腹部上的肌肉线条堪称完美，看得他直流口水。叶瑶眨了眨眼，看着穆怀川、莫萧云以及沈景元问：你们3个身上的伤都好了？穆怀川傲娇的扬起下巴：早就好了，就算我没好，伺候好你也完全不在话下。温热的呼吸喷洒在叶瑶脸上，他感觉脸变得烫烫的，娇嗔的瞪了他一眼，不正经。看着他这般大胆的撩拨叶瑶，其他几个兽夫都沉了脸色，心里有些吃味。莫萧云一把扯过叶瑶的手，心脏狂跳：阿瑶，我亦能晋升到3阶了，今晚去我山洞给我庆祝吧。他第一次如此主动，只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叶瑶觉得他进步很大，正考虑要不要去他山洞，就被狐狸陆明安给截胡了。你异能以前是5阶，现在是3阶，都倒退了，还庆祝什么？你找借口都不会找。说完不看莫萧云难看的脸色，将叶瑶的身子转过去面对着他：妻主，今晚来我山洞，给你摸我的狐狸尾巴。莫萧云、穆怀川气得青筋直跳，这般勾引，死狐狸，你不要脸！陆明安得意的将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故意在他们面前扫来扫去。我看啊，你们就是嫉妒我有漂亮的狐狸尾巴。嘤。他上一秒还在得意，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沈景元趁乱变成了兽形，身体围住叶瑶，毛茸茸的尾巴主动送到他手里把玩。他享受的同时还不忘贬低：陆明安，你身上的狐臭味都散发出来了。咦？陆明安气得跳脚：你胡说，我身上香香的。他看着叶瑶撒娇，嘟着嘴：妻主，他诬赖我，不信你今晚来我山洞闻闻。哼，你的算盘珠子都要崩人脸上了。进来后一直没说话的顾青舟突然出声，狐狸不悦地瞥了他一眼：顾青舟，我觉得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最顺眼。顾青舟闻言当真安静下来，看起来不争不抢，低垂下的头颅不知在想些什么。叶瑶看着5个兽夫捂脸，这大型修罗场他到底要先选哪个？族长山洞里，叶和正在试穿叶瑶送给他的草鞋，虽然他当时表情淡淡的，但心里也很欣慰。他自问对待2个女儿的态度差距很大，从小对叶瑶便不如对叶念那么上心，
不仅仅是因为生产时的意外，还因为叶念从小便聪明机灵，而叶瑶不仅体弱性格，还有些懦弱，让他有些不喜。可得知他上次在森林失踪后，叶和觉得自己的心好似失去了一块重要的东西，空落落的，一直等到他平安回来才放下心来，沉沉睡去。叶瑶给他送草鞋的时候，他还有些意外，听说现在整个蛇部落基本都穿上了草鞋，他也想着来试试，似乎真的很不错。这草鞋将脚包裹在其中，平日里或者去森林时都能保护脚不被锋利的植物和石子划伤，不仅如此，还能让脚保持干净，难怪在部落这般受欢迎。叶和的神色很满意，看来他的阿瑶真的长大了，不仅觉醒了木系异能，还学会研究造福部落的东西，他这心里真的很欣慰。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他的2个女儿阿瑶和阿念能像小时候那样相处，不要再针锋相对了。叶和作为一个部落的族长自然不蠢，他看得出来这些年叶瑶和叶念暗中较劲，谁也不服谁，而他每次无一例外都是在维护叶念。叶念是他选中的蛇部落下一任继承人，他多维护些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他在心里这般想着。阿母，这时叶念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一进山洞，叶念就看到叶和穿着草鞋，神情满意的样子，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紧握。江青雨喜欢草鞋，叶和也喜欢草鞋，叶瑶研究的东西真的就这么好用吗？见他进来，叶和满脸笑意，阿念来了，快来看看你妹妹编织的草鞋，穿着真挺不错。他没注意到叶念有些僵硬的脸色，自顾自道：阿瑶她这次总算为部落做了一点有用的事。阿念，阿瑶她是你的亲妹妹，日后你做了族长，她也可以做大祭司辅佐你，你们姐妹2个一定要好好相处，才能让蛇部落走得更远，你明白吗？叶念见他说的苦口婆心，忍着怒火没有反驳，他握住叶和的手，轻轻点头，女儿明白，阿瑶她是我的亲妹妹，我自然希望能与她好好相处。他咬牙切齿道。叶和沉浸在喜悦中，满意一笑，那就好。他将那双草鞋脱了拿在手里，好似看什么宝贝一样，这草鞋真不错。低头瞅见叶念还光着脚，他摇摇头，阿瑶这小丫头居然没给他阿姐送一双，改明儿阿母跟他说说，让他给你也做一双合适的来。多谢阿母。叶念声音悠悠的，但沉浸在喜悦中的叶和并未听出什么不对来，一抬头，并未设防的他瞳孔正对上一双闪着紫光的眼睛，是叶念再次对他用了祸心瞳，原本充满喜悦的眸子瞬间变得暗淡无光。叶念嘴边轻念，阿母，叶瑶送的草鞋丑死了，赶紧扔掉。叶和跟着念，叶瑶送的草鞋丑死了，赶紧扔掉。说完，手里原本十分宝贝的草鞋就被狠狠扔在地上，这儿一只那儿一只的。叶念看着像被垃圾一样扔掉的草鞋，心里得意至极。别得意了，先干正事。被系统催促着，叶念眼里闪着紫光，越发强烈。10日后就是交易市场开放的日子，我们部落的盐不够了，需要交换。阿母，阿瑶觉醒了木系异能，为了缓解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不如这次就让他带着他的几个兽夫陪我一起去交易市场吧。叶和面无表情的点头，好，阿念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让阿瑶随你一起去。叶瑶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听话最粘人的狗狗沈景元。天黑后，他先带着狗狗去河边洗了澡，用皂角将身上洗得干干净净且香香的。沈景元没与他一起洗，而是在岸边放风，避免有其他兽人来看到水中这美好的一幕。叶瑶虽然瘦，但该有的肉一点不少，再加上白得发亮的皮肤，在水里若隐若现，看得沈景元险些喷涌鼻血。他赶紧别过头去。叶瑶洗完后站起身，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响起，狗子还是没忍住往后一瞥，顿时血气上涌，2行鲜红的鼻血流了出来。景元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叶瑶不明所以想要上岸，却被沈景元给拦住。七主，你别过来。他捂着自己的鼻子，脸色窘迫极了。叶瑶不解，不过在看到他那涨红的脸后反应过来，他赶紧擦干身体，穿好兽皮裙，才仔细的给沈景元擦拭鼻子。过了一会儿，血停了，沈景元一下水洗干净身体，带着叶瑶回了他的山洞。叶瑶坐在石床上，眼神妩媚动人，相较于他，狗狗沈景元则显得局促许多，连双手都不知道放哪儿才好。叶瑶内心暗笑，对着他轻轻招手，景元哥哥，你过来。沈景元听话的走了过去，坐在叶瑶的旁边，浑身紧绷，看起来格外紧张。扑哧，叶瑶一笑，让他更加难为情，都快要哭了。七主，你别笑话我了。叶瑶用手点了点自己粉嫩嫩的唇，引导他亲我。狗狗蓝色的瞳孔猛地瞪大，咽了咽口水，紧张的身体都有些略微颤抖。他回忆了下上次在后山看到穆怀川亲叶瑶的样子，学着慢慢凑近那粉嫩如花瓣的唇，然后轻轻地贴了上去。好软，七主的唇居然那么软，他心脏砰砰乱跳，一时有些不敢动。叶瑶等了许久，见他没有反应，嘟着唇，似乎有些不高兴。景元哥哥，你再走神我就回去了。七主见他要走神，景元急了，
再也顾不得害羞，一把将叶瑶拉到自己怀里，并且低头急切地吻了上去。他慌乱的同时也收着劲，害怕不小心伤到叶瑶，嘴唇小心翼翼的触碰，香甜的滋味让他打开了新世界，动作逐渐熟练起来。石床很硬很凉，沈景元边吻叶瑶边用兽皮将石床铺好，然后才将怀里的柔软轻轻推倒在石床上。他则附身上去，两具身体亲密地贴在一起，互相感受着对方完美的曲线，喘息连连。沈景元感觉跟做梦一样，埋在叶瑶纤细白嫩的脖颈处，引得他身体连连轻颤。妻主，景元好难受。狗狗声音变得低沉嘶哑，即使隔着兽群，叶瑶也感受到了，双颊泛着红霞，格外醉人。他主动将胳膊挂在了沈景元的脖子上，邀请道：景元哥哥，我们今晚做真正的伴侣吧。狗子被撩拨得越发火热，滚烫的手在他身上不断点火。撩拨，眼看要撕下他的兽群时，叶瑶突然抓住他的手，他的脸色有些尴尬。沈景元以为他没准备好，虽然心里有些失落，但还是尊重他。妻主，你若没准备好，景元可以继续等你。叶瑶只觉得身下一股暖流涌了出来，他连忙起身，有些慌乱地捂住屁股。妻主，狗子满脸疑惑。叶瑶有些哭笑不得，不好意思地说：景元哥哥，我好像是发情期到了。兽是大陆的雌性，成年以后每3个月会出现一次发情期，会流出血一样的东西，身体连着7天都会很虚弱。这7天雌性不能干体力活，更不能与兽夫交配，需要好好待着静养。叶瑶成年以后，这是她的第2次发情期，第1次发情期还是花惊红陪着她的，几个兽夫压根没机会知道。狗狗的鼻子最是敏感，当即嗅了嗅，随后也红了脸，原来妻主发情期到了，那今晚便算了吧。虽然心里有些遗憾，但妻主的身体最重要，但妻主身上的味道实在上头，他需要出去冷静冷静。妻主，我想再去洗洗身体凉快一下。只见他低头盯着自己的小帐篷，委屈巴巴开口。叶瑶，他抱住狗子亲了几口，才说：委屈你了，去吧。被亲完更是让人血脉喷张，他赶紧化身为兽形，冲出了山洞，朝着河边而去。今夜于他而言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他离开后，叶瑶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便躺在沈景元的石床上沉沉睡去。发情期的雌性总是显得有些虚弱了。翌日清晨，4个兽夫一大早便殷勤的送来了吃喝，在山洞口等着叶瑶。昨晚他们都没睡好，一想到叶瑶与沈景元交配，还有部落里夜晚那些此起彼伏的暧昧声，他们就跟针扎的一样，浑身难受。他们忍受不了了，他们也想和香香软软的妻主交配，可看到从外面回来还同他们一样顶着黑眼圈的沈景元时，他们都惊呆了。小狗，你这是一夜没睡？穆怀川皱着眉头问。沈景元忍了一晚上，此刻有些生无可恋，憋屈着开口：昨晚妻主她到了发情期。此话一出，陆明安第一个捧腹大笑。发情期？沈景元你怎么这么赶巧？昨天还嘲笑我呢，哈哈哈哈哈哈！暴躁的莫萧云似乎心情都好了许多，凉凉出声：狗子，这只能说明你衰，下次妻主选我定然就不会这样。顾青舟眨眨眼，情绪稳定的拆穿他：雌性成年后每3个月才会有一次发情期，倘若你下次都能碰上了，只能说明你3个月了还没被妻主青睐。住口！莫萧云狠狠瞪了他几眼，不过无伤大雅。陆明安微微眯了眯狐狸眼，看着他上下打量。顾青舟，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话变多了，还总是一开口就噎死人。不过你别想了，你肯定是我们之中最后一个吃上肉的。顾青舟表情淡淡的，没有反驳，实则内心有些难受。几个兽夫里还只有他没对叶瑶主动过。其实陆明安说的一点都没错，昨晚他就坐在山洞口，看着天上的月亮，数了一晚上的石子，数了13999颗石子，堆成了一座小小的山。像他这样无趣的兽人，叶瑶为何要选他呢？5个兽夫正拌嘴，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嘤鸣声。叶瑶醒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他睡眼朦胧的脸上，绝美中带着慵懒，让人移不开眼。发情期，雌性身上散发的味道传入几个兽夫的鼻中，让他们都不自觉深呼吸，有些贪婪的闻着。这味道堪比迷情果，他们似乎一下就醉了，脸颊通红通红的，眼眸都发直。看他们这么夸张，叶瑶抽了抽嘴角，赶紧说道：我肚子饿了，快给我拿些吃的。吃饱喝足。5个兽夫几乎寸步不离的跟在他身后。叶瑶摆手：不用跟着我，都出去狩猎吧。5个兽夫却没一个动，猎物还有好几只，兽皮也够用，我们今日就不出去了。你如今正是发情期，身体虚弱，我们要照顾你。劝说不动，叶瑶只好勉强答应下来。晌午时，却听见江朵的山洞传来一阵哭声，还有许明泽和大祭司江荣发火的声音。叶瑶担心江朵，对他们说：我得去看看朵朵。他们一跟在身后，我们也去。过去时，见江朵拿着一双几乎被损坏的草鞋哭，旁边的许明泽心疼极了，他不要便算了，以后就别给他送了。江朵哭得一抽一抽的，以前哥哥不是这样的，自从成了叶念伴侣，
就为了他处处呵斥我，如今竟连我送的草鞋都容不下，他实在是太过分了。阿父、阿母，你们说那叶念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竟连血脉亲情都不顾了？江荣也很是生气，叶念虽然天赋好，又是族长选定的继承人，可那脾气实在不敢恭维。我也没想到他现在竟敢如此放肆，可那叶念毕竟是他的妻主，我相信他也是被逼无奈的。阿朵，你可千万别跟你哥哥离了心啊！江朵哭诉道。那我就活该被他们如此折辱吗？阿父、阿母，这样的哥哥我不要也罢。许明则叹了口气，江荣则气得直翻白眼。你与叶瑶走得近，我想叶念正是因为如此，才针对于你。江荣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离心。阿朵，若不想与你哥哥离心，以后与叶瑶就少。话未说完，就被江朵打断。阿母，瑶瑶是我在部落最好的朋友，哥哥平日是对我很好，可瑶瑶对我也很好。哥哥为了叶念总呵斥我，可瑶瑶从来都不会，她始终站在我这边。如今哥哥是把我的心意、我的尊严踩在地上践踏，我不会原谅他的。说完就急匆匆地跑出了山洞，眼眸通红。许明泽和江荣气得在后面喊阿朵。许明泽捡起地上的草鞋，摇头。这次轻语实在过分，狠狠伤了阿朵的心。心疼女儿的他看向江荣，里面有对江清雨的诸多不满。妻主，这次你可得好好说说他。江荣颔首，眼中划过无奈，是该好好说。江朵跑出山洞，迎面碰上了叶瑶他们，脸上带着尴尬。瑶瑶，你们怎么在这里？刚刚阿母说的话岂不是都被瑶瑶听到了？她肯定会不舒服吧？叶瑶自然闭口不提，心疼的将她抱紧。阿朵，你还有我。安慰了好一会儿，江朵看上去好了许多。她想起在垃圾堆里还看到了一双草鞋。瑶瑶，今日我在垃圾堆里还看到了一双草鞋，看起来似乎是雌性的尺码。这草鞋这么好穿，不知道是哪个雌性不要了？莫非你给叶念也送了一双？叶瑶摇头，不是，我没必要热脸贴冷屁股。你能这么想最好了。之后叶瑶还是去了垃圾堆，发现那躺在里面的草鞋正是他之前送给阿母叶荷的。在垃圾堆里，那草鞋已经脏污不堪，就好似他一样成了阿母不要的东西。抹掉眼角的泪水，叶瑶转身离开，没有一丝停留。得不到的爱就随风飘散吧，以后他再也不会自作多情了。发情期的7天，叶瑶没有出门，但也没闲着。他和江朵忙着编织各种篮子和背篓，决定带去交易市场试试能不能交换到有用的东西。就算不能换到盐，其他东西也可以换，毕竟这编织的藤条和植物要多少有多少，若能换到有用的东西，也算是更多了点价值。是的，叶荷已经通知他，10日后带着6个兽夫与叶念一起前往山那边的交易市场。从前都是大祭司带着叶念他们去，今年叶瑶也觉醒了木系异能，叶荷让他跟着叶念去交易市场见见世面，还锻炼和学习一下。这7日，叶瑶每天都填得很满，虽然有些累，但也很满足了。但5个兽夫可被他给折磨得够呛，发情期雌性身上的味道格外浓郁，他们都不敢近身，否则就要去河里泡一晚上。他们从前没机会接触叶瑶，竟不知发情期这般猛烈，险些就招架不住。在他们的煎熬中，7日总算过去，叶瑶身上的味道淡了许多，但雌性的味道还是令他们着迷，渴望能被妻主宠幸。但他们也知道这几天叶瑶辛苦了，所以默契的都没有提，决定等这次从交易市场回来后再从长计议。花金红身上的伤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他出来后见到部落里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穿上了草鞋，打听后才知竟然是叶瑶新起来的。不过他没有去找叶瑶要，而是晚上约了叶念出来。他重伤后叶瑶没来看过他一眼，关心过他一句，他如今对叶瑶已经彻底恨上了。夜色沉沉，叶念光着脚出来时，他并不意外。叶念不喜叶瑶，怎么可能会穿他研究出来的草鞋呢？为了讨好叶念，所以他很识趣的没有去找叶瑶要。果然叶念看到他光脚后勾唇，心道是个听话的。二人暗中密谋了许久，说了什么不得而知。回去后系统提醒叶念，花金红约你见面已经被叶瑶发现了，并且跟踪了过来，不过距离太远，他听不见你们具体说的是些什么。叶念扯了扯唇角，无妨，就算他看到了也绝对猜不出我下一步想干嘛。当然了，必要的时候还需你亲自出手。3日后，叶念带着3个兽夫，叶瑶带着6个兽夫，一行共11人踏上了前往交易市场的路。沈景元、陆明安以及莫萧云背上驮的是叶瑶和江朵这几天编织的东西，看起来多，实际很轻，对于有异能的雄性兽人来说不算什么。其他兽人则驮着猎物、兽皮等常见的东西。叶念骑在江清雨身上，抱着他滑溜溜的脖子，看向躺在穆怀川身上悠哉悠哉的叶瑶，心里竟然有些嫉妒。他的3个兽夫虽然实力强大，可都是蛇兽人，身上滑溜溜的，一点也不舒服。要不是为了赶路快，他才不会坐在大蛇的背上。叶瑶却可以躺在穆怀川的身上肆意休息，
他的几个兽夫除了鲤鱼顾青州，其他摸起来都毛茸茸的，要么就有羽毛。他凭什么？越想越不忿，于是开始阴阳怪气。阿瑶，你这些东西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用处，真的能交易吗？江青宇现在很是在意叶念的态度，听他说话赶紧附和，就是咱们蛇部落也算是强大的部落，拿着这些没用的东西去，恐怕会被其他部落嘲笑吧。说完，叶念以及其他2个兽夫都开始嘲笑，就连花惊鸿都暗暗笑了几下，他也认为这些东西没什么用，肯定换不到东西。5个兽夫见叶瑶被嘲笑，皆冷下了脸色。陆明安将狐狸尾巴对着他们竖起来，语气不善，还未到交易市场就开始唱衰了。你们似乎很不想弃主的东西能交易啊，作为一个部落的，不应该希望能交易才最好吧？江青宇满眼嫌弃的看了看那些东西，我自然希望蛇部落越来越好，可叶瑶做的这些东西，我的确不太看好。陆明安，你相信他不就是因为他是你妻主吗？不过无脑信任的蠢货罢了。陆明安白了他一眼，嘲讽道：无脑的蠢货是你才对。江青宇看着狐狸轻吐舌头，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自己的猎物。死狐狸，别试图来挑战我的耐心，你不是我的对手。陆明安只有3阶，江青宇却是5阶，实力差距太大，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但狐狸本就不是什么要脸的，能屈能伸的很。见此立马怂了下来，看看你怎么还生气了，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怎么不好笑吗？江青宇大概也知道自己对叶念才算得上无脑，故而冷冷道：我觉得不好笑。其他兽夫还想说些什么，叶瑶及时打断。虽然他有6个兽夫，人数是对面的1倍，但现在打起来只有挨揍的份儿，更别说还有个随时可能反水的花惊鸿了。那天晚上他跟踪花惊鸿，却不敢靠得太近，没听清他们具体说的什么，但他几乎可以断定，这次的交易市场之行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阿姆突然让他跟叶念来交易市场学习，说不定就是叶念主动跟阿姆提的，毕竟就连他的伴侣阿姆都能听叶念的，还有什么他不能听叶念的呢？想到此，他赶紧安抚住几个兽夫，才重新赶路。交易市场在山的另一边，若是徒步需要2-3日的时间，可江青宇他们化作兽形后，虽然还驮着东西和叶瑶他们，也只需1日。第2日，他们顺利抵达交易市场，一路上相安无事。叶瑶是第一次来交易市场，倒是看什么都有些新鲜。来这里的都是各个部落的兽人和雌性，很多跟他们一样带的都是猎物和兽皮，少部分带的是稀缺的东西，比如盐。盐是很稀有的东西，一点点盐就可以换好多猎物和兽皮，可以说极其稀有。叶念才不管叶瑶一副乡巴佬的模样，带着几个兽夫先去用猎物和兽皮换了盐。换回来后，叶念催促着他：阿瑶，赶紧拿你的东西去试试吧，我们拿着盐不能在外面待太久，若是碰到实力强大的兽人，抢盐就不好了。江青宇有些不耐烦，就他那破东西能换什么？叶瑶你赶紧的，这盐我们可得保护好了，尽快带回去。我知道了。叶瑶颔首，他带着6个兽夫走在交易市场里，回头率超高，但主动来问的却是很少。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就是些没用的藤条啊！他们是哪个部落的？居然穷到连猎物都没有吗？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天倒是特别多。面对他们的嘲笑，叶瑶神色很淡定，他选了一块空旷的地，将编织好的背篓、篮子以及草鞋都整整齐齐摆在了地上。花惊鸿觉得有些丢人，全程用翅膀捂脸。其他5个兽夫虽然有些不自在，却都很听叶瑶的话，变回了人的形态。5个俊美的雄性瞬间吸引了交易市场雌性们的注意，眼神不由自主就看了过来。天哪，这几个雄性兽人长得也太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兽人。那个正在摆东西的是他们的妻主吗？好美，他们看起来倒是挺相配的。怎么还有一只秃了毛的孔雀，也是拿来交易的吗？花惊鸿听这些话，心里呕得要死，早知道就变回人形了。还有，他的毛只是被哪个王八蛋给拔了，还会长出来的。见他郁闷，叶瑶命令道：变成小孔雀。花惊鸿心里憋屈，又不得不听话的缩小了身子。叶瑶嫌弃的拎起他，扔到了其中一个背篓里。他则让沈景元背着背篓开始展示，大家都过来看一看，这是我们蛇部落研究的编织物背篓，它可以装很多东西背在背上，很方便啊。你们看，不仅可以装野果野菜，还可以将小一些的猎物装进去，你们出门采摘岂不是很方便？沈景元虽然不想废花惊鸿，但叶瑶的话他很乐意听，此刻背着花惊鸿各种展示。不过他故意颠簸，花惊鸿险些吐了，他怒骂：死狗，你能不能走稳一点？很多的雌性和兽人都被吸引过来，特别是雌性对背篓很感兴趣，这背着采野果的确方便，就不用兽皮豆还总掉了。展示完背篓，叶瑶提了一个篮子挎着，里面还装了点野菜。咱们雌性力气小，相对于背篓这个篮子更合适，就算装满也不会太费劲哦。想要的可以拿有用的东西跟我交换，一块兽皮可以换一个背篓一个篮子，一个猎物可以换一个背篓2个篮子。
1小罐盐可以换3个背篓、3个篮子、3双草鞋。雌性们都对背篓和篮子感兴趣，很快就被换完了。叶瑶得到了3小罐盐、8张兽皮以及5个猎物，剩下的还有几十双草鞋。那些兽人看着几个兽夫脚上穿的草鞋，有些疑惑：你们用这个把脚包住，走路不会被束缚吗？几个兽夫当着他们的面走走跑跑了好几圈，面色如常，不会被束缚，反而可以保护我们的脚。陆明安拿了1双草鞋递给刚刚问的那个兽人：哥们，你试试就知道了。那兽人将信将疑，刚穿上有些不习惯，皱了皱眉头。陆明安鼓励他多走走，一会儿适应就好了。他试着走了走，又跑了跑，这草鞋很轻，并没有什么束缚感。他顿时露出笑意来，还真是，以前我走路会被地上的石子或者树枝砸到，如今穿鞋觉得地面好走多了。他很激动，忙对着陆明安询问：我有2块兽皮，1个猎物，可以换几双草鞋？陆明安看了一眼叶瑶，随后说：可以换10双草鞋。那兽人有些为难，可以多送我1双吗？我需要11双。陆明安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的给了他，来，11双草鞋。兽人十分感激，将兽皮和猎物给了他。哥们，我们下次还在这里，你满意的话，记得带部落的人来跟我们交易啊。陆明安朝他挥手，好，我会的。兽人走后，叶瑶对着陆明安竖起大拇指：明安哥哥，你真厉害。陆明安被夸，没有脸红，就是突然贴近叶瑶，眼尾一挑，轻声道：不如回去后，七主先奖励我去我的山洞。倒是叶瑶先红了脸，狠狠瞪了他一眼，看着其他几个兽夫好奇的脸色时，尴尬一笑，此事容后再议。狐狸勾唇，一直观察他的穆怀穿沉了脸色，他不难猜出刚才这臭狐狸说的是什么，无非是想捷足先登，获得叶瑶的宠爱。叶瑶虽然瞪陆明安，但不得不说陆明安是有些经济头脑的，不愧是睿智又工于心机的狐狸。刚刚那兽人只有2块兽皮和1个猎物，原本只能换10双草鞋，可陆明安答应多送他1双，这样既成功交换东西，又得到了周围其他兽人和雌性的好感，为剩下几十双草鞋的交易打下了优质的基础。果然，那兽人交易完，十分感激的离开。原本凑热闹的雌性和雄性兽人们抢着换草鞋，很快那几十双草鞋就被一扫而空。看着空空如也的地面，其他没抢到的兽人十分遗憾，居然这么快就没了。那什么草鞋真的好穿，我觉得大家就是瞎凑热闹，看着不咋地，真的好穿，穿完觉得地上的石头都变光滑了，一点也不扎脚。叶瑶见他们遗憾，赶紧画大饼，大家都别着急，交易市场1个月开放1次，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下个月我们多准备一些，届时也请大家给各自的部落多宣传宣传我们的东西。听他这么一说，那些没换到的开心了。好，不过你们下次可不能再准备这么点东西了，我们要多交换一些。叶瑶颔首，一定，这是我们第一次交易编织物，所以准备的少，如今得到了大家的喜欢，我们心里有了底，回去一定会多做一些的。我们下次还在这里，不见不散。约定好后，叶瑶带着几个兽夫去找叶念他们会合。花金红一个4阶兽人，居然被神警员背着给晃晕了，现在还躺在里头眼冒金星，不知今夕是何夕。5个兽夫看他这副模样，都抿着嘲笑，不约而同的勾唇，乖乖跟在叶瑶身后。交易市场外，叶念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江青雨和其他2个兽夫都站在旁边守着他，好像3个保镖。叶念长得与叶瑶有3分相似，倒也是个清秀的小美人，在一众普通样貌的雌性中较为亮眼。交易完走出交易市场的兽人们，路过这里，眼睛都会不自觉看看叶念这个漂亮的雌性，而他们的妻主则会不屑地瞪一眼叶念，再揪着他们兽夫的耳朵快速离开，心里则暗暗羡慕，为何这个雌性长得这般好看。叶念一脸淡定，实则心里很得意，她既长得漂亮，又觉醒了木系异能，得到兽氏这些雄性兽人的追捧是应该的，唯一的阻碍和对手就是自己的好妹妹叶瑶。不过叶瑶生性蠢笨，在他看来根本不足为惧。3个兽夫在他身后一脸骄傲，能做叶念的兽夫，他们真的很骄傲，也很幸运。看看其他兽人那羡慕的神色，这时叶瑶几人高高兴兴的回来了，浑然不知的江青雨还在跟叶念蛐蛐：七主，眼看天要黑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叶瑶那些东西谁会要啊？真搞不懂族长是怎么想的，居然允许他带些没用的东西来丢人现眼。我们可是换了4罐盐，至少够整个蛇部落吃1个月的了，若是等天黑赶路，我怕会有危险。叶念心里也认同他的话，不过他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摇头：无妨，你们3个都是5阶兽人，我和阿瑶又觉醒了异能可以自保，他毕竟是第一次来交易市场，阿姆总得给他机会锻炼不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也有义务让他锻炼好交易能，毕竟阿姆说了他以后是要继承大祭司的位置的。他说这话时，眼神有意无意的瞥了眼江青雨，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反正江青雨听到后瞳孔瞪大：什么？
族长居然要让叶瑶日后继承我阿母的大祭司之位，他有些不能接受。他和阿母特意给妹妹江朵选的实力强大的兽夫，就是为了他日后能继承阿母的大祭司之位。可族长居然要让叶瑶去做，凭什么？叶瑶不过是个又蠢又处处针对阿念的废物罢了。他虽心有不甘，可不能随意质疑族长的决定，所以并未吭声，只想着回去后告知江蓉此事。但这一幕被叶念尽收眼底。叶念心中讥笑，他就是故意在江清羽面前这么说的。江蓉爱女心切，一早就在为江朵做谋划。如果知道叶瑶要抢大祭司之位，他会甘心吗？到时候对付叶瑶就多了一位盟友。果然，江清羽的反应在他意料之中。不知不觉，叶念脸上带了笑意。阿姐，想什么这么开心？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得叶念屁股几乎从石块上弹跳起来。看到是叶瑶后，他条件反射性的怒声呵斥：叶瑶，你干嘛？吓死我了！说完还拍了拍胸口，脸都有些发白。他狠狠地瞪了眼叶瑶，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的道理吗？叶瑶心里嗤笑，身体却赶忙后退，脸上还带着惊吓。对不起阿姐，我没想到会吓到你。江清羽心疼自家妻主，劈头盖脸就是责怪。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你东西没交易出去就罢了，还故意吓唬阿念。叶瑶，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其他两个兽夫也不甘示弱，就是，被接连责怪，叶瑶似乎是受到极大的打击，眼泪啪叽啪叽的就落了下来。他眼尾红红的，看起来柔弱无辜。对不起阿姐，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五个兽夫想替他说话，可被他一个眼神给制止了。尽管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听话，只是个个都跟炸毛的狮子般，呈攻击性看向叶念和他的三个兽夫，好像随时都能上去撕咬一番。阿瑶，你这是干什么？我也不是真怪你，你看这是弄的。叶念正得意呢，就被叶瑶给打断了。只见叶瑶抽抽搭搭的说：对不起阿姐，我太废物了，那些东西我只交换到了3罐盐、16张兽皮以及7个猎物，让你失望了。叶念脸色瞬间阴沉下去，这怎么可能？江清羽却有些不屑，才换这么点，我就说你那些破东西肯定换不到什么。反应过来时，声音越说越小，最后直接失了声，脸色都涨得有些通红的。他不可置信道：你刚刚说多少？叶瑶见他神色激动，有些骇人，当即躲到了自己最高大威猛的兽夫莫萧云身后。那阴唇一别，险些就哭了，但强忍着，委委屈屈重复一遍：3罐盐、16张兽皮、7个猎物。莫萧云将他护在身后，虽然目前只恢复到3阶的实力，却让他感到十分有安全感。叶瑶怯生生的开口：江清羽，你也太吓人了，我好歹也是朵朵的好姐妹。他在莫萧云身后戳着手指头，小声嘟囔着：我也是第一次来交易市场，就算交换的不景气，也不至于这么凶我吧，更何况还有我阿姐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来教训我？说完还对着江清羽做了个鬼脸，然后迅速低头躲到了莫萧云的身后。除了还晕着不明所以的花惊红，其他兽夫都是一脸羡慕的看着莫萧云，而莫萧云琥珀色的眸子里却是充满了宠溺，是对叶瑶这般举动的宠溺。他们都知道叶瑶是故意的，这些东西可一点也不少。叶念调整了一下情绪，起身走到叶瑶面前，神情严肃地说：没换也没关系，换得少也没关系，但是阿瑶你不能撒谎，此次阿母让我带你来交易市场，就是要锻炼交易能力的，她对你可是寄予厚望。说完这话，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呆愣的江清羽，显然是特意说给他听的。果然，下一秒呆愣的江清羽冷冷嘲讽：我险些被你给耍了，居然轻易相信了你的鬼话，你的那些东西都是无用的，怎么可能会交易到盐？能换到兽皮和猎物都属你厉害。可话音才刚落，叶念的其他2个兽夫就苦着2张脸看着他和叶念开口：记住，他们怎么还真有盐啊？叶念握紧拳头，牙齿气得被咬，嘎吱响。江清羽则大喊：不可能！但他亲眼看见几个兽夫背篓里的盐、兽皮以及猎物时，彻底闭上了嘴。沈景元满脸得意地指着那些东西：3罐盐、16张兽皮以及这7个猎物，他们可都是妻主和江朵编织的物件交换来的。怎么，你们还不信？陆明安走最前面，继续加把火。不仅如此，我们还和其他部落的兽人约定，下次还在那里做交易，他们可都盼着我们多编织一些呢。他眼眸滴溜一转，光明正大的挽上了叶瑶的胳膊：妻主，你可不能太累了，咱们回去告诉蛇部落这个好消息，到时候雌性们肯定都乐意一起做。他这也算是顶风作案，感觉自己的后脑勺都要被其他几个兽夫给瞪穿了。不过好在他皮厚，脸皮更厚。叶瑶哭笑不得，颔首：好。叶念气得要死，可事实摆在眼前，不得不信，只能勉强笑着。没想到阿瑶还有如此天赋，也不枉阿母对你的期望了。多谢阿姐夸赞。叶瑶笑得甜甜的，好似真的姐妹情深。叶念眼眸划过一抹戾气，意识里对系统说：按计划行事，一会儿靠你了。没问题。离开交易市场时是傍晚，一行人紧赶慢赶，
正好赶在天黑前到达了翠屏山。夜幕低垂，夜风乍起，巨大的明月当空照，夜晚的凉风吹动树叶，丛林里的虫鸣声不绝于耳，偶尔有兔子从面前闪过，速度之快，只留下道道残影。夜晚里的山一派祥和安宁，叶瑶被6个兽夫围在其中，叶念也同样被3个实力强大的兽夫保护着。温和的顾青舟见此，徐徐开口：“今晚我们恐怕是要在这翠屏山里头过夜了。”闻言，江青宇狠狠瞪了他一眼，马后炮。顾青舟似乎并不在意他的话，面色如常，只是冷淡的眼神里冷意加深了些。江青宇并不解气，他很不想留宿在山里，对着叶瑶发火：“若非你要浪费时间，我们今晚就不用在这山里过夜了。”叶瑶，你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除了花惊鸿，其他5个兽夫都怒了，他们再也忍不住想要与之硬刚。江青宇，你不要太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七主？他可是用新研究的编织物为蛇部落换了3冠岩。江青宇撇过头去冷哼：“哼，那又如何？我们还换到了4冠岩呢。”顾青舟冷声对他：“可你们用的都是部落兽人们辛辛苦苦打来的猎物和兽皮，那么多才换4冠岩，说起来还是我们比较划算。”江青宇说不过，只能拿自己的实力威胁：“就算你们5个加起来也打不过我，想打架随时奉陪。对了，就算加上4阶的花孔雀，我也不惧。”刚缓过来的花惊鸿眼神一个劲儿给沈景元递刀子，见江青宇突然提到自己，赶紧摆手：“不至于不至于。”他笑得有些勉强。沈景元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明明之前最受宠，可每次七主被欺负都没见他站出来，真是怂包一个。怎么不至于？七主就是我们的天，谁敢欺负七主，我弄死他！沈景元愤怒出声，蓝眼睛里面都染上了怒火。江青宇扭了扭脖子，示意叶念其他2个兽夫别动手，他准备自己一条舞。那脖子发出嘎吱嘎吱声，他勾唇：“我许久没打架了，今日正好拿你们松松筋骨。”说完，甚至用小拇指对着他们满眼挑衅：“你们5个可都要全力以赴！你5个兽夫气的都要失去了理智，大干一场。”叶瑶怕他们吃亏，想要阻拦。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时候，叶念却抢先一步把江青宇给拉了回去：“青宇，何必这么针锋相对呢？阿瑶毕竟是我妹妹，他们就是我的妹夫，不至于如此。”江青宇有些犹豫，叶瑶和他们一点都不尊重你。阿念，我为你感到不值。叶念不知说了什么，终于将他安抚下来，最终离开。阿瑶，这个地方就让给你们吧。青宇情绪不稳定，我带他另找个地方消消火。他们离开后，叶瑶带着几个兽夫原地休息。吃完晚饭，花惊鸿捂着肚子称他肚子痛，不知钻到了哪个丛林里头去，久久没有回来。吃饱喝足休息好后，叶瑶敏锐地听到了一些不寻常的声音，当即神色警惕起来。想起那日跟踪花惊鸿时，他与叶念不知密谋的什么，心里就有些不好的预感。他猛地站起身来，一根藤蔓抽在了地上，发出巨大声响。都起来，干活了。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看到那密密麻麻的一地蛇时，叶瑶还是被吓到了。是蛇，还是毒蛇？这就是那天叶念和花惊鸿在后山商议的阴谋。如果只是几条毒蛇，对于会异能的他们来说根本不足为惧，可这一地的蛇根本数不清有多少条，迅速朝着叶瑶几人飞速而来。有的吐着蛇信子，有的张开了大口露出毒牙来，好像是要在他们几个的身上咬出几个血洞，再喷上剧毒才肯罢休。几个兽夫看到这一幕，脸上纷纷露出了惊吓的表情。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毒蛇？他们瞬间化为兽形，将叶瑶护在中间。莫霄云老虎脸色凝重，咱们这次真遇到麻烦了。翠屏山里何时来了这么多的毒蛇？沈景元龇牙对着那些毒蛇恐吓了几声：“敢伤害七主，我咬死你们！拜托，那都是有剧毒的，你敢下口，就真的变成死狗了。”陆明安似乎什么时候都不忘打趣，只是没人注意到他狐狸眼里的认真。一向温润淡漠的顾青舟直接变了脸色，第一次表现出惊慌和恶心的神色来。这些蛇密密麻麻的在地上蠕动，好恶心。说完腿一软险些栽倒，还是叶瑶扶住他：“青舟哥哥，小心！”顾青舟就是倒在叶瑶怀里，面色苍白如纸，握住叶瑶的手解释：“对不起七主，我见不得这些密密麻麻蠕动的蛇，我……哦。”话未说完就蹲下去呕吐，狼狈得很。他突然觉得不好意思，擦干嘴变成了兽形鲤鱼，只是窝在叶瑶怀里时，那眼珠子还时不时不经意的扫一眼叶瑶，小心翼翼的。狐狸见此急眼了：“好你个顾青舟，居然在这种时候耍心眼抢七主的宠爱！你好啊，以前倒是我小瞧你了。”顾青舟的鱼嘴一张一合，说话有气无力：“我没有，我只是太恶心这些蛇了。七主，青舟真不是故意趁此机会邀宠的。”面对危险，几个兽夫还要争风吃醋，叶瑶也十分佩服他们这良好的心态，低头瞅了一眼缩小版的鲤鱼，叶瑶将其捧着，耐着性子哄他们：“青舟哥哥也是第一次这般害怕，你们就不要再怪他了，他定然也不是故意的。
对吧，青州哥哥？顾青州被这么一问，身体有些发愣，心里也有些发虚。他不敢再看叶瑶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硬着头皮答：自然，多谢妻主体谅。闭上眼睛，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就趁此机会放纵这一回吧。平日里他根本没有这种勇气。叶瑶感受到他发愣的身体，其实心里跟明镜一样，不过他并没有拆穿。顾青州好不容易鼓起勇气，他怎可亲手掐掉这小火苗？他的受夫，他愿意宠着。当然，面对这些毒蛇，只有穆怀川是不怕的。他的兽形乃是蛇鹫，是蛇的天敌。这些小小的毒蛇在他眼里就像一根根辣条，只是这带毒性的可能辣味更浓。别说这些小毒蛇了，等他实力达到5阶，就连蛇部落的那些蛇兽人都将畏惧他。只见他兽形的身体变得比平日更大，2双爪子往下一勾，就有数十条毒蛇殒命。莫霄云的火系异能也很有作用，一烧一大片。他们回头看着狗狗沈景元和狐狸陆明安，叮嘱道：你们保护好妻主，这些毒蛇交给我们。大战一触即发，毒蛇的尸体一片一片的，浓烈的血腥味和腥臭味开始往四周蔓延开。叶瑶闻着这些臭味直皱眉头，却护紧了怀里的鲤鱼，并没有捂住自己的鼻子。这么多的毒蛇叶念和花金红究竟是如何弄来的？翠屏山距离交易市场最近，从未听说过有毒蛇，还一次性来这么多，起码有上千条。这大手笔是想要置他们于死地啊！想到兽神上次所说叶念体内的不明物种，莫非是他所为？正想着，一条毒蛇悄悄爬上了叶瑶的腿，张着大嘴准备咬下去。叶瑶勾唇，手里的藤条缠住蛇的脖子提了起来，在半空打圈挣扎，不停发出撕拉声。小东西，抓到你了！沈景元和陆明安眼看着他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然后折成了2半。陆明安打了一个哆嗦，低头时第3只眼竟看见所有蛇的身上都泛着紫光。他疑惑皱眉，这紫光不简单啊！话说花金红在暗处见叶瑶他们被包围后，得意至极，心情极好的朝着叶念所在的地方去。叶瑶啊叶瑶，你冷落我，孤立我，折辱我，等你死了，我就成了叶念的受妇。花金红确信，以他的容貌和手段，绝不是江青羽他们能比的，到时候他定会受宠。心里怀揣着美梦的他，却不知自己离无尽的深渊已越来越近。我给你的霍心童临时加强，不局限于你身边之人，那些费尽力气和手段才弄来的毒蛇，一定会让叶瑶惨死的。叶念一边安抚江青羽，一边在脑海里与系统交流，一心二用，却得心应手。反正他偶尔敷衍一句，江青羽也绝不敢有任何怨言。上次对他用了霍心童后，对他格外上心和信任。好好的一条蛇，却比舔狗还舔狗，叶念满意极了。这时花金红按照约定急急忙忙赶来，正好碰到叶念在跟江青羽亲吻，心里升腾起怒气和醋意，赶紧打断他们。叶念，不好了，我妻主他们遇到危险了。被突然打断，亲密江青羽神色特别不好，欲求不满地瞪着他，咬牙切齿道：花孔雀，叶瑶他们最好是真的遇到危险了，否则他定要将说谎的孔雀拔光了毛碎尸万段。花金红心里翻了个白眼，面上却满是焦急。我没撒谎，不久前他们遇到了毒蛇围攻，我肚子痛逃过一劫，只好来找你们帮忙。现在妻主他们还生死未卜呢。叶念，妻主可是你的亲妹妹，你一定要去救她，若是她出什么事，那我也不想活了。他边说还边挤了2滴眼泪，看起来像是担心极了。江青羽脸色微变，他虽然看不惯叶瑶和他的几个受夫，可到底是一个部落的，自然不希望他们真的去死。江青羽赶紧看向叶念，妻主，叶瑶那几个受夫实力太弱，恐怕他们会有危险，我们赶紧过去吧。见他这么着急，叶念内心嗤笑，还是个心软的主，不过面上却表现得比他更焦急，那担忧之色都快从漂亮的眼睛里溢出来了，甚至连身体都在微微颤抖。青羽，快带我去救阿瑶，那可是毒蛇啊！只见他揪着自己的胸口，看起来似乎很不好受。他若真出了什么事，我这个做阿姐的往后余生如何安心度过？阿母交代我带他来锻炼，我回去后又该如何面对？江青羽见他有些腿软，焦急地吩咐其他2个受夫，你们先去救叶瑶他们，我带着妻主随后赶来。2个受夫虽不喜欢被他命令，但见叶念的状态，也知道不能拒绝和犹豫，化身为兽形就要离开。叶念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就听到了一声熟悉又让他无比厌恶的声音：不必，我们来了。叶念还未彻底反应过来，已经从天而降好多蛇，就好像下雨一样密密麻麻的。什么东西？江青羽抓住一条拿在手里，看清后皱眉，怎么这么多蛇？还是毒蛇？他兽形本来就是蛇，所以看到蛇也并不害怕，只是疑惑怎么这么多的毒蛇从天而降。叶念就不一样了，他认出这些是他弄来的毒蛇，还是剧毒，脸色瞬间变了。只见他双手抱着脑袋，就躲到了江青羽的身后尖叫：啊，蛇，好多好多的毒蛇！这些毒蛇他最清楚，本就是剧毒，再加上系统出手，只要咬到几乎就是必死无疑。渴望过去，
叶瑶和他的5个兽夫好好站在那里，别说丧命了，就连一个中毒的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系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脑海里疯狂询问，已经快要发疯了。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弄来这么多毒蛇，结果叶瑶他们竟然毫发无损，简直不可思议。我也不清楚，按理说他们之中克制毒蛇的也就是莫萧云的火系异能了，可他不过是个刚突破3阶的废物，是如何自己解决掉上千条毒蛇？其他几个还完全没事的。系统也有些猛，他不过是个等级低的系统，有些能力还没有开发出来。难道叶瑶或者是那几个兽夫中还有隐藏的秘密不成？叶念气的翻白眼，心中直骂废物。见他害怕，江清宇将他紧紧护在怀里并安抚。七主别怕，这些不过是死蛇罢了，伤不到你的。原来如此，叶念松了口气，从他怀里抬起头来，看向了叶瑶。阿瑶你没事就好，我还担心你被毒蛇咬了。不过他抬头看着飞在半空还在往下倒毒蛇的穆怀川，眼里划过不解，你们这是何意啊？可把阿姐吓坏了。叶瑶没回答，抱着怀里的鲤鱼盯着他看了好久，直到叶念被看的都有些心虚。他抽了抽嘴角，皱着眉迟疑开口，阿瑶。此刻他只觉得叶瑶棕色的瞳孔很深很深，里面似乎藏着许多他看不懂的色彩。阿姐，这翠屏山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毒蛇？难道你不是最清楚的吗？闻言，叶念心里咯噔一下，这个见雌性他为何会这般问自己？难道他知道些什么了？目光落在旁边的花惊鸿身上，有些凶狠。孔雀第一次看到叶念露出这种表情，浑身居然打了个激灵，才无辜摇头。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他什么也没跟叶瑶说，他被叶念怀疑了，他冤枉啊！此刻他的内心真的想大喊一句，请苍天变中间。叶念神色很快恢复如常，看起来无辜的很。阿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阿姐听不懂。叶瑶不急于揭穿他，笑眯眯开口，阿姐不知也正常。那我先问问花惊鸿。正当大家都一头雾水时，他已经走到了花惊鸿面前，脸色冷得不太寻常。他环抱双手，歪着头看着孔雀，眼眸里盛满了失望，问为什么要背叛我？这句话来得猝不及防，花惊鸿吓得险些尖叫出声。他暴露了，抹了把额头的汗水，他故作镇定，七主，我怎么会背叛你？你是怀疑我弄来那么多毒蛇吗？他指着那些毒蛇说，我看着那些毒蛇都恶心。七主，我一向受你宠爱，绝对不会背叛你的，我发誓。叶瑶内心冷笑，誓言有什么用？前世今生，花惊鸿为了哄骗他没少发誓，就算违背了誓言，他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重活一世的他方才明白，什么狗屁誓言，不过是用来哄骗小孩和傻子的话术。所谓的誓言，一文不值。叶瑶还未说话，陆明安眯着眼睛打量他。你吃了晚饭后，无故说肚子痛且一去不复返，这会儿却出现在叶念这里。花惊鸿，你可否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心里骂了死狐狸1000万遍，花惊鸿嘴上忙着解释，我的确吃坏了肚子，可回来时发现你们已经被毒蛇群给包围了。我虽然是4阶兽人，但我异能是风且身体有恙，救不了你们，只好来找叶念他们求助。陆明安，难道我来向他们求助也有错了？江清宇见他们吵来吵去，有些心烦，插嘴道，他的确是慌忙跑来找我们求助的。看向叶瑶，他有些不客气，我们本好心要去救你，现在却要被你怀疑，居心不良。叶瑶，你整天除了疑神疑鬼还会什么？说完又觉得不解气，嘴里还嘟囔了一句，难怪同为族长的女儿，族长却更喜欢阿念，某些雌性啊就不配得到大家的爱和关心。话音落，叶念赶紧捂住他的嘴，青雨，你别这么跟阿瑶说话，以后再这样我要生气了。他还故意嘟嘴转过身去，好像生气的样子。江清宇连忙去哄，好好，我不说他了。七主别生气，穆怀川将毒蛇倒完了，5个兽夫想找江清宇麻烦，却被叶瑶一句话给阻止，带几条毒蛇尸体绑住花惊鸿手脚，带回蛇部落审判。他说的很是认真，这次他不想再放过这个吃里扒外的坏东西。蛇部落广场上聚满了蛇部落的兽人和雌性看热闹。广场中间，花惊鸿被五花大绑着跪下，眼里充满了惊慌和无措。他怎么也没想到叶瑶有一天居然会这么对他，还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什么？花惊鸿面前还摆了几条毒蛇的尸体，花花绿绿的，看起来倒是与一向骚包的他有些相称。这是什么情况？叶瑶怎么对花惊鸿越来越过分了？听叶念说他们这次交易市场之行换了7怪年，也够我们吃一段时间了，这不是挺顺利的吗？我听说族长有意让叶瑶做大祭司的继承人，他觉醒了木系异能，如今又用编织的东西换到了盐等其他东西，可能有点飘了。叶瑶听到这些窃窃私语，神情没什么变化，倒是族长叶和有些不悦的皱眉。他有意让叶瑶做大祭司继承人的事情，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注意到大祭司江荣投来的目光，他居然有些心虚的撇过头去。这事他还未来得及与江荣说，如今倒是闹出些误会。
心情不佳的他揉了揉太阳穴，再看向叶瑶，语气中已经带着些不耐烦。花惊鸿是你的受夫，你这又是要做什么？叶瑶态度不卑不亢，淡淡道：回阿姆，我和我的5个受夫从交易市场回来，路过翠屏山时，遭遇了至少上千条毒蛇的围攻。我怀疑这件事跟花惊鸿脱不了关系。他现在说话明显已经不把花惊鸿当受夫。叶和听后显然有些意外，我记得他从前与你最是恩爱，你为何会怀疑他？阿瑶，这可是关乎性命的大事，不可赌气。到现在叶和还认为叶瑶是在跟花惊鸿赌气，而非真的要惩治，这就是胡闹。就连地上的花惊鸿也同样这么认为。他赶紧挪动到叶瑶脚边，狡辩道：妻主，我是你的受夫啊，我为何要害你？你信我，这毒蛇一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也许就是碰巧了。叶瑶嗤笑：碰巧？你是说碰巧翠屏山里突然出现那么多毒蛇，碰巧我们几个正好遇到，碰巧你当时肚子痛且一去不复返。花惊鸿，你把我当傻子吗？叶和一听，瞬间也觉得这事不简单。翠屏山作为离交易市场最近的山，这些年来从未听说过有那么多毒蛇，且偏偏同时出现围攻了叶瑶他们，这事看起来的确是有人精心设计了。想到此，他眼眸也变得凌厉起来。花惊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敢暗中设计谋害自己的妻主，这是重罪。叶和作为族长，说起话来自是威严十足，气势凌人。花惊鸿也是第一次被这样公开审判，顿时吓得有些六神无主，不自觉就把目光落在了他身后的叶念身上，带着求助。叶念见他目光看过来，心里已经骂了1000万遍，却还要悄悄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为什么要安抚？自然是怕花惊鸿狗急跳墙，把他给供出来。花惊鸿看见他的眼神，心里总算安定了些。只见他直起身子，鼓起勇气为自己狡辩：回族长的话，妻主所说毒蛇一事我全然不知，肚子痛的确是碰巧，我回去正好见妻主他们被毒蛇群围攻，我自己没把握，只好去找了叶念和他的受夫帮忙。族长大人，叶念和他的几个受夫都可以为我作证。叶和闻言看向了身后的叶念及他的3个受夫。阿念，花惊鸿所言可属实？回阿母，的确如此，女儿觉得这或许有误会。江青雨虽看不惯花惊鸿，也只是实话实说。回族长，他说的确是事实。叶和又转身看向叶瑶，不待他问话，叶瑶却抢先一步说：阿母，我突然又想到一件事，你还有何事？叶和已经有些不耐烦。叶瑶隐晦地看了一眼叶念，指着地上的花惊鸿：前往交易市场的前几日，我闲得无聊散步，却正好瞧见花惊鸿带雌性进了后山。阿母，您猜跟他去后山的这个雌性是谁？叶念心中涌起不好的预感，赶紧上前主动承认：不必让阿母猜了，那日跟花惊鸿去后山的是我。此言一出，除了叶瑶，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花惊鸿不解，叶念他怎么这么快就自己承认了？江青雨和他的2个受夫也都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他。妻主，你为何会单独与花惊鸿去后山？他们脸色有些难看，感觉头顶一片青青草原。那花孔雀在蛇部落里是出了名的骚包，莫非妻主被他所吸引，与他发生了什么不成？江青雨握紧双拳，双目紧紧盯着叶念，期待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叶念咬着唇，似乎有些生气：你们这是不信任我？花惊鸿是阿瑶的受夫，我怎么可能跟自己的妹夫发生什么？你们3个居然质问我，真是太令我失望了。他反将一军，瞬间堵得几个受夫哑口无言。他们无奈地叹了口气，受夫大陆以雌性为尊，其实就算叶念与花惊鸿真有些什么，他们也不能拿叶念怎么样，只是到底有些接受不了。叶和沉默了一会儿，颇有些不赞同地看向他：阿念，鉴于花惊鸿与你妹妹的关系，不管什么原因，你都不该与她单独相处。叶念低垂着头应道：阿母教训的是。他脑袋里正急速想着要如何解释，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就阴阳怪气的递了过来：阿姐，你若真喜欢花惊鸿，大可与我直说，我愿意忍痛割爱，你又何必偷偷摸摸呢？你是我的阿姐，你若开口，我这个做妹妹的还能拒绝不成？叶念一听，冷冷的瞪了他一眼，心里气得翻白眼。这个贱雌性，是真想将勾引妹夫的罪名扣他脑袋上啊！想得美。整理了一下情绪，他才抬头：阿瑶，你实在是误会我了，我与花惊鸿的确有几分交情，但绝不是你想的那样。说着，他神色有些纠结，犹犹豫豫了半天。阿瑶，其实我找花惊鸿并非为了别的，而是询问你觉醒木系异能一事。叶念犹豫了半天，这般说道。叶瑶神色不变，看向他：是吗？不知阿姐想知道我的异能什么？阿瑶，你别误会。叶念摆手：只是觉醒异能都是小时候，你却在18岁后才觉醒，我觉得有些不太正常。闻言，叶瑶勾唇讥讽：你也是10岁才觉醒异能的，你正常我就不正常。阿姐，你是不是觉得只有你一个雌性才配觉醒异能？边说着，他眼里还泛着盈盈泪光，
真想不到，阿姐你居然如此见不得我好。叶念心里当然是这么想的，但他不能直接说出来。他皮笑肉不笑的繁言解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怎可如此想我？花惊鸿从前与你最是恩爱，也最有可能知道你是如何觉醒木系异能的，只不过他也不知道，你若这般想我，便当我是嫉妒吧。说完还垂下头去，不再言语，装的有模有样。江清雨听他这么说，心里已经相信，这会儿又开始为其说话。我相信妻主说的都是事实，叶瑶你就莫要再疑神疑鬼了。事情眼看越闹越大，叶瑶相继怀疑了花惊鸿和叶念。叶和觉得他定是找不到凶手，胡乱攀咬，他手里的拐杖往地上狠狠一掷。好了，阿瑶，这件事阿母会去翠屏山查清楚，你就莫要再胡乱怀疑，伤了亲近之人的心。其他人都被其镇住，叶瑶却是不惧，他今天就没打算放过花惊鸿。只见他大胆的与叶和直视，问阿母，您相信阿姐也就罢了，但您不觉得花惊鸿的话漏洞百出吗？指了指自己身后的几个兽夫，遇到危险时，他们都守在我身边保护我，可身为4阶兽人的花惊鸿却选择直接去求助。他兽形是孔雀，就算面对那些毒蛇保护不了我，还不能将我放在他身上飞在半空吗？他就是谎称肚子痛，实则是他早知道会有毒蛇来，眼睁睁躲在暗处想要看我死。眼见他越说越激动，身体都在颤抖，叶和蹙眉呵斥，阿瑶，注意你的言辞，我是你的阿母，你所说都只是猜测，我无法给他定罪。听话，先回去。叶瑶从来都知道自己的阿母不喜欢自己，上次在森林走失没有半句安慰，这次遇到这么明显的毒蛇群阴谋也不为他说话，他真的就这么讨厌自己吗？心里抹了抹难过的泪水，他转身看向了许明泽，一脸恭敬，烦请许医师了，您能否替我查看一下花惊鸿，看看是否真如他所说的身体抱恙不能救活。江荣因为些流言蜚语，心里对叶瑶有些不喜欢，但江朵抢先开口让许明泽帮忙，他也不好当面让其拒绝，那样岂不是明晃晃告诉族人他在与族长作对。听说要检查身体，花惊鸿顿时紧张起来，他哪里会身体抱恙，他身体好得很，这下可怎么办？咽了咽口水，他想要推辞，不必麻烦许医师了吧，我只是吃坏了东西拉肚子。江朵却已经热情地将许明泽的手搭在了他的手上，笑眯眯道，阿父，您快替他瞧瞧。花惊鸿猛地收回了手，将求救的目光看向叶念，他到底要怎么办？若被查出来他设计谋害妻主，可是重罪，是要被送去暗牢的，他值得不想去。见他不愿意检查，定然是心里有鬼。叶和也知道事情大概就是叶瑶所猜测的那样，他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花惊鸿，当真是你？花惊鸿正想说不，只见叶念慢慢朝着他靠近，对他轻轻摇了摇头，就要脱口而出的不字瞬间咽了回去。叶念凑近他说，花惊鸿，因为你阿瑶都怀疑到我头上了，你还是赶紧承认吧，可别因为你这只背叛妻主的花孔雀影响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情分，你说对不对？在花惊鸿愣神之际，他眼中快速划过一抹紫光，转瞬即逝。他却不知道，还是被某只有3只眼的狐狸敏锐地发现了。陆明安眯着的狐狸眼瞬间瞪大，也精神起来，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很了不得的秘密。紫光闪过，不知叶瑶还低声说了些什么。花惊鸿变得很老实，面无表情的当面承认是他放了那么多毒蛇，想要置叶瑶于死地。叶瑶看起来很难过，指着他伤心欲绝，我从前对你千般好，却抵不过这几日的冷落。花惊鸿，是我错看你了。他的眼泪落在怀里的鲤鱼身上，顾青舟化身为人形，将他搂入怀里，温柔安慰，妻主不必为他伤心，你还有我。狐狸有些气鼓鼓的，心里暗骂这条鱼似乎开窍了。见他承认，叶和勃然大怒，居然敢谋害我的女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许明泽还是去查探了他的身体状况，这次花惊鸿不再反抗，看上去好像是认命了，结果自然与他说的一样。许明泽对着叶和说，族长，他身体状态很好，并没有抱恙。正时候，看热闹的兽人和雌性们开始大骂，以前叶瑶的资源都给了花惊鸿，半年时间救助他从3阶晋升到了4阶，他这当真是恩将仇报啊！上千条毒蛇，他好大的手笔，这是蓄谋已久，请族长严惩，他这样的必须关去暗牢。叶和自然不会放过他，当即高声宣布，花惊鸿蓄意谋害叶瑶和他的5个兽夫，此乃重罪，我宣布将他送去部落暗牢，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放他出来。花惊鸿被2个蛇兽人押去了暗牢，全程没再求饶，只是临走前目光扫过叶念。阿念说了，他一定会来救他的，此事也算是暂时告一段落。花惊鸿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被送去部落暗牢。听说那里暗无天日，还有各种刑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就是背叛者犯了重罪者的凄惨下场。叶和思考了一下，对着叶瑶说了一句，阿瑶，之前是阿母对你说话重了些，阿母，您是族长，您是蛇部落的族长，我不怪你。说完没再看叶和，
往顾青州怀里缩了一下，轻声撒娇：“青州哥哥送我回去吧，我累了。”好。顾青州表面淡定，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抱着叶瑶往他的山洞而去。其他4个兽夫见此醋意满满，狠狠地剜了几眼顾青州的背影，赶紧跟了上去。叶瑶山洞内，顾青州将他轻轻放在石床上，叶瑶脱了草鞋，2条白嫩纤长的腿一晃一晃的，看得几个兽夫眼眸瞬间暗了下去，都不由自主地狂咽着口水。不得不说，他们的妻主真的是他们所见过最美的雌性，一瞥一笑都能牵动他们的心脏，控制不住的砰砰乱跳。叶瑶撩了撩耳边的鬓发，问：“我美吗？”他浅笑艳艳，看起来心情很愉悦，一点也没有刚才在广场表现出的难过和伤心。5个兽夫面面相觑，叶瑶似乎真的一点也不在乎花惊红了，他们以为他会因此难过好大一阵子呢。离他最近的顾青州柔声道：“美，妻主最美。”叶瑶被夸得开心，直接挑起他的下巴，当着其他兽夫的面将红润的唇贴到了他的脸上，嘴真甜。青州哥哥，你继续保持哦。嘴唇离开后，还故意朝着顾青州抛了个媚眼。4个兽夫见此瞪大眼眸，浓浓的醋意在山洞内蔓延。他们也想被妻主亲亲贴贴。一向内敛的顾青州，没想到今天自己主动朝妻主迈出了一步，居然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奖励。他脸色红得快要滴血般，但嘴角的笑意根本压不住。他决定了，以后要又争又抢，只要妻主喜欢，青州以后一定继续保持。他发出真挚的微笑，心里已经在盘算如何让妻主第一个去自己的山洞过夜了。穆怀川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似乎有些阴沉，低声警告：“小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有我在，叶瑶不可能先去你的山洞。”顾青州虽然平日里看起来温润柔和，但其实并不好说话，也不怕被人威胁。听了穆怀川的警告，他只是还以冷淡的笑容。我们谁也无法左右妻主的想法，且看吧。见他不吃硬的，穆怀川黑了脸色没再说话，只是看向叶瑶的眸中带上了一丝志在必得。沈景元和莫霄云都没说话，只是心里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已经确定叶瑶是真的变了，下一步就是成为真正的伴侣，然后再让叶瑶趁此机会赶紧把花惊红给休了。陆明安狐狸耳朵竖得笔直，凑近顾青州：“喂，最近开窍了。”顾青州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我偏不再如你们的意。山洞内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个兽夫看起来谁也不让谁，叶瑶心中却很安定。这样安定的日子，他希望能一直走下去。他故意嗅了嗅，然后疑惑道：“我怎么闻到浓浓的醋味？”几个兽夫闻言面露尴尬。沈景元凑过去给他揉了揉肩，笑着说：“有吗？妻主一定是闻错了。”叶瑶自然顺着他的话点头，的确没有了。这时陆明安似乎想到了什么，他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叶瑶，我觉得叶念似乎有些不对劲。”这话让大家都看向了他。单纯的沈景元摊摊手，他作为阿姐却处处针对妻主，确实不对劲。陆明安却是摇头：“不只是如此。”叶瑶自然知道叶念不对劲，毕竟身体里的灵魂都变了。真正的阿姐被那不明生物压制，灵魂已经陷入了沉睡。他有些好奇陆明安是怎么发现的，于是问他：“明安哥哥，你为何突然这般说？”想起今日在广场上看到的一幕，陆明安将自己心里的猜想全部都说了出来。那日在翠屏山被毒蛇群围攻时，我就觉得不对劲，怎么会突然出现那么多毒蛇，还专门攻击我们？后来我发现他们眼睛里竟隐隐泛着紫光。紫光，大家还是不解。陆明安接着说：“今日在广场，原本花惊红如何也不肯承认，可在叶念凑近他说了2句后，他突然就愿意承认了。那时我看见叶念的眼里同样闪过一抹紫光，可能你们都没注意到，但你有3只眼。”穆怀川悠悠开口。陆明安愣了一下，才笑着颔首：“不错。”他甩了一下头发，自信地说：“看来我这第3只眼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嘛。”叶瑶面露崇拜：“自然，我早就看出明安哥哥的这第3只眼定有不凡之处。”他凑近陆明安，假装悄悄地说：“不瞒你说，我早就知道叶念有些不对劲了。”看着是悄悄的，实则声音并不算小，至少山洞内的其他4个兽夫都能听见，但同时又满足了陆明安的某种心理。叶瑶重生后还学会了端水，怎么不算有进步呢？莫霄云将手放在下巴处摩擦，看来这个叶念是真的不正常，难怪他处处针对你，说不定我和沈景元遇到陷阱，也都是他的手笔。听他这么一说，沈景元只觉得自己的腹部一凉，不自觉伸手去摸了摸。当初腹部受的伤十分严重，已经危及到性命，现在想到还有些心有余悸。若真是叶念的手笔，那他也隐藏得太深了。妻主，叶念明明是你的阿姐，到底为何要这样做？叶瑶面露难过和不解。我也不知阿姐怎会变成这样，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或许我们猜错了。他心里当然明白这一切都是叶念做的，但他没有证据。叶念深得阿母喜爱，若只是猜测，阿母定不会相信，反倒会觉得他嫉妒叶念，从而对他严惩。所以
还得需要证据，只有证据摆在阿姆面前，才能真正定叶念的罪，也只有那样，他才能有机会告诉族人阿姐被夺舍的真相。5个寿夫不忍看他为难，不再提及此事。陆明安只是提醒了一句，日后我们多防范着他就是了。为了转移叶瑶的注意力，沈景元想到了被关进暗牢的花惊鸿。他问七主，如今花惊鸿设计谋害我们，证据确凿，族长也将他关进了部落暗牢，如今他是蛇部落的重犯，自然也就不适合再做你的寿夫了。你打算什么时候休了他？在5个寿夫期待的目光下，叶瑶自然不会再令他们失望。他当即应道，明日我就去休了他。刚回部落，寿夫们考虑到叶瑶身体疲乏又心情不佳，故而没有提及在谁山洞过夜一事。见天色不早后，一起离开了叶瑶的山洞。叶瑶的确有些乏累，躺在铺了兽皮的石床上，回忆着前世种种，不知不觉陷入了梦乡。月明星稀，夜深了，蛇部落的暗牢里，走几步才会有一个火把亮着，整个通道都十分昏暗。关在暗牢里的重犯白天受了折磨，晚上是他们唯一可以休息好的时候，此刻都睡得很香。一道影子映在昏暗的墙上，逐渐朝着花惊鸿所在的牢房走去，正是鬼鬼祟祟的叶念。为了保险起见，他特意戴上面具，以免被门口的守卫以及那些重犯认出来。没有得到族长的首肯，私自来暗牢见重犯是不被允许的，严重者会被惩罚。说到这个，叶念心里就吐槽不已。他本来想易容成叶瑶的模样，好陷害，可在他眼里就应该无所不能的系统，居然连一颗小小的易容丸都没有，他心里颇为失望，暗暗骂了系统几句，才鬼鬼祟祟来了暗牢，还给守卫用了惑星瞳，让他们立刻睡觉才能进来。第一天被关进暗牢的花惊鸿还未受到折磨，此时正穿着整齐的坐在牢里。他是4阶兽人，从叶念进入暗牢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来了，心里划过喜色。阿念没有骗他，真的来救他了。直到叶念的身影出现在牢门前，他立刻欣喜地站了起来。尽管叶念戴着面具，他也认出来了，那身形不会错。阿念，你来了！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叶念赶紧做了个虚的手势，暗暗骂他蠢货，可别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了。花惊鸿听话的闭了嘴，但黑色的瞳孔里亮晶晶的，心里还美滋滋的，以为要自由了。阿念一定很爱自己，这才被关进暗牢第一天就来救他，一定是舍不得他受折磨。叶念才不管他心里想什么，只在脑海里说，系统暂时屏蔽外界的声音。好，我目前等级低，只能屏蔽10分钟的时间，你抓紧。已经屏蔽，开始吧。确认声音屏蔽后，叶念才看向花惊鸿，眼眸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强颜欢笑，变成了冷漠。花惊鸿，你上次约我出来后山商议，居然没注意到已经被叶瑶给跟踪了，害得我险些被阿姆和族人怀疑。你可是4阶兽人啊，真是个废物。他此刻已经不装了，直接对着花惊鸿就是劈头盖脸一顿指责，完全没有之前的耐心。叶念已经不打算救花惊鸿，他心里有了更合适与他合作一起对付叶瑶的人选。至于花惊鸿这个没用的废物，就让他在暗牢里自生自灭吧。原本沉浸在喜悦中的花惊鸿却开局遭遇暴击，他瞬间变了脸色，整个卑微无比。对不起阿念，我不是故意的，那晚的确是我一时大意，可叶瑶那个见词性没有证据，族长是不会相信他的。阿念，你不要这么说我，我的心生疼。说完，他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企图得到眼前这个雌性的心疼和怜惜。可他错了，且大错特错。叶念对他从来都是利用，完全没有情爱，又如何会心疼他？叶念冷声嗤笑，反问，你的心疼不疼与我何干？花惊鸿脸色骤变，想要抓住他的手却被甩开，他心里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念，你不是答应我，只要我主动承认所有的事，你就会来救我出去吗？直到现在，他心里还带着一丝期待。叶念嫌弃地看了他一眼，你当真以为我看得上你？在他疑惑的目光下，叶念缓缓道出实情，我实话告诉你，之所以与你合作，不过是看中了你的身份，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叶瑶和他那几个兽夫动手，你还以为我当真能看上你不成？花惊鸿愣在原地，浑身发凉，不敢置信地摇头，不，这不可能，你是说你对我只有利用？没错，叶念毫不犹豫地回答，你长得不如叶瑶那几个兽夫，实力更是比不上江青羽他们3个，凭什么认为我会看上你？凭你说话油腻，工于心计，又善于背叛自己的妻主吗？花惊鸿，你在我眼里不过是利用的工具罢了，毫无感情可言。他话音落下，花惊鸿已经身形不稳，往后退了几步，低垂着头，不知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他终于意识到，他被叶念给利用了。从头到尾，他都是叶念用来对付叶瑶的工具。一向颇为自大的他眼眸通红，指着叶念破口大骂，见雌性，这么久你居然在耍我！突然被骂，叶念脸色沉了下去，对着他招手，你过来，我刚才开玩笑呢。花惊鸿情绪上头，已经有些分不清真假，但他还是想着要再相信叶念一回。
半信半疑的走了过去。叶念用手摸上他的脸，与他平视。生气了。花惊鸿想说什么，眼里紫光一闪，就正愣在原地，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随后只见叶念手中绿光乍现，几根藤蔓突然扎进了花惊鸿的丹田处，搅碎了他身体里的寿元。花惊鸿异能被废，变成了一个普通雄性，瞬间瘫软在地上。他惨叫几声，意识也回归，捂着自己的丹田问：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利用我就罢了，如今还要来毁了我的寿元，你为何如此狠毒？叶念嘲讽：为何？自然是要让你尝尝被折磨的滋味。你毕竟是个4阶兽人，有异能护体，就算每日接受暗牢的折磨，也与你性命无碍。可我若废了你的寿元，你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不出3天你就会被折磨而死。花惊鸿，你知道太多我的秘密了，我不得不这么做。你不是爱我吗？你不愿意为我去死吗？看着他这般疯癫的模样，花惊鸿指着他手都在发抖。疯子，你就是个疯子。不仅如此，叶念还用药毒哑了他的嗓子，让花惊鸿再也不能开口指认他。做完这一切，系统的屏蔽也解除。叶念看都不看他一眼，扭着屁股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暗牢。花惊鸿倒在血泊中，脑海里闪过从前与叶瑶相处的时光，如今细细想来，竟是那么美好。原来是他自己一直不识好歹，伤了叶瑶，眼角湿润，他终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翌日，这是花惊鸿到暗牢的第2天，要接受这里的刑罚折磨。没有了异能护身的他，险些连第1天就没熬过去。完事后，躺在牢房的地上，大口喘着粗气，满心满眼的不甘。他想不通，为何叶瑶和叶念会这么对他。明明之前他家在2姐妹中间也能游刃有余，将他们哄得团团转。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落得这般凄惨下场，沾满了鲜血的双手握紧，他内心痛苦不已。若上天能给他机会逃出去，他一定不会放过叶瑶和叶念，特别是叶念。叶念那个贱雌性，居然敢骗自己，利用自己对付叶瑶及他的5个兽夫，最后还废了自己的寿元，毒哑了自己的嗓子。抬起头，黑色瞳孔死死望着外面昏暗的通道，祈求能从天而降神明救他于水火。最终他没有等来神明，而是等来了他的妻主叶瑶。看到叶瑶的那一刻，花惊鸿猛地站起来，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口。他已经被叶念毒哑了。此刻他看向叶瑶的神色中充满了复杂，里面有对他的恨意，又有少许的愧疚。叶瑶还不知他发生了什么，见他愣着不说话，且浑身浴血，只以为是被折磨得很了。他没忍住出声嘲讽：怎么刚来暗牢第2天就被吓傻了？看他一副看自己笑话的神情，花惊鸿内心本就不多的愧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狠狠瞪了眼叶瑶，随即撇过头去，但始终未曾说话。叶瑶皱眉，他感觉到花惊鸿有些不对劲。经历前世今生，他对这只花孔雀的性子还是很了解的，落到这副田地再见他，理应会对他破口大骂才对。可如今，哑巴了。他察觉到不对劲，试探着问了一句。话音刚落，就见对面的背影僵硬了一瞬。叶瑶当即明白过来，看来是叶念出手了，恐怕是害怕花惊鸿将他供出来，所以先下手为强给弄哑了。再仔细一看，他发现花惊鸿丹田处破损，寿元被废，身上已经没有了半点异能。叶念居然将你的寿元都给废了，他没忍住幸灾乐祸，心头微爽。这个穿越女总算是干了一件好事，不过想这么轻易就将自己给摘出去，也要问问他叶瑶同不同意呢。听见他的嘲讽，花惊鸿再也忍不住，双手抓在牢门上，拍得啪啪直响，眼里尽是恨意和愤怒。都是贱雌性，他要杀了他们。叶瑶自然不怕，稳稳立在牢门外冷眼旁观。花惊鸿，你以为你该恨的是我吗？自半年前你做我的兽夫以来，我何曾亏待过你？资源尽数给你，宠爱尽数给你，信任尽数给你。可你呢？你又是如何对我的？你伙同叶念算计我和我的5个兽夫莫霄云、沈景元，包括这次翠屏山的毒蛇群，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吗？原本因为愤怒脸色狰狞的花惊鸿，因为叶瑶的话瞬间愣住，神情惊愕不已。叶瑶都知道，他居然都知道。花惊鸿，你如今没有异能护身，已经是案板上待宰的羔羊，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熬住，祈祷让自己能活得更久一点。不待花惊鸿反应，一纸休书已经扔到了牢里。这是给你的休书，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我叶瑶的兽夫，好自为之。叶瑶说完，转身潇洒离去，挥一挥手，似乎什么也没留下，似乎什么也没带走。一身轻松，已经不能说话的花惊鸿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背影逐渐消失在通道尽头。他伸手去抓，却只余下空气，什么也抓不住。一纸休书拿在手里，回忆着从前的点点滴滴。叶瑶依偎在他怀里撒娇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黑色瞳孔变得猩红，几乎快要气血。从来没有一刻像如今这样后悔。他仿佛被推进了
无尽的深渊里面，伸手不见五指，爬不上去，也走不出去。叶瑶来暗牢修夫是同叶和打了招呼的，所以出入顺利，守卫也客客气气的。他这次在交易市场一战成名，用编织的物件换了3罐盐，还有一些兽皮和猎物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蛇部落。部落的雌性和雄性兽人们遇到他都不由自主竖起大拇指，态度与从前截然不同。叶和似乎也很满意，宣布雌性们每日除了采摘野果野菜，都跟着叶瑶编织，顺便多研究些新的编织物件，争取下个月让蛇部落将编织物件的名声给打出去。不得不说，能从这么多雌性中脱颖而出担任族长，叶和还是很有魄力和远见的。其实他宠爱叶念并没有错，只是不知叶念早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叶念，而是穿越女夺舍。叶瑶暗暗发誓，他一定要想办法让穿越女露馅，让阿姐的灵魂被唤醒。入夜弯月如钩，叶瑶觉得今日的5个兽夫有些不对劲，从吃完晚饭开始就一直跟着他，他去哪里兽夫们去哪里，恨不得时时刻刻黏着他。叶瑶回头看着他们5个时，都默契的背过身去，不敢与他直视。他笑着说，我想散个步，你们不要跟着我了。七主，我们也想与你一起散步。沈景元笑嘻嘻的，叶瑶，我有些累了，我先回山洞睡觉。穆怀川拦住他的路，直接拦腰将人抱起。叶瑶，既然累了，我送你回去。看着另外几个兽夫刀，他的心都有了。叶瑶双腿挣扎了一下，脸色羞红。不用了，怀川哥哥，我还是想先洗个澡。不行，他随口胡诌的话却让5个兽夫的眼睛比烛火还亮，想都没想便齐齐脱口出，我陪你。说完意识到不对劲，都互相瞪着彼此。空气中火药味和醋味浓烈得很。叶瑶终于挣扎着从穆怀川怀里下来，他往后退了几步，捂着胸口说道，我自己来就行。沈景元蓝色的眼珠子一转，化作兽形瞬间跑远，不一会儿就拿着干净的兽裙以及皂角过来，贴心的将其递给了叶瑶。七主，你好好洗吧。说完便转身离开，不再与其他4个兽夫争抢。叶瑶看着手里的兽裙和皂角，抽了抽嘴角，抬头望向其他4个兽夫，你们也走吧。他试探着说，花金红被羞，兽夫中最骚包的当然属陆明安，他才顾不得害羞，就要脱兽裙下水，自己洗多不安全。七主，还是让我陪你洗吧。叶瑶捂着嘴，有些惊恐的看着他，要不要玩这么大，一起洗？当然了，其他3个兽夫不会给陆明安这个机会。莫萧云一把拉住他要脱兽裙的手，冷声道，骚狐狸，注意你的行为，别吓到叶瑶。陆明安眯着眼想要抽过自己的手，但同为3阶莫萧云老虎的优势大于他根本挣脱不开。莫萧云，你这是干什么？我身为兽夫陪七主洗个澡怎么了？你就是嫉妒我。穆怀川在旁边忙着催促，快把他拉走。不甘心的陆明安生生被莫萧云也拉走了。临走前委屈巴巴的盯着叶瑶，可惜叶瑶并没有开口挽留，反倒捂嘴偷笑。这狐狸实在太生猛了，是该让莫萧云给好好治治，不然自己可招架不住。5个兽夫这就走了3个，还剩下眼眸含笑的顾青州以及时时刻刻关注他的穆怀川。自从昨天发现这小鱼开窍后，穆怀川就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这突然开窍的雄性恐怕没那么好打发。小鱼，他们都走了，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多久？你在等什么？他语气不善地问。顾青州回以微笑，那你呢？你又在等什么？我自然是要留在此处帮叶瑶盯着。蛇部落里垂涎他美貌的雄性兽人可不少，我绝不允许别的雄性打他的主意。闻言，顾青州没有反驳，而是赞同的点点头。你说的不错，以七主的美貌和他觉醒了木系异能，现在的确容易遭惦记。不过话锋一转，他上下打量了一圈穆怀川，忽地开口，你的兽形乃是飞禽，恐怕不擅长水，不如还是让我来陪七主吧。话落，他化身为金鱼，眼看就要跃进水里，嘴里还说着，穆怀川，你先回你的山洞吧，今晚由我来负责守护七主。挑衅，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穆怀川从来没想到，一向温润淡漠的顾青州也会有如此争宠腹黑的一面，倒是小瞧他了。眼看金鱼要跳进水里，他化为兽形朝顾青州冲去，2只锋利的爪子要落在其身上，看起来仿佛能将其一爪子给撕碎。叶瑶眼里闪过惊惧，慌忙大喊，别伤害他。穆怀川自然不会伤了顾青州的性命，在接近顾青州时爪子收了锋利，但还是顺利将其拦截，带着离开了河边。我不会伤害他，你洗吧，他不会再来打扰你了。都离开后，叶瑶凭空出了一身冷汗，还真怕这几个兽夫因为争风吃醋打起来，伤到了彼此，那样不管最后谁受伤他都会心疼的。查看四周无人，他才小心翼翼地脱了兽裙，逐渐将美好的躯体没入水中。夜色朦胧，晚风带着野花的香味拂过半空，阵阵香意逼人，让叶瑶心情变得美好。他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仿佛不知疲倦。游累了才停下来，用皂角洗了头发和身体，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洗完后，
他擦干身体，正准备穿干净的兽裙，却听到身后的草丛里传来一阵窸窣声。他赶紧穿好兽裙，手中绿色的木系异能悄悄在背后涌出，神色警惕道：谁在那？趁几个兽夫不在，赶来偷看他洗澡，这是找死！七主，是我，正想动手将其揪出来，就听见了熟悉的声音，正是去而复返的沈景元。他颇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七主，被你发现了。叶瑶看他这副被发现的窘迫感，有些想笑。景元哥哥，你这是做贼心虚。沈景元忙摆手：不是，我不是贼，他只是看自己的妻主洗澡而已了啦。好了好了，说吧，你怎么又回来了？刚才见沈景元离开，以为要把他让给其他4个兽夫时，他心里还有些失落，没想到这小子把他都给骗了。沈景元红着脸，鼓起勇气说：七主，上次你答应我的，今晚去我山洞可好？不成想叶瑶直接拒绝了：不行，不能去。狗狗失落的垂下头去，强颜欢笑道：好。景元知道了，实则心里已经哇凉哇凉的，难受、委屈、想哭。见他一副要哭的模样，叶瑶着急了，他赶紧抓住沈景元的手：景元哥哥，你先别急，我有一个更好的去处。随后沈景元化身为兽形，在叶瑶的指引下来到了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山洞，不过是空置的。沈景元有些不解：七主，我们来这儿做什么？叶瑶叹气：他们几个都很聪明，很快就会反应过来，我们若现在去你山洞，恐怕今晚都不会安静的。你确定要带我回去吗？七主，你的意思是我们今晚要在这里？他狗狗眼里闪烁着星星，看起来激动极了。叶瑶没说话，而是羞怯的颔首。狗狗无比开心，上前紧紧抱着叶瑶，声音里带着些许哽咽：七主，谢谢你愿意选择我。景元哥哥，春宵一刻值千金。他剩下的话尽数被热情的吻给吞没。沈景元吻得很热情，动作也很热烈，浑身滚烫无比，恨不得将叶瑶脚趾缝都给亲一遍。情欲在山洞内弥漫开来，叶瑶身上的清香不断刺激着狗子，娇羞和粗喘声交织在空气中。忘情的他们没注意到，有无数打着灯笼的萤火虫飞进来，萦绕在他们身边。这个场景火热又浪漫，刺激又忘我。另一边，莫萧云和穆怀川见时间差不多，这才放开了狐狸和金鱼，他们返回了河边，准备继续争夺今晚与叶瑶交配的机会。可河边空空如也，他们找了叶瑶的山洞和沈景元的山洞后，皆一无所获。齐齐想到什么，神色变得极其难看。暴躁的莫萧云一掌拍在山洞口，怒吼道：我们让狗子给耍了！这一夜，4个兽夫发了疯一样在部落里找他们，却一无所获。叶瑶和沈景元对这一切浑然不知，特别是沈景元，他已经不知天地为何物，只想永永远远停留在这一刻。翌日一早，叶瑶朦胧中醒来时，阳光洒在一丝不挂的身上，他眼睛受不了刺激，猛地闭上。显然时间已经不早了。见此，沈景元忙用手替他挡住阳光，待适应后，他才慢慢尝试着睁开眼。景元哥哥，谢谢！声音嘶哑的不行，让他瞬间红了脸。捂着兽裙，他有些不好意思，声音怎么可以这样？好在沈景元也是个老实狗狗，尽管自己被这声音撩拨的不要不要的，也只是在叶瑶白嫩的脸颊上落下一吻。穿好兽裙，叶瑶惊奇的发现他居然升级了，他没忍住跟沈景元分享：景元哥哥，我的复制异能居然一夜之间晋升到了2阶，现在我可以一次性复制2个异能了。闻言，沈景元脸色一喜，抓住他的手说：七主，恭喜你！不过我昨夜的异能竟也突破到了3阶，要知道他异能卡在2阶已经好久了，不论他如何修炼都始终未能升级。没想到与七主第一次交配竟就突破了瓶颈。叶瑶一听，激动的捂着嘴，他有些不正经的开口：莫非交配还能帮助异能升级？那他可还有4个兽夫没睡，等全部睡了，他的复制异能升级到5阶还远吗？越想越激动，他恨不得马上就去实验一遍。4，脑子里正想着黄色废料，沈景元已经驮着他回了山洞，在山洞口被4个兽夫逮了个正着。4个兽夫堵在山洞前，旁边还堆满了兽皮和新鲜的猎物，可见昨夜没少忙活。瞅着他们的眼神，叶瑶居然有些心虚，伸手朝他们打了个招呼：早上好。穆怀川盯着他脖子上鲜艳欲滴的草莓，眼眸幽深，实则内心快要破防了。叶瑶，昨晚睡得可好？他故意这般问。好，挺好的。叶瑶扯着嘴角回答。他上前摸了摸那草莓，心里酸的不行。是吗？其他几个兽夫自然也都看到了。顾青州抿了抿唇，没有说话。他昨夜跟穆怀川打了一架，下一次要他鼓起勇气主动邀宠，不知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莫萧云狠狠瞪了眼沈景元，嘴里阴阳：我竟不知狗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耍心机了。他昨夜当真以为这小狗不再争抢，于是将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只骚狐狸身上，却没想到被去而复返的狗子给偷家了。他恨啊！狐狸陆明安昨夜被强行带走，也是心存不满。见他此刻阴阳怪气，满嘴嘲讽，
我倒有些老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竟然被个小狗耍得团团转，真是笑死狐狸了，哈哈哈。莫萧云听完脸色黑得很，拳头邦邦硬。狐狸皮痒了。穆怀川平等的对每一个。见狐狸笑得这么猖狂，悠悠开口，某些狐狸自诩聪明绝世，不也同样被小狗给戏耍了？穆怀川你放屁，我那是被莫萧云给强行带走了。陆明安狐狸毛都险些炸起来，哼，菜就承认。你看见4个兽夫护队，昨晚享受的狗子竟然丝毫没有心虚，反倒面色沉稳。他平静地说，你们都住口，昨夜妻主劳累了，让他吃饱喝足，好好休息休息。劳累了？莫萧云说的咬牙切齿，这个沈景元真是飘了，他居然还发现原本实力最低的沈景元居然一夜之间异能突破到了3阶。你第一能？不待他说完，沈景元已经开始指挥，你们一大早等在这里，居然没给妻主准备吃的喝的，你们都是怎么做兽夫的？愣着干啥呢？还不赶紧给妻主准备吃喝去？在他们错愕的神情下，沈景元像个正夫一样指挥着，他们为了不吵到叶瑶还不能反驳，只能憋着火去做。等叶瑶吃饱喝足后，看向他们撒娇，我这里还有件事需要你们帮我去做。5个兽夫赶紧凑过去。叶瑶昨夜实在是累了，睡到下午才醒，醒来时山洞居然一个兽夫也没在。江朵听到动静后悄咪咪进来告诉他，瑶瑶，我看到你那4个兽夫带着沈景元去后山了。叶瑶并没有担心，也没打算去拯救狗狗，昨夜是享受了，今天总得还点利息不是？他也清楚4个兽夫会为难，但不会真的伤了沈景元。无妨，他笑着摇头。江朵盯着他暴露在空气中的痕迹，一脸暧昧。瑶瑶，你终于舍得宠幸他们了。说着，他还故意啧啧几句。你别说，你这5个兽夫个个长得如花似玉，身材和样貌都是一等一好，我看到了都心动。他们也就是实力略逊些，我也能理解你。叶瑶浅笑，从前是我看走了眼，从今往后我会好好对待他们。后来江朵给叶瑶讲昨夜那几个兽夫干的事，几乎将整个蛇部落给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无处发泄出去狩猎了。江朵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山洞感慨，我山洞离你的最近，昨夜正好又一个人睡，他们差点没把我给烦死。他委委屈屈道，瑶瑶我不管，你可一定要赔偿我精神损失。看着一山洞的兽皮和猎物，叶瑶很是大方地分了他一半，这是你该得的，回头我还好好说说他们，给你道歉。江朵让自己的几个兽夫来把兽皮和猎物取走，他则和叶瑶一起继续研究编织的新物件。后山，沈景元被4个生气吃醋的兽夫收拾得鼻青脸肿，但都是些皮外伤，并不打紧。他吐了一口血水挑衅，我是妻主第一个宠幸的，以后我就是正夫了，你们可得对我尊重一些。暴躁的莫萧云当即又给了他眼睛一拳，我尊重你个 school。 最后还是顾青州和陆明安将他拉走，劝说道，收着点，若真的伤了他妻主会生气的。憋屈的把沈景元从树上放下来，穆怀川化身为兽形，将他们几个驮在后背，朝着部落外飞去，看着似乎是去往孔雀部落的方向。2天后，花金红在暗牢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墙上解脱就好。可他想到叶念那副恶心的嘴脸，以及那日叶瑶对他说的话，他坚持了下来，苟延残喘着。他不想死，他想活着走出这暗牢，他想报仇。第3天，就在他受完折磨奄奄一息时，他所期待的光从天而降，把他从暗牢劫走。蛇部落广场，听守卫说花金红被劫走后，叶瑶在广场上一哭二闹三上吊，非要吵着去把他抓回来。阿母，我可是你的女儿啊！花金红胆大包天，敢设计谋害我，您一定不能放过他。叶和看着他满脸泪痕坐在地上哭，狠狠皱了下眉头，你这是做什么？快歇起来。我不起来，如果阿母不将花金红抓回来，我便常坐不起。叶和揉了揉突突跳的太阳穴，看向暗牢的守卫，威严道，可有看清是谁劫走的花金红？2名守卫忙说，回族长，是孔雀部落的。孔雀部落的，他们总共来了多少兽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守卫战战兢兢的，一个废物。叶和重重的将拐杖往地上一扔，凌厉的气势冲向2个守卫，吓得他们赶紧跪地求饶，族长饶命，实在是那孔雀实力不俗，我们不是对手。他们没敢说的是，昨夜他们睡着了，那孔雀又来势汹汹，看起来很是厉害，他们没敢真的以命相搏，怕丢了性命。为了个花金红丢了性命，他们也太冤了。叶瑶听到就一个，赶紧看向叶和，阿母，孔雀部落就来了一个兽人，您还不赶紧派人将花金红给抓回来吗？就连一向与叶瑶唱反调的叶念也迫切的劝道，是啊，阿母，花金红被折磨，定然对我们蛇部落已经怀恨在心，以免他来复仇，我们还是赶紧派部落的高手去追吧。虽然他已经废了花金红的寿元，毒哑了他的嗓子，但难保孔雀部落的医师不能将其嗓子给治好，到那时候他岂不是有暴露的风险？叶念心中隐隐后悔，早知道就冒险直接将花金红给杀了，可惜没有后悔药。然而叶和却有自己的考量，
他摇了摇头，拒绝了叶瑶和叶念的提议。阿母，叶瑶看起来很着急。叶和瞪了他一眼，才说2个守卫是4阶兽人，可那孔雀却能轻易带走重伤的花惊鸿，可见他实力定然不俗。他眯了眯眼，开始猜测，莫非那花惊鸿在孔雀部落的身份有些不简单？叶念见他犹豫，有些不耐烦。阿母，他身份不简单，就更要除之而后快了，万万不可犹豫。阿姐所言不错，阿母你派人去追吧。在2个姐妹的压力下，叶和不得不派了蛇部落的高手去追捕。他们回来复命时，却告知叶和那救人的孔雀已死，而花惊鸿不知被谁废了兽元，跌落悬崖。叶瑶听说后似乎十分解气，居然被废了兽元，那他掉落悬崖必死无疑。花惊鸿居然敢背叛我，这就是下场。大家都觉得失去了兽元的花惊鸿必死，所以没再提及此事。但叶念的心中隐隐有些不安，他半夜独自前往悬崖底下寻找，却一夜未果，只好返回。只是心里的不安越发明显。系统，你不能确定花惊鸿是不是真死了吗？抱歉宿主，系统暂时没有这个功能。叶念翻白眼，只能在心里安慰花惊鸿的尸体已经被悬崖下的水给冲走了。此后的几天，叶瑶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距离下一次交易市场开放还有20多天的时间。他已经在研究新的物件，不再局限于编织物，而是按照兽神给的指引，开始在森林里寻找新的吃食。不得不说，以前怕有毒不敢尝试的东西，居然味道出奇的好。5日后，花惊鸿醒过来时，周围是陌生的环境。他走出小小的木屋，伸手挡住有些刺目的阳光，心里带着劫后余生的窃喜。他被救出了暗牢，重见天日了。他迫不及待要知道究竟是谁救的自己。别人不知道，他可知道。孔雀部落的高手不可能冒着危险来蛇部落劫走他，他还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你醒了，熟悉的声音让他神情恍惚，以为在做梦。抬头望去，便见叶瑶从不远处走过来，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仿佛神女从天而降。可他眼里没有惊喜，反倒觉得瘆人。叶瑶，他怎么会在这里？见他神色警惕，叶瑶嗤笑，怎么怕我？若没有我，你现在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花惊鸿，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花惊鸿蹙眉，是叶瑶救的他，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有好多疑问。叶瑶走近后，身后的陆明安将东西全都放在花惊鸿面前，这都是给你的，吃吧。低头一看，都是些野果子和野菜，看起来没什么胃口，而且他也不敢吃，嫌弃。陆明安当着他的面吃着香香的烤肉，与叶瑶喝着美味的果汁，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咕噜噜噜噜，肚子的长鸣声让花惊鸿脸色窘迫不已。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真的好饿啊！偏偏叶瑶和这个死狐狸还当着他面吃烤肉，却只给他野果子和野菜吃，他们就是故意的。对，我们就是故意的。陆明安享受的眯眯眼，见花惊鸿握紧拳头，他咬了一口肉，嘲讽道：我就喜欢你这副看不惯我但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花惊鸿，你可曾想过你会有今天？撇过头去，花惊鸿默不作声，但心里已经把狐狸骂了1000万遍。为了救你，可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这木屋还是我们5个给你盖的，你说你多享福？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他这话让花惊鸿脸色错愕。他们不仅大费周章救他，还给他搭木屋送吃食，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他将目光落在慢悠悠吃烤肉的叶瑶身上，喝了竹筒里最后一点果汁。叶瑶享受的打了个饱嗝，只见他起身缓缓走到花惊鸿面前，用手里拿着的干树枝挑起了他瘦削的下巴。想知道我为何要救你吗？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花惊鸿把脑袋一歪，拒绝与面前这个可恶的雌性对视。怎么这会儿觉得被轻视被羞辱了？花惊鸿，相较于现在被我挑起下巴，在暗牢你被废掉兽元，毒哑嗓子，受尽折磨，你觉得哪个更令你感到羞辱？叶瑶的话将花惊鸿带入了前2天的回忆中，他眼尾猩红，痛苦的捂着脑袋，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也不要再听。当然了，叶瑶不会让他好受。陆明安在叶瑶的示意下，掰开了他的手，让他直视，并且威胁：你若觉得我将你羞辱了，大可眨下眼睛，我好将你再送回去。闻言，花惊鸿双眼瞪得老大，一动不动的，根本不敢眨一下。他不想回去。他对着叶瑶疯狂摇头，眼神里面带着丝丝乞求。叶瑶自然不会心软，之所以会救他，也是因为还有些用处。他重新坐下，翘起了2郎腿，悠哉悠哉地说：我救你是为了扳倒叶念，没有什么藏着掖着，这就是他的目的。他相信现在的花惊鸿恨叶念恨得不比他少，正是对付叶念最好的时候。若是任由他死在暗牢里，实在可惜。所以他自导自演将花惊鸿从暗牢救了出来。花惊鸿在孔雀部落的地位可有可无，那就他的孔雀自然是叶瑶复制了孔雀部落的兽人所化成的，不过是个4阶的兽人实力，就将2个胆小的守卫吓成那样。不过也在叶瑶意料之中，毕竟没必要为了一个花惊鸿去拼命。花惊鸿大概也猜到了
他要对付叶念，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表示他已经无法指认了。叶瑶勾唇，这你无需担心，我会治好你的嗓子。见花惊鸿眼神亮了起来，他一盆冷水又给泼了下去。虽然我已经制造你跌落悬崖身死的假象，但叶念做贼心虚，不死心的每天都在找你。花惊鸿心里哇凉哇凉的，眼里划过恐惧，身体都在微微颤抖。叶念那个贱雌性，当真要置他于死地，若真让他找到你，必定是杀你灭口。花惊鸿，除了与我合作，你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头点的跟筛子一样，眼里焦急万分。他要合作，他要活命，他要报仇，他不想死。见他老实，叶瑶满意点头。好，要想活命，先把这些吃了。他将野果子和野菜都推到花惊鸿面前。你身受重伤，又几日未曾进食，不可吃油腻荤腥的，先吃2日清淡的东西。过几日我会让他们给你送些肉。这次花惊鸿没有再挑剔，狼吞虎咽的将东西一扫而空，吃完还打了个饱嗝。可刚吃完就被人从后面打晕，陆明安将他扛到了木屋里面，叶瑶则走进去关上门，用治愈系异能治疗他的嗓子。陆明安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乖乖等在门口，因为许明泽的治愈系异能目前只有3阶，他复制过来也只有3阶，要想彻底治好嗓子，至少需要10日的时间。治疗后从木屋里出来，陆明安等在木屋外边，嘴里含着一根草嚼来嚼去，狐狸脸上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叶瑶能猜到是因为花惊鸿，他走到旁边的石头上坐下，轻轻开口，生气了。陆明安将含在嘴里的草吐了出来，眼神幽怨地望着他。叶瑶，你心里可是还未放下这孔雀，就知道他会这样想。叶瑶嘟着嘴，看起来是生气了。明安哥哥，你这是不信任我？我救他是因为他可以拆穿叶念的真面目，并非其他，语气有些淡淡的，但是在耐心解释。陆明安见他有些生气，上前哄，真是如此，那便是我小气了，你别生气。我并未生气，只是觉得我们之间需要信任。叶瑶主动伸手抱住陆明安的脖子，将自己大半的重量都挂在了他的身上。陆明安忙搂住他柔软的腰肢，这个姿势让他心痒难耐，但还是生生忍住了。你这是在邀请我？他笑着出言撩拨。叶瑶，正经些。陆明安涨红着脸，这个姿势我实在有些难以正经，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撩拨够了，怕玩上火，叶瑶赶紧下来，毕竟一会儿还要回蛇部落去。他下去了，陆明安是又放松又失落，心里想着下回交配一定要争取到，上回被狗子抢先已经是他的耻辱了。叶瑶，我并非不信任你，只是从前花惊鸿在你心里的地位我们大家有目共睹，所以陆明安突然开口说，踮起脚尖摸了摸他额头那金色的第3只眼。叶瑶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他举着3根手指发誓，明安哥哥，我发誓，我救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背后之人，我怀疑就是叶念。他认真的样子也很可爱。狐狸没忍住低头在他的唇瓣上落下一吻，眼神潋滟道，好，我相信你。这样的暧昧场景，叶瑶自然也想着享受一把。明安哥哥，在我心里你是部落最聪明的雄性兽人，我知道你志存高远，定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我则是你坚实的后盾，有我在的地方就有你的家。这番真诚又动人的情话说到狐狸的心坎里，陆明安身后的尾巴不断摇晃，心里乐开了花。他将叶瑶轻轻推倒在身后的花海里，附身吻了上去。木屋里花惊鸿还晕着，木屋外两人在花海里忘情的亲吻，周围许多蝴蝶和蜜蜂翩翩起舞，似乎在为他们祝贺。回到蛇部落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4个兽夫等在叶瑶的山洞里，见他们进来，立刻迎了上去，对叶瑶嘘寒问暖。七主，很累了吧？我来给你捶捶肩。沈景元第一个凑过去，手已经捏上了叶瑶的肩。叶瑶，喝一杯我新泡的花茶，味道还不错。穆怀川居然贴心的泡了花茶，还给他送过来。莫霄云则拿出新鲜又干净的兽皮铺在石床上，殷勤道，累了的话，不如来试试新兽皮如何？叶瑶正想应话，就看见顾青舟端着一碗汤含笑走了过来。七主，我今日在森林运气很好的捡到了一株灵芝，特地去向孔云诺讨教了烹饪的方法，味道还不错，你快来尝尝。看着面前冒热气的灵芝汤，叶瑶眨眨眼。灵芝，看来顾青舟的锦鲤体质开始起作用了。没错，顾青舟虽然兽形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鲤鱼，但其实不是普通的鲤鱼，而是锦鲤。锦鲤运气极好，能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好运。可惜前世刚刚有所萌芽，就殉情随他而来。思绪回来，他接过那碗灵芝汤喝了一口，很是夸张的瞪大了眼眸。好喝。他朝着顾青舟竖起了大拇指。青舟哥哥，你可真厉害，假以时日，你的烹饪定不输孔云诺。被夸，顾青舟很是开心，眼眸亮晶晶的。七主喜欢就好，青舟会努力的。灵芝是个好东西，他一个人也喝不完，于是让5个兽夫给一起分着喝了。喝完，顾青舟还趁机提了一个建议，七主，每日都去木屋，恐怕会引起部落的怀疑，
不如以后让我带你去吧，我们走水路。走水路？叶瑶有些不解，可我不会憋气。顾青舟柔声道，到时候我会吐出一个泡泡保护你，可以在里面自由呼吸。叶瑶一想也觉得有些道理，跟着顾青舟他们就可以直接从部落的河游到木屋，省了很多麻烦。他当即答应。好。喝完灵芝汤，眼尖的沈景元突然瞥到了叶瑶的脖子处，他面色微变，记住，你这是……其他几个兽夫也看过来，当即面色沉沉。莫霄云咬牙切齿地盯着陆明安，骚狐狸。江荣整理了一下情绪，笑问，是青羽啊，你怎么来了？来看看阿母，不知阿母现在可有空闲？来坐吧，我正好有事问你。江青羽坐在石凳上犹豫片刻，直接问道，阿母之前可知族长有意让叶瑶做大祭司继承人一事？不知，族长至今并未与我通气。江荣摇头，语气中带着些许对叶河的埋怨和不满。江青羽一听，气愤不已，您才是大祭司，族长居然不提前与您商议，真是太过分了。见他如此激动，江荣不解，青羽，你似乎早就知道了。回阿母，去交易市场的路上，阿念就告知我了，我当时还以为您知晓此事。那个叶瑶表面与阿朵走得亲近，背地里却在算计他的大祭司之位，真是虚伪至极。阿母，您打算怎么做？他有些替江朵着急。江荣爱你心切，此刻心里也是涌起了滔天的愤怒，但他并不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他摆摆手，此事我得好好想想，你就先别管了。江青羽有些不甘心，阿母，您为阿朵准备了这么多年，不能白白浪费心血，我让他离叶瑶远点。说完不待江荣反应，他就急匆匆去了江朵的山洞，纵使他想拦都拦不住。江青羽的性子就是这样。江朵听说此事后，心态却很好。瑶瑶现在觉醒了木系异能，又研究出这么多编织的物件，他当大祭司能带领我们蛇部落走得更远，有何不可呢？说完他还撇撇嘴，在我心里，别说大祭司了，就是他当下一任族长，我都举双手赞成。自从上次江青羽将他送的草鞋弄坏扔了后，他就不再搭理，如今再见面又说叶瑶的坏话，故而他说话也不好听。可江青羽听完险些吐血，只当他还在赌气。你可是还在生我的气，下一任族长人选只有阿念适合，叶瑶就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阿朵，此事关乎你的未来，我是你的哥哥，不会害你的。你以后切莫再与叶瑶那个虚伪的雌性玩在一起，什么时候被卖了还帮他数钱都不知道。他这样说话把江朵气得不轻，他以为叶念是什么好鸟吗？把手上的东西重重往地上一扔，他怒声道，江青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瑶瑶，说到这个，我看你自从与叶念那个贱雌性结为伴侣后，才是真的变蠢了，天天被他牵着鼻子走，与自己的亲妹妹作对。你曾经可是蛇部落的第一勇士，何时沦落成他的舔狗了？说到舔狗，江青羽脸色窘迫，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他承认他现在的的确确称得上是阿念的舔狗，阿念让他往东他绝不敢往西，可这跟他说的有什么关系？他涨红着脸给江朵打岔，你别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再说叶瑶要跟你抢大祭司的位置，她不是你的好姐妹吗？却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她到底算什么好姐妹？江朵心里也不好受，有一瞬间甚至被他说的有些动摇了。毕竟他很清楚这些年阿母和阿父为了他能顺利做大祭司继承人做了多少努力，他不想让阿母他们失望，不想让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可仅仅一瞬，他就重新坚定起来。他相信瑶瑶，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挑衅话动摇了这么多年的姐妹之情。想到这里，他看向江青羽，目光坚定。我相信瑶瑶，如果族长当真有意，那我愿意公平竞争。江青羽觉得江朵无药可救，怒极离开。回去后正好遇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叶念，他看起来很是疲累，直接就躺到了石床上。阿念，我来给你捏肩。他殷勤的开始捏肩，叶念却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为了找个花金红，他已经连续几日没睡好了。没看到尸体，这心里头总觉得有些不踏实。在江青羽的悉心照顾下，他很是享受的闭着眼眸，却在脑海里与系统对话。这几日叶瑶在干什么？你在部落的时候，我时刻监视他了，不是跟几个兽夫打情骂俏，就是研究那些没用的新物件，看起来倒是一切如常。那我不在部落的时候呢？叶念问。我的监视范围目前只有500米，你出部落后，我哪里知道他在做什么？叶念，他有时候真的想报警。从前在星际世界，他砍虫族之余还看过一些话本小说，人家主角的系统那都是牛逼克拉斯的，怎么到他这儿变得这么低级？靠着这么个系统，他要想走到兽世巅峰，得等到猴年马月去。罢了，看起来他也没什么别的野心。倒是他那几个兽夫，你给我注意点，我总觉得他们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好，那个神警员就不是什么狗，而是一头变异狼，现在他已经是3阶兽人了，等他突破到5阶，定然比一般的狼兽人实力更加强大。到时候你的3个兽夫估计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有，我觉得那个穆怀川的兽形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等我好好查查。
听到沈景元的兽形居然是变异的狼，叶念不淡定了，居然是狼！这一激动，眼睛直接睁开，猛地从石床上坐了起来。守在石床边的江青雨被他吓了一跳，忙关心询问：“阿念，你这是怎么了？”意识到自己太激动，叶念脸色讪讪：“没事，刚才太累睡着了，还做了个噩梦。”听到他累的都睡着了，江青雨脸上带了狐疑之色，实在没忍住心里的好奇，问他：“阿念，你这几日都往外跑，是去做什么了？”见叶念顿住，脸色有些不好，他赶忙摆手解释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你。你看你这几日脸都瘦了一圈，刚才更是累得睡着了。我在想，可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听他这么说，叶念脸色稍缓，在心里琢磨了一下理由，笑着回答：“哪有什么事，你多虑了。”见他不愿意说实话，江青雨耷拉着脑袋，有些失落：“阿念，你是不信任我吗？我是你的受夫，我眼里心里只有你，请你把我当做你的依靠好吗？”嘴唇僵硬的笑了笑，叶念心中很是不屑，不过是5阶的实力，凭什么成为他的依靠？他未来是要成为兽氏主宰的，你们都只能是前进的垫脚石，他才不需要什么狗屁依靠。心里这般想着，嘴里当然是口是心非。叶念面上带着感动之色：“青雨，我都明白的。”只见他叹了口气，才不好意思的开口：“其实我这几日跑出去，是在外面偷偷练习木系异能，希望能早日突破到4阶。”听到这个解释，江青雨显然有些诧异，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念居然是跑出去练习异能了。为什么呢？他已经足够优秀了。握紧叶念的手，他满眼心疼：“阿念，你这又是何必呢？你已经是族长选定的继承人，异能更是3阶，已经超过了许多雄性兽人，为何还要这么努力？你不心疼自己，我好心疼你。”这是江青雨的真实想法，在叶念听来却是肉麻兮兮的。他忍住心头的不适：“青雨，你也知道阿瑶他也觉醒了木系异能，如今阿母有让他做大祭司继承人的想法，如果他越来越优秀，难保阿母不会萌生出让他取代我做族长继承人的想法。我必须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才行。”原来是这个原因。听完解释的江青雨更心疼了，一把将面前的雌性抱进怀里：“不会的，阿念，族长继承人只能是你。”想起今天江朵说的话，他就更气了，心里对叶瑶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多。那个叶瑶贪心的什么都想要，不管是大祭司还是族长继承人，他一个都别想。翌日，为了保险起见，叶瑶还是等叶念出去后，才带着顾青州准备从小河离开。因为兽神大人说过，叶念体内有不明物种，如果贸然离开被他发现，就得不偿失了。眼看着叶念离开后，他才和顾青州来了部落的河边，选择了一个较为隐蔽的下游地段。青州哥哥，我们要怎么去？叶瑶虽然会浮水，但要游这么久，肯定得累死。顾青州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发丝：“看我的。”说完，他便为巨大的金鱼跃入水中。2个大眼睛看着叶瑶说：“七主，来我背上。”因为金鱼背上很滑，叶瑶抓住了背鳍，稳住身形。这时，从他鱼嘴里吐出来一个很大的泡泡，透明中还闪着七彩的光芒，很是好看。叶瑶满眼惊艳，他没忍住用手指戳了戳，然后整个人都被套到泡泡里面。突然被套进陌生的空间，叶瑶本能的一阵惊慌，他想要挣扎，却被一道柔和的声音安抚住：“七主别怕，这是我们金鱼的泡泡，你在里面可以自由畅快的呼吸，不会缺氧。”原本因为惊慌涨红脸的他慢慢放松下来，发现呼吸与外界几乎没什么区别。他有些不敢相信：“青州哥哥，他真的能隔绝水吗？”“我会保护好你的。”“七主，你坐稳了，我准备潜入水中。”顾青州轻声提醒。叶瑶深呼吸一口气，紧紧抱着金鱼的背鳍：“我准备好了。”话落，就见身下的金鱼一点一点往下沉，在口鼻被河水淹没的最后一刻，叶瑶下意识憋住一口气，2个腮帮子看起来鼓鼓的，很可爱。“不要怕，慢慢放松下来。”顾青州温柔的声音里似乎带着某种魔力，让他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巴。他真的可以在水里自由呼吸。叶瑶睁开眼睛，张开嘴巴，欣赏着水里的世界。好神奇啊，我居然可以在水里自由呼吸。青州哥哥，你太棒了，七主喜欢就好。顾青州此刻虽然是兽形，看不清表情，但那眼睛里面是掩饰不住的兴奋。他真的好喜欢这种与七主独处的感觉，不用再跟其他几个叽叽喳喳、烦不胜烦的兽夫争宠。此刻的七主只属于他一个人，虽然只是河，但这里的水很干净，河里有许多鱼虾还有螃蟹，看得叶瑶有些馋，心里已经盘算着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抓点尝尝。很快2人到了木屋，将吃的给了花金红。花金红盯着叶瑶和顾青州，心里在想，给他送个吃食还得一天换一个兽夫跟着来。叶瑶他可真是够享福的，遥想当初这几个兽夫打来的猎物，叶瑶都给他，兽皮都给他，修炼异能的资源都给他，他可比叶瑶这个七主还要享受。想着想着，他就感觉后悔莫及，眼睛要尿尿了。往事不堪回首，想也没用。吃饱喝足后，顾青州温柔地把花金红打晕，带入木屋中，然后贴心地关好门，乖乖等着叶瑶。
他没有问叶瑶在里面干什么，妻主做什么都有自己的考量，他身为受夫，只管保护好妻主，做好受夫的本分即可。叶瑶用治愈系异能治疗，差不多了，才收回异能，打开木屋。顾青舟见他神色间带着疲色，赶紧上前扶着他坐下。妻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吃完东西，叶瑶想到什么，心情似乎有些不佳。这个地方，我感觉叶念迟早能找到。闻言，顾青舟沉吟片刻，提议道：妻主，不如我将他藏到河底去吧。我知道这条河的最深处有好几百米深，属于断崖式的下降，我可以将花惊红藏到那河底去，绝对发现不了。叶瑶眼神一亮，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将花惊红带出来，再把木屋给故意损毁。顾青舟化身为金鱼，带着叶瑶和花惊红去了河的最深处。花惊红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大大的贝壳里，周围看起来都是水，而他似乎待在一个透明的水泡中。作为飞禽，此刻却在水里，对他来说是很恐怖的事情。若非嗓子哑了，他一定会吓得大声尖叫。见他面色惨白，想要出水泡，顾青舟赶紧阻止他：你若出了水泡，就没法呼吸，会淹死的。这话吓得花惊红颤抖了一下，猛地将手缩了回来。他看向叶瑶询问，为何要带他来水里？叶瑶很乐意看他这副惊慌失措的模样，笑着说：都好几天了，叶念都没放弃找你，我怕他迟早会找到木屋那儿杀了你，只好将你藏到这河底来了。边说他还边摇头讥讽：啧，不得不说你对叶念还挺重要，锲而不舍，想要杀你灭口。这话让花惊红脸色难看至极，心里将叶念给骂了千遍万遍，犹不解气。等有机会，他一定要拆穿那个见雌性的真面目，让他跟自己一样跌入万丈深渊。抬头望向四周漆黑又陌生的环境，他只觉得十分压抑和惊慌。他不想待在这里，这水里也太没安全感了，万一这什么水泡破了怎么办？他不想眼睁睁看着自己溺死。他无助地望着叶瑶，祈求他能有一丝心软。叶瑶当然不会心软，他白了一眼花惊红，冷笑道：要想活命，只有这一个办法，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待在这里好好养伤，等嗓子好了我自然会带你出去，二就是现在出去被叶念发现杀你灭口，你自己选吧。果然，听了这话的花惊红虽然心里憋屈，也不敢再有别的想法，毕竟他还要报仇，还不想死。只是他看着面前这透明的泡泡，实在没有安全感，赶紧指了指顾青舟，示意他弄厚一点，别出什么意外让他溺死。顾青舟莞尔一笑：不用担心，我怎么说也是三阶兽人，除非有实力高于我的兽人来特意打破它，这河里的生物弄不破的。花惊红这才放心些，他们已经在外面待了很久，怕被叶念发现异常。叶瑶赶紧让顾青舟带着他回了蛇部落。接下来的几天都很顺利，叶瑶白天研究新物件，晚上去河底治疗花惊红，睡觉的时候还要打坐修炼复制异能，每天几乎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有精力做其他事情。五个兽夫看在眼里，他们都心疼叶瑶，所以默契的都没有提及交配一事。他们想跟叶瑶交配，但更心疼叶瑶的身体。江铎每天跟着叶瑶研究，却始终闭口没提大祭司继承人一事。他不想让瑶瑶觉得他很在意大祭司的位置，从而伤了他们之间的姐妹之情。可他和叶瑶走得越近，江荣和江清宇心里就越不好受。他们每天都在纠结，找了几天花惊红却一无所获的叶念终于是放弃了。他决定重新找合作对付叶瑶的对象，那就是大祭司江荣。江荣爱女心切，在蛇部落是出了名的，他就不信会眼睁睁看着叶瑶抢了自己女儿的大祭司继承人之位还无动于衷。可等了几天，发现的确没什么反应。叶念心里恨铁不成钢，亲自找上了门。江荣正在规划蛇部落下一次去交易市场的人选和交易的东西，叶念就堂而皇之的走了进来。大祭司突然出现的声音让他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看见是叶念时面色淡淡。原来是你啊，怎么想起来我这山洞了？寿是慈，尊雄卑，嫁出去的儿子那就是泼出去的水。江清宇需要跟着叶念换叶和阿姆，叶念却不需要换江荣为阿姆。江荣总觉得叶念脾气有些骄傲自大，还导致江清宇和江朵的兄妹关系生分了，故而并不喜欢他。叶念也并不在乎他这副淡漠的态度，见他还在规划，没忍住出声嗤笑了一句：大祭司还有闲心搁这儿规划呢，自己女儿的继承人位置都要被抢了。江荣脸色微变，抬眼看向他，面色不善。叶念，不该你说的话还是不说为好。叶念并不怕江荣，听他这般说也只是撇撇嘴，环顾四周自言自语：这里的一切以后只怕都会是叶瑶的，我这个做阿姐的倒是替她开心。砰！江荣忍无可忍，将手里的东西砸向墙，发出巨大声响。他盯着叶念，眼眸满是不悦。此事我自会与族长商议，轮不到你来我面前说三道四。说完这话，他勾唇讥讽道：你如今不过是继承人选，但叶瑶也觉醒了木系异能，日后你们两姐妹到底谁做族长之位还未可知。你现在替阿朵操心，未免为时过早。能当上大祭司的江荣自然不会是善类。
稍微一想便能想出其中的门路。叶念处处针对叶瑶，他看在眼里，不过与他无关，他不想管。可如今挑拨离间都到他的头上了，他忍不了。这话却让叶念沉了脸，心里气得咬牙切齿的。江荣这个老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若不是为了对付叶瑶，自己怎么可能会主动来找他？老东西，心里骂了几句后才觉得痛快极了，整理了一下情绪，装作无所谓的模样。大祭司这话说的，阿姆之前就已经当着全族人的面宣布我就是部落里的族长继承人选，岂会有反悔的道理？而且阿姆一向疼我，他宁愿让叶瑶做大祭司，都不让其与我争抢族长之位，他不会改变想法的。眼看江荣脸色越来越不好，他说的也越起劲，倒是你的女儿江朵与叶瑶称为部落里最好的姐妹，却不知被耍得团团转，哈哈哈，真是可怜。他这副癫狂的模样倒是吓到了江荣，看着他狠狠皱着眉头，心里想的是叶念莫非受了什么刺激，疯了不成？江荣深呼吸几口气，指着山洞口赶客，叶念，你走吧，我还有要事忙。霍星童临时加强完成。听到系统的声音后，叶念胸有成竹，他表面答应着，大祭司默契，我这就走，转身就要离开。江荣摇摇头，正准备坐下，见他放松了警惕，叶念突然喊了他一句，大祭司，你怎么还不走？江荣不耐烦地抬起头，却正好对上他那泛着强烈紫光的双瞳，质问声戛然而止。从江荣山洞出来后，叶念神色很满意，显然已经与江荣谈妥了。宿主，最近1个月你2次加强了火星瞳，次数和积分都已经用完了。系统突然的提醒，让叶念原本勾起的唇，他先觉醒了木系异能，让自己成为了族长继承人，又提前物色好部落里最强的雄性兽人，成年后立刻与他们结为伴侣。至于叶瑶，自己则撺掇叶河给他配了5个捡来的兽夫，除了莫萧云全都是废物。可惜了莫萧云，原本他是要让他成为伴侣的，却不识好歹的非要跟着叶瑶，所以他不得不和花金红做局，将他废了。他攒积分的方式就是抢夺叶瑶的气语，伤害他或者他的兽夫也算是其中一种，毕竟兽夫也是七主的一部分。下次动手该选叶瑶的哪个兽夫好呢？叶念转了转眼珠，开始在心里盘算。2日后，江朵与叶瑶忙完后回山洞，却被江荣给叫走了。他怕江荣还对叶瑶有意见，于是提前说好，阿母，请您不要再说让我远离瑶瑶的事情了，女儿真的做不到。不想这次的江荣却是变得格外和蔼可亲，他对其招手，笑得慈眉善目，阿朵，你过来。江朵乖乖地走过去，江荣握住他的双手，满眼关心，最近跟着叶瑶研究新物件，很累吧？这小手都变糙了。阿母看得心疼，他赶紧摇头，不累的。阿母，我和瑶瑶研究这些天真的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他很有天赋，也很有才能，若他能做族长或者大祭司继承人，肯定能带领咱们蛇部落走得更远更高。他看着江荣的脸色，试探着说出这话。原以为阿母会生气，可他脸上一点怒火不见，反倒也是满眼的欣赏之色，赞同道，阿朵，其实你说的也没错，叶瑶的确是个很有天赋的小辈，在阿母心里，她的天赋比叶念更高，好姐妹得到自家阿母的认可。江朵心里激动的险些说不出话，幸福来得太突然，以前阿母可是都不看好瑶瑶的。江朵的眼里似乎在发光，阿母，您说的都是真的吗？傻孩子，当然是真的。江荣温柔的摸了摸她的头发，以后你可以跟叶瑶随意走动，阿母不会再说你了。还有你哥哥，阿母有空会去说说他的。江朵险些哭出来，忙不迭点头，多谢阿母。之后母女2个又聊了许多，江荣夸赞他们研究的新物件新奇又好看，竟好奇的也想学。江朵一高兴，就将这些天与叶瑶一起研究的东西全部都交给了他，一点都没有保留。江荣整整学了1下午，彻底学会后才放江朵离开。后来他又将这些东西拿去交给了叶念，并且规划好了下个月去交易市场的人选，还是叶念和叶瑶。只不过这次江荣也会跟着一起去，距离下一次交易市场开启还有10日的时间。得知还由他和叶念去交易市场的时候，叶瑶并不感到意外，反倒是意料之中。一来阿母叶河要把编织物件的名声打出去，自然需要他这个研究者亲自前往交易市场。2来花金红生死未卜，叶念恐怕又有了新的计划。只是大祭司江荣也要去，他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5日后，距离交易市场开放只剩下5日时间，叶瑶每日坚持给花金红治疗嗓子，如今他的嗓子已经能勉强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嘶哑难听，叶瑶表示并不想听。这天叶瑶和顾青舟来的时候没忍住，直接在河里抓了好些鱼虾还有大螃蟹，讨好了才带去河底藏花金红的地方。花金红天天待在这里快要疯了，每次看到他们来都很开心。你们终于来了，他每天望着河面的方向，感觉都要变成了雕塑。顾青舟将给他带的吃食送进水泡里，他则和叶瑶在旁边享受刚烤的大餐。
烤的东西被叶瑶拿着在水泡里，顾儿也没有沾上水，甚至还带着些余温。叶瑶先咬了一口鱼，对着顾青州竖起大拇指：“青州哥哥，这鱼太好吃了，你的厨艺进步真快，要不了多久就能超过孔云诺去。”顾青州轻笑：“只要妻主喜欢吃就好。”上次篝火晚会上，他注意到叶瑶因为那烤肉好吃而多看了2眼孔云诺，从此他开始私下去找孔云诺讨教烹饪之术，每天都很有耐心的练习。如今倒当真是派上了用场，因为他做的东西好吃，妻主夸他的次数都变多了。他觉得自己好幸福，每天只吃一顿饭的花金红原本吃得正香，可看到叶瑶手里烤得香喷喷的鱼虾以及螃蟹后，他顿时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不香了。咽了咽口水，他指着那只大螃蟹嘴馋道：“叶瑶，那大螃蟹看起来就不好吃，不如把它给我，我给你打发掉吧。”他的声音嘶哑难听，打搅了叶瑶吃美食的好兴致。只见他用手掂量着大螃蟹，故意在孔雀面前炫耀：“你是说这个螃蟹不好吃，把它给你？”花金红肚子里的馋虫被勾得旺盛，手里果子扔了，趴在水泡上闻香味儿。“对，你把它给我吧。”他迫不及待地开口，眼睛都在放光。下一秒，叶瑶却是冷冰冰地说：“你长得丑，想得倒挺美。我这大螃蟹光闻着味儿就香，肉洁白无瑕又鲜嫩，最主要它是青州哥哥亲手给我烤的，你居然敢说它不好吃？死孔雀，我看你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花金红，他就是想尝尝味儿，居然被如此辱骂。这个叶瑶，他难道是有什么狂躁症吗？可他以前明明对自己很温柔的，哪里像现在这般？想着想着，他心里就涌起了一股委屈劲儿。叶瑶，我都在水里待这么久了，每天暗无天日都见不到个活人，只能看到你们。今天就是想尝尝不一样的味儿，你怎么就……话未说完，就被叶瑶一脸不耐烦地堵回去了。你给我闭嘴！花金红，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嗓音有多难听吗？就像个公鸭一样，在我面前嘎嘎嘎的，真的很吵啊！说完，他还无语地翻了个白眼，自己使劲掰了2下手里的大螃蟹，还没掰开，心里更气了。顾青州贴心地接过大螃蟹，柔声安抚：“妻主，还是让我来吧，咱不与这公鸭一般见识。”他接过螃蟹，熟练地掰开，将肉和蟹黄拿出来递给叶瑶。吃到美味，叶瑶的心情立刻好了不少。青州哥哥嘴真甜，我好喜欢你哦。要是没有你这么贴心的受夫在我身边，我肯定会不习惯的。顾青州被吊成了翘嘴，轻捂着嘴巴咳嗽了一下才说：“我会永远陪在妻主身边的。”旁边看戏的花金红，他的内心说不出的复杂，毕竟从前叶瑶也是这样跟他撒娇的，是他自己不珍惜，苦果亦是果，他咽下这枚苦果，才指着自己破坏眼前的氛围：“我是孔雀，不是什么公鸭。”叶瑶一个蟹壳就朝他扔了过去，再废话，我就让青州哥哥把水泡给收了。仔细看去，他的表情居然有些凶狠，这让花金红再不敢说话了，只能在心里吐槽和骂上2句。吃完螃蟹，叶瑶照例让顾青州将花金红打晕。晕前，花金红用手摸着自己的后脖梗，无奈道：“下次能不能换个地儿打？每次醒来，他的后脖梗都疼得不行。”叶瑶也没带拥有治愈系异能的兽人来，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将自己的嗓子治好的。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嗓子又好了，可以揭发叶念那个贱雌性了。话音刚落，他白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顾青州是个很有眼力见的，不等叶瑶开口，他就自己离开了，将空间留给他。叶瑶手上白色的治愈系异能一亮，开始给花金红治疗，只需要再治疗2日，他的嗓子便可彻底痊愈。他有预感，5日后的交易市场之行又不会太平。另一边，顾青州变成缩小版的金鱼游来游去，大大的眼睛很明亮。虽然叶瑶没告诉他，可花金红嗓子好起来了，他大概也能猜出是怎么回事。尽管心里有许多疑问，可叶瑶不说，他也不会主动去问。等叶瑶真正信任他的那一天，会告诉自己的。游着游着，他不自觉游远了些，发觉后担心叶瑶，正想往回游时，大眼睛却看到河底有一片亮晶晶的东西。他一向喜欢亮亮的东西，也喜欢收藏。他的山洞里别的东西不多，最多的就是一些亮晶晶的石头。闲来无事或者心情不佳时，他就会坐在石床上数着他那些亮晶晶的石头，这样既满足了他喜欢的心理，又将无聊的时间给打发了，也算是一举两得。亮晶晶的东西总是吸引着他。顾青州没忍住，摆动着鱼尾朝那片亮光而去，想着只看一眼便回去找叶瑶。可看了一眼后，他觉得那片白白的东西有些眼熟，但又不太敢确认，于是记住了这个地方，迅速摆动鱼尾原路返回。叶瑶停下治疗后等了会儿，却迟迟不见顾青州回来，他心里泛起了焦急，怎地还未回来？正想出去找，便见顾青州从他身旁游过，只是刚刚变成了缩小版的他一时没注意到，重新变大的金鱼停在他面前。顾青州与嘴轻吐出一串泡泡，妻主，你随我来。叶瑶不明所以，只是坐上了顾青州的背。河底很静谧，
时不时有生物从他们身边游过，也只是加速离开，不敢多加停留。毕竟于这些河里的生物而言，他们是外来的，很危险。青州哥哥，你这是想要带我去哪？叶瑶好奇地询问，主要是天色不早了。七主，我发现一片东西，但不太确定，需要带你去确认才行，很快就到了。你抓住我的背鳍，一定要坐稳啊！感受到抓住自己背鳍的双手用力，他才放心的加速，朝着之前那块河底而去。一路上，叶瑶伸长脖子，好奇地张望着，心里已经猜想了好多种可能性。七主，我们到了。随着顾青舟的声音落下，叶瑶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此刻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住了。远远望去，河底下铺满了一层白色的沙子一样的东西，在月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周围还有很多石头上带着白色颗粒，泛着晶莹的光，看起来就很漂亮，想把它们全部都抱回家收藏起来。叶瑶震惊中带着激动，这些都是盐。他不敢置信地捂住自己的嘴巴，否则真的想尖叫出声。有了这么大一片盐，以后他们蛇部落再也不用辛辛苦苦打猎物去换盐了。是的吧？我也不太确定。顾青舟声音小小的，竟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些若真是盐，那对于蛇部落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有些不敢想象。快靠近看看！叶瑶的语气中已经掩饰不住兴奋。顾青舟赶紧往下沉，靠近那片洁白无瑕。这次看得更清楚了，真是一粒一粒的，好像沙子一样，只不过里面还带上了许多石子一样的东西。叶瑶迫不及待抓了一把放进嘴里，当即被库住了。可嗨，这好咸！他赶紧吐了出来，不过眼中兴奋不减。青舟哥哥，真的是盐，我们发现盐了！叶瑶眸中都在放光，好像已经看到了蛇部落拥有好多盐的美好未来。有盐的地方，周围的水都带着一股子咸味。好在出来时顾青舟想着给他喝干净的水，于是不知从哪掏出一个竹筒递给他。七主，这附近的水不能喝，快喝些这里面的水漱漱口。接过竹筒灌了几口水，叶瑶才觉得又活了过来。他看着面前身形巨大的鲸鱼，双眼都在放光。青舟哥哥，你就是我的命中锦鲤！说完还双手激动地抱住鲸鱼的脖子，兴奋的不行。顾青舟大大的眼睛里带着些许羞涩。七主何出此言？还有锦鲤可谈不上，我只是条没用的废物鲸鱼。锦鲤他听说过，是可以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巨大好运的鲤鱼，可他是条鲸鱼，不仅异能没啥用处，也没给七主带来好运。他若是锦鲤，七主怎么会屡次被花惊红和叶念算计？见他如此妄自菲薄，叶瑶手指轻点在他的薄唇上，嘘，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再次抓起一把掺了小石子的盐，任由其在指缝间划走。叶瑶笑着说，你找到了稀有的盐，可不是什么没用的金鱼。想到之前的种种事情，他继续道，青舟哥哥，其实你的锦鲤体质早就有所显现，只是以前并不明显罢了。那次我在森林失踪，听阿父说是你提议去饮月湖的，才能那般顺利找到我。前几天又找到了珍贵的灵芝，如今更是发现了盐这种稀罕物。你还说自己是没用的金鱼，你听听这像话吗？这话让别的金鱼听了去，恐怕要羞愧的恨不得一头撞死在冷冰冰的河水里吧。路过的其他鱼听了这话，加快速度游走，他们没惹，也不想撞死在冷冰冰的河水里。听叶瑶这般说，顾青舟没忍住笑出声来。七主说的是，那青舟只盼这一身的锦鲤运气全都给七主才好呢。他们围着这一片盐脸上有些泛了难。七主，这些盐我们要如何带回去？用东西舀吧，必定带着许多水和小石子，恐怕难以入口啊。若是吃坏了肚子，可不是什么好事。叶瑶歪着脑袋，用手支撑着，贝齿轻咬下唇，努力思考。这副模样落在旁边，满眼是他的金鱼盐，可爱极了。他的妻主长得漂亮又会撒娇，实力强又这么可爱，天哪，他要被萌化了。他怎么这么幸运，能有这么好的雌性做妻主啊？叶瑶没注意到这条金鱼已经变成了猩猩眼，将目光落在了旁边的石头上。他选了一块不大的搬起来，笑着说，我们先带几块石头回去藏起来，尝试着用锋利的骨头一点点将这上面的白色颗粒磨下来，尝尝与在交易市场换的盐味道是否一样，再做决定吧。顾青舟觉得有道理，一脸宠溺的夸赞，还是妻主聪明，青舟都想不到这个办法。边说他边将叶瑶手里的石头接了过去，还主动拿了好几块大的放在一个水泡里，这样叶瑶坐在他背上就可以推着水泡前进，很省力。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好在夜晚是兽人们上头交配的时间，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从河里出现的他们。上来，顾青舟化身为人形，将几块石头轻松抱在怀里。如果可以的话，加上叶瑶也没问题，因为天色很晚了，其他4个兽夫都等得很焦急。见他们回来，赶紧迎了上去。你们可算回来了，今日怎么这么晚？穆怀川满脸担忧，沈景元不免有些担心，七主，可是花惊红出了什么事？还是你们遇到危险了？陆明安狐狸眼上下扫了他们几眼，见没有打斗的痕迹，才放下心来，只是眼中带着些许对顾青舟的审判。这条小鱼
这么晚回来，莫不是背着他们跟叶瑶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到上次在木屋外，他与叶瑶亲密的那会儿就脸色涨红，莫非顾青舟今日也喝到汤了？呜，想想他都有些心痛。顾儿看向顾青舟时，便觉得他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倒是莫萧云，将目光落在那几块石头上面，露疑惑。小鱼，你抱着这几块破石头干什么？其他几个兽夫闻言，也都将目光齐齐落在那些石头上，纷纷面露疑惑和古怪。这顾青舟怎么回事？连大石头都要搬回来？他们都知道他有收集亮晶晶东西的爱好。顾儿看到那些石块上有白色的东西，都以为是他要收藏才带回来的。陆明安用手敲了敲顾青舟手上的石块，然后面露嫌弃，就是没用的破石头，你现在连这样的都不放过了？他们一口一个破石头，顾青舟却神色如常，淡淡道：他们可不是破石头。说完，还将这些石块轻轻地放在地上，生怕弄脏了上面的盐或者磕碰了。见他这般宝贝这些石头，几个兽夫不受控制的抽了抽嘴角，心里都很纳闷，虽然不理解，但他们都尊重顾青舟，毕竟他们也都有自己不同于常人的爱好。知道他们误会了，但顾青舟一向淡漠，顾儿懒得解释，但他这副模样却是让几个兽夫更加笃定。见他们误会了，叶瑶无奈摇头解释道：这几块石头是我让青舟哥哥带回来的，还真不是破石头。闻言，几个兽夫面面相觑，十分不解。沈景元指着那石块笑着问：七主，这石块可是有何用处？然也。叶瑶颔首。于是他们开始仔细端详。拥有3只眼的狐狸陆明安第一个发现问题，但他不打算马上说，而是环着手臂挑眉指着那些石块。这些石头的确不简单。他如琉璃般的眼珠子看向一旁满脸懵懂的沈景元，说了句：狗子，你啃一口去。沈景元脸瞬间黑了，你让我去啃石头？还有我再说一遍，我是狼，是狼，不是狗。自从与叶瑶交配完异能升到了3阶后，他的兽形就变得很大，也很威风凛凛，与之前有了些许细微的变化。仔细看去，的确能看出他与狗狗不太一样。陆明安才不在乎他的兽形到底是狗还是狼，依旧指着那石头诱哄着他，是能吃的东西，你尝尝就知道了。见沈景元蓝色眸子里划过怀疑之色，狐狸摇摇头，这石头是七主带回来的，他自然最清楚了，我还能当着他面骗你不成？闻言，叶瑶有些无语的扯了扯嘴角，说他是能吃的东西，其实也是能说得通的。于是他配合地点点头。见此，狗狗沈景元再也没有任何犹豫，只见他当即伸出舌头对着其中一块石头舔了舔。他对于七主的话坚信不疑，七主说能吃，那就一定能吃。舌头舔上的一瞬间，一股浓烈的咸味在他粉红的舌尖荡漾开，他当即面露痛苦面具。他指着石头说了半天，但没说出来。莫萧云以及穆怀川看傻了，狗子莫非被耍了？不应该啊！明明叶瑶神色如常，陆明安和顾青舟的脸上也没有算计得逞的快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疑惑之际，沈景元终于把后面的话说完了。这石头好咸，上面都是盐。陆明安扑哧一笑，还好心的端了水给他喝。没错，就是盐，来喝口水压压吧。喝完水，狗狗看着他抱怨，知道是盐还让我直接啃。臭狐狸，你就是故意整我？对啊，我就是故意要整你的。陆明安大大方方的承认，额头的第3只眼闪着金闪闪的光，看起来格外欠揍。原本以为沈景元被戏耍的莫萧云和穆怀川，听说是盐后，没好气的瞪着他，狗子，你说话大喘气，该好好补补了。狗子脸色涨得通红，不服气的吼道：我需不需要补七主最清楚了，是吧七主？他这么说，其实就是为了气其他几个兽夫的。果然，几个兽夫听了这话，集体闭麦，不同路射来不善的眼神，无一不是恶狠狠。陆明安想到自己没吃到肉，就想哭，看向叶瑶时带着些许怨气，好像个活生生的怨妇。是吗，七主？你说说这狗子是不是该补补了？原本看好戏的叶瑶被点，脑海里也浮现出那晚与沈景元的黄色废料，脸色羞得通红。他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小声嘟囔：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但那四处乱飘的眼珠子暴露了他窘迫的内心。5个兽夫看到他这副样子，都觉得可爱的紧，脸上纷纷露出了宠溺的笑容。这个小插曲过后，大家都开始研究起石头来。对于叶瑶和顾青舟能带回有盐的石头，他们还是表示震惊的，毕竟盐在兽氏大陆真的是极其稀罕和珍贵的东西。莫萧云力气大，他拿了个很锋利的骨头，一点一点磨石块上白色的亮晶晶的盐颗粒，将其仔细装在石头做的罐子里，看起来倒真像是那么回事。他们几个担心叶瑶和顾青舟，顾儿还没吃晚饭，顾青舟正好用刮下来的盐给他们烤肉吃。石头上刮出来的盐并不精细，但颜色都挺白的，颗粒也不算特别大。莫萧云特意碾压了一下，用来食用没有问题。几个兽夫肚子早已抗议，闻着肉香味，馋虫都被勾了出来，迫不及待要大吃特吃。往常交易市场换的盐少，所以都得省着用。
这次刮出来的盐颗粒很多，顾青州很是大方地撒了个够，烤肉吃起来更有滋味了。几个寿夫都吃得满嘴流油，津津有味，看一个个的神色，叶瑶就知道他们很满意。沈景元吃得最欢，海边竖着大拇指夸赞：“好吃，小鱼你的厨艺现在都不输孔云诺了。”顾青州不好意思的摆手，暂时还不能与之相比。你们一是今天太饿了，二是用的盐够多也够足。如果孔云诺有足够的盐调味，做出来的吃食只会更加好吃。穆怀川本不爱好吃食，只是今日也吃得格外香。他看着手上咬过的烤肉说：“不管怎么说，这盐我们是真有了，值得庆祝。”见他们大快朵颐，叶瑶和顾青州也没忍住加入。叶瑶还给每个人都倒了一竹筒的果汁，他举起竹筒，开心地说：“来，恭喜我们，吃饱喝足。”5个寿夫加一个叶瑶一起躺在石床上，还好这个石床它又大又又硬，足够一次性容纳这么多的人。只要跟叶瑶躺在一张床上，5个寿夫心里就会忍不住的开始浮想联翩。没办法，他们的妻主又美，身上还香香的，软软的。随着一阵吞咽口水的声音响起，叶瑶意识到了什么，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她双颊泛着红晕，颇有些娇嗔的瞪了5个寿夫一眼，瞪得他们直挠头和不好意思。这些家伙一天天脑袋里竟是想着那些事儿。嗨，虽然他自己也很馋5个寿夫那惹人犯罪的身材和标准的8块腹肌，特别是深夜，他脑海里会浮现几个寿夫的脸，幻想他们与自己亲密时说的话以及暧昧的拉扯。想着想着，就把自己羞得用双手捂住绯红的脸，然后用修炼异能的方式扫清心里的欲念。如此反复，倒是将他的心理锻炼得十分坚强，能够经受住寿夫们时不时的撩拨和勾引。稳住情绪后，莫霄云看着那些石头问他：“叶瑶，这些石头上刮下来的盐可不少，足够整个蛇部落吃好几个月了，你打算怎么办？需要将此事告诉族长吗？”垂手沉吟片刻，叶瑶否定了他的这个提议：“不用，暂时不要告诉阿姆这件事，更不要告诉部落里的其他人。盐不是小事，而且发现岩石的地方还有一大片的盐，到时候我会想办法尝试着带出河底，等这次交易市场之行探探情况再做决定。若让有心之人知晓，发现盐的地方暴露了，就是断了我们整个部落的财路。若能想办法将河底那一大片盐全部带出来，以后到交易市场可以换到许多兽皮猎物，甚至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届时那他们蛇部落就是真的要崛起了。”5个寿夫都很听话，乖乖点头：“好，我们会守好这个秘密的。”顾青州看着几块石头柔声提议：“趁着没事，我们这几天将这几块石头上的盐全部抹下来吧。到时候交易市场之行，我们底气就更足了。”叶瑶举双手双脚同意。听他这般说，5个寿夫各自抱了一块石头，开始用锋利的骨头刮呀刮呀刮，正好5块石头，不多也不少。看着他们几个忙碌的身影，叶瑶眯着眼，一脸享受的半躺在石床上，眼神妩媚。每天一睁眼就有5个俊美的寿夫端茶送水，他们干活，他坐在旁边看着。干活的寿夫也是秀色可餐，怎么看都看不够。这样的日子有盼头，实在是太有盼头了。他这副妩媚的样子落在几个寿夫眼都血气上涌。顾青州更是不争气的流了2行鼻血，他抹了一把鼻血后，神色有一瞬间的复杂，但继续低头干着手里的活计。刮着刮着，他的眼神突然呆滞了一下，再次抬头时客套了一句：“这2日我还要带着妻主去河底刮盐的活儿，你们就多辛苦一些了。”他这么一说，原本认真刮盐的几个寿夫不淡定了，纷纷停下了手里的活，望向他。沈景元摸了摸自己手里的石头，疑惑不解：“顾青州，你怎么说话这般客气？”见他如此单纯，陆明安摇了摇头，咧嘴道：“他这哪里是客气？他陪妻主出门，我们却只能留在部落里苦哈哈的刮盐，分明是故意在我们面前炫耀的，是吗？顾青州，你真的是这样的鱼吗？”沈景元满脸不可置信，现在连这条温柔善良的金鱼都要跟他耍心眼子了。穆怀川不悦的冷哼：“我听着他也是这个意思。小狗，你还是太单纯了。”狗狗耷拉着脑袋，有些怀疑人生：“他真的有这么单纯吗？”他真一直都觉得顾青州很老实啊。莫霄云脾气又躁了起来，险些没把手里的石头给刮出火星子，锋利的骨头都被他用钝了。他牙齿嘎吱嘎吱响，眼眸死死盯着顾青州：“你放心，你的石头我们会给你留着的，绝对不会抢了你的活干。”看得出来他很生气了，琥珀色的瞳孔里冒着危险，好像马上就要鲨鱼一般。不过顾青州可不是吓大的，他神色淡淡，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语气却有些奇怪：“你们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留给我也是应该的，我很乐意刮盐。只是……”说到最后，他竟话锋一转，看向叶瑶，神情带上了丝丝委屈：“只是这2日辛苦些罢了，没关系的，妻主不用心疼我。”5双眼睛齐齐看向他，露出惊恐又震惊的表情来。沈景元狗狗眼里都是惊吓，凑近他仔仔细细的闻，这味道没错，
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一样？莫萧云直接扯上他的兽裙，表情凶狠道：“小鱼，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顾青州眉眼一挑，唇角一勾，瞬间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金鱼，自他的手里滑了下来。快落地时，又迅速变回人形，闪到一边，继续看着叶瑶，眼神委屈。七主，他要打我。不仅眼神变化明显，就连声音都变得有些娇气和茶茶的，不像之前那般淡漠。叶瑶抖了抖他身上的鸡皮疙瘩，狠狠皱着眉头：“青州哥哥，你今日是怎么了？”顾青州迅速躲到他身后，眼里划过一抹笑意，指着莫萧云：“这只大老虎，他想打我。七主，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啊！”叶瑶实在不习惯他这副茶茶的模样，苦笑道：“我保护不了你，你自求多福吧。”顾青州一听不干了，紧紧抓着他的兽裙不撒手，险些就将兽裙给拽下来。“不行，七主你要保护我，我打不过他。”春光半泄的叶瑶无语亦无奈，努力将兽裙穿好。扶额叹息：“你到底是怎么了？能不能变回来？”见他如此不要脸的纠缠叶瑶，其他4个受夫气的咬牙切齿。陆明安指着他不悦道：“小鱼，你何时变得如此茶了？你带着叶瑶出去的这些天，到底在外面喝了多少绿茶啊？”沈景元也看出顾青州不对劲，这是要跟他抢七主的宠爱啊！他猛地冲地上吐了口水：“我呸！绿茶鱼，你快放开我家七主！”原以为这已经够炸裂了，没想到接下来顾青州的话还有更让人觉得炸裂的。什么你的七主？叶瑶今晚只是我的七主，你们谁也不许抢。还有，我没喝什么绿茶，我这全都是跟七主学的。你们羡慕吧？羡慕不来的，这是天赋。这番炸裂的言论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莫萧云指着他就是通怒骂：“你放屁！你信不信我拔了你的鱼鳞，把你烤了吃？”顾青州用力拨开他的手指，挑衅道：“不信！”在莫萧云发火前，他语气极快地说：“七主说过不允许兽夫们私下打架，你是迫不及待想要被七主休掉吗？”啪！说又说不过，打又不敢打。莫萧云气得把骨头狠狠摔在地上。如果眼神能杀人，顾青州恐怕这会儿已经死了好多回了。叶瑶先是被他的话诧异到原地石化了会儿，随后看着他一脸陌生和警惕：“你不是青州哥哥，你到底是谁？”听他这么说，几个兽夫都赶紧围到他身边呈保护状，看向顾青州的眼神也都不简单。除了狐狸陆明安，他居然站在原地没动，而是额头的第3只眼金光一闪，直直朝着顾青州照去，开始查验真伪。顾青州也没反抗，站在那里向叶瑶说：“我不是你的青州哥哥，那还能是谁？”叶瑶冷着脸没说话，其实心里在仔细回忆前世的事情，并没有提到会有假冒的顾青州来他身边啊。莫非因为他重生回来后改变了一些事情，所以产生了蝴蝶效应？如果这个顾青州是假的，那真的去哪里了？明明是他带自己回蛇部落的，这怎么可能会出错呢？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陆明安突然开口：“叶瑶，他确实是真的顾青州。”他指了指额头的眼睛，已经收回了金色的亮光，在我这第3只眼的直射下，如果是伪装的，一定跑不了，除非他是5阶以上的强者。叶瑶听完后面路古怪，居然是真的，可他同我回来时还很正常，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怎么就跟换了个人一样？沈景元有些气不过，走过去就对着顾青州的脑袋来了一巴掌：“绿茶鱼，你离我七主远点！”本来只是想教训教训顾青州，可没想到这一巴掌下去，顾青州好好的人突然倒地不起，看起来是彻底晕死过去。狗子蓝色的瞳孔猛地瞪大，指着地上晕过去的顾青州结巴道：“我没用力啊，七主，他肯定是为了整我呜呜。”叶瑶，他看着晕过去的顾青州，心情有些复杂，但到底是心疼更多，让兽夫们将其抬到了石床上躺着。陆明安啧啧2下，还是对着沈景元认真说道：“他现在是真的晕了，不是故意要整你。”就这样，顾青州昏迷了整整2天，期间无论叶瑶怎么用治愈系异能给他治疗都不起作用。他不信邪的请来了医师许明泽，却依旧如此。好在昏迷了2天后，他终于在叶瑶的石床上醒了过来。他醒来的时候，叶瑶正好从山洞外进来，试探着开口：“青州哥哥，你醒了？”顾青州是有记忆的，知道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他脸上有些复杂和羞涩，他用一如既往的温柔声音问：“七主，我昏迷了多久？”2日，叶瑶如实回答。顾青州颔首，看着他眼底下的乌青，很是心疼：“七主，这2日我害你担心了。”听到熟悉的语气，叶瑶才松了口气，靠近他，将手里端着的水递过去：“先喝点水吧。”喝完水，叶瑶将竹筒放好，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他。顾青州自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盯着叶瑶火热的眼神，他开始解释：“七主，其实我拥有2个人格，2日前你们所看到的那个就是我的第2个人格。”叶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但为什么你的第2个人格会突然出现呢？其实很多人都有双面人格，只是并不明显，一般的人第2个人格也不会出现。顾青州叹息一声，用骨节分明的大手点了点自己高挺的鼻子：“那日我的鼻子流血了。”
我从小到大，只要受了伤流血，便会触发第二人格的出现，或许这就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吧。此事闻所未闻。叶瑶前世除了自杀殉情的时候，他也并未见过顾青州受伤流血的样子，所以不知道也实属正常。他那日还当真以为顾青州是假冒的，真正的顾青州有危险，把他吓得够呛。只见他将脑袋埋进了顾青州的怀里，声音闷闷的，没事就好，可担心死我了，以后我会保护你的，尽量不让你受伤流血。听他这么说，顾青州无奈道，哪有当妻主保护受夫的道理。想到什么，他突然问，妻主，是我的第二人格脾气不好吗？你似乎不太喜欢。拥有记忆的他自然知道第二人格都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但他觉得那第二人格跟狐狸陆明安的性子差不多，所以妻主不应该讨厌才对吧？这个问题让叶瑶愣了一下，好半天才回答，倒也不是不喜欢，只是不太习惯罢了。见他神色尴尬，顾青州识趣的没再问。这时肚子也已经饥肠辘辘，他顺势捂着肚子，不好意思的说，妻主，我有些饿了，你这可还有什么吃的？有，我给你拿去。叶瑶给他拿了好多烤肉和野果。胃口大开的他虽然吃得快，但动作依旧很是优雅。他吃饭可以说是一种视觉享受，对眼睛很友好。叶瑶双手撑着下巴，水汪汪的棕色眼眸盯着他，不够吃的话我再去拿些。这顿饭顾青州吃得很满足，甚至肚子有些撑。为了与叶瑶多独处，他特意吃得慢，还多吃了一会儿。这会儿胃里有些胀，正想去散步消食，想到什么，脸色猛地一变。糟了，花惊鸿，妻主说他昏迷了2天，那花惊鸿岂不是已经待在河底2天没有吃喝了？会不会被渴死、饿死？花惊鸿现在还不能死，他对妻主还有大用处，可千万别出了什么事才好，否则自己就有大罪过了。孔雀死了是小，耽误了妻主的计划是大。想到这个，他赶紧问旁边的叶瑶，妻主，这2天可有去给花惊鸿送吃喝？叶瑶摆手耸肩，没有。青州哥哥，你也知道，除了你他们几个的兽形都不能下水的，所以我们已经2天没有给花惊鸿送吃喝去了。不过没关系，就2天应该不会死的。其实他昨天半夜怕花惊鸿真死了，偷偷复制了顾青州的异能，变身为金鱼去远远的看了一眼。花惊鸿有些气急败坏，脸色也不太好，但离死还有些距离，因为他还有利用价值，暂时不能杀。那趁这次顾青州昏迷，让那孔雀吃苦头也好，只要他不死，偷偷往死里弄也不是不可。但顾青州害怕花惊鸿出事，所以很不放心的带着叶瑶一头扎进了河里。妻主，我们还是赶紧带着吃喝的去看看他吧，可别因为我耽误你的计划。叶瑶也不想让顾青州心里焦急，乖乖坐在他的背上，任由他带着自己入水。与此同时，河底的水泡里，花惊鸿在里面待了2天2夜，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此刻嘴唇干裂的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喉咙里也要冒烟了。一开始他还能趴在水泡边上怒骂，叶瑶你个贱雌性，你是故意要让我在这暗无天日的河底下自生自灭吗？死鱼！叶瑶，你们人呢？我要渴死了！给我喝水，给我吃的，来人啊，快来救救我！骂了整整1天，刚好的嗓子又险些说不出话来，今天已经提不起力气骂了，浑身无力，晕眩的很。叶瑶真的要让他这么绝望的去死不成？他想要破开水泡，使劲扒拉，却发现破不开，而且他也不敢真的用力去破，他怕溺死。这可是河底，他还不会游泳，破开就只能眼睁睁被水淹死。无论是渴死、饿死，亦或者是淹死，他都不想了。他只想要好好活下去。有气无力的跌坐在水泡里，浑身酸软无力，心里更是充满了绝望和恨意。对无力自救的绝望，对叶念废掉他寿元的恨意，对叶瑶要活生生渴死他、饿死他的恨意。只是那么一会儿，花惊鸿周身就散发着极大的怨气。他想的是，哪怕是死，他也要饱含怨气的去死，这样死后说不定能化作厉鬼来找他们报仇。肚子饥肠辘辘就还好，最主要是没有水喝，他真的就快要支撑不住了。意识逐渐不清醒，眼前慢慢模糊起来。他不甘心的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想要抬手，怎么也提不起来。就在他以为自己真的要这么死去的时候，一个体型巨大的金鱼带着叶瑶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而且叶瑶手上似乎还提着吃喝的东西。花惊鸿笑了，他知道叶瑶是来给他送吃喝的，他死不了了。顾青州见他就要闭眼，加速靠近他。花惊鸿，别晕过去。他心里有些慌，还好赶上了，可千万别渴死。叶瑶一对比则显得淡定许多，2天不喝水，最多就是晕过去，还死不了的。他慢悠悠的拿着水给他喂了几口。花惊鸿大口大口十分贪婪的喝着，此刻的他觉得谁可真是人间美味啊。喝完水，他狼狈的咳嗽几声，用手抹去嘴角的水渍，嘶哑的声音说，叶瑶，我还以为你真打算让我就这么死了呢。叶瑶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狠狠皱眉道，好不容易治好的嗓子又成了这副样子。花惊鸿，你这2天没少骂我吧？花惊鸿眸子淡淡的，只是深处隐藏着浓烈的恨意。
你都要故意让我死在这河底了，我骂你2句应该不过分吧？他之所以敢这样说，自然是笃定了叶瑶现在不会杀他。本来他都要死了，叶瑶还敢来救下他，足以说明自己现在的用处还是很大的。叶瑶注意到了他眸底的恨意，不过并未太过在意，毕竟等他的利用价值消失后，他还是自己要除掉的对象。前世今生他对自己和5个兽夫所做的种种，不会因为这点子利用合作就磨灭掉。救下他，治疗他，把他藏在这里苟延残喘的活着，这一切都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利用完，自然会把他原本该承认的连本带利还给他。重生而来的叶瑶不敢心软，也绝不会心软。顾青舟看不过去了，冷着脸说，让你挨了2天是我的原因，跟妻主没关系。当初救你出暗牢的，把你嗓子治好的都是妻主，他怎么可能会故意留你在此自生自灭？花惊鸿一听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看向他的眼神带着凶狠，那是你想要我死？顾青舟，我从未对你动手，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顾青舟抿着唇没有解释，只说我没有想让你死，这一切都只是意外罢了。花惊鸿显然不信，但不信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只能撅着嘴独自生闷气。叶瑶对他没什么耐心，塞了一大把的东西到他嘴里，赶紧吃，吃完了好有力气干活。花惊鸿的嘴里被他塞得鼓鼓的，噎得直翻白眼。还是好心的顾青舟给他喝了水，再狠狠拍了一下背，才缓过来。可嗨嗨，他右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胃，埋怨叶瑶，你就是故意整我的。叶瑶嗤笑，我就是故意的，那又怎么样？在花惊鸿准备破防骂他时，他突然嘴角勾起，怎么不想离开这里到陆地生活了？心里的气被生生咽了下去。花惊鸿面露兴奋，你是说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没错。叶瑶手指勾了勾，他凑了过去，2天后我会与叶念一起前往交易市场，到时候你就可以回陆地生活了。等我们从交易市场回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吧？知道知道。花惊鸿连连点头，他到时候要配合叶瑶拆穿叶念那个恶毒雌性的真实嘴脸。至于叶瑶，他可以再找机会，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保住性命，带他返回孔雀部落去，再将废掉他寿元的锅扣到叶瑶身上，说不定有机会让阿父给他做主，暗中击杀了叶瑶。他的事情虽然不至于引起整个孔雀部落向蛇部落开战，但阿父可是5阶兽人，叶瑶那几个废物兽夫保护不了他。由于花惊鸿的嗓子已经彻底治好，叶瑶觉得没有再每天来的必要了，这次特地给他带了2日的吃食和水，这些东西你留着，这2日我们不会再来了。2日后我会让青舟哥哥来接你出去。听说他们不会来了，花惊鸿心里还有些遗憾，他自己待在这狭小的空间真的很孤独，有时候也会感觉到恐怖和害怕。之前叶瑶和顾青舟每日都来的时候，他还能每天闻到熟悉的气味，感到安心些。鬼知道前2天他没吃没喝，又看不到人的绝望感，他真的不想再经历了。叶瑶，真的不能现在就带我上去吗？他语气有些委屈巴巴的。若换做前世的叶瑶，早就心软的一塌糊涂了，可重生而来的他不会，心硬的跟石头一样，纹丝不动。不能，语气冷漠的很。转身看向顾青舟时，他却判若两人。青舟哥哥，2日后辛苦你来接他了，我们走吧。他的笑眼如花，险些闪瞎了顾青舟的眼。金鱼兴奋地吐了一串泡泡，才说好。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花惊鸿的眉眼间带着丝丝缕缕的羡慕，心里也觉得有些生疼。回去后，顾青舟就和其他4个兽夫一起刮石头上的岩颗粒，叶瑶则忙着研究编织新的物件筛子。兽神大人复活他时，他脑海里曾出现过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有各种物件的编织方法，还有各种野果和野菜能否食用的指南。上面的东西很多也很杂，他复活的过程时间不算长，但他大致都看了一遍。好在他虽然天生体弱，却也是有优点的，那就是过目不忘，所以就算只是粗略的看了一遍，许多东西也都记在了脑海中，需要用到时他就会仔仔细细的去回忆个大概，再加上研究，倒也将这些编织物做出来了。这次他想起那里面还记载了提取盐的方法，那就是先将盐连着水舀出来，倒在阳光下暴晒掉水分，然后里面的小石子和杂质需要筛出来，剩下的就都是颗颗晶莹透亮的盐了。好巧不巧，筛子的编织方法也有。他回忆了一下细节，便用兽夫们削好的竹条开始了。编织方式比背篓和篮子要难一些，但好在他动手能力还可以，加上自己的一些研究，最后得到的成品还算满意。筛子上面是好多个小小的孔，可以把盐都筛下去，大的小石子和杂质都留在上面。正好5个兽夫已经刮了不少盐下来，他拿来试了下，发现上面的孔有些大了，不少比盐大一些的杂质也被筛了下去。神警员抓起一把筛过的盐皱了皱眉头，七主，这些杂质比盐带不了多少，实在不好弄。穆怀川沉吟片刻，问他，叶瑶，这筛子上面的这些孔能不能再变小一些？最好是只比盐大不了多少的小孔。叶瑶有些犯了难，但他并不怕困难，颔首道，我可以试试，不用着急。
这件事他并没有告诉江朵，因为涉及到了盐，在去交易市场之前不宜暴露。5个兽夫和叶瑶都在穆怀川的山洞里，因为他以前心里阴暗，所以山洞也弄得比较隐蔽，只有在他的山洞刮盐和编织筛子，才不容易被发现。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叶瑶终于编织出了满意的筛子，成功将小杂质从盐里筛了出来，得到了洁白无瑕的盐。我成功了，叶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陆明安抓了一把筛出的盐，眼睛都放光，这盐可真纯，比交易市场换来的盐更好。七主，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好崇拜你。说着，他就凑近叶瑶，想要趁机亲她的脸，却正好将嘴亲在了穆怀川伸过来的大掌上，他脸顿时就黑了。呸呸呸，穆怀川你死变态啊！狐狸边吐着口水边咒骂。穆怀川同样嫌弃的擦自己的手，恨不得擦秃噜皮，看得出来嫌恶至极了。骚狐狸，净做些不要脸的事儿，小心我扒了你的狐狸皮，给叶瑶做新兽群。你敢！狐狸气鼓鼓的，身后的尾巴不停摇晃，但这次是生气的摇晃。其他几个兽夫心里觉得穆怀川做得好。莫萧云问叶瑶，你这次是打算把这些盐拿去交易市场试试水吗？叶瑶笑着回答，没错，这盐虽然看着很细腻，但还不知大家买不买账，这次正好将你们刮下来的全部筛出来拿去试水。好，那到时候筛出来的盐便由我来运吧。莫萧云主动提出到时候要把盐放他那里运送，毕竟是盐，运送的时候可得注意不能弄洒了，否则沾上地上的石子和沙子更麻烦，特别是沙子几乎与盐一般大小，到时候就算用筛子也不好给筛出来。但叶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好，我相信萧云哥哥定会将盐都安全送到交易市场。这语气中充满了对莫萧云的信任，让大老虎脸上不自觉泛起绯红的红霞来。他们沉浸在喜悦中，却不知部落外面已经发生了大事。不知是谁将叶瑶编织物件的手法透露出去，现在兽氏大陆要去交易市场的部落基本都在忙着研究这些编织物件。1日后，叶瑶及其5个兽夫，叶念及其3个兽夫，江荣及其他的5个兽夫集合到广场。许明则摸着江朵的脑袋，安抚道：别担心，交易顺利的话，阿父阿母后日就会回来了。江朵颔首，只是心中有些不解。阿父是治愈系，平时都会守在部落为族人治疗的，这次交易市场之行，阿母怎么会想起带上他？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叶念如蛇蝎般阴暗狠毒的眼神落在了穆怀川的背影上。这次就拿他涨积分吧。穆怀川觉得锋芒在背，猛然回头环顾四周时，又见所有人都神色如常，他狠狠蹙眉，刚才心里油然而生的惊悚感，定然有人在背后对他怀恨在心。可他自问在部落里没有得罪过别人，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一脸冷然，容貌却与叶瑶有3分相似的叶念时，眼里闪过一抹复杂。身为叶瑶的阿姐，真的是他在背后做那些龌龊事的吗？穆怀川真的难以想象，若真是叶念在暗中谋划这一切，同一个阿母所生的孩子，居然可以相差如此之大。冷不禁的，他在骄阳似火的天里打了个寒战。叶瑶不知道这里刚刚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穆怀川现在垂眸心里在想什么。他只是凑近顾青州，小声问：青州哥哥，事情可办妥当了？就算他不问，顾青州也心领神会。放心吧，七主，我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只等我们这次从交易市场回来。他已经提前将花金红从遥远的河底带了出来，这次就藏在部落的河底，而将注意力都放在叶瑶和穆怀川身上的系统，并没有察觉到花金红已经回了部落，还就被藏在部落的河底下。若是叶念之后知晓，一定能气疯了。叶瑶都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叶念气急败坏的模样。叶念只看到他们交头接耳，在嘀嘀咕咕什么，让系统开了窃听也没得到有用的信息，心里不免有些焦躁不安。妥当，叶瑶他们到底在背地里干了什么？他在脑海里颇为不满地嘟囔着，这个叶瑶莫非也在背后算计什么不成？不知怎么，叶念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别担心，管他有什么计谋，穆怀川的事就够他喝一壶的了，蛇部落不可能容忍。想到什么，叶念也放下心来。你说的没错。临走前，族长叶和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他神情一脸正色道：大祭司叶念、叶瑶，你们几个此次前往交易市场是肩负着将编织物件打出名声的使命，千万别让我失望，都明白吗？作为族长，拥有着多年上位者的威严气质，此话一出就让人不敢生出反驳之心。众人齐齐应道：是，我等定不负族长所望。叶和满意地点点头，抬手大喊：愿你们顺利归来。说完这话，他便带着自己的几个兽夫离开。僵尸郎看着叶瑶笑说：阿瑶，路上保重身体，阿父在部落里等着你回来。说完又看向叶瑶的5个兽夫，神情严肃地叮嘱：你们千万要照顾好阿瑶，我希望他回来时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少。叶瑶知道他这是关心自己，抱着他的胳膊撒娇：谢谢阿父，不过我也有一能够自保的，您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了。可5个兽夫却都神情凝重，对着僵尸郎齐齐保证：阿父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七主。
叶瑶心里有些感动，还有些美滋滋的。之后就是兽夫们全部化作兽形，开始驮东西的时候，部落的雌性都将自己编织的东西拿了过来，态度很热情。叶瑶，这都是我们这个月抽空编出来的，你可一定要多换些盐和别的东西回来啊。是啊，上次你换了3罐盐，我们都相信你。这次咱们蛇部落可一定要把编织的名声给打出去，这样以后就可以多换些好东西了。秋玉拿着自己辛辛苦苦编的篮子、背篓等东西递给了叶瑶，来，这都是我编的，你能给我换1罐盐回来我都开心。叶瑶妹子，这次辛苦你了，我们都等着你。这些编织物件太多，叶瑶的5个兽夫都带不走，还分了一部分给叶念的3个兽夫。江清宇驮着这些东西，感觉格外嫌弃，却又不能当面发作，心里难受的紧。这些破东西，他就不信这次还能全换了。是的，他就是对叶瑶研究的东西带有偏见。看着那么多的编织物件，可都是部落雌性们这1个月来抽空编出来的。叶瑶觉得自己身上好像承载了大家的希望和责任，神情也难得变严肃和庄重。大家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们的努力白费。听见他这样自信的话语，叶念翻了个白眼，内心冷笑。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敢这般大放厥词的？这个叶瑶或许还不知道，外面早就已经流传开他的编织手法。这次交易市场之行，他必然要令大家失望了。江荣站在一边，神色淡淡，看不出情绪有什么起伏。不愧是部落里的大祭司，很沉稳。在装东西的过程中，莫霄云悄悄将盐都装进了背篓里面，上面用篮子或者什么东西盖住，就不会提前暴露出来。装完后，叶瑶坐上了沈景元的背，在族人的目送下，一行人浩浩荡荡朝着翠屏山的方向而去。穆怀川会飞，提前探路，以免遇到不该遇到的危险。跟上次一样，他们很顺利地翻越了翠屏山，在第2天上午成功抵达交易市场。站在交易市场外面，见到了形形色色的兽人和雌性往来，他们脸上带着喜气。不过很快，这脸上的喜气就消失了，只因他们看到许多兽人背上都驮着编织的物件，有背篓、篮子、草鞋等等，都是叶瑶研究出来的编织物件。沈景元站立在原地，眼神有些发愣。七主，他们怎么都有编织物件？难道上次被换回去的东西，他们这么快就研究出来精髓了？叶瑶沉声，不对，连我回部落新研究的东西，他们也都有。除了那个筛子，其他人也都看到这一幕，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其他部落也会编织物件啊？江清宇不免有些幸灾乐祸。哟，看来这些物件如今当真是变成没用的破东西了。叶瑶，部落里的雌性为了换东西，每天抽时间来编，现在告诉他们这东西已经烂大街了，你要如何跟他们交代？别忘了，你可是信誓旦旦说过，绝不会让他们的努力白费。他看起来似乎很急切看到叶瑶出丑的样子。叶瑶皱眉，有些不理解他为何处处针对自己。就因为叶念吗？江清宇，你好像很希望我这些东西换不出去，你可是我们蛇部落的第一勇士啊！你这样想是不对的，这样想就是不希望蛇部落好。是蛇部落的叛徒是要被关进暗牢的。江清宇见他这般伶牙俐齿，2个蛇眼睛瞪得老大了，你休要胡说八道。几个兽夫当即就挡在叶瑶身前，将他护着。还是兽形的莫霄云老虎爪子狠狠拍在地上，溅起一堆呛人的尘土。江清宇，你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他兽形的样子是白色大老虎，生起气来还是有些唬人的。路过的兽人和雌性吓得赶紧离开，不敢回头张望。但5阶的江清宇可不怕，他本就因为江朵的事情已经对叶瑶怀恨在心，对他的几个兽夫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只见他将巨大的黑色蛇身直立起来，居高临下望着叶瑶和他的5个兽夫，满眼的轻蔑。怎么，我哪里说错了吗？我们这次来可是带着族长的任务的，要将蛇部落编织物的名声打出去。现在呢？现在大家都有，这一堆东西就是没用的破烂，你们还是自己留着生宰吧。冲动的莫霄云真的很想动手，但在叶瑶安抚的神色下，还是忍住了心里的躁动。他不能如此冲动。出门之前，他答应过阿父要照顾好叶瑶的。什么破烂？江清宇，你给我说话放尊重些。狗子蓝色的大眼睛气得瞪浑圆，里面盛着怒火。江清宇继续挑衅，尊重？狗子，请问你们有哪一点值得我尊重？沈景元4只爪子气得在地上挠出了掌印，狠狠开口，老子是狼，不是狗。哼！江清宇嗤笑，就算是狼，那也是一头废物狼，否则你怎么不敢回去？我猜啊，你肯定是太废物，被狼部落给嫌弃，赶出来了吧？这话他原本只是为了羞辱沈景元的，却没成想误打误撞被他给说对了，这无疑是戳到了沈景元内心的痛处。低垂着头，不敢再言语，他再次变得自卑和痛苦。叶瑶见他这般模样，内心猛地揪起来，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捏紧，快要喘不过气。他眼神变得冷冽，看江清宇仿佛在看一条死蛇。谁允许你这么跟景元哥哥说话的？冷不丁看到这个眼神，江清宇庞大的蛇身居然控制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好可怕！叶瑶刚刚的眼神
就好像从地狱爬上来的恶鬼般冰冷刺骨，让人不敢直视。他甩了甩头，冲着叶瑶张开血盆大口：“别在这里故弄玄虚，我堂堂5阶兽人还会怕你不成？”眼看叶瑶要有危险，5个兽夫都做出攻击的姿势，仿佛谁要敢真的伤害叶瑶，他们便会拼命，不顾一切。叶念在一旁环着手臂看戏，他连装都不想装了。沈景元眼尾变得猩红，那眼神恨不得把江青羽大卸8块。江青羽，我杀了你！他发动异能3阶可以召唤2个分身，加上他一共3头狼，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朝着面前的大蛇扑咬过去，那表情十分凶狠，与平日里的他判若两狼。打蛇打7寸，沈景元的本体直接奔着江青羽的7寸而去，他已经想要直接将其咬死，哪怕最后他被关进暗牢，日日承受折磨，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妻主。见他来真的，叶瑶有些着急，不要，快停下！江荣神色变了，变得阴沉。沈景元居然胆敢要他儿子的命，真是好大的狗胆！他见那大嘴直接朝着江青羽的7寸去，若是尖锐的牙咬下去，他的儿子不死也得废了。脸色骤变，他赶紧对着自己的几个兽夫吼道：“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拿下！”在他们动手前，叶瑶手里长出藤蔓，已经先一步缠绕上沈景元的身体，将他拉了回来。他绝不能让其真的伤害到江青羽，否则江荣不会放过沈景元，到时候不死也要脱层皮，绝不能落入江荣手里。好在他如今复制异能是2阶，可以一次性复制2个不同的异能在身上。前几天见到叶念，他先是复制了木系异能，临行前又找许明泽趁机复制了治愈系异能，既有攻击和控制，又有治愈系异能，他也能放心些。狗子被拉回来，看到是叶瑶，便扑进他怀里：“妻主，我愿意为你冒险杀了他，哪怕后果是我所承担不起的。”叶瑶摸着他的脑袋亲昵，小声说：“景元哥哥，你别意气用事，想想我们的计划。”狗狗老实了。江青羽指着他，眼眸沉沉：“你居然真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江荣慢慢走到叶瑶和沈景元面前站定，语气十分不善：“我早就说过，这捡回来的兽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叶瑶，这次回去你必须将他交给我。”其他4个兽夫虽然平日里都欺负小狗，埋怨他抢了妻主的宠爱，但这个时候他们才是一家人，绝不允许小狗被交出去。他们挡在2人身前，毫不畏惧地直视江荣。穆怀川环着手臂，眼神冰冷：“大祭司，他并未真正伤到江青羽，您这样做太过分了吧？”莫萧云脾气不好，应对：“您的好儿子先出言挑衅，这是仗着大祭司的身份以权压人吗？”顾青州语气冷漠：“景元已经被妻主劝阻，大祭司还是莫要咄咄逼人才好。”陆明安3只眼都微微眯着，但看起来也很不好惹。真要说的话，江青羽敢对雌性，尤其是族长的亲女儿动手，这可是重罪。若大祭司执意要我们交出小狗，那回去后就请您先把江青羽交出来，再将他想要攻击叶瑶的事情当着族长的面说一遍。沈景元只不过是护妻心切，但江青羽是故意伤害雌性，谁的罪名更重，我想您比我们更清楚。短短几句话就将局势逆转，不得不说狐狸就是狐狸。江荣被他们几个如此顶撞加威胁，气得头顶都快要冒烟了。你们竟敢威胁我！陆明安轻笑：“大祭司言重了，我们岂敢威胁您？”江青羽巨大的蛇身高高立着，见自己阿母气的胸膛剧烈起伏，蛇尾狠狠抽在了旁边的大树上，大树承受不住，应声倒地。阿母，少跟他们废话，我不怕惩罚。眼看他不要命的红了眼，陆明安也赶紧收起吊儿郎当的表情，尾巴在身后竖起，进入戒备状态。江荣自然不会让江青羽真的伤了叶瑶，就算他有错，也得先回蛇部落交给族长叶和来处置。叶瑶毕竟是族长的女儿，再不受宠，族长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威严。他冷冷的开口：“青羽，你先退下。”阿母。江青羽还想反驳，接触到眼神时紧急撤回了嘴里的话，变回人形站到了江荣身后。江荣看着叶瑶一行人，不客气的冷哼：“这件事带回去后，我自会向族长说明缘由。叶瑶，你还是先带着这些东西去交易吧，若是换不回来，眼看你如何交代？”看着脸色不好的江青羽，今日一直未曾说话的叶念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青羽，你别与阿瑶计较好吗？这些编织的东西毕竟是他研究出来的，如今看到满大街都是，心里难免有些不好受。你身为姐夫，就让他吧。”江青羽原本气上心头，但有叶念的安抚他，顿时气就消了一半，脸上也出现了笑意。好，安抚好他。叶念又走到了叶瑶面前，脸下眸中的潮意，他轻声说：“阿瑶，你也莫要太悲观了，这些编织物件毕竟是你研究出来的，你的手法细节别人肯定学不过去，你先拿去交易试试，阿姐相信你可以的。”懒得看他这副假惺惺的样子，叶瑶怕自己看了没忍住当场吐出来，只是冷冷回怼：“阿姐倒是对我有信心，就连我自己都不敢保证。不过我倒是好奇，短短1个月的时间，怎么我的编织手法就要传遍整个兽氏大陆了？”
他严重怀疑部落里出了叛徒，故意将编织手法散播出去，而这叛徒就是叶念。叶瑶这话虽是疑问句，但听在叶念耳朵里，就好像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样。不过叶念并不慌，就算叶瑶猜想是他在背后，也找不到证据。毕竟这个事吧，可是大祭司江荣散播出去的，而他只能说在背后起了推动和煽风点火的作用。至于将手法全部交给江荣的，自然是江荣的好女儿，叶瑶的好姐妹江朵了。到时候就算江朵有所怀疑，难道他还能为了好姐妹把自己的阿母给卖了？所以叶念丝毫不怕，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摇了摇头。此事的确奇怪，不过得等回部落再说。阿瑶，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这些物件尽量交易出去，换一些有用的东西回来，就算不能换盐，哪怕换些兽皮也好啊。见他这么能装，叶瑶皮笑肉不笑，阿姐说的对，那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他回头对着5个兽夫说，你们带上所有的编织物件，跟我去上次交易的地方。脾气最好的顾青州拿了江青雨他们身上带的物件，跟着叶瑶往交易市场里面走去。江青雨盯着他们的背影冷声道，冠会庄，我今天就守在这里，看他能不能交易出去。叶念带着他和江荣的几个兽夫去交易了，只留下了许明泽和江青雨留在这里。江荣转身看向他，说话声音不自觉柔了下来，青雨，今日你太冲动了。叶瑶那几个兽夫虽说实力不强，但都是不要命的主，你可不能跟他们去拼命。不知道。说到叶瑶，他周身的气势又凌厉了起来，这次叶瑶定然是要栽跟头了，等回去后再让族长处置，我们不必亲自动手。是，儿子知道了。江青雨笑着颔首。听见他们的对话，旁边的许明泽深深叹了口气，他知道江朵与叶瑶关系极好，心里其实也觉得叶瑶那孩子是个不错的，可自己的妻主和儿子都厌恶他，这让他内心十分纠结。他没忍住问，妻主你也知阿朵与叶瑶的关系，这样做不是让他为难吗？见他为叶瑶说话，江青雨冷嘲热讽，您倒是喜欢叶瑶，可他却在背后算计阿朵。许明泽被噎，脸色通红，我可没说喜欢他，想让他做大祭司继承人，不过是族长的意思，他不一定知晓，我们又何必如此恶意的去揣测呢？江荣现在对叶瑶意见极大，自然听不进去，沉下脸色，我会恶意去揣测他。明泽，你当真要为了那个小丫头片子与我呛声？语气中带着巨大的不满，吓得许明泽冷汗都显现出来了。他用手抹了把汗水，赶紧笑着摇头，妻主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自然是向着你的。江荣重重的冷哼一声，没再说话。许明泽毕竟是蛇部落唯一拥有治愈系异能的雄性兽人，他平日里都是哄着的。另一边，叶瑶带着5个兽夫来到了上个月交易的空地上，将那些编织物件全部摆好，摆得整整齐齐的，看起来精致度也很高。有雌性看到他们的编织物件后很是喜欢，你们的这些物件编得可真好看。叶瑶赶紧笑着拿起一个篮子，是啊，这手提篮子编得精美又轻便，与你的气质很相配，要不要与我们交换？后面的5个兽夫眼神中也带着期待，希望眼前这个雌性能与他们交换，哪怕是些兽皮或者猎物也行，到时候可以拿去换盐，这样妻主就不会被族长怪罪了。那雌性拿着篮子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神色很是犹豫，但最终还是迫于现实拒绝了。你这虽然精美，但作用与我自己编的也一样，等我回去后多加练习就好了。说完放下篮子就走了。看着几个兽夫失落的神色，叶瑶用手将他们的嘴角都往上扯了扯，你们别这样，结果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虽然我们部落的精美，但编织手法并不难，他们回去多编就能练出来的。沈景元耷拉着脑袋，蓝眼睛里盛满了担忧，记住，这样回去你肯定会被族长怪罪的。叶瑶看他沮丧着脸，捏了捏他的双颊，好了，换不出去便换不出去吧，带回去我们自己用也未尝不可。他环顾四周无人，凑近狗子小声说，我们手里还有盐，阿母不但不会怪罪，反倒会褒奖我，跟那么多盐比起来，这些编织的物件算什么？5个兽夫一听，心里都好受了不少。莫萧云指着自己背篓的几罐盐，那这些盐我们可还要拿去跟他们交换。叶瑶思考了下，从背篓拿出2罐盐捧在手里，那就先用这2罐试试水。有上个月交换过草鞋的兽人看到他们，走过来提醒了一句，现在大家都会这编织物件的手法了，你们今天恐怕是换不出去。陆明安认了出来，这是上个月在他这里换11双草鞋的那个雄性兽人。熟人见面，他赶紧凑过去，这位大哥，可否告知你们部落是如何知晓这编织手法的？那兽人见他这般问，面露惊讶，这手法可是从蛇部落传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陆明安没直接回答，而是选择又攀扯了2句，两人也算是逐渐熟悉起来。从这个兽人这里得知，他是来自狼部落的雄性兽人，叫做洪七风。这个编织手法，他听他的妻主说，大概是在几日前才从蛇部落传播出来的。当时大家都夸蛇部落的族长仁义，居然主动传播编织物件的手法，让大家受益。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陆明安他们心中再不满，也不可能直接否定这个说法，否则知道蛇部落出了叛徒，就要被其他部落看笑话了。他笑着说：“我自是知晓，只是不知传播速度如此之快，短短几日的时间，大家都学会了。我们自己编织的物件倒是换不出去了。”洪七风抽了抽嘴角，用力拍了拍狐狸的肩膀：“还是你们蛇部落的族长仁义，不过就不能再用这些东西换取到盐和重要的物资了。”只见他身上带了好多的兽皮和猎物，骄傲满满。我就没带编织物件，而是带了这些，否则我今天就没办法换到盐了。眼看时间不早了，他似乎有些着急。我先不跟你说了，还要去找别的兽人换盐，咱们有缘再见。听说他要换盐，旁边的叶瑶一把扯住他的手臂：“洪大哥，你先别急着走。”5个兽夫目光齐齐落在那抓着洪七风手臂的白嫩小手上，都醋意大发。欺主他居然拉了别的雄性的手臂，裸露的手臂突然被拉住，洪七风连忙转身，看到是叶瑶时眼神恍惚了一下。他从未在狼部落见过这么漂亮的雌性，而且这雌性如今还拉着他的手臂叫他洪大哥。洪七风因为常年风吹日晒，有些黝黑的脸透出血色来，想到自己是个有妻主的兽人，赶紧将手臂从叶瑶手里抽出来。他脸色不自然地问：“你叫住我可是还有何事？”在心里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他的妻主刚给他生了崽崽，怎么可以与别的雌性拉拉扯扯，简直不成体统。叶瑶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醋意，见5个兽夫看他时不太清白以及有些哀怨的眼神，也终于意识到他这番行为有些不妥。“不好意思，是我太激动冒犯到你了。”洪七风挠了挠后脑勺，颇为憨厚的开口：“没关系，不过我还急着去换些盐，你长话短说。”5个兽夫齐齐撇嘴，他们也想被妻主冒犯，搓了搓手缓解尴尬。叶瑶才重新挂起明媚的笑意：“洪大哥，我这里就有盐，且品质绝不比其他兽人的差，可要看看。”洪七风闻言眸中放光，可是当真。叶瑶也不废话，直接拿着2罐盐放在他面前，一脸骄傲：“你先看看品质。”他打开罐子递过去，洪七风半信半疑的看了一眼，只是一眼就被罐子里的盐给震惊住了。这里面的盐不仅晶莹雪白，还特别的细腻，看起来是一点杂质都没有。他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好的盐，让他一时之间愣在原地，迟迟没回过神来。陆明安狐狸眼一转，叶瑶就知道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了，便见他用手捏了一点盐，直接就塞进了洪七风的嘴里。“哎，尝尝我们的盐味道可满意？”咸味逐渐在舌尖和口腔里炸开。洪七风有些后怕的瞪了一眼狐狸陆明安，他在外面居然如此大意，刚刚要是他的仇人喂的毒药，此刻恐怕已经要毒发了。但嘴里的咸味实在过于正宗，心里的喜悦大于苦恼，故而他并没有与陆明安一般见识，摘下腰间的竹筒猛灌了几口水，他才笑着回：“这盐实在纯正，不知你们有多少？”本来那5块石头刮出了差不多5罐盐，但叶瑶决定暂时只交易2罐出去，剩下的3罐便留着带回蛇部落吧，到时候也好交差。于是他说：“洪大哥，你也知道盐实在稀缺，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么2罐品质好的，你可愿意用你身上的兽皮猎物与我们交换？”一听只有2罐盐，洪七风顿时面露遗憾之色，这么好品质的盐只有2罐，着实可惜。他心里想着，盐的成色这么好，估计会比一般的贵，他身上带的东西不知道够不够。指了指身上的东西，面露窘迫：“我这身上的东西只够换2罐普通品质的盐，你们这盐成色太好，我这东西不够换啊。”他是真喜欢这细腻的盐，换回去给刚生完崽子的妻主吃也能更放心些。要不他先换1罐。见他面露窘迫，紧紧用手揪着兽群的样子，叶瑶将2罐盐都放进他手里：“洪大哥，我们也是熟人了，这次就给你优惠，这2罐盐你就用普通盐的价值来换就行。”洪七风是个憨厚的，不愿意占这种便宜，带着后茧的手拿着2罐盐，颇有些不好意思：“大妹子，这怎么好呢？”他咬咬牙提议道：“我先给你换1罐，怎么样？”见他这般真诚，叶瑶态度更坚定了：“洪大哥不必这般客气，换了盐觉得好，你这次回去狼部落替我们多宣传宣传就行。我是叶瑶，是蛇部落的雌性，他们都是我的兽夫。”他指着自己和5个兽夫介绍。洪七风原本还想推拒，但叶瑶那真挚的眼神让他怎么也说不出拒绝的话来，不好意思的接过了2罐盐。他赶紧将带来交换的东西全部都递给叶瑶身后的5个兽夫：“这些东西你们快拿着，下次再交换可不许再给我这么优惠了，该是多少就是多少。”都是一些兽皮和猎物。陆明安和小狗神警员主动上前接下了所有的东西。叶瑶微笑：“好，很期待下次能与洪大哥再交换。”“一定。”看着他们交谈甚欢，神警员眸中划过一抹羡慕。他认识洪七风是狼部落的雄性兽人，小时候经常跟他打架，但心眼不坏。神警员阿姆生完他死了，他又是特殊的蓝色眸子，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他是被自己的阿父骗到部落外扔掉的，自此狼部落不再允许他踏进去一步。若非被小时候的叶瑶救回蛇部落，他就算侥幸不死，也会成为流浪兽人。
如今再见到当初的族人，小时候的玩伴，他心里突然生出几分亲切感来，不自觉想要去与之接触和亲近。眼见洪七风要走，他没忍住大喊一声：下个月还要来交话，我们还在这里。可看洪七风真的转过身来看他之后，又慌乱地将目光给移开，生怕对方认出自己。洪七风是5阶兽人，他用鼻子嗅了嗅，似乎在这个兽人身上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他指着沈景元，突然问：你也是狼兽人？知道瞒不住，沈景元颔首：没错，我也是狼兽人。怕洪七风怀疑他的身份，他赶紧解释：我阿父是流浪狼兽人，阿母已经死了。原本觉得他长得有些熟悉，有所怀疑。听到这话，洪七风明显愣住，原来是这样。他眼里划过一抹复杂，心道这小兄弟命还挺苦。不过现在能有叶瑶这个漂亮又善良的雌性做妻主，也算是苦尽甘来了。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想到了小时候那个经常和他打架的玩伴，因为蓝色的眼睛被赶出了狼部落，自生自灭。抬头看到沈景元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时，洪七风心里顿时倒抽一口凉气。像，太像了，他喃喃自语。小狗心里一惊，身子不自觉颤抖起来，隐隐有些后悔刚才叫住洪七风了。若是被发现身份，妻主知道他是被狼部落赶出来的废物，会不会嫌弃他？局促又慌乱的神情落在了叶瑶眼里，让他很是心疼。旁边的几个兽夫有些不明所以，莫霄云皱眉：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什么笑？洪七风回过神来后，想起刚刚沈景元的话，苦笑摇头：我只是看到这位小兄弟的眼睛，突然想起了我一位儿时的故友，他如今不知身在何方，是否还活着？最后这句话他没说出来，只是隐藏在了心底。洪七风走后，他们看向沈景元，皆眼眸复杂，心里都大致有了猜测。这小狗是被叶瑶捡回来的，拥有蓝色眸子的狼，他恐怕就是洪七风口中儿时的玩伴了。虽然知道，但见狗子的神情明显不想提及，于是都选择心照不宣，默默守在心里。他们用2罐盐换到了不少的兽皮和猎物，手里还有3罐盐。眼看交易市场快要关闭，叶瑶干脆带着他们出去。另一边，叶念交换到了4罐盐，顺利完成了任务后，就来到外面与江荣、江青雨会合。他心里得意洋洋，叶瑶那些废物东西定然是换不出去了，一会儿他定要让那个剑雌性好看。叶瑶和5个兽夫背着物件回来时，等候已久的江青雨看见他们，迫不及待冲过去嘲讽：哟，这些破东西一件都没有换出去。叶念和江荣等人也是一脸的幸灾乐祸。叶瑶不急，很是淡定地说：如你所愿，的确没有换出去。江青雨还想嘲讽，江荣却眼尖的瞅到身后陆明安和沈景元身上驮的兽皮和猎物，物件没换出去，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现在他对叶瑶说话也是毫不客气了。所有人目光齐齐落在叶瑶身上，似乎在等他解释，又似乎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们瞬间无语。只见叶瑶指着自己，朝着他们抛了一个大大的媚眼，然后看起来无比天真的说：他们都夸我长得很漂亮，所以我走在路上都有兽人主动送我这些，只是走了这一路，没想到就能收获这么多东西。说着他还有些害怕的捂住嘴：阿姐，大祭司，这些雄性兽人不会是对我图谋不轨吧？不待他们说话，他已经自顾自地说起来，语气有些慌张：我们还是快些回去吧。见他这般自恋又胆小，江荣狠狠皱眉，胡言乱语。江青雨显然不信，面露鄙夷：再漂亮的雌性，有你那5个保镖一样的兽夫跟在身后，其他雄性兽人也断然不会主动来送你这些东西，更何况是这么多。叶瑶，你的嘴里可曾有过一句实话？被质疑被戳穿，叶瑶也不着急，那本就是他湖州的鬼话，要是真有人信了，那才是真的离谱。不过江青雨说他的兽夫们像保镖，让他不高兴了。他指着江青雨就是怒骂：你才是保镖，你全家都是保镖。可惜被骂的人不觉得自己被骂了，反倒不服气的开口：我阿母是大祭司，不是保镖。江荣，他不可置信的看了眼自己双目澄澈的儿子，为何会如此单纯？难不成全家除了他这个大祭司都是保镖不成？他险些气晕过去。这时叶瑶突然说：江青雨，我嘴里自然是有实话，不过你不值得我说。江青雨，他怎么就不值得了？他5阶兽人，蛇部落第一勇士，又是叶念的兽夫，他怎么就不值得说了？就在江青雨怀疑蛇生之际，叶念却突然走到他身前，目光灼灼地盯着穆怀川。他心里顿时警铃大作，阿念不会看上穆怀川了吧？那可是叶瑶的兽夫。阿念，他想说什么却被叶念打断：青雨，你先别着急，我是要跟阿瑶聊一聊关于他兽夫穆怀川的事情。听他这么说，江青雨心里就已经凉了大半。完了，全完了。阿念他真的看上穆怀川了。穆怀川的兽形是不知名的飞禽，且异能等级只有3阶，阿念怎么会看上他？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时，叶念已经走到了穆怀川跟前。叶瑶不喜欢叶念接触他的5个兽夫，这会儿见叶念目光灼灼，实在有些不开心。
他忍着心里的恨意，凉凉出声，不知阿姐要与我聊些怀川哥哥什么事情。叶念昂着脖子，手指向穆怀川命令道：你变成兽形。这句话是命令的语气，让穆怀川当即面露不满。这个叶念又不是他的妻主，凭什么在这里命令他？而且他总觉得内心隐隐有些不安，难道叶念又在暗中密谋什么要对付他？莫非这次他要对付的人是自己吗？那他要如何对付自己？一连串疑问在脑海里盘旋。听话是不可能听话的，他甚至连理都不带理一下。见他这般无视自己，叶念心中有气，都被气笑了。好，既然你不变，那就还是由我来说吧。穆怀川撇过头去，根本不愿意搭理，只是他那与叶瑶对视上的目光里夹杂着丝丝甜蜜与笑意，同时还有疑惑。见他们当自己不存在，叶念眼神凶狠地瞪了眼他们，才转身看向江荣，语气认真：大祭司，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知你。江荣心情有些不佳，也提不起玩乐的兴趣。有何要事，不如留到回去再说吧。叶念故意咬了咬下唇，道：我必须现在说，大祭司不如先听了再考虑。好吧，你快些说来，我们还需在天黑前赶到翠屏山。江荣语气中带着些不耐烦，叶念自也听出来了，但他现在不是在乎这个的时候，得先把穆怀川给解决掉。下一秒，他指着穆怀川，一脸怒容，他的兽形其实是蛇鹫，我们蛇部落的天敌。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穆怀川一张俊脸变得煞白。叶瑶第一次看他出现恐惧的神色，他赶紧小跑过去安抚：怀川哥哥别怕，我一直在呢。说完这话，他又怒目瞪着叶念：阿姐，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你可是有证据能证明怀川哥哥是蛇鹫？江荣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蛇部落的天敌蛇鹫居然就一直在身边。他咽了咽口水，忙说：是啊，叶念，你可能拿出证据。叶念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递给了他：大祭司，这里面有记载，我也是偶然得到这本书后才发现他真实身份的。江荣看完后脸色也难看至极，根据书中描写，那穆怀川的兽形的确就是蛇鹫。他十分气愤，一把将书扔到穆怀川脸上：穆怀川，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忍住心里的恐惧，穆怀川颤抖着手想要拿起书，却被生气的叶瑶给阻止了：别拿！只见他拿起书就狠狠朝着叶念的脸打去，动作快准狠，精准的再砸了上去。谁知道你这书是哪里来的？叶念，我劝你适可而止。阿念见叶念被砸，江青雨将他搂进怀里，安抚完，他才走到叶瑶面前，居高临下望，好像在看万千世界里的一小颗粟米般。叶瑶，你居然把蛇鹫兽人救回蛇部落，如今更是包庇他，你可知这是重罪？蛇鹫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蛇兽人的生命，若让族长知道此事，绝对不会放过穆怀川。叶瑶冷笑：我是不是重罪？可不是你们就能说了算的，更何况怀川哥哥他进蛇部落后从未伤害过你们，他宁愿自残伤害自己。其他几个兽夫也都霸气的护在他们面前。叶念看向江荣提议：大祭司，这书里面说的清清楚楚，不如让穆怀川当众化为兽形对比一番，答案自会揭晓。江荣现在本就与叶念已经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于是威严十足的说：穆怀川，那你就赶紧化身为兽形吧，你若真不是蛇鹫，我也好还你一个清白。这话让叶瑶作呕，还在忽悠。穆怀川自然不愿意化身兽形，他若身份真的暴露，恐怕整个蛇部落都不会放过他，那他就不能留在叶瑶身边了。好不容易熬到叶瑶变好，他如何甘心离开？所以他站在原地迟迟未动，但这样的反应也更加证实他兽形是蛇鹫的事实，因为他不敢变身。江荣见他不动，沉了脸色：你不敢？穆怀川抿唇不语。江荣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赶紧对着江青雨和除了许明泽的几个兽夫吩咐道：都去，把他给我拿下。江青雨第一个上，嘴里还念叨着：难怪有时候看你我会有一种压迫感，你既然是天敌蛇鹫，必须把你绑起来带回蛇部落，任由族长和族人们发落。穆怀川一听，迅速往后退，神情中带着警惕，这是要来硬的。其他兽夫也都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穆怀川的兽形居然会是蛇鹫，那个蛇兽人最大的天敌。他们不禁感到担忧，担忧蛇部落容不下穆怀川，还担心叶瑶不会救他。同样担心的还有穆怀川自己，他从未告诉过叶瑶他兽形是什么，如今突然知道自己是蛇鹫，叶瑶真的会力排众议护着他吗？他不是不信任叶瑶，只是这件事后果太严重，他连想都不敢想。眼看江青雨他们朝着自己扑过来，他眼神凶狠，也起了杀心。可下一秒便见叶瑶手中绿光乍现，无数藤蔓护在了穆怀川的身前。叶瑶此刻仿佛从地狱出来的使者，脸上带着满满的狠意和冷漠。我看谁敢动他，声音冷得掉冰碴子。叶瑶这副样子与平日里截然不同，别说叶念他们，就是5个兽夫都震惊住了，尤其是穆怀川自己。他万万没想到叶瑶居然问都不问他，
难道这就是被人保护的滋味吗？这种滋味真的很好。但叶念看着那些与自己相差无二的木系异能，心里升腾起一股无名怒火。这个剑雌性凭什么跟自己拥有同样的异能？或许以前还顾忌一二，但如今发现了穆怀川的兽形是蛇鹫，蛇部落最大的天敌，他就再也不用顾忌什么了。不管是叶和还是族人，都不可能容下他。叶瑶偏要护着他，自己倒是要看看他拿什么护。阿瑶，你可要想清楚了，他兽形是蛇鹫，是蛇的天敌。阿姆若知道，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你维护他可是重罪。叶念满脸得意的开口威胁。他现在已经不想装了。自从上次毒蛇事件后，他便知道叶瑶已经不再相信他，再装又有何用？叶瑶这次编织物件一个都没换出去，再加上那穆怀川兽形的事情暴露，叶和绝对已经是对叶瑶失望透顶。以后再想要对付叶瑶就容易得多。看到他这副得意的嘴脸，叶瑶横眉冷眼的盯着他。叶念，你很得意吗？他是真的厌恶至极，连阿姐也不想再叫了。这个穿越女不配，你费尽心思谋害我和我的5个受父，先是莫萧云，再是沈景元，上次是我，这次又是穆怀川，你没完没了。穆怀川的事情，你背地里没少关注他吧？他句句反问，叶念却毫不在意。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只是穆怀川兽形是蛇鹫的事情已成定局，你若现在就主动将他交给我和大祭司，回去后我会在阿姆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也好让惩罚轻一些。你毕竟是我的妹妹，我内心还是为你着想的。他现在心情倍爽，穆怀川兽形的事情自然是系统告诉他的，还未出发来交易市场前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他联合大祭司江荣多带了几个部落的高手来，就是以防叶瑶那5个兽夫跳脚，跟他们来个鱼死网破。不过江荣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只是配合他。假惺惺的话令人作呕，叶瑶白他眼冷笑道，哼，这么说来我还得好好感谢你了。叶念，你天天这么卖力的演戏，累不累啊？叶念还未说话，他身后的江清宇先不干了。现在他看叶瑶的神色已经带上了厌恶。叶瑶，我从前只当你只是蠢，如今发现你就是单纯的坏，你心里一定很嫉妒阿念吧？你小时候就捡这么多兽人回来，哪里是因为善良？我看你分明就是故意的。话落，叶瑶的藤条趁其不备，已经一巴掌抽在他脸上，发出了十分清脆的声响。啪！平日里你处处针对我也就罢了，我真懒得跟你一般见识。现在我看是给你3分颜色就要开染房了。谁给你的脸啊，江清宇？我不仅是雌性，还是族长的女儿，身份尊贵，岂是你能随意嘲讽和辱骂的？真是给你脸了。木系异能是叶念的3阶实力，猝不及防抽在江清宇的脸上，也将其蛇脸给抽肿了。再配合上没反应过来有些猛的眼神，看起来很是滑稽。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江荣，他看到自家儿子被打急眼了。清宇，他忙走过去查看大蛇的脸，江清宇还得忍着疼痛将蛇脸低垂下来给他看。儿啊，很疼吧？江荣眼里溢满了心疼，同时对叶瑶的恨意更深几分。叶瑶，你不仅维护蛇鹫，还当众抽打我，你实在是太狂妄了。此事我一定会如实上报族长，让他好好惩罚你。原以为叶瑶会害怕，但他眼里不过是划过一道讥讽。大祭司，我等着你去上报，我就算再不受宠，阿姆还能杀了他的亲生骨肉不成？别的不敢说，这一点倒是有自信。叶和虽然平日里对他态度不好，但不至于要了他的命。他这般有恃无恐的样子，更是激起了江荣的怒火，恨不得当场将他狠狠打一顿才好。他抬手想要将巴掌替江清宇还回去，却在看到叶瑶手里的绿色异能后，生生停在空中。叶瑶他有异能啊！江清宇也怕叶瑶发起疯来，谁都敢打，怕自己的阿姆受到伤害，于是赶紧拦住他。阿姆，他就是个疯子，您别搭理就行了。我没事的。江清宇毕竟是叶念的受夫，代表着他的脸面。虽然他不爱他，不在乎他，但这关系着他的脸面。他指着叶瑶，就是一副好姐姐说教模样。阿瑶，青羽可是你的姐夫，你怎可对他动手？而且异能是用来自保的，你如此滥用异能，对得起这么幸运的觉醒异能？对得起兽神大人吗？听他提到兽神大人，叶瑶满面讥讽。我的异能，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管得着吗？还有你见过兽神大人是何模样吗？他的想法如何，你又从何知晓呢？叶念，你能不能别整天这副假惺惺的模样？我看了食欲都会变差，真的很想吐啊！说完还假装捂着嘴巴干悠了2下，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叶念的脸几乎黑成了锅底。他指着叶瑶你了半天都没说出口，显然被气得不轻，嘴里一时无语。江清宇是真的恼了，他见不得自己的妻主受半点委屈，他蛇尾对着叶瑶就缠了过去。居然敢这样羞辱阿念，我看你是真的找死！叶瑶瞳孔一缩，赶紧使用木系异能抵挡，但3阶的异能显然不是5阶的对手，根根藤蔓全部断裂，支撑在身前的防御也很快碎掉。
成了绿色的粉末飘散在空中。青羽，住手！江荣怕他真的杀了叶瑶，吓得大声叫他，但他双眸通红，此刻显然已经是失去了理智。眼看那巨大的蛇尾就要缠绕上叶瑶纤细的腰肢，那小腰可能会立刻断掉。5个兽夫齐齐上前，运起异能就要与之拼杀。叶瑶，你先退后，我们身为兽夫，岂能让你在前面？说完这话，莫萧云化身为巨大的白虎，朝着大蛇吼叫了一声，看起来气势十足。江青羽感受到他身上凌厉的气势，暗暗心惊。莫萧云不愧是曾经蛇部落年轻一代最厉害的高手，如今实力不过才3阶，居然有这么强的压迫感。不过两人之间到底相差2阶，实力差距还是很大的，他并不将其放在心上。连脸眉，他劝说道，那穆怀川受刑可是蛇鹫，回去后族长和族人们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此事已成定局，光凭你们几个无法改变，倒不如劝说叶瑶主动将他交给我们，何必为一个情敌来与我拼命？他的话倒是没错，将穆怀川直接交出去，他们不用拼命也不会有包庇罪，还能少一个争宠的情敌，无论怎么想都有益无害。但他们会那样做吗？自然不会。不仅是因为叶瑶想要维护穆怀川的原因，其实他们5个平日里相处，虽然经常吃醋拌嘴，还要打架，但内心早就已经将彼此当作兄弟，当作家人了。他们都很了解对方，知道不是花金红那样的，所以少了谁他们心里都会难过。他们5个的关系就是他们可以相互欺负，但绝对不允许别人来欺负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当然除了叶瑶，叶瑶可以随意欺负他们，他们都甘之如饴，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但叶瑶也没有真的躲在他们身后，而是与他们站在一起，语气坚定。我们几个同进退。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很认真，狠狠撞击着穆怀川的内心，让他内心悲喜交加，很是复杂。见他如此固执，大祭司江荣气笑了，叶瑶，你是下定决定要维护穆怀川，不顾及整个蛇部落的死活了吗？你可知你此举是在与整个蛇部落为敌，什么话都无法动摇他。叶瑶淡淡道，总之一句话，我不可能将穆怀川交给你们。见无法说服他，江荣再次下令，把穆怀川给我拿下，若有其他人阻拦，一并拿下。是。许明则是治愈系异能，没有攻击手段，只能站在江荣的身后默默看着这一幕。同时他也很庆幸自己不是攻击系的异能，否则此刻这种情况一定会十分纠结。他看着叶瑶暗暗叹气，这孩子怎么如此固执呢？不过是少一个兽夫，值得与整个蛇部落对抗吗？他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背过身去不忍再看。大战眼看一触即发，叶瑶知道自己的5个兽夫虽然等级低，但实力都不弱，再加上自己还复制了木系异能作为控制，治愈系异能可以给他们治疗，奋力一搏不是没有拼出去的机会，只是那样的话他们便很难再回蛇部落去了。他原本想的是回去后利用花金红拆穿叶念的真面目，再用盐的事情在部落立稳脚跟，让阿姆和族人更加信任自己。可他万万没想到，叶念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穆怀川的兽形是蛇的天敌蛇鹫。他猜想这应该跟叶念身体里的不明生物有关系，因为自己的重生改变了一些事情。叶念提前发现了穆怀川的兽形，现在他也管不了花金红了，只想先带着穆怀川逃命要紧，就这么让他被抓回去，肯定会没命的。他一定会保护好穆怀川的，5个兽夫他每个都要保护好，他一定可以。还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怎料穆怀川居然主动走上前，还将双手伸了出去。不必这般，绑上我带回蛇部落便是。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正准备厮杀的双方同时愣在原地，叶瑶心里急了，穆怀川，你这是干什么？快回来！见他叫自己的全名，穆怀川蹙了蹙眉头，叶瑶，你该叫我怀川哥哥的。其实他知道叶瑶一着急就喜欢直呼其名，就像他当时在榕树下自残一样，这是担心他了。心中突然升腾起一股子凄凉来，这恐怕是最后一次看叶瑶为他着急了，他此次回去只怕九死一生。见他此刻还有心情说笑，叶瑶都快急疯了。你先别说了，我命令你快回来。对不起了七主，这次我不能听你话。这似乎是穆怀川第一次叫他七主，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什么意思？叶瑶快要崩溃了。他猜出穆怀川已经放弃生，因为害怕他受到伤害。可他不许。穆怀川，我不许你放弃自己，我们一起努力，肯定可以的。你若不回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他这2句话几乎是嘶吼出声，泪水急得在眼眶里打转，却始终倔强的没有落下来。见他这般难过，沈景元对着穆怀川就是一顿数落，我们不在乎危不危险，你快回来，我们一起度过这道难关。穆怀川看着叶瑶希冀的模样，于心不忍，可想到现实还是强忍着没有过去。暴躁的莫萧云恨不得给他一拳，叶瑶都不在乎，你是蛇鹫，给他带来麻烦，你自己到底在纠结什么？再惹他生气，我把你羽毛全拔光了。顾青州情绪比较稳定，劝他，怀川你先回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是一家人。几个兽夫里只有陆明安没有说话，
不是他不关心穆怀川，而是睿智的他想到了叶瑶上在部落里的阿福僵尸狼，他们几个就算带着穆怀川侥幸逃走，那留在蛇部落的僵尸狼要怎么办？叶瑶他到时候肯定会回去救的，那时候只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果然，接下来穆怀川的话与他想的一样。阿瑶，我知道你很关心我，我内心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但是你还有你的阿福，你还有他们4个，你不能为了我一个人将他们都置于危险的境地。阿瑶听话，我们不要反抗了好吗？一声阿瑶直接让叶瑶的泪水滚滚落下，再也控制不住。他也想到了部落的阿父，如果他带走穆怀川，阿父肯定会被他们牵连。可穆怀川回去了，他真的能护住吗？叶瑶站在原地哭，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难道他重生而来也无法保护几个兽夫吗？阿父和穆怀川无论哪个遇到危险，他都会难过。他该怎么办？重生回来后，他第一次遇到这种被动的局面，他痛苦无措的表情被叶念尽收眼底，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只见其缓缓走到叶瑶身前，伸手替他擦拭了一滴泪水。阿瑶，不过是少一个兽夫罢了，他怎能与你自己的阿父相提并论？听阿姐的话，把他交给我们带回蛇部落处置。你积极认错，我相信阿母不会怪罪你的。叶瑶当即嫌恶地打开他的手，怒吼道：滚开！我没错，你不是我的阿姐，少在这里惺惺作态，你只会让我感到无比恶心和愤怒。见叶瑶当真不再跟从前一样与他装腔作势，叶念擦了擦自己的手，面色淡淡。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再跟你多费口舌了。他转身看向江荣大祭司，那便将他们都抓起来吧。阿母若怪罪，由我顶着。此番便算是与叶瑶彻底决裂。见他表明态度，江荣也彻底不再顾忌。他现在只想赶紧将穆怀川绑回蛇部落交差，好让叶和对叶瑶失望透顶，绝了让其继承大祭司位置的想法。没错，他之所以这般配合叶念针对叶瑶，无非是因为江朵的大祭司继承人之位受到了威胁，他绝不允许。他眼神锐利盯着叶瑶，穆怀川，我是一定要抓回去的，你若再反抗，休怪我对你不客气。在心里权衡了一下，叶瑶还是选择想要带穆怀川离开。他的确担心阿父，但他知道阿父的真实身份不简单，至少阿母叶和是绝对不敢要阿父性命的。可若穆怀川回去了，基本上可以说必死无疑，所以先救穆怀川要紧，回头再想办法将阿父也带出来。打定主意后，他抹掉了眼角的泪水，不再犹豫不决。大祭司，我不知你为何突然针对我，但穆怀川是我的受父，我是绝对不可能将他交给你们的，哪怕希望渺茫，我也要奋力一搏。这次出来，他也察觉了大祭司江荣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因为自己和江朵好姐妹的关系，大祭司对他也曾有过关心温暖的一幕，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了。听他这么说，江荣不知怎么内心划过一抹心虚，但到底是大祭司心性沉稳，不过一瞬便冷笑。针对你？我身为蛇部落的大祭司，为何要针对你？叶瑶，既然你连自己阿父都不管了，非要救个可恶的蛇鹫，那我就成全你。只不过回部落后，我会将今日之事全部告诉族长他们，届时你为了受夫不管亲生阿父的事情，就会传遍整个蛇部落，到时候你在蛇部落就再也站不住脚跟了。这话让叶瑶内心摇曳了下，不过想到阿父的心性便释然了。阿父是绝对不会怪他的，若今日阿父在这里，定然也会支持他。若连自己的受夫都能主动送出去送死，那他还有人性吗？故而他没有回答江荣，而是回头望着5个受夫，你们5个可愿与我一起杀出条血路来？之后的很久很久，今日叶瑶眼里的神色，5个受夫回忆起来都还是震惊。穆怀川抿唇不语，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陆明安想说什么，触及到叶瑶那坚定的神色后，悉数咽了回去。沈景元、莫霄云以及顾青舟则完全支持他。七主，我愿意。叶瑶，你只管做你想做的，我会坚定地站在你身后。七主，我们许久未曾动手，这次定要打个畅快。4个受夫齐齐靠了过去。穆怀川思索良久，也走到了叶瑶身后，深深看着他没说话。叶瑶只以为他是太感动了，于是握着他的手保证道：怀川哥哥别怕，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说完便放开手，转身看向虎视眈眈的江青羽他们，怒吼一声：都来吧，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实力。所有人蓄势待发，准备大战。穆怀川却迟迟未有动作，只是盯着叶瑶的背影，眼眸复杂。他好喜欢这个护着他的叶瑶，让他格外心动。若现在抚摸上他的胸口，定能感受到心脏在有力的跳动，一下又一下，连绵不绝。可眼眸暗了暗，他突然抬手就劈在了叶瑶的脖颈处。叶瑶闷哼一声，就晕倒在他怀里。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其他4个受夫注意力全在江青羽他们身上，完全没想到穆怀川会对叶瑶动手。莫霄云对着他大声咆哮，吼：穆怀川，你在做什么？沈景元也是担忧极了，七主这般护着你，你居然趁机偷袭，快放开他！
他们两个激动起来，就瞬间没有了理智。但好在还有一个情绪稳定的顾青舟和猜出穆怀川要干嘛的陆明安。顾青舟安抚住莫霄云和沈景元，你们别这样，他不会真的想要伤害妻主的。他也猜出穆怀川要干嘛了。陆明安看着穆怀川小心翼翼将叶瑶抱在怀里的神色，狐狸眼低垂，有些不忍。你真的打算这样做吗？一旦回去再想逃，基本不可能了。你们蛇鹫一族本就快要灭绝了，此事可得想清楚。穆怀川低头在叶瑶的额头落下一吻，褐色瞳孔充满了万分的爱意和不舍。我不能眼睁睁看你们为我拼命，更不愿意叶瑶和他阿父因为我陷入危险的境地。若这般逃了，却害阿父替我受苦，我内心难安。陆明安，你是他们几个中最有头脑的，以后叶瑶就要交给你们照顾了。此番话已经算是遗言。陆明安长叹一声，点点头。我自然会照顾好他，我们5个对他的心意都是真的。想到什么，他凑近穆怀川，用仅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安抚：你也不必太悲观，我们还有底牌没用，回去后说不定有转机。穆怀川已经放宽心态，笑着颔首，好。最后看了一眼晕过去仍旧绝美的叶瑶，将其恋恋不舍地送到了陆明安的怀里。他缓缓走到江青雨跟前，语气冷漠：如今可满意了？江青雨沉着脸给他绑住双手，只字未语。原本还怒火中烧恨透了穆怀川，可刚刚看到他为了不连累叶瑶居然选择打晕他，这份深情实在令人感到诧异和唏嘘。但蛇鹫终归是蛇鹫，那可是能威胁整个蛇部落的东西，他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心软和同情，否则后果太严重。想到这，他硬起心肠，恶狠狠道：满意？不看到你被挫骨扬灰，我都不会满意。穆怀川，你的兽形是蛇鹫，你注定是我们蛇部落最大的敌人。你这次回去就别想着还能够活着走出来了。回去的路上趁机多看看这兽氏大陆的山山水水，我怕你再也没有机会。挫骨扬灰，这话咒得太过恶毒，其他4个兽夫实在听不下去，盯着他的眼神仿佛要杀人。陆明安抖了抖身后的尾巴，忍着怒火回怼：江青雨，你如何就确定蛇鹫一族只剩下穆怀川一人了？我劝你说话最好留些口德，别某天被报复了，自己反倒落个凄惨的下场。见他诅咒自己，江青雨指着他就想打人。陆明安，你给我住口！眼看穆怀川已经被绑住，江荣冷飕飕的瞥了陆明安一眼，我劝你还是安分守己些，都不是蛇兽人，还敢如此猖狂。经过穆怀川这事，你们几个说不定都要被族人给赶出去。狐狸沉了脸，但没反驳，只是低头望着叶瑶，尽管晕厥也皱着的眉头暴露出心底的不安。哼！江荣冷哼一声，吩咐道：启程，连夜赶回部落。身为部落的大祭司，他总是谨慎的。陆明安威胁江青雨的话被他听进了心里去，若在外面过夜，当真有幸存的蛇鹫一族高手来救呢，到时候他们都会有危险。绑着穆怀川连夜赶回了蛇部落，看到族人后，他才彻底放下心来。这一路倒是顺利，真的没出什么幺蛾子。穆怀川受刑是蛇鹫的事情很快传遍整个蛇部落。广场上，上次审判花惊红的地方，这次变成了穆怀川。他被双手绑着跪在地上，神色看着却很淡定，没有当初花惊红惊慌失措的狼狈模样，但也绝不好过。蛇部落最痛恨的就是蛇鹫，这是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恨。现在部落的雌性和蛇兽人看到穆怀川皆是一脸厌恶，尤其是蛇兽人们，从我第一天看到穆怀川开始，心里就是浓浓的厌恶。我还一度以为自己小肚鸡肠了，没想到他兽形居然是蛇鹫，是我的天敌，难怪我那般讨厌他。他平日里看到我们总是一脸阴郁的模样，还老是自残，我还以为是我们太过分了。如今想来，他自残怎么没死啊？我看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他现在是3阶的实力，若等他成长为5阶，我们蛇兽人就算是有6阶的，也不是他对手。一定要处死他以绝后患。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但一语惊起千层浪。大家面面相觑，心里都有了这个想法。对啊，蛇鹫日后的实力不可小觑，是可以越阶打蛇兽人的。若不处死他，恐怕日后整个蛇部落都有危险。而且这个穆怀川还是叶瑶的受夫，万一叶瑶怀了他的崽子，生下一窝的蛇鹫，岂不是要将蛇部落给一锅端掉？以后濒临灭绝的就不再是蛇鹫，而是他们蛇了。想到这个，他们都心有余悸，纷纷朝着族长叶和跪下恳求道：穆怀川受刑乃是蛇族的天敌蛇鹫，还请族长下令处死他，也好永绝后患。这些话让跪在地上的穆怀川自嘲一笑，这些蠢货自己在蛇部落待了这么多年，何曾对他们有过哪怕半分杀心。他们蛇鹫一族虽然是蛇的天敌，但他们早已不吃蛇肉了，往往是蛇族主动招惹，想要杀他们。这么多年的相逼，因为蛇鹫一族子嗣艰难，所以虽然强大，却数量有限。然而蛇族却子嗣繁荣，仗着族人多将蛇鹫逼得四处逃窜，如今濒临灭绝了。虽说兽氏大陆如今不止他一个蛇鹫，但也是真的极少。他们蛇族就非得赶尽杀绝吗？
族长叶和坐在高处，听到族人的话站了起来，目光凌厉锁定在穆怀川身上。你们的请求我已经知道，但他好歹也在我们蛇部落养了这10几年，我有几句话要问他。说完，他拿着拐杖从高处下来，一步步朝着穆怀川靠近，每一步都极具压迫感，最后停留在5步之遥。他也害怕他发疯。砰！拐杖发出沉闷的声音。叶和盯着穆怀川，厉声质问：你从小便利用叶瑶潜入我蛇部落，说你究竟有何目的？穆怀川嗤笑：目的？我被叶瑶捡的时候断了翅膀，那时不过才5岁，还是昏迷的，我能有什么目的？叶和族长，你们也知我蛇就一族濒临灭绝，难道就真的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叶和没说话，沉着脸盯着他看了良久。穆怀川也毫不畏惧，就那么直直的与之对视。陆明安有些着急，看着蛇部落的兽人们说，他入部落以来从来都是小心翼翼，你们不愿看到他就躲起来，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你们非得要他死？叶瑶还昏迷不醒，如今身在蛇部落，他们几个就算拼死也无法救出穆怀川，这该如何是好？叶念听了他的话，出声嘲讽，他错就错在兽形是蛇鹫，他的存在于蛇兽人是巨大的威胁。陆明安，蛇鹫与蛇可是天生的天敌啊，他这些年之所以躲着，不过是怕被发现身份，因为他还未真正的成长起来，他需要蛰伏。听你的意思，难道我们蛇部落要拿蛇兽人的命来赌他会不会对他们动手吗？每个人都很惜命，尤其是面对这种极大威胁的。叶念的话无非戳到了这些蛇兽人的肺管子，都嚷着要处死穆怀川。叶瑶的4个兽夫见此，与僵尸郎商议后，把叶瑶唤醒了。刚醒来时，叶瑶有一瞬间的恍惚，他仿佛回到了刚重生的时候，耳边都是族人们刺耳的声音。听到要处死穆怀川时，他立刻坐了起来，那双带着冷意的棕色眼眸盯着每一个族人的脸。他猛地站起来，走到叶和面前。阿母，我不同意处死穆怀川。叶瑶此话一出，蛇部落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穆怀川受刑是蛇鹫一事本就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再加上叶瑶这次没将他们编织的物件换出去，只带了2罐盐回来，这引起了他们深深的不满。故而他们早已忘记了叶瑶给部落带来过的好处，纷纷开始劈头盖脸的斥责他。叶瑶，穆怀川可是蛇鹫兽人，你如此包庇他，难道是想要害死我们吗？他可是你小时候给捡回来的，给部落带来这么大的威胁都没人责怪你，你如今还要为了他跟我们唱反调，你还有人性吗？还有我们花了1个月的空闲时间编织的物件，你居然都没交易出去，真是太让人失望了。骂完叶瑶他们，又齐齐看向族长叶和，跪着大喊，求族长下令立刻处死穆怀川。被他们说的，叶瑶身子不稳，后退了几步。他以为重生回来的这些日子，他尽力为部落着想，已经与他们彻底打成了一片。不曾想，仅仅是这次没将物件交易出去，他们就忘记了自己全部的好。果然，在利益和危险面前，大家都是自私的。是他奢求太多了。这一刻，他觉得之前为部落所做的一切都是笑话，他们这些人根本不配。他眼眸带了霜，划过刚刚说他的每一个人，嘴角勾起自带讥讽。每次部落靠雄性兽人打的猎物和兽皮才换来3、4罐盐，而你们抽空闲时间编织的物件就能换2罐盐回来，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究竟有什么不知足的？对，穆怀川兽形是蛇鹫，可他们蛇鹫一族早已不吃蛇肉，仅剩少数逃命四散。你们赶尽杀绝，就不怕被兽神大人惩罚？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总之我不同意处死他。是的，因为这件事叶瑶已经对蛇部落失望，不打算将河底发现盐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不配。铿锵有力的话掷地有声，在每个人的心里激起一层波澜，但仍有磁性嘴硬道，你上次那点东西就换到了3罐盐，这次只带了2罐盐回来，听叶念说还是别的雄性兽人送给你的，而且你的编织手法被传到了兽氏大陆，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编织物件交换东西了，你为什么不把手法藏好？都是你的错。这话无疑给了叶瑶的心脏狠狠一击，想哭却不能哭，反倒是揪着自己的心脏笑出声来。哈哈，对，我是错了，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愿意教你们手法，就是想让整个蛇部落过上更好的日子，部落里出了叛徒，却要来怪我，你们真是好得很。雌性们听到这话面面相觑，居然有些心虚，半天都没人站出来反驳一句，直到看起来一向老实的雌性秋玉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从前总是笑眯眯的脸此刻变得有些刻薄。叶瑶，你是族长之女，同样也是蛇部落的雌性，你做这些难道不是应该的吗？你临走前答应过我要给我换回1罐盐，可如今我们编织的东西全都原封不动带了回来，你要如何交代？这也就罢了，还因为一个蛇鹫要与部落决裂。我看那散播编织手法出去的叛徒就是你。他这副尖酸刻薄的嘴脸与临行前笑着叫他大妹子的那张脸重叠在了一起，叶瑶只觉得嘲讽可笑。旁边的江朵一直哭个不停，眼圈一周红红的。听到秋玉的话，他再也忍不住怒骂道，
秋玉，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瑶瑶，他教我们造脚和编织手法的时候，你都是冲在最前面要学，现在得了好处反咬一口，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你个贱雌性，再敢这么说，瑶瑶我弄死你！江朵骂得凶狠，眼神更凶狠，有江蓉和江清雨在旁边护着他，秋玉根本不敢跟他对骂，说了一句晦气就灰溜溜的离开了。他离开后，江朵看着叶瑶破碎的模样，伸手想要去牵，想到什么猛地缩了回来。刚才叶瑶说到叛徒的时候，他眼神就落在了阿母江蓉的身上，里面带着愤怒和复杂。他大概猜出这个散播编织手法出去的人就是阿母。当初阿母突然来找他学习编织手法时，就觉得不对劲，可他那时候被阿母夸赞叶瑶的话语冲昏了头脑，于是将所有的编织手法全部交给了阿母。可据说他把手法交给阿母的第2天就已经散播出去了，所以他不得不怀疑。可就算怀疑，他难道还能当面拆穿自己的阿母吗？背叛部落的叛徒可是重罪，若证实了是阿母所为，那不仅会被剥夺大祭司的位置，更甚者会被送去暗牢。他怎么可以亲手送自己的阿母去暗牢呢？江朵在叶瑶和江蓉之间陷入两难，内心煎熬不已。蛇部落的族人们并不打算放过穆怀川，一个个跪在地上请求族长叶和处死他。叶和大发雷霆，手指着叶瑶，满脸怒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还不赶紧滚回去！不，我不走！叶瑶握紧拳头，倔强开口。他毫不退让地望着叶和，若阿母非要处死穆怀川，那就连我一起处死吧。这倔强的眼神让叶和心惊，他不自觉摸着胸口，生气地说，不过是少了个受夫，回头阿母再给你找更好的，何必如此逼我？叶瑶见他内心对自己似乎还有柔软，赶紧伸手抓住叶和的兽裙，苦苦哀求，阿母，我不要别的，我只要现在这5个受夫，我保证他不会伤害族人，求您放他一条生路。见他跪在地上，眼眸焦急，叶和内心触动，终归是有些心软。阿瑶，你真的能保证他不伤害族人？你应当知道，我是蛇部落的族长，需要对每一个族人负责。见他松口，叶瑶连连点头，举着3根手指保证道，能，我能保证他绝对不伤害族人。犹豫再三，叶和正想答应下来，就见叶念突然走了过去。阿母，穆怀川如今已经是3阶巅峰的实力，若他突破4阶，或许连青羽都不是对手。如果阿瑶控制不了，到时候蛇部落死的可就不止一个族人，因为心软而留下这么大的祸端，您可想清楚了？这叶和迟疑了，他觉得叶念说的有道理，但叶瑶跪下苦苦哀求他，内心又实在不忍拒绝。见叶念又想撺掇，叶瑶高抬起脖子望向他，叶念，你是非要与我作对不可吗？他是跪着的，而叶念是站着的，此刻他属于被动地位，但他眼神很锐利，给人一种他才是站着那一方的感觉。叶念居高临下望着他，笑得却很无辜，你这是哪里的话？是说我揭露穆怀川受刑是蛇鹫这事吗？他毕竟是蛇兽人的天敌，作为族长继承人，我也有义务为族人的安全着想啊。不过也对，他毕竟是你的受夫，你怪我也是应该的。说完倒是不哭，站在那站得直直的，只是咬着唇的模样看起来好像特别委屈。蛇部落的族人们受不了，又对叶瑶开始新一轮的讨伐。叶瑶，你也太没良心了，因为个蛇鹫去怪自己的阿姐。叶念可是我们蛇部落下一任族长，他能为我们着想，说明族长没看错人，你怎么这么没脸没皮啊？再敢维护那个该死的东西，小心我们对你一样不客气。冷冷地瞪了他们几眼，叶瑶看着叶和说，阿母，我所说并非穆怀川这事，而是叶念前面几次3番算计我的事情。之前我的受夫莫霄云遇到猎物偷袭受伤濒死，最后就回来实力倒退到2阶。我的受夫沈景元在森林遭遇陷阱险些丧命，上次我们遇到毒蛇群围攻，花惊鸿承认了罪行，但这一切的背后操控之人其实是叶念。原本叶和还在犹豫，可听了这番话给了他一耳光，啪！上次花惊鸿已经承认罪行，他也已经坠崖身亡，你居然为了个受夫还敢攀咬阿念，我看你是被鬼迷了心窍。这个耳光声音脆响，几个受夫都急红眼，护在他身前。陆明安和沈景元忙着关心，莫霄云则是怒目而视，族长，你为何就能如此武断？叶瑶一定在撒谎，在攀咬。叶念是你的女儿，叶瑶难道就不是了？穆怀川面色痛苦，低声说道，阿瑶，别管我了，你走吧。江侍郎心疼自己的女儿，指着叶和气到失语，最后只是来了一句，你就当真如此容不下我们父女吗？叶和面色冷峻，透着不满，你怎可如此跟我说话？江侍郎不语，只是看着叶瑶脸上的痕迹，不知在想些什么。他不让阿瑶跟他回去，留在蛇部落的决定真的对吗？心里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这时消失良久的顾青州终于回来了，他眉眼冷峻，族长，我能证明妻主说的都是事实。众人举目望去，便见顾青州快步朝着广场而来，他的身后更是跟着一道无比熟悉的身影。
花惊鸿，天呐，那是花惊鸿，不是说花惊鸿已经被废了寿元坠崖身亡？这是怎么回事？他居然活着回来了，还与顾青州一起。花惊鸿因为失去了寿元，已经不能再化身孔雀，身上穿的是普通的兽裙，现在这么一看，已经没有了当初骚包的模样，倒是顺眼许多。只是那双黑色的瞳孔狠狠瞪着叶念，里面的恨意几乎快要溢出来。被盯着的叶念吓得面色煞白，没忍住往后退了2步。系统，你不是说没检测到花惊鸿吗？顾青州这么短时间就将他带回来，他肯定就藏在蛇部落里，这怎么回事？我的确是没检测到，这不应该啊。对了，顾青州兽形是金鱼，他之前不会是把花惊鸿给藏到部落的河底下吧？叶念快要气死了，如今想来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他真的很想大骂系统是个废物，什么也帮不了他。看到花惊鸿出现，叶和也是大为震惊的。只见其快步走过去，浑身打量。花惊鸿，你居然没死！他开口便是质问，别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叶瑶。花惊鸿笑着颔首，是的，我没死，很好运的被救了。叶和复杂的看了他一眼，转而望向顾青州，是你救的他？顾青州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否认，只轻笑，族长，是谁救的他真的很重要吗？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由您来问他，他之前做的那些阴险的恶毒事，究竟是谁在其背后推波助澜？叶念慌了，他想要阻拦，却被叶和伸手拦住。你先别说话，我亲自来问他。此举让叶念心中打鼓，看来是怀疑他了。只见叶和眼眸死死盯着花惊鸿，语气凌厉道，你之前对阿瑶和他受夫所做的那些事，背后真是有人指使你？他的眼神锐利，花惊鸿咽了咽口水，颔首，不错。是谁？叶和继续问。现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他也在害怕，怕叶瑶说的都是真的，怕叶念真的是幕后主使，怕他这些年疼爱的女儿是个那般狠毒的角色。花惊鸿深呼吸口气，开始将成为叶瑶受夫后这半年来所发生的全都告诉了叶和，事无巨细。越说叶和的脸色越沉，说到最后叶念废了他的寿元，毒哑他嗓子时，叶和的脸可以说已经阴沉的可怕。他狠狠将拐杖摔在了地上，看得出来气急了。叶念，花惊鸿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你竟私下这般恶毒，残害手足，你可还有半分人性？由不得他不信。之前部落便传过叶念与花惊鸿的风言风语，可他没当回事，就连上次叶瑶当面质疑，他也还是选择了相信叶念。可如今花惊鸿承认了一切，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回来后，指认叶念，那眼里的恨意绝不是演的，他是真的恨透了叶念。四周传来质疑的目光，叶念惊慌失措地抓住叶和的胳膊，奋力解释，阿母，不是这样的，是他们联合起来诬陷我。真的，叶瑶她有很大的野心，从小便与我攀比，知道我是族长继承人后，她不甘心，她处处针对我也就罢了，如今更是私自救下花惊鸿这个重犯，想要诬陷我。您千万不要相信他。叶瑶也忙过去拉住叶和的另一个胳膊，阿母，您从未信过我，这次信我一次好吗？叶和看着左右手的2个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哪一个受到伤害他都会心疼，可这次他想要遵从内心选择相信叶瑶一次。他不忍再看叶念，转而看向叶瑶，阿瑶，我。见他要脱离控制，叶念眸中划过恶毒，他突然起身，强行将叶和的脸掰过来，语气里带着哭腔，阿母，您信我，求您了。见他如此不知礼数，叶和正想发火，下一秒却愣住了。叶念再次使用祸心瞳，只见紫光一闪，叶和眸子有一瞬间变成了紫色，而后里面的怒意全消，嘴里原本要斥责叶念的话，生生变成了关心之语，阿念你怎么哭了？哎，快起来。叶念见此内心得意，面上却假装欣喜，阿母，您这是愿意相信我了吗？慈爱的摸了摸他头顶的发丝，叶和笑道，傻孩子，你是阿母最疼爱的女儿，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说完还甩开了挽着他另一个胳膊的叶瑶，跌坐在地上。叶瑶棕色眼眸已经盈满了泪水，他看着眼前母女情深的一幕，神情恍惚。阿母，谢谢您相信阿念。叶念抱着叶和，看着叶瑶时脸上充满了挑衅之色。叶瑶啊叶瑶，我有祸心瞳可控制人心，你如何能是我的对手？这白得的系统如今看来倒也并非毫无用处。叶瑶双眸瞪大，刚才阿母明明已经要选择信他了，为何转变得这般快？想起花惊鸿被审判那天陆明安所说过的话，他猜想是叶念身上的不明生物做的，莫非阿母也跟那些毒蛇以及花惊鸿一样，被那不明生物给控制了不成？想到这个可能，他抹掉泪水，猛地站起来，一把拽住叶念的手，恶狠狠道，你到底对阿母做了什么？看了眼部落的族人，叶念脸上露出害怕之色。阿瑶，你是不是糊涂了？我能对阿母她做什么？你弄疼我了。见他吃痛，江青羽蛇眸瞬间变得阴沉，双腿变成蛇尾，将叶瑶狠狠拍飞出去。滚开！他拉住叶念的手，满眼关心，阿念没事吧？叶念摇摇头，
转而看向被沈景元接住的叶瑶，不顾他吐血受伤，一脸失望。阿瑶，你现在真的是疯了，阿姐对你很失望。叶瑶抹掉嘴角的血渍，手缓缓抬起来指着他，你不是我阿姐，少在这里惺惺作态。沈景元紧紧抱着他，脸上担忧极了。妻主，他真的好心疼妻主，恨死叶念和叶和了。为何叶和身为妻主的阿母要这般对他？许明泽下意识想去为叶瑶治疗，却在接触到江荣警告的眼神后，悻悻收回了手。原本见叶瑶吐血，心里划过一抹心疼的叶和，听到这话，那些心疼顿时消散，又全是怒火。叶瑶，我看你真的是鬼迷心窍，为了个寿夫与家人和族人闹僵，今日我一定要狠狠惩罚你。不待众人反应，他下令道：来人，立刻处死穆怀川。至于叶瑶，送他到暗牢反省反省，知道错了再放出来。此话一出，众人皆惊。处死穆怀川也就罢了，在意料之中，可居然忍心要把叶瑶送去暗牢反省，那可是暗牢啊，部落关押叛徒和重犯的地方，每日都会有折磨。叶和他身为亲生阿母，他于心何忍？江朵听到这个惩罚，直接跪在地上磕头，还请族长三思。瑶瑶他已经受伤了，再关去暗牢，恐怕身子会受不住啊。不待叶和回答，大祭司江荣却冷漠道：叶瑶已经觉醒了木系异能，有异能护身，哪里会受不住？阿朵，他勾结蛇鹫，想要害我们蛇部落一族，还攀咬叶念，你就莫要再为他求情了。死死握住身侧双手，江朵心中悲愤交加，咬住下唇，努力让自己理智一些。他不能说出阿母的事情，转身望向给了他一个安慰眼神的叶瑶，他立刻羞愧地转过头去，不敢再看。瑶瑶，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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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忍受内心的煎熬，他哭着离开了此地。几个兽夫将叶瑶和穆怀川围在中间，都准备誓死一战。叶和冷笑，手里的拐杖指着他们道：拿下他们。叶念依偎在江青雨怀里，得意的不行。花惊鸿见情况不对，想要偷偷溜之大吉。宿主，花惊鸿想跑，赶紧把他抓回来。闻言，叶念手里的绿光一闪，两根藤条轻松将其绑了回来，这是想逃跑。花惊鸿狠狠摔在地上，他见情况不对，赶紧求饶：阿念，这些都是叶瑶他威胁我这么说的，你千万别怪我啊，懒得跟他废话。叶念舔舐了一下嘴角，将手里的藤条猛地插进了花惊鸿的心脏，噗嗤，藤条入体的声音响起，心口的疼痛让花惊鸿不敢置信的低头，已经不断涌出鲜血。他奋力抬起手指，指着他满眼恨意：你这个恶毒的雌性，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说完，眼眸猛地放大，脖子一歪咽了气。他的死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只因叶瑶那边几个兽夫已经打算殊死一搏了。无论怎么样，他们绝不能眼睁睁看着穆怀川被处死，以及叶瑶被送进暗牢，他们宁愿死。眼看蛇部落的高手都围了过来要动手，僵尸狼再也忍不住，变身为兽形挡在叶瑶他们面前。他的鹿眼盯着一脸高冷的叶和，口吐人言：要想拿下他们，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叶和，你应当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若死了，你们蛇部落可能承受后果。见他出来威胁自己，叶和越发气愤：狮狼，就连你也要与我作对，是吗？他双眸看着僵尸狼的时候，总好似有一汪春水。他对僵尸狼的感情是真的，可经历了那么多，经过了这么多年，感情早已淡了许多。但在叶和心里，僵尸狼总是占着特殊的位置，这是其他兽夫比不了的，就连叶念死去的阿父也是比不了的。僵尸狼转过头去，硬起心肠，冷声道：是你几次三番针对阿瑶，我的女儿，你如此不珍惜，又有何资格来质问我？叶和，今日要么杀了我，要么休了我，你自己选吧。气氛陷入僵持，蛇部落的高手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族长，我们还动手吗？有人尝试着问，却被叶和锐利的眼神吓得噤声。看得出来，族长是真在乎这个僵尸狼啊。当初若非生叶瑶时难产，想必他们会很幸福吧。叶瑶心灰意冷，从沈景元怀里出来，将自己的脑袋贴着僵尸狼的鹿脑袋。他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阿父，带我走吧，不想留在这里。他真的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了。他不知道叶念用了什么办法将阿母哄得团团转，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他只想尽快逃离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见自己的女儿变成了这副模样，僵尸狼眉心一沉，突然鹿的两只前腿对着叶和跪下，鹿头低垂着，卑躬屈膝：妻主，请你休了我，放我们父女离开蛇部落吧，我会将穆怀川他们几个都带回去，绝对不让他们威胁到蛇部落的安危。叶和知道他的来历，也相信他的家族的确能约束好叶瑶的这5个兽夫，不让他们出来寻仇。可叶和舍得放僵尸狼离开吗？不，他舍不得，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僵尸狼离开他的。他盯着鹿眼，一字一句道：不可能，就算放他们离开，我也不可能放你离开。狮狼，你这辈子选择了我，那你就只能跟在我身边，
闻言，叶瑶脸色微变，僵尸郎却是带了淡淡的笑意。七主所言可是当真？只要你肯放阿瑶他们离开部落，我随你怎么处置。此言一出，叶瑶立刻尖叫：阿父，不可以！我宁愿去暗牢，我不能让您替我受罚。他心里有些焦急，他们的事怎么能让阿父来替他呢？僵尸郎的鹿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来，乖，你们离开部落了，阿父才能安心。你阿母她是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倒是穆怀川，你若不带他离开，可是有性命之忧。孰轻孰重你应该明白。如此现实又残酷的话，让叶瑶抱着鹿的脖子大哭起来。阿父，是我对不住您。穆怀川跪在地上心痛至极，他说道：阿父，其实您不必为我这般牺牲，我并不惧怕死亡。说完就被僵尸郎有力的鹿腿狠狠踹了一下。你小子竟说些糊涂话！你现在是几个兽夫里实力最强的，你不振作起来保护我女儿，竟想着去死。好好，那你去死吧，只是死远点，别让我女儿为你哭。穆怀川良久，他才悻悻开口：阿父说的有理，多谢阿父愿意救我，怀川定不负阿父所托。这还差不多。鹿头高高扬起，十分傲娇。他缓缓走到叶河面前，低眉顺眼道：七主，可是该兑现承诺，准许他们离开了。哼！叶河冷哼一声，你此番作为倒是显得我这个做阿母的没有人情味了。僵尸郎抿唇不语，心里却是认同这句话的。他觉得叶河对阿瑶的确不该是这样的态度，这些年是叶河亏欠阿瑶。见他默认，叶河心里着实有些郁闷，故而赌气道：放他们离开我也是有条件的，你把身份令牌给叶瑶，让他带着令牌去你的家族，从此穆怀川不许离开那里。若让我族发现他仍在外面，休怪我不客气。至于你，从今往后不许再踏出蛇部落一步。见叶河当真要放了叶瑶离开，叶念不淡定了，他暗骂霍星童怎么不管用，焦急的想要再次加强控制。阿母正想再次使用，就被眼尖的陆明安给打断了。族长都答应放我们离开了，你这是还有不满？叶念心中一慌，紧急撤回了霍星童。他僵着脸胡诌，哪里的话，只是觉得这么将阿瑶赶出部落，我这个做阿姐的实在心痛。哼！叶瑶冷笑，你若真的心痛，就不会屡次害我了。你莫要再假惺惺的，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我的阿姐。叶河不想看这种血脉互相针对的戏码，叹口气，重重开口：都把嘴给我闭上。阿念，此事我已经有定论，你不必再说了。叶念满腹不甘，也只能颔首：是阿母。他被陆明安打断施法，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他气得牙痒痒。僵尸郎将一个雕刻着他姓名的玉牌交给了叶瑶。阿瑶，以前阿父不让你回去，可现在看来，或许是我错了。你拿着它去兽皇城找江家，我相信你的5个兽夫可以将你安全护送回去。叶瑶颤抖着手接过令牌，用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阿父，我一定会回来带走您，您等我。虽然知道阿父不会有危险，但他还是难过，因为阿父失去了他自己最向往的自由。从前阿父在部落可是来去自如的，如今却要被囚禁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他盯着叶河凌厉的脸，满脸恨意。他不知道叶念的手段到底是什么，而阿母做的这一切又有几分真几分假，但他知道阿母这次是真的伤透了他的心。他恨阿母，是抑制不住的恨。僵尸郎变成人形，对着他挥手：阿瑶，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不用担心阿父。江朵听说他要离开部落，赶紧来送他，一边哭一边说：瑶瑶，我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平安抵达兽皇城啊，一路平安。最后深深的看了他们一眼。叶瑶握紧手里的玉牌，转过身去。他带着5个兽夫一步步离开了蛇部落，没再回头看一眼。这里除了阿父和朵朵，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人。目送他们的背影离开，叶河内心深处竟然觉得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抬起手想要叫住他们，终究是什么也没说。叶念心中充满了怨毒，兽皇城那可是兽世大陆最厉害的地方，真没想到僵尸郎居然是兽皇城出来的兽人，难怪叶河不敢动他了。若叶瑶前往兽皇城得到了江家的认可，那自己岂不是要完蛋？叶瑶，我绝对不会让你安全抵达兽皇城，你给我等着。叶河揉了揉眉心，随意挥手：都散了吧。他看着僵尸郎，记住你的承诺，不准踏出蛇部落一步。僵尸郎被带回了自己的山洞，他的山洞门口甚至守了2个雄性兽人，是叶河安排来的，说是不准踏出蛇部落半步，结果竟连山洞都难出去。他低垂着眼睑自嘲一声：这是囚禁吗？既然不能出去，他干脆躺在石床上回忆着从前的种种，心中万分感慨。他刚认识叶河那会儿，叶河跟叶瑶现在的性子很像，既活泼能逗他开心，又总能在大事上果断，深深的吸引了他。见到叶河的第一眼，他就知道他完了。那2年他虽然被家族的人唾弃和嘲讽，可他过得很开心，他和叶河过得很幸福。直到叶河中毒，生叶瑶时难产遭了大罪，就对他们的女儿叶瑶不闻不问，也不喂奶。
僵尸郎考虑到他的情况，没有逼迫他，寻了部落的老雌性问，才用奶果把叶瑶喂养大的。叶瑶其实随了叶和的性子，小时候调皮活泼又善良，否则就不会捡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兽人回蛇部落来。他也很会讨人欢心，原本因为生产对他产生恐惧的叶和终于肯对他好。叶念这个阿姐也与他很合得来，知道他身子若常常主动摘野花和给他讲外面的世界，他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直到叶念10岁那年觉醒了木系异能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叶和几乎把所有的目光和精力都放在叶念身上，而叶瑶不仅成了背景板，还要被他呵斥，如今更是变本加厉。僵尸郎叹了口气，眸中的光暗淡下去，望着山洞凹凸不平的顶，喃喃自语：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吗？江荣山洞内，他前脚刚回山洞，江朵后脚就跟了过来，脸色还很不好，咬着下唇半天没说话。江荣知道自己的女儿心里在想什么。阿朵，你是不是想问，将编织手法散播出去的可是我？阿母，是您吗？江朵猛地抬头，眼里还带着一丝希冀。他希望不是阿母，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但阿母因为大祭司继承人一事开始针对叶瑶，他就已经看出了些许端倪。是我，江荣承认的很干脆。阿朵，就算我说不是你也不会相信的，倒不如直接承认。闻言，江朵眼里的希冀收回，眼神也瞬间变得暗淡无光。他摇着头哭泣，是您，居然真的是您，是我害了瑶瑶，原来真的是我害了瑶瑶。阿朵，别这样。江荣见他这般皱着眉头，十分不悦。不是你害了他，真正害了他的是穆怀川和他自己，与你没有半分干系。他想要去摸江朵的手，却被无情推开，别碰我。江朵的眼眸红红的，但因为是阿母，又无法将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出来，此刻脸也憋得通红。为什么？瑶瑶是我最好的朋友，您这样做将我置于何地？江荣眼眸低沉。为什么？因为他要跟你争夺大祭司继承人的位置。阿朵，我为你谋划了这么些年，岂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因为这个，江朵不敢置信，居然是因为这个大祭司继承人的位置。江荣嗤笑，大祭司的位置在部落仅次于族长，我为何要白白让给别人？阿朵，你现在还小不懂得权力握在手心的感觉，等你再长大些，继承了大祭司的位置，你自然会明白阿母今日的良苦用心。江朵他不明白，他只是将东西都砸了，再与江荣大吵一架，痛哭着跑走。他对不起瑶瑶，若非他将编织手法交给阿母散播出去，瑶瑶就能将部落雌性们编织的物件全都交易出去，那样的话，瑶瑶就不至于被大家联合起来针对，都是他的错。江朵窝在石床上痛哭流涕，满脸悔恨与痛苦。江清宇听说此事后赶来，叶瑶离开部落可是好事，你怎么还哭了？不仅你的大祭司继承人之位没了竞争对手，就连我以后也不必再看他那副讨厌的嘴脸了，不是应该值得庆祝吗？阿朵，你为了他与阿母大吵一架，实属不该。听我的话，去给阿母认个错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阿母不会与你一般见识的。这话让江朵冷笑。庆祝？对啊，以后那个恶毒的叶念就可以在部落里更加肆无忌惮，的确值得庆祝。不过你可想好了，他心思这么歹毒，你就不怕某天他为了更大的利益舍弃你吗？江清宇脸色一变，猛地站了起来，面露不悦。阿念他不会的，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江朵气愤地将兽皮狠狠扔到他脸上。你这么在乎他，还来我这里做什么？给我滚出去！你，哼！江清宇安慰不成，反憋了一肚子火，恼羞成怒地离开了山洞。江朵不吃不喝就待在山洞里，看得孔云诺几个兽夫以及许明泽担忧不已。孔云诺做了他最喜欢吃的烤鱼寿，还贴心的将刺都挑了出来。七主，你已经1天没吃没喝，我做了你最爱的烤鱼寿，可香了，快来尝尝。熟悉的香味传进江朵的鼻孔，可饶是这般美味也挑不起他的味蕾和食欲。他摇了摇头，云诺，你出去吧，我想自己静一静。孔云诺眸子担忧越甚，还想说些什么，便见许明则摇了摇头，他会意的离开。他走后，许明则什么也没说，只是将手搭在江朵的手上，使用治愈系异能，虽然不能让他不饿，却能让他身体不那么难受。江朵扑进他的怀里，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大颗往下掉，怎么也止不住。他声音哽咽，阿父，是我对不起瑶瑶，是我错了，呜。许明则抿唇不语，只是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叶瑶带着5个兽夫出了蛇部落后，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留在附近徘徊。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阿父，但他似乎低估了蛇部落的冷血无情。见他们不离开一众蛇部落的兽人，开始驱赶，再不离开，休怪我们不客气。握紧拳头，他们最终还是朝着僵尸郎所说的方位走了。抓紧赶路，待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又到了老地方翠屏山。没了毒蛇的翠屏山，夜晚格外宁静。他们找了一处稍显干净的地方坐下。莫霄云用火系异能生了火，顾青州则负责烤肉。陆明安望风，沈景元陪着叶瑶关心他的伤势。穆怀川自己坐在大树下，
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记住，你的伤势如何？今天看你吐血了，必然是受了内伤。狗子无比自责。当时江清宇动作太快，他没来得及保护到叶瑶。叶瑶轻轻摇头，不必担心，我的伤并不严重。说完，他手里白光一闪，用柔和的治愈系异能为自己疗伤。伤势并不严重，不过一会儿就好多了。见他原本有些苍白的唇和脸色重新红润起来，沈景元心里这才松了口气。顾青州拿了烤好的肉递给他，肉烤好了，你为妻主先吃。接过烤肉吹了吹，直到温度合适才送到叶瑶嘴边。妻主，这肉不烫了，吃些东西补充体力。狗子的殷勤他没有拒绝，大口吃完肉，这才注意到了坐在大树下沉默不语的穆怀川。他微皱眉头，景元哥哥，你也去吃。顺着他的眼神望去，沈景元也知道怎么回事，点点头，走到火堆旁与其他兽夫一起吃起肉来。他们都知道穆怀川现在的心情肯定不好，故而没有多加打扰，只是心里都免不了有些担心。见叶瑶拿着肉过去，总算放心许多。有了叶瑶的安慰，穆怀川定然很快就能恢复如初。穆怀川低垂的眼眸中突然出现一双穿着草鞋的银白小脚，他一眼便认出是叶瑶的，抬起头的一瞬，叶瑶看准了，将烤肉塞进他嘴里。怀川哥哥，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你可是答应过阿父要好好保护我到兽皇城的，这里距离兽皇城至少有10日的路程，我们要好好做准备。他看出了穆怀川的自责，但他不想让他自责，他并没有错。穆怀川眼尾湿润，大口咬着嘴里的烤肉，叶瑶也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吃，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才将挂着肉的树枝给撤了回来。在穆怀川疑惑的眼神下，叶瑶将那剩的一块肉放进自己嘴里，嚼碎咽了下去。怀川哥哥吃的好香，都给我看饿了，最后这块被我吃了，你不会生阿瑶的气吧？烤肉的油渍粘在红润的嘴唇上，看起来越发诱惑。穆怀川喉结滚动，脑海里抛却了自责和难过，想到了那次他与叶瑶在后山榕树下亲吻的一幕，强迫自己撇过脸去，神色有些不自在。自然不会，我只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饱。他起身想要再去拿，叶瑶却捂住肚子，满脸痛苦。啊，我的肚子突然好痛。穆怀川瞬间慌了神。阿瑶，你可是吃坏了肚子？有可能。怀川哥哥，我想去找个草丛方便一下。天这么黑，我好害怕，你能陪我一起吗？穆怀川自然要陪着一起，他担心叶瑶会有危险。好，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大家都拥有异能，自然耳聪目明。听到叶瑶肚子疼，其他几个兽夫也担心得不得了，甚至想要跟着一起去，但接触到叶瑶那略带狡黠的眼神后，纷纷停住了脚步。他们看出来了，叶瑶是要带着穆怀川去单独宽慰一番。想到这2日穆怀川的遭遇，他们纵然有些吃醋，都忍了下来，说是找个茂密的草丛。叶瑶走出来后，这看看那看看，好似他的肚子一点事都没有了。找到一棵高大的榕树后，叶瑶才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穆怀川时，笑眯眯的。怀川哥哥，还记得榕树吗？这棵跟之前蛇部落后山那棵看起来年份差不多。刚压制下去的想法，在看到这棵榕树后又冒了出来。穆怀川颔首，自然记得那天你在榕树下强吻了我，还被沈景元那条小狗打断了我们的兴致。叶瑶脸色爆红，他推搡了一下，娇羞道，我不是要说这个。想到什么他提高了声音，还有，我哪有强吻你，明明就是你。看着他这副模样，穆怀川心里愉悦不已，他伸手将害羞的叶瑶紧紧抱在怀里，闻着雌性身上的香气，深吸了一口。阿瑶，谢谢你。他知道阿瑶一定是为了哄他开心，阿瑶真的做到了。见他心情愉悦了不少，叶瑶才指着那棵榕树，我好想看看上面是什么样子的。这么有指向性的话语，穆怀川当然懂。下一秒便见他化身为兽形，阿瑶，我带你去看。飞到榕树上面，枝繁叶茂，穆怀川将他放稳在很粗的树干上，才重新化为人形，坐在他旁边。因为是黑夜，看过去一整个翠屏山都是黑漆漆的。叶瑶主动将头靠在了穆怀川宽阔的肩膀上，眼眸望着眼前黑漆漆的一片。怀川哥哥，你真的不必自责，我希望你能快乐，我会尽快想办法将阿父从部落带出来的。他不打算去兽皇城了，他要留在附近的部落，找机会救出阿父。兽皇城路途遥远不说，虽然阿母不会伤害阿父，但架不住有个心肠歹毒的叶念，万一他将恨意转移到阿父身上，恐怕阿父会有危险。虽然阿父也是强大的5阶兽人，但他在明叶念在暗，总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尽快想办法将阿父带出来。而且他还有兽神大人的考验，需要唤醒阿姐的灵魂和赶走穿越女，他不能走。穆怀川用手搂住他的腰，阿瑶，谢谢你宽慰我，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2人望着天上亮眼的星星和月亮聊了许久，彼此的心算是更靠近了一些。突然想到上次与沈景元交尾后，他的复制异能和沈景元的异能都升了一阶，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提升自身实力，如果交尾真的有用，他又怎能不尝试？于是他咬着牙看向穆怀川，红着脸开口，
怀川哥哥，你想不想与我交尾？没想到他会突然这么说，就算是穆怀川也有些措手不及，耳根子红得快要滴血。但他毕竟不是沈景元那般单纯的性子，一阵天旋地转，叶瑶已经平躺在穆怀川的腿上，他眼眸染上了玉色。阿瑶，你当真愿意？夜黑风高，适合做些喜欢的事。晚风吹拂过身体，有一种宜人的凉爽和惬意。榕树上，穆怀川将叶瑶轻轻压在身下，右手搂着柔软的腰肢，左手垫在她的头上，附身把脑袋贴在她白嫩的脖颈处，也不说话，就是轻轻感受彼此的心跳，闻着小雌性身上的香气。良久，他才抬起染了欲望的褐色双眸望向叶瑶。阿瑶，你真的愿意吗？我不希望是因为可怜我，那样只会委屈你。他的眼神炙热得很。叶瑶抱着他的脖子勇敢直视。怀川哥哥，我喜欢你，我愿意，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受夫，还因为你对我热烈的爱意。从前是我眼盲心下，如今发现我对你的心。剩下的话都被滚烫无比的吻堵回去了。他闭上眼睛，尝试着回应，感受着他生疏笨拙的回应，穆怀川越发热烈，仿佛是在用这个吻倾诉着自己满腔的爱意。本来搂在柔软腰间的手也逐渐不老实，叶瑶意乱情迷，意识都逐渐溃散掉。阿瑶，阿瑶，阿瑶！穆怀川身体滚烫，不断呼唤着叶瑶的名字。夜风萧瑟，榕树上的树叶沙沙作响，一片又一片的树叶脱离树枝，在半空翩翩起舞，有的轻飘飘落在地上，与湿润的泥土来个亲密接触，有的则是翩然飘得更远，不知要去往哪个远方。叶瑶和穆怀川已经不知天地是何物，忘情的纠缠在一起。穆怀川很会撩拨，叶瑶身体颤个不停，险些招架不住。榕树下，几个兽夫见他们迟迟不回，担心出了什么危险，于是都出来找。他们4个聚集在一起，脸上无不带着担忧。小狗沈景元快要急疯了，妻主他们怎么去了这么久？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他利用伴侣图腾寻找，显示叶瑶就在附近，可他怎么也找不到。之前在翠屏山那么多毒蛇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天若非有个蛇族天敌的穆怀川，恐怕他们在劫难逃。叶念的狠毒超乎他们想象，越想沈景元越担心。周围我都看了，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莫萧云声音低沉，顾青舟抿了抿唇，他心中有隐隐的猜测，但没好意思说出来。陆明安化身为兽形，正准备再去找，就有一片树叶掉落在他面前。他用力嗅了嗅，发现树叶上有一种古怪的味道，用爪子将树叶抓在手上，他虎脸露出疑惑，这上面是什么？狗子的鼻子很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立刻冲过来将树叶抢了过去。看到上面粘着的东西后，嘴角不受控制的抽搐了下，而后眼眸复杂的抬头望向榕树。几个兽夫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不过因为榕树枝繁叶茂，树干又大，现在还是黑漆漆的夜晚，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只不过他们同时安静下来后，一个个耳朵微动，便听到了空气中传来一声声低吟和粗喘声，羞得面红耳赤。他们立刻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纷纷变成兽形落荒而逃，狼狈的逃回之前生火烤肉的地方。他们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彼此都不想被看到自己狼狈和气愤的面容。他们知道叶瑶是去安抚穆怀川的，可万万没想到是这样安抚的。叶瑶娇软动听的呻吟声萦绕在他们脑海中，根本挥之不去。他们也想被这样安抚啊。他们几个中，除了小狗沈景元已经尝试过美好的滋味，狐狸陆明安还喝了点汤，顾青舟和莫萧云甚至连汤都还没喝着，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们如何能忍受？沈景元郁闷至极，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他觉得他被偷家了。陆明安更是气得牙痒痒，他没能第一个得到叶瑶，本打算第二个的，没想到这次居然又被穆怀川给捷足先登了，烦死了，气也无可奈何，只能竖着狐狸尾巴生闷气。小鱼顾青舟蹲在地上，手里拿着尖锐的石子，不停画着圈圈，不知什么目的。几个之中，还是脾气暴躁的莫萧云最为直接。只见他巨大的虎掌一掌拍在旁边的大树上，大树应声倒地，随着后面的大树一棵接一棵的倒下，大概到了10棵才停下。榕树上一直缠绵到后半夜，穆怀川才满足的停了下来。他竟不知原来交尾的滋味这般美妙，难怪部落里每天晚上都有此起彼伏的暧昧声，换作是他，恨不得每晚都这样才好呢。叶瑶穿好兽裙后依偎在他怀里，脸上还有事后的红潮。怀川哥哥，你快看看你的异能可升阶了。他没有升，仍然是2阶，虽然有些失望，但也算是意料之中。兽神大人都说了，他的复制异能极难升级，若与兽夫交尾就能升阶，那兽神大人也不会有3年之内让他复制异能升到5阶的考验了。前段时间他有些懈怠，现在看来一刻也不能懈怠，他必须将睡觉的时间用来修炼。穆怀川不明白他为何这般说，不过还是很听话的查看自己的异能等级。片刻后，他脸上堆满了欣喜和不可思议，我的异能居然突破了4阶。穆怀川的声音有些激动，
他们蛇就一族异能的3阶到4阶是第一个瓶颈，他12岁异能便升到了3阶，没人知道他已经在3阶停留了整整8年，没想到只是与叶瑶交尾就突破了困住他8年的瓶颈，他如何能不激动？阿瑶，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叶瑶同样不解的摇摇头。穆怀川沉吟片刻，上次沈景元也一夜后异能等级升到了3阶，莫非交尾还能对异能升级有好处？他褐色瞳孔亮晶晶的，勾唇坏笑，突然伸手挑起叶瑶的下巴。阿瑶，这样快乐又有助于升阶的事情，以后可要多做。灼热的呼吸喷洒在脸上，叶瑶面颊烧得很，他努力歪头不敢对视，声音极其不自然。怀川哥哥，他们该着急了，我们回去吧。二人回去的时候，4个兽夫都没睡。在他们目光齐齐扫过来时，叶瑶心里突然有些心虚的感觉，突然感到有些腿软，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眼疾手快的穆怀川连忙伸手将他捞进怀里，眼含关切：阿瑶，没事吧？其他4个兽夫也连忙站起来，在看到叶瑶落入穆怀川怀里后，心里都充满了嫉妒，他们嫉妒死了，他们快要酸死了，他们也想跟叶瑶交尾。我没事。叶瑶连忙从他怀里起来，看着空空如也的胸膛，穆怀川神色有些委屈，他看着叶瑶的那个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踢起裤子不认人的雌性流氓。叶瑶心虚的捂着鼻子，今天都累了吧？大家早点休息，明天起来我们再研究研究去哪个部落落脚。几个兽夫一听，纷纷看向他。七主，我们不去兽皇城了。顾青州开口问。对。叶瑶颔首，将阿父单独留在蛇部落，我还是不放心。叶念太过危险，我担心他会对阿父下手。沈景元脑海里第一时间想起狼部落，但转瞬即逝，狼部落将他赶了出来，自生自灭，他又怎么会回去？就算回去，狼部落的族人也容不下他。莫萧云对附近的部落比较熟悉，据我所知，离这里最近的是雄狮部落，就在交易市场东面的那座山脚下。陆明安将修长的手指放在下巴思索片刻。雄狮部落实力强大，他们也不会惧怕蛇部落找麻烦，倒是个好去处，而且离蛇部落较近，也好打听阿父的消息。叶瑶眼眸一亮，好，那我们就去雄狮部落借住一段时间。想到当初在河底发现的那片岩和岩石，他提议道，不过在出发之前，我想先让青州哥哥带我们去个地方。顾青州心领神会，温柔应声，好，明日一早就去。商量好接下来的去处，陆明安突然咦了一声，咦，穆怀川你居然突破到4阶了。穆怀川勾唇，心情十分愉悦，还是多亏了阿瑶。几个兽夫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心里更羡慕了。顾青州低垂下眼睑，浓密的睫毛在眼下形成阴影。他淡淡道，这样也好，4阶的蛇就兽人，就算是对上5阶的蛇兽人也有一战之力，我们的安全也多了些保障。虽然族长叶和答应放他们离开，但难保有蛇兽人不会来悄悄对他们动手，这一路他们必须谨慎。翌日一早，顾青州变成金鱼，将他们几个一并带入了河底。几个兽夫第一次这样在水里呼吸，倒是有些新奇。相比之下，叶瑶现在就显得淡定许多。想到当初他第一次下水，还有些害怕呢。顾青州突然想到花惊红，大大的眼睛划过抹遗憾。花惊红不但没帮到我们，还被叶念给杀了，真是白费力气。这是叶瑶第一次听到顾青州嘴里出现抱怨，想必也是觉得在花惊红身上费那么多时间不值得。没关系，他虽然死了，也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起码蛇部落的那些蠢货不是每个都那么相信叶念，也算是在他们心里埋了一层种子，只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现在的叶念是族长继承人人选，又拥有木系异能，那些蛇部落人不敢得罪他。可某一天叶和知道自己的女儿早已被夺舍，那只是个心思歹毒的穿越女，还会让他继续当族长继承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叶念不再受叶和宠爱，只要揭穿他真正的面目，那他就不再受蛇部落庇佑，到时候等待他的就会与自己今天的遭遇一样，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他相信总有一天穿越女会自食恶果。好不容易到了河底，当几个兽夫看到那大片的岩石，还是震惊了。听别人形容总是不如自己亲眼看来的震惊。沈景元在水泡里激动的上蹿下跳，盐，好多的盐啊，有这么多盐在手，别说去雄狮部落，就算我们自己建一个部落都完全没问题。闻言，叶瑶给了他一个夸赞的眼神，你的想法不错，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现在只要被蛇部落发现没离开，就会被追捕，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建自己的部落。他只有不到3年的时间了，3个考验必须完成，否则他和5个兽夫都将被天道抹杀。想到这个，他眼眸瞬间暗淡下去。这些盐先不管，我们多带几块岩石上去就行，到时候也好让雄狮部落接纳我们。好，带了10块岩石，他们离开河底后，找了一处较为隐秘的山洞，花差不多2天时间将所有的盐都刮了下来，一共10罐盐。看着10罐盐，叶瑶心满意足，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出发雄狮部落。过了翠屏山，过了交易市场，
他们到达了交易市场东面，不过因为下起了连日的暴雨和大风，被困在了这里，不敢上山。一般出现连日暴雨，山上会出现山体滑坡，到时候就算异能再厉害也不好使，而且还有大风，他们也不敢乘坐在穆怀川的兽身上，一个不小心会被大风刮下去，那将会摔得粉身碎骨。他们就在交易市场附近寻了处山洞躲起来，6个人互相依偎，外面狂风暴雨。山洞内因为有莫萧云的火系异能，倒是十分温暖。第3天因为没有食物，陆明安和莫萧云决定出去打猎，可这一去却迟迟没有回来。叶瑶有些担忧，决定冒雨亲自出去找。穆怀川、顾青州以及沈景元跟在身边。走出不远，他们发现有打斗的痕迹，地上甚至有零星的血迹，这让叶瑶心急如焚，赶紧顺着打斗痕迹找了过去。一路越走越远，最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他们，但他们情况很不好，被一群雄性兽人围在中间，且身上都挂了彩。陆明安甚至连尾巴都断了一半，不断有血滴出来。叶瑶瞬间急得红了眼，快去救他们！几个兽夫正准备救人，莫萧云和陆明安听到了叶瑶的声音，他们同时回过头，眼眸焦急，几乎异口同声：快走！他们都是3阶以上的流浪兽人，叶瑶怎么可能走？他手里的藤蔓瞬间缠上一个流浪兽人的脖子，因为那流浪兽人对他没有设防，当场死亡。要走一起走，他看着地上的尸体，很力道。其他流浪兽人被这一幕惊呆了，这个雌性居然有异能，那个买通他们杀人的也没说啊。不过那流浪兽人的头领叫做罗无道，是个5阶的阴兽人。他看着叶瑶绝美的脸和凹凸有致的身材，眼睛都冒着绿光，口水也险些流了出来。老子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漂亮的雌性，还是个觉醒了木系异能的雌性，把你抓回去，为老子生一窝崽崽，说不定你生的小雌性也能觉醒木系异能。他说着，肮脏的爪子就要伸过来摸脸。叶瑶忍住恶心，将一根藤条抽了过去，给我滚！身为5阶兽人，罗无道自然不会被这么轻易抽到，反应极快的抓住那藤条，用力往自己那边一带，眼看叶瑶就要扑进他怀里。叶瑶大惊失色，穆怀川立刻化身为兽形蛇鹫，锋利的爪子狠狠抓向罗无道的后背。罗无道原本不当回事，可感受到那股强大的能量和危险时，赶紧推了一把叶瑶，自己则同样变为兽形躲开攻击。他的动作极快，就好像后背长了眼睛一样，一击不成。穆怀川眼里有些失望，刚刚若击中，这阴兽人不死也要重伤。他是这群流浪兽里面唯一一个5阶的，他失去战斗力就会好对付很多。可惜了，不过并不气馁。迎面与冲过来的老鹰打在了一起，双方的羽毛顿时簌簌往下掉，就跟不要钱一样。叶瑶被罗无道推了一把，沈景元将他接住。七主，你没事吧？他看了一眼穆怀川，发现一时并未占下风。我没事，陆明安和莫萧云受伤了，有危险，先帮他们。莫萧云身上都是小伤，陆明安的狐狸尾巴断了一半，却是看起来有些严重。尾巴于狐狸来说还挺重要，虽然不像九尾狐一族断尾如丢命那么重要，那也是相当于砍到了身上的大动脉，因此那尾巴一直在流血。陆明安此刻已经很虚弱了，叶瑶已经顾不得藏着掖着，与顾青州和沈景元冲进去，将手搭在了断掉1阶的狐狸尾巴上。我给他治疗，你们几个一定要顶住。顾青州和陆明安看到他有治愈系异能并不意外，聪明如他们，救治花惊红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叶瑶只是将血止住就停了手，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脱困，不然他们都会死在这里。虽然他们几个天赋都很不错，穆怀川更是突破了4阶，但他对付的是同样为飞禽的阴兽人，并没有对付蛇兽人时的优势，所以打得很吃力。4阶对上5阶没有落下风就已经很厉害了。罗无道眼眸微沉，蛇鹫一族果然强大，一个刚升到4阶的兽人居然在我手里不落下风，可惜了，我今天带来的都是3阶以上的高手，除了那个拥有异能的雌性，你们全部都要死。他很兴奋，没想到那个雌性不仅拥有木系异能，更是拥有极其宝贵的治愈系异能。他们流浪兽人经常受伤和生病，若是拥有治愈系异能的雌性为他们治疗，说不定真能建立一个专属于流浪兽人的部落。越想越美，他打得越发起劲，显然已经将叶瑶当成了他要带回去的猎物。穆怀川到底只有4阶，时间一长就落了下风，他面色无比凝重。我不是这个阴兽人的对手，你们尽快想办法带阿瑶离开。陆明安狐狸尾巴止血后，身体状态好了一些，听到穆怀川的话，忍痛站了起来，将叶瑶护在身后，吃力的应付着攻击的流浪兽人。除了穆怀川，他们都是3阶，而这些流浪兽人不仅全都是3阶以上的，数量还是他们的3倍，根本没有打赢的机会，他们必须想办法突围。顾青州兽形是鲸鱼，在陆地上不适合化为兽形，故而只能以人形态战斗。他的异能是水，但攻击力并不强，可以说是几个兽夫里最弱的。战斗开始没多久就受了伤，但每次流浪兽人要刺中他要害时都能被他躲过去，要么就刺偏了，
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操控一样，特别邪乎。但只有叶瑶知道，因为顾青州锦鲤气运已经觉醒，所以现在运气较好罢了。莫萧云不愧是老虎，霸气十足，等阶虽然不高，也能打得这些流浪兽人节节败退。但人数优势此时无限放大，饶是他再凶猛，也有些招架不住了。再不想办法突围，他们今日必死无疑。莫萧云巨大的老虎身躯突然横冲直撞了出去，朝着穆怀川和罗无道的方向跑去。几个火球射向罗无道的脑门，让他躲闪不及，一鼻子灰。穆怀川，你把他带下来，我来跟他打。虽然穆怀川不懂他要做什么，但还是默契的配合，带着罗无道落了地。2对1，他也不怕，一个3阶，一个4阶。真以为我会怕你们不成？少废话！莫萧云张开大嘴就朝着老鹰的脖子咬去，看起来不要命一样。罗无道感受到森林之王的压迫感，开始专心应战，而穆怀川在背后准备偷袭。这时候莫萧云被打得倒退到他身边时，小声说：你会飞，你赶紧带着叶瑶离开，要快。穆怀川想说什么，咽了回去，考虑了一下，转身去攻击那些3、4阶的流浪兽人，救下了力竭的叶瑶他们。阿瑶，快上来，我带你们突围离开。叶瑶抱着受重伤变成小狐狸的陆明安上了穆怀川的背，沈景元将受伤的顾青州也用狗嘴叼着用力扔了上去。你们保护好妻主，我和莫萧云来断后。不行，我们一起走。叶瑶果断拒绝。罗无道看出他们要跑，想要去追，却被莫萧云狠狠咬住了翅膀，根本飞不起来。你放开老子！他气得一下一下拍打莫萧云的身体，虎嘴里溢出大量鲜血，也死死咬着。只是那双琥珀色眼珠盯着穆怀川，示意他赶紧走，再不走他坚持不住了。莫萧云，你快上来！叶瑶急得团团转，想要让莫萧云跟着一起走。穆怀川心一狠，准备离开，看得叶瑶心惊胆战。别走，等莫萧云和沈景元一起。陆明安已经彻底昏迷过去，小小的狐狸身子窝在叶瑶的怀里，什么也不知道。顾青州也有些于心不忍，但他们受父的责任便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妻主。莫萧云和沈景元死死拖住流浪兽人，无声的眼神便表明了他们已经打算赴死的决心。握紧双拳，顾青州突然从穆怀川的背上一跃而下。顾青州，你干什么？穆怀川瞪着他，赶紧带妻主走，我们必须保护好他。话音刚落，顾青州就再次冲进了流浪兽人中，救下了险些被咬破脖子的沈景元。不，顾青州，你给我回来！叶瑶急疯了。这时穆怀川红了眼，扑腾着翅膀迅速离去。叶瑶拍打他的后背，哭着说：不要走，我们要带着他们3个一起。阿瑶，他们3个拼命想要拖住流浪兽人，我绝不能让他们的努力白费。叶瑶眼泪直掉，他手里绿光一闪，藤蔓同时缠绕上沈景元、顾青州以及莫萧云的身体。顾青州因为是人形，瞬间被他拉了回来，但他缠住的只是沈景元的分身，本身还停留在原地。莫萧云为了拖住罗无道，更是一爪子将藤蔓斩断。琥珀色双眼盯着叶瑶远去的身影，充满了不舍。叶瑶，一定要活下去，以后我不能再保护你了。穆怀川的速度极快，转眼便消失在视野中。罗无道愤怒不已，忍痛将莫萧云给震开。莫萧云本就只有3阶，刚刚为了拖住罗无道内脏受伤严重，此时被震开，再也没有了招架之力。巨大的白虎倒在地上，他伸出粉色的舌头，大口喘息着，整个胸腔剧烈起伏。罗无道鹰眼里满是狠厉，为救你的妻主，居然连命都不要了，当真是伉俪情深呢。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现在就成全你。说完，他便高高的举起锋利无比的鹰爪，照着白虎的心脏狠狠掏了过去。莫萧云眼里并无波澜，他早已猜到了这样的结局，从容的闭上了双眼。扑哧一声，是爪子探进血肉的声音，但他并未感到预想中的疼痛。莫萧云疑惑的睁开眼，便见一头灰色毛发的狼挡在他身前，老鹰的爪子刺进了狼的心脏里翻搅。莫萧云瞳孔紧缩，眼里似乎被鲜血染红。狗子，沈景元居然替他挡了致命一击，这怎么可以啊？狗子现在已经与叶瑶交尾，成功结了伴侣图腾，若是死了，叶瑶该有多伤心啊！该死的应该是他才对。正想着，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我没事。是狗子的声音。转身望去，便见灰狼从流浪兽人里冲了出来，身上染了斑斑血迹，但起码是生龙活虎的。你没死。莫萧云面露惊喜。与此同时，罗无道面前的灰狼变成残影，消散于空中。他拍拍自己的爪子，居然只是道分身，真是晦气。正想再给莫萧云一击，已经来不及了。老虎再次站起身来，与灰狼背贴背，眼神警惕地看着他们。沈景元用爪子抹了一把狼脸，望着叶瑶离去的方向，喃喃道：我们今天怕是都要死在这里了。他看了眼四周，唯一的突破口便是后面的悬崖，跳下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一会儿慢慢退过去，那悬崖下是水，还有机会。莫萧云沉默，沈景元便当他是默认了。罗无道不想与他们纠缠，抓住那个拥有异能的雌性要紧，留下10个兽人把他们解决了，剩下的跟我去追那个雌性。
这次沈景元和莫萧云想拦也拦不住，与剩下的10个流浪兽人进行新一轮的激战。莫萧云咬断一个兽人的脖子后，有些力竭跪倒在地上，眼看有兽人朝着他冲过来，沈景元冲过去，一爪子拍在了那流浪兽人的头上，将其击退。莫萧云，振作起来，七主还在等我们。话落，就有兽人一口咬在他的腿上，他痛呼一声，用力将其踢飞。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已经退无可退。打斗期间，一头野牛兽猛冲过来，撞到了灰狼的腹部。沈景元身体被撞飞，瞬间朝着悬崖底下而去。莫萧云见此虎啸一声，主动跳崖去追沈景元。已经跑了很远的叶瑶他们接连听到了狼嚎和虎啸，心里都充满了担忧。叶瑶抱着穆怀川的翅膀哭泣着，怀川哥哥，我们回去吧，我好担心他们。不可以，阿瑶，我们现在回去就是送死。我答应过阿父必须要保护你的安全。他也很担忧，可就算他回去也不是那5阶流浪兽人的对手，更何况那群流浪兽人的异能等级都不低，他们这里伤的伤，昏迷的昏迷，岂不是回去白白送死？他现在脑子里头的想法就是赶紧逃，逃得越远越好，最起码他要将阿瑶藏到安全的地方后再回去。叶瑶心急如焚，他想复制穆怀川的异能，独自回去寻找。可陆明安伤得很严重，顾青州也受伤了，若他执意要回去，他们也一定会跟回去。那他这样做岂不是在害他们？莫萧云的情况还不清楚，但沈景元他知道还活着。他每与一个雄性兽人交尾，身上就会出现一道独属于他们兽形的伴侣图腾，胳膊上那道小狼的图腾还在，证明沈景元还活着。他下定决心，度过这次危机过后，要把剩下3个都成功劫掠，免得遇到这种情况时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状况。穆怀川拼尽了全力逃跑，再加上之前莫萧云和沈景元拖延的时间，他们终于成功甩掉了那群流浪兽人。悬崖底下，莫萧云和沈景元落进水里时都被水面砸晕了，他们兽形上的血都被河水冲淡许多，身体也在河水里沉沉浮浮，不知飘向哪里。洪七峰正好在悬崖底下追赶一只鹿兽，结果鹿兽跳进了水里，他不擅长水，只能站在原地干着急。可恶，居然进水了！他恼怒的在原地跺了跺脚，刚准备离开，眼尖的看到了不远处躺在岸边的灰狼和白虎，生死不知。洪七峰眼神一亮，搓了搓手跑过去。狼部落里一处偏僻的山洞内，灰狼躺在石床上，白虎更是直接躺在地上，他们身下连块垫的兽皮都没有。不是洪七峰抠门，只是他们狼部落的巫医说了，他们伤口太多，还在不断流血，要是铺上兽皮和干草，到时候粘连到毛发和皮肉伤，只会伤上加伤，导致伤口更加恶化。巫医，他们2个是我的朋友，劳您多费心了。洪七峰面对他们的巫医时态度十分恭敬，他已经认出来了，这2个雄性兽人就是2次在交易市场碰到的蛇部落的兽人，也是他苏妹子的2个兽夫。当初苏妹子给他优惠的价值换了2罐品质极高的盐，可把他的族人们给羡慕坏了，就连七主都夸赞他。他这次出来狩猎也是想着下一次能换到更多的盐，没想到居然会碰到重伤昏迷的这2个狼兽人和白虎兽人。巫医是个看起来年纪很大的老者了，但因为是狼部落唯一拥有治愈系异能的兽人，所以还要为受伤的族人治疗。这次若非洪七峰这小子苦苦相求，他是绝对不会为2个外来部落的兽人治疗的。一把年纪了还要给人治疗，他可太不容易了。好想赶紧找个接班人，也好早些颐享天年。他用治愈系异能为2人治疗后就摆了摆手，我已经尽力，再消耗下去我这把老骨头别想要了。七峰啊，你也知道他们要不是你的朋友，我连看都不会来看一眼。洪七峰连忙趁势恭恭敬敬地将巫医朱春送了出去。回山洞后，他看着仍旧昏迷不醒的2人叹了口气，2位兄弟，我也是尽力了，是生是死就得看你们造化了。话虽如此，等晚上2人同时发起了高烧，洪七峰认命的拿着冷水和兽皮为他们降温，忙活了整整1晚，直到2人都降温后才趴在石床边沉沉睡去。3日后，确定那些流浪兽人都离开后，穆怀川才带着叶瑶他们返回之前打斗的地方，地上都是流浪兽人的尸体和大量血迹，沈景元和莫萧云却不见了踪影。穆怀川皱眉，难道被那群流浪兽人给抓走了？若真是那样的话就难办了，光凭他们几个如何闯进流浪兽人的群居地救人？空气中一时有些沉默，直到陆明安发现悬崖边上掉落了许多毛发和血迹，他拿起来一看，确定是沈景元和莫萧云的。他有猜测，他们应该是坠崖了，这悬崖下是河流，说不定还有生还的可能。叶瑶急忙点头，对，一定就是这样。沈景元的图腾还没消失，他还活着。他们找了下悬崖的小路，顾青州带着他们沿河找了一路，却没有任何的踪迹。大家有些气馁，莫非他们猜错了不成？就在这时，原本暗淡无光的小狼图腾亮了起来。叶瑶立刻查看小狼图腾，露出欣喜来。沈景元的图腾亮了，看来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们顺着图腾去找他们。
穆怀川是飞禽，他赶路最快。叶瑶坐在他背上，仔细感知小狼图腾的远近，最后停留在狼部落的前方半空。他们不敢再往前了，那里毕竟是狼部落，若贸然前去，或许会被当作入侵者。穆怀川稳稳落地，他们变换成人形走上前。此时正午，守门的狼兽人原本有些犯困，看到他们出现后，顿时警惕起来。你们要干什么？何故出现在我们狼部落的领地？叶瑶缓缓走上前，礼貌开口：两位大哥，是这样的，我有2个兽夫走丢了，伴侣图腾显示他们就在狼部落里面。不知你们部落这几日可有接收过受伤的兽人？因为兽氏大陆对雌性的偏爱，多数兽人对雌性态度都是十分尊重和友好的。再加上叶瑶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又有礼貌，2个狼兽人顿时对她起了好感。仔细回想了一下，他们赶紧点头。3日前，我们狼部落的确就回来2个受伤的兽人，一个是灰狼兽人，一个是白虎兽人。这位美丽的雌性，他们2个可是你的兽夫？叶瑶一听，顿时兴奋起来。看来沈景元和莫萧云都被救了，他们都没死。对，他们都是我的兽夫，没想到被你们狼部落救了回来，真是太感谢了。2位大哥，可否带我们去找他们2个？洪七峰守在山洞里，一连守了3天，他的崽崽都交给了他的妻主和阿母看着。沈景元醒过来时，看到他趴在石床上睡觉，还有些懵，摸了摸发疼的脑袋，很快便明白怎么回事。想来是洪七峰救了他们。他蓝色的眸子有些复杂，没想到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狼部落。当初被自己的阿父骗出去自生自灭，被自己的族人嫌弃，视他为不祥。若知道自己又回来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正发愣时，地上发出了痛苦的闷哼声。莫萧云醒了，睁开琥珀色的眼珠，他猛地从地上坐了起来。这是哪里？听到声音，睡梦中的洪七峰惊醒过来，仔细看去，会发现他的2个眼睛下面都是乌青。你们终于醒了，这几天可累坏我了。他耿直地抱怨道。莫萧云看向他，出声感激，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多谢，洪大哥，你这几日辛苦了，真的多谢。沈景元也笑着回答。被这么一感激，洪七峰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赶紧摆手，客气了，我们也算是朋友，岂能见死不救？2人没有反驳，算是默认了朋友的说法。不知叶瑶他们怎么样了？沈景元忙问。洪大哥，不知我们到狼部落多久了？3天。3天。沈景元和莫萧云同时瞪大眼眸，没想到他们居然昏迷了3天。2人都有些焦急，莫萧云火急火燎的就要出去，他担心叶瑶。这时山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七峰，我听说你3天前救了2个兽人回来，其中一个还是蓝色眼睛的狼兽人。伴随着这句冷漠话语进来的，是一个面容长得与沈景元有几分相似的中年雄性。顺着声音望了过去，沈景元一眼便认了出来，这是他的阿父，那个将年仅3岁的他哄骗出狼部落，而后扔下任他在外自生自灭的阿父。这个狠毒的兽人，就算化成灰他也认得。金月刚进山洞，便看到那道带着恨意的眼神，强烈的让他完全无法忽视掉。那双蓝色的眸子与他有5分相似的脸，以及他眼眸一沉，用力嗅了嗅，而后笑了。血脉的气息。金月举起布满茧子的手指向了沈景元，笑得意味不明。你是我多年前扔出去的崽子。洪七峰虽然有猜测，但如今金月真的说出来，他心里还是有些惊讶的。金月脸上那意味不明的笑，以及能轻飘飘说出当年把自己崽子扔了的话。沈景元死死盯着他，2侧的手握得死紧，注意到他咬牙切齿的表情以及手上的动作。金月看起来丝毫没有感到内疚，他故意弯下腰凑近沈景元道：怎么想打你的阿父？砰！这话说完，一拳头狠狠打在他的左脸。沈景元再也忍不住了，他低吼着把自己的崽子哄骗去部落外扔掉，你还能如此淡然地说出来？金月，你还有人性吗？你连那些兽都不如。他一动手一嘶吼，瞬间牵扯了身上的伤口，又有大片的血渍流出来，染红了身体。洪七峰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忙关心他，别激动，你身上的伤，特别是腹部的伤口很严重，好像是还有旧伤，之前在森林被叶念和花金红布置的陷阱刺穿了腹部，落崖前又被一头野牛兽人给撞伤。沈景元腹部的伤很重，若非巫医使用部分治愈系亦能救治，他已经死了。沈景元的腹部潺潺流血，很疼，可不及他的心疼。他万万没想到与阿父再见会是这种场景。3岁之前，阿父在他心里的形象很高大，很勇猛，会高兴的叫他小狼崽子，会把他抱起来放在脖子上，还会变成兽形，用嘴替他舔舐身上的毛发。阿父说这是一种亲昵的表现，他曾以为就算没有阿母他也很幸福。直到某一天，部落的兽人们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他，他的伙伴也都被勒令远离他，他们说他是怪物，蓝色的眼睛视为不祥，他长大后将会是整个狼部落的祸端。可阿父却安慰他说他不是怪物，说会永远保护他，直到阿父说带着他出去锻炼狩猎的技能，
却将他自己扔在了危险的森林里。他好不容易逃出森林，按照脑海里的记忆回到狼部落，却被告知他被抛弃了。他是灾星，狼部落再也不允许他踏进一步。他那时才意识到，阿福真的不要他了。小小的他坐在部落外哭了一整天，只希望他们能够心软放他回去。可没有，他们的眼神是无比的厌恶。他受伤的腿用力爬起来，一瘸一拐地离开了那里。后来在他走投无路时晕倒在地，是妻主救了他。思绪回来，他眸中恨意更甚，把自己的崽子扔掉，难道心里就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吗？金月，他的阿父是如何做到这么淡定的？金月抹了一把受伤的脸，微微皱眉，你还真打？他好歹也是4阶兽人，平常根本不会让这个小狼崽子得逞。可刚才他没对其设防，也没料到真的敢打他。罢了，当年的确是我将你扔掉的，这一拳便当给你出出气，从此我们两清。这话险些没把沈景元给气晕过去，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兽人。一旁的莫萧云都看不过去，冷冷道：虎毒不食子，没想到你心肠这般歹毒，真是钦佩。金月眯着眼瞪他，我劝你少管闲事。说完又用手指着沈景元的鼻子，我看你也醒了，你该知道狼部落不欢迎你，收拾收拾自己，加紧尾巴滚蛋。沈景元身躯一震，这是又要赶他。他嘴硬道：我也是狼兽人，这里本就该是我的家，我若不走又当如何？金月并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只是嗤笑：你的家？崽子，你是狼部落的灾星，大家巴不得你死，这里怎么可能是你的家？识相就离开，看在你是我崽子的份上，我不会跟你动手。可你若执意留下，我就只能将你的身份告诉族人，到时候你是被赶出去还是被处死，那我可就管不着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沈景元气得牙痒痒，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他没有这样的阿福。莫萧云双手变成虎爪，没忍住在地上刨了几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阿福？正在对峙，山洞外传来几道脚步声。洪七风，这个美丽的雌性说，你3天前救的那2个雄性兽人是他的受夫。闻言，沈景元和莫萧云顾不得生气，同时将头望向山洞外，看见那道熟悉的倩影时红了眼眶。七主，叶瑶，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走进山洞，便看到了石床上的沈景元和地上的莫萧云。叶瑶顿时热泪盈眶，他小跑过去，伸手同时将2个兽夫抱进怀里。景元哥哥，萧云哥哥，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可把我担心死了。声音中带着哽咽，还有失而复得的浓浓喜悦。穆怀川、顾青州以及陆明安看到他们眼中也都露出笑意。你们都还活着，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在看到沈景元腹部的伤后，叶瑶心疼的直流眼泪。他直接治疗，看得洪七风和金月惊讶不已。这个雌性不仅会异能，还是稀有的治愈系异能。金月看着那柔和的白光，不知在想些什么。洪七风更是夸张，大妹子，没想到你居然还会治愈系异能，我真是闻所未闻。叶瑶浅笑，运气好，受到兽神大人的指点，他倒也没撒谎，的确是托了兽神大人的福。治疗完沈景元和莫萧云后，他们的伤势都好了许多。金月继续催促，既然你们七主已经找过来，那就一起滚蛋吧。沈景元一副又要打他的样子。金月，我劝你对我的七主客气一点。金月的这番态度的确令叶瑶十分不喜，但想到这是人家的地盘，他生生忍下了心中的不悦。敢问这位是？金月不屑搭理他，跟那只不祥的小狼崽子有关的雌性和兽人，他都不屑搭理，那都是带着晦气的。瞅见他不屑的态度，叶瑶目光更是一沉。还是洪七风出来打圆场，大妹子，他叫金月，是你这个狼兽夫的阿福。叶瑶一愣，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令他浑身不舒服的中年雄性，居然会是沈景元的阿福。这才仔细看去，发现他们的确长得有几分相似。他突然就想通了，能把自己的崽子丢掉的雄性兽人，能是什么好东西？也难怪令他感觉不舒服了。这下他也没了好脸色，冷漠道：我们几个是否能留在狼部落，是你能说了算的吗？他看向脸色担忧的洪七风，声音放柔和些许：洪大哥，可否帮我去通知你们族长一声，我们想留在狼部落暂住一段时间。听到他们要暂住，洪七风自然是高兴的，但他看了一眼沈景元，似乎有些为难。大妹子，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住下，但我的族人们的确对沈兄弟的身份有些难以接受，所以族长可能不会同意。叶瑶理解他，也能看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善意。他手里发出一阵白光，温柔笑道：如果我暂住的这段时间可以为你们族人治疗呢？洪七风眼神一亮，他赶紧朝着外面走去。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找族长来。金月没有阻拦他，反而是瞪了眼沈景元后出去了。没人知道他去干什么。他们都走后，沈景元抓住叶瑶的手，有些紧张。七主，这里真的容不下我，要不我们还是去雄狮部落看看吧。叶瑶面色犹豫，你们现在都有伤在身，就算我用治愈系异能，也至少需要5日的时间才能恢复。现在若贸然出去，
再碰到那群流浪兽人或者其他危险怎么办？叶念心思很多，他巴不得我们全都死在外面。听了他的分析，几个兽夫纷纷点头。沈景元也决定要争取留在狼部落，为了妻主的安全，哪怕他受些委屈也没关系的。洪七峰先去请了他们的族长子服，又将巫医朱春给驮了过来。巫医年纪大了，力不从心，一直想有个帮衬的。若知道叶瑶有治愈系异能，能让他这段时间轻松点，肯定非常乐意。他驮着巫医来的时候，族长子服以及众多族人都已经赶来，那些族人自然是被金月带来的。金月告诉了他们沈景元的身份，是要将其赶出狼部落。叶瑶他们站在一边，似乎正在与族人对峙。族长，那小狼崽可是蓝眼，是不祥之物啊，有他在，可是会为我们狼部落带来祸端的。就是他一出生就克死了他的阿母，害他阿父金月从5阶跌到了4阶的实力，他就是个祸害，我们绝不能将他留下。族长万不可心慈手软。沈景元听着这些话，愤怒至极，但低垂着头，一句话没说。他受委屈没关系，能让妻主留在狼部落才最重要，所以他死死咬着自己的唇角，保证不发出一点声音。叶瑶听了这话怒了，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沈景元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祸害，他是一头变异天狼，日后成长起来可以成为狼王级别。你们错把珍珠当榆木，真是愚蠢，可没有人会信他。金月冷眼说，我身为阿父，难道会害他不成？他的蓝眼的确是不祥征兆，一出生就害死他，阿母还敢说是天狼，他哪里来的天狼基因？叶瑶要被气笑了，我都说了是变异，你自然没那么好的基因。见他们还要吵，狼部落的族长子服只觉得脑瓜人疼。好了，他发声，纵使是金月也不敢再说话。子服是一个很有韵味的雌性，举手投足都风情万种，又同时兼具着族长的威严。叶瑶的目光不断被他吸引，他走到子服面前，很是诚恳地弯下身子。子服族长，我真的很希望能带着几个兽夫在部落暂住一段时间，我拥有治愈系异能，如果狼部落能接受我们住进来，我这段时间可以为大家治疗。说实话，治愈系异能的诱惑非常大，子服心里蠢蠢欲动。再加上巫医这时候也说话了，族长啊，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有些力不从心了，每次帮族人们治疗完都要躺好久。他看向叶瑶，满脸欢喜，如果叶瑶雌性能留下来为族人治疗，我这段时间也好轻松轻松，还望族长可怜老头子。这话让子服越发动摇，巫医言重了，您这些年为部落的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他看向叶瑶，你们几个可以留在部落。还未来得及高兴，金月就冲了过去，妻主不可。这话让叶瑶和沈景元他们懵了，没想到金月这些年居然成了族长的受夫，族长要什么受夫没有，居然会要一个死了妻主的，这个金月到底有什么魅力？沈景元同样不解，低垂下的眼眸幽深。都说阿母是最爱仔仔的，若他的阿母没死，定然不会抛下他不管吧。子服的决定被质疑，面露不悦。金月为何不可以？叶瑶雌性会治愈系异能，他的存在对部落有莫大的好处。那个狼兽人还是你的崽子，你这个做阿父的怎么比我们这些外人还要心狠？金月迟疑，在子服凌厉的眼神下，他开始冒冷汗。突然想到什么，他说道，他们2个的伤我看了，是被兽人伤的，若留下他们，恐怕狼部落会被他们的仇家给盯上。妻主，若因为他们几个将族人们置于未知的险境，实在有些不值得。子服皱眉，让我好好想想。他迟疑了，比起治愈系异能的雌性，的确是狼部落的安危更重要。巫医朱春摇着头，一脸遗憾，治愈系异能可遇不可求，让他们离开着实可惜。金月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巫医，你岂能为了自己能轻松些，就不拿族人的命当面？我可没那个意思。朱春白色的胡子一翘，显然很不满，但又找不着反驳的话。洪七峰见此，眸中担忧叶瑶他们被赶出去，于是忍不住开口为他们说话。族长，他们人品都很不错，还是将他们留下吧。子服低头沉吟片刻，问，伤你们的可是哪个部落的高手？你们得罪部落了？叶瑶道，不是，是遇到了流浪兽人的袭击。原来如此。子服颔首，如果是流浪兽人的话，倒是不必太过担心。流浪兽人袭击普通兽人，无非是抢夺资源，而这个叶瑶雌性身怀治愈系异能，想必也正是因为这个才遇到了袭击。但在部落，那些流浪兽人是不敢来招惹的。见他神色又有所松动，金月很着急，妻主，流浪兽人更恐怖，那都是不要命的，千万不能把他们几个留下。他的话令子服狠狠皱眉，他不理解为何金月会这般讨厌那狼崽子，这态度竟是比其他族人都要强烈。他好像真的恨不得那狼崽子死在外面。兽氏大陆的雌性对小崽子有天然的喜爱，所以金月的态度让他心中有些复杂。他沉了脸色，我自有决断，你莫要再说了。金月满脸不服，冷哼一声不再说话。子服虽内心有所松动，但金月的话其实也有几分道理。
虽然流浪兽人不敢来狼部落动手，但部落的兽人和雌性会出去狩猎和采摘野果野菜，到时候那些流浪兽人万一蹲守在外面动手呢？如果非要留下叶瑶他们，那只能是他们能给部落带来的价值极大才行，只有这样才值得部落冒险。想到此，他正了神色，叶瑶雌性，你能留下我们很欢迎，但你的几个兽夫又能给我们部落带来什么价值？叶瑶明白他的意思，也很理解。神警员灾星的身份让狼部落十分排斥也就罢了，他们被流浪兽人袭击也是个隐患。子服族长担心留下他们会给部落带来灾难，所以要想留下就需要价值。原本他是更想去雄狮部落的，那里比狼部落更加强大，也离蛇部落更近。可现在金月的态度让他心中的目的明了了，他还非得要留在狼部落，不蒸馒头争口气，价值是吧？好说。他这边在脑补，金月却以为他在想办法，得意道别绞尽脑汁的去想了，他们几个最多就是去打点猎物，可我们不缺猎物，还是赶紧带着他们离开狼部落吧。洪七风想到什么赶忙开口，叶瑶妹子，你们不是有盐吗？可以用盐来争取留下的机会。叶瑶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子服挑眉，他们居然有盐，如果加上盐的话，他可以考虑将他们留下。不过事实比他想的更加令人惊喜，只见叶瑶拿出了一罐盐递到他面前，子服族长，您看看这盐的品质如何？子服接过盐，越瞅越惊喜，这盐品质上乘啊，比他们在交易市场交换的品质都要好。正准备说话，旁边的金月再次抢先一步，他神情不屑，勾唇嗤笑，一罐盐就想留在我们狼部落，你们当打发叫花子呢？收拾东西赶紧滚出去。准备夸这盐的子服脸色再次沉了下去，回头瞪他一眼，咬牙切齿道，住口！金月，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这带着怒火的声音给金月吓得懵了，他咽了咽口水，不解地说，七主，我这也是为了部落着想，滚出去。子服已经彻底失去耐心，直接打断他的话。金月脸色僵硬，嘴不甘心地张了张，究竟是什么也没说。他冲着叶瑶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大步流星地离去。七主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呵斥他，真是让他丢脸丢到家了。都是那个叶瑶，自己一定不会让他好过。金月恶狠狠地想着。他离开后，其他族人也不敢再说话，看得出来族长是要让这几个外来的留下了。子服缓和下脸色，笑着看向叶瑶，你们这盐品质很好。见他神情满意，而那些族人却心有不甘时，叶瑶知道若就这么留下，以后在狼部落的日子也不会太过太平，所以他得给这些人一些甜头。族长喜欢便好，实不相瞒，我这5个兽夫有寻找盐的能力，如果狼部落愿意让我们留下，那在我们暂住的这段时间，每3天他们就会给部落提供一罐这样品质的盐，不知族长和狼部落的各位以为如何？大家一听都震惊的无以复加。我没有听错吧？每3天1罐盐，如果住1个月就是10罐银，他们真能找到这么多盐吗？叶瑶雌性，你说的可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我们绝对欢迎你们留下，利益总是受欢迎的。这些人也不管神警员灾星的事情了，脑子里只有盐，1个月10罐盐啊，这都够整个狼部落吃上1个多月了。子服心里也跟他们一样激动，但他是族长，需要稳重，所以表面看起来还是淡定许多。叶瑶雌性，你说的这些可都算数吗？自然。叶瑶点头，他现在手里就有5罐盐，等半个月过去，大家都伤养好了，他再让顾青州带着他们从狼部落的河流里出发，这样就会安全许多。族长，这罐盐您先收着，3天后我再给您1罐。好。子服答应，他神色一脸正经道，从今天开始你们就住下吧，不过不可以招惹我部落的族人。叶瑶一点头答应，我们自然不会主动招惹，不过若狼部落的族人主动招惹我们，那我们也不会忍气吞声，是会反击的，这一点还请子服族长和各位悉知。子服点点头，对着身后的洪七风吩咐了一句，七风，他们是你的朋友，那住处就由你来安排吧。洪七风将他们带到了狼部落较为偏僻的山洞，停留在山洞前，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这个山洞较大，能同时住下你们，不要怪我待的地方偏僻，而是族长怕外来的兽人与族人发生冲突，才特意这么安排的。叶瑶他们打量了下山洞，又大又宽敞，只是许久没人住，显得有些荒废了。看得出来洪七风是很用心给他们选的，毕竟他们人多，还需要住在一起才放心。叶瑶笑着表示感谢，这已经很好了，谢谢你洪大哥。神警员走到洪七风面前，神色有些腼腆，洪大哥，今天还要多谢你在族长面前为我们说话。他之所以这样，也是担心洪七风也介意他灾星的身份。洪七风眼眸复杂，沈兄弟，你当真不记得我了？神警员瞪着大眼睛，半晌没有说话，似乎有些失望他不记得自己了。洪七风拍拍他的肩膀道，阿元，我是阿峰啊，当年我们天天打架，可你3岁那年被你阿父带出部落，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当时我还小，我不懂他们口中的灾星是什么，
我只知道你被你的阿父扔在了外面，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死了。听他这么一说，沈景元终于有了反应。不是不记得了，只是没想到洪七峰也记得小时候的他。我记得你小时候总欺负我，总跟我打架。沈景元心中有些复杂，没想到记得他的居然是小时候总欺负他的阿峰，没想到小时候喜欢欺负他的恶仔，长大后会救了他的命，并再次将他带回了狼部落。听他这么说，洪七峰脸色涨红，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那时候也不是故意要欺负你，只是想跟你玩。叶瑶和几个兽夫捂嘴偷笑，听起来他们小时候在部落的日子也算美好，只是后来的事不提也罢。洪七峰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叶瑶继续给沈景元和莫霄云治疗，其他3个兽夫则开始了打扫山洞，很是忙碌。山洞有3个石床，但他们有6个人，所以就涉及到晚上谁跟叶瑶一张床睡。沈景元立刻变成可爱的小狼崽，用他脑袋拱了拱叶瑶的胳膊，妻主，晚上景元陪你睡吧。其他兽服见此自然不甘示弱，穆怀川直接挑起叶瑶的下巴，吻上那张阴唇。阿瑶已经宠幸我，如今我才是最受宠的，晚上自然也该由我来陪阿瑶睡。狗子，你已经失宠了，你明白吗？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也足以让几个兽夫醋意大涨，更何况他那欠揍的话，更是让几人恨不得暴打他一顿。穆怀川，你干什么？莫霄云死死瞪着他，满眼愤怒，好像随时都要动手。叶瑶赶紧拦住他，你还有伤在身，消消气，消消气。沈景元更是气得牙痒痒，你说谁失宠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失宠的，我咬死你！我不过是亲吻自己的妻主，有何不可？穆怀川挑眉，看着他们几个生气的样子，真的很爽。莫霄云握拳，他望着叶瑶那湿润的红唇喉结滚动，他也想吻上去，他想得快要发疯了，可他不敢，他怕自己吓到叶瑶。顾青舟眼眸幽深，他倒是也想，不过不是这种场合。陆明安眼珠子一转，立刻将自己断了一半的尾巴放了出来，扭着妖娆的步伐走到叶瑶面前，他眸光可怜极了。妻主，那群流浪兽人生生扯断了我的尾巴，我的尾巴好痛，需要妻主亲亲才能好。他没撒谎，那天的断尾之痛刻骨铭心，他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还好叶瑶有治愈系异能止住他的血，也缓解了他的疼痛。叶瑶满眼心疼，手指小心摸上了他的尾巴，尾巴生生被扯断，他那时候该有多痛啊！想着想着，眼里就闪动了泪花。但山洞里突然响起了一声骚包的怪叫，啊！狐狸尾巴被摸，陆明安似乎被摸到了敏感点，十分夸张又骚包的叫出声来，那声音听起来既享受又痛苦，所以称为怪叫。穆怀川脸色顿时黑了，骚狐狸，你在鬼叫什么？这狐狸骚包一定是故意的，他想要吸引阿瑶的注意。叶瑶被吓了一跳，瞬间慌乱起来，明安哥哥，是我刚刚弄疼你了吗？瞅见陆明安的脸色红得不正常，他想要将自己的手缩回来，可刚有所动作，陆明安的手就搭在了他的手上，将他紧紧握住。别拿开，妻主，求你继续疼爱我。啊！又一声怪叫，叶瑶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山洞这么多人呢，他反应回来，面色羞红。明安哥哥，你快点放开我！最后还是穆怀川和莫霄云一起动手将他扒拉开的。陆明安满眼幽怨地瞪着他们，你们2个就是我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莫霄云冷笑，不可能成功的，我不会让你得逞。谁让这死狐狸之前嘲笑他，说以他的脾气肯定会是最后一个与叶瑶交尾的，他倒要看看到底谁才是最后一个。别人都可以在他前面，就这个死狐狸不行。穆怀川赶紧摆手，快把这丢人现眼的玩意拉远些。这次沈景元与上次腹部伤的位置一样，若不好好治疗，会留下病根。晚上，穆怀川和陆明安一张床，顾青舟和莫霄云一张床，叶瑶则和沈景元一张床。沈景元变成了星星眼，得意的望了眼穆怀川，才乖乖躺下，心里冒着幸福泡泡。能和妻主睡一起，还是当着其他几个兽夫的面，这简直就是莫大的殊荣啊！若夜夜都能如此，那他这腹部受的伤也不亏，直爆了。还有穆怀川，之前还说他失宠了，他才没有，他不可能失宠。兴奋极了，下一秒眼睛被带着香气的手掌盖上。便，好好休息你的伤，才能恢复得更快。沈景元贪念的用鼻子嗅了嗅，好香啊！他的妻主就是香喷喷的，怎么闻都闻不够的那种。其他几个兽夫的目光齐齐扫了过来，无不是带着浓浓的艳羡之色。他们也想被叶瑶用带着香气的手挡眼睛。见他乖乖闭眼，叶瑶才满意的打坐，开始修炼复制异能。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除了受伤的沈景元和莫霄云，其他3个兽夫也都跟他一样，都打坐修炼着异能。兽夫拥有保护妻主的职责，他们的妻主都这么努力，他们有何理由不努力？这次被流浪兽人攻击，他们险些集体丧命，若非沈景元和莫霄云舍命拖住，恐怕他们都走不了。
这让他们明白了实力的重要性。他们转眼就在部落待了3天，沈景元和莫萧云的伤在叶瑶的治疗下都好了许多。这3天倒是还没有狼部落的兽人和雌性来找叶瑶治疗，不知是没有受伤的，还是不好意思，有些放不开呢。叶瑶也没多想，他的治愈系异能打算一直留着，就算复制其他异能也是将木系异能给替换掉，有个业念在后面虎视眈眈，他不留点治愈系异能防身还真有些不放心。已经过了3天，该是给第2灌盐的时间了。叶瑶带着穆怀川和顾青舟将盐送给了族长子服，接过盐看了看，子服仍旧是赞不绝口，这盐品质是真不错，上次我尝了，口感都要细腻许多。你这几个兽夫可真有本事。他其实心里很好奇，叶瑶的几个兽夫是在哪里找到的盐，还是这么好的盐。不过转念一想，并没有开口询问。盐在兽氏大陆是何等珍贵和稀有的东西，他们又怎么可能告诉自己呢？有这个本事，他们别说留在狼部落，就是去大型部落，亦或者是兽皇城，那都是不在话下。叶瑶微笑，多谢族长夸赞，寒暄几句便告辞离开。叶瑶想着在狼部落好好逛一逛，也好了解一下这里。他们要在这里待的时间估计不会短，闲着无聊了解一下总是没有什么坏处的。狼部落与蛇部落一样都是中型，所以差不多大，只是狼兽人的繁衍能力不如蛇兽人，是以部落里的狼崽崽相对较少。看见叶瑶，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都会忍不住多瞅上几眼，毕竟从前他们可没见过这么好看的雌性。当然也有个别喜欢嫉妒的，总会在心里唾弃一声，而后扭着屁股走了。还是叶瑶魅力大，好些雄性都被迷得神魂颠倒。虽然他身边有穆怀川和顾青舟陪着，也架不住某些脸皮厚的或者实力强的凑过来。子墨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族长子服的儿子，也是4阶狼兽人，异能等阶与穆怀川一样，所以他对穆怀川投来的警告眼神并不怎么在意。而且他发现这个雌性身上只有2个雄性兽人的气息，就连旁边跟着的这条金鱼都还没与其交配，所以他现在争取还是很有机会的。他整理了一下头发和兽群，鼓起勇气拦住了叶瑶的路，而后笑眯眯地看着他。叶瑶礼貌性微笑，你是狼部落的兽人吧？没错，这位美丽的雌性我叫子墨，是族长的儿子。他赶紧做自我介绍。穆怀川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他冷着脸说，你挡住阿瑶的路了，烦请让开。子墨却好像没听到他的话，转眼从背后拿出一捧野花，他将野花递到叶瑶面前，眼神真挚。叶瑶雌性，我可以做你的兽夫吗？脚下一个踉跄，叶瑶险些没站稳。这个子墨刚刚说什么？他要做自己的兽夫？他才第一次见他。叶瑶抽了抽嘴角，赶紧摆手，我已经有5个兽夫了，你这野花还是送给其他雌性吧。可我就想做你的兽夫。子墨被拒，明显心有不甘。叶瑶雌性，我是4阶兽人，年纪也同你的兽夫差不多，我可以保护好你的，你就接受我吧。叶瑶实话，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从前在蛇部落，大家知道他身体不好，又那样对5个兽夫，所以即使他是族长之女，即使他长得好看，也没有要主动做他兽夫的。一时有些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穆怀川和顾青舟见此，看向子墨的眼神更冷了几分。阿瑶都已经拒绝你了，还不赶紧离开？顾青舟一副大度的样子，柔声劝说，妻主有我们5个就够了，你还是请回吧。子墨也是个倔性子，他非要听到叶瑶亲口拒绝，不然他不甘心。见他如此倔强，叶瑶无奈道，多谢你的喜欢，不过我有他们5个真的就足够了，以后都不会再收别的兽夫。子墨，这束野花它有更值得的雌性。这句话不仅震惊了子墨，也震惊了穆怀川和顾青舟。叶瑶这是在给他们承诺，以后都不会再要新的兽夫了。他们心里既激动又兴奋，大摇大摆地跟着叶瑶走了，唇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子墨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摇摇头，他第一次主动居然就被拒绝了。呜，他要失去信心了。回了山洞，却发现只有陆明安潇洒地躺在石床上，红色的狐狸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扫来扫去，只是那尾巴只有半截，有些影响美感，不过似乎一点也不影响他的潇洒。看见他们回来，狐狸立刻起身走了过来，记住你回来了，好一会儿没见，来抱一个。还没抱到叶瑶，就被穆怀川给推开了。哎，你放开我！狐狸急得嘤嘤嘤。众人笑了笑，叶瑶才问，景元哥哥和萧云哥哥呢？陆明安道，小狗说想要去看看他去世的阿母，莫萧云不放心就跟去了，不过去了有一会儿了，怎么还没回来？他们已经打听过了，死去的兽人和雌性都在部落的祠堂里，而祠堂离这里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应该早就回来了。莫非是沈景元哀伤过度了？见叶瑶面露担忧，穆怀川出声安抚，部落里还是很安全的，不用太过担心。走，我们一起去祠堂找找看。叶瑶颔首，几个兽夫陪着他一起朝着狼部落的祠堂而去。祠堂前，沈景元和莫萧云被好几个狼兽人包围，
他们眼中带着满满的恶意和轻蔑。沈景元，你这个可恶的灾星，你根本就是不祥的狼崽，你克死你阿母，连你亲生阿父都不要你，你凭什么回来？你会给我们部落带来灾难，还想进祠堂？做梦！说完，就有个狼兽人变化成兽形，张着尖锐的獠牙就朝着他的脖子狠狠咬去。早已幻化成白虎的莫霄云挡在沈景元面前，见此一巴掌就朝那狼兽人拍去，将其狼脸都给拍歪了，狠狠摔在地上。哼，就这点本事！莫霄云出声嘲讽。前几日沈景元也单独出来过，每次回来神色都不太好，他注意到狗子有些不对劲。今天沈景元说要来祠堂后，他不放心的跟了过来，果然遇到这些狼兽人欺负他。那狼兽人叫做子枫，今年只有13岁，是金月与族长子服的儿子，也是沈景元同父异母的弟弟。但显然子枫并不喜欢这个哥哥，也不愿意承认有个灾星哥哥。子枫被其他几个跟班扶了起来，盯着莫霄云咬牙切齿道：你给我少管闲事，这个沈景元可是灾星，你跟他在一起就不怕他害死你吗？若让我将他咬死，以后你更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我看你那七主都还没与你交尾，却与他先交尾了，你难道不嫉妒他？换做别的兽人或许关系没那么好，可子枫猜错了，他们5个曾经的待遇一样，关系倒是相处得很不错，已经将彼此当做了兄弟。想挑拨离间，没门！莫霄云冷哼一声，我可以先送你下地狱。他虽然只有3阶，但老虎可是森林之王，对好多兽都拥有天生的压制，再加上这些狼兽人年纪还小，大多都只有2阶实力，莫霄云对他们的威胁很大。沈景元怕莫霄云真的伤到他们，到时候给叶瑶添麻烦，于是伸手拦住了他。不能杀他，他是金月和族长的儿子，杀了他我们都会有麻烦，恐怕连狼部落都出不去了。莫霄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只是吓唬吓唬他。他朝着几个狼兽人怒吼一声，吼，赶紧滚开，让我们进去。见沈景元有顾虑，子枫再次得意起来，他那个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我阿母可是族长，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小爷我今儿个就站在这里，看看谁敢进去。沈景元抿唇，最后叹息道，罢了，我们回去吧。转身正欲离去，可那几个狼兽人显然没那么轻易放他离开。子枫朝几人使了一个眼色，他们瞬间朝着2人咬去。子枫依旧攻击沈景元，其他几个兽人则拖住莫霄云。叶瑶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好见到莫霄云被几个狼兽人扑倒在地上，死死缠着他不放，而沈景元手臂被子枫咬住，看样子流了不少的血。他本不想还手，可子枫接下来的话让他红了眼。你跟你那个死去的阿母一样贱，我阿母能让那个贱雌性入祠堂，真是便宜他了。他没资格待在祠堂，你更没资格留在部落，我咬死你！这话刺激了沈景元，他似乎瞬间失去了理智。只见他化身为兽形，不待子枫反应，就狠狠咬在他的腿上，生生撕扯着狼腿，看起来似乎是要将其撕咬下来。子枫的惨叫声响彻天际，附近的族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看见子枫被咬，都变化成兽形，将沈景元扑倒在地，将子枫给救下来。子枫捂着自己血淋淋的大腿，满脸狰狞的指着他，杀了他，阿母若怪罪我，一力承担。话落，就见狼兽人都朝着沈景元撕咬过去。莫霄云脸色一变，快跑！沈景元以为自己就要死在这里，不想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都给我滚开！叶瑶吓得赶紧将木系异能召唤出来，所有藤蔓缠绕上那些狼兽人的身体，将他们都给甩了出去。那些狼兽人爬起来，却不敢再动手了。族长说过，这个雌性会治愈系异能，他的兽夫更是给部落提供品质上好的盐，他们不能伤他。一个狼兽人见此，赶紧转身离去，显然是去找人。叶瑶他们没有阻止，该来的总会来。看着沈景元和莫霄云身上被咬的伤口，叶瑶眼圈都红了，颤抖着摸上去，疼吗？不疼。2人齐齐说道。叶瑶抹了一把眼里的泪水，赶紧用治愈系异能为他们治疗，嘴里哽咽着说，竟受伤了，我这段时间总为你们疗伤，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沈景元和莫霄云都很感动，垂着脑袋不说话。良久，沈景元才不好意思的挠挠头，七主，看来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这话说完，就见好些狼兽人朝着这边快速跑来，最前面的赫然是金月，他冷着脸大步跑到子枫面前，看着他鲜血淋漓的腿，脸色阴沉的很。是你将子枫咬成这样的？他瞪着沈景元，眼神好似刀子一般，不断割着沈景元的血肉，可他已经麻木了，没有知觉了，一点也不觉得疼。他仰着脖子，让自己看起来比金月更有气势。是我咬的，如何？金月，你要为了一个崽子杀死自己的另一个崽子吗？哼！金月冷笑，崽子你也配。这时族长子服也赶了过来，他虽然对金月不怎么在意，但子枫是他疼爱的儿子，见自己儿子的腿伤成那样，血淋淋的恐怖模样，他很是心疼，看向沈景元的脸色也发沉。你为何要将子枫伤成这样？若没有合理的理由，
我们狼部落绝对不会放过你。闻言，沈景元身体紧绷着，垂在身侧的双手牢牢握住，还有些微微颤抖。他有些后悔，不该来祠堂的。明知狼部落这些兽人会针对他，还非得来，现在可能面临着被赶出狼部落的局面。他真的给七主添麻烦了。这么想着，他心情沮丧地低垂下脑袋去。见此，子服只以为他是心虚了，眸中划过一抹后悔。早知会这样，他当初就不该贪图高品质的盐留下这个祸害，害了他的子枫倒是他的错了。窝在他的怀里，子枫可怜兮兮地呜咽着：“阿姆，我的腿是不是要废了？我以后是不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不会的。子服摇头，他狠狠瞪了眼沈景元，转而看向金月：“还不快去请巫医来，再晚点子枫的腿就真废了。”狼部落的兽人和雌性们对着叶瑶几人指指点点，有为他们说话的，也有指责他们的。子枫被咬得太严重了，那个灾星是要咬断他的腿了。都说了他是灾星，留在部落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子枫的事便是个开始。要我说，为了保命，还是抓紧让族长将他们赶出去吧。也别这么说，那个叶瑶雌性可是拥有珍贵的治愈系异能，他那几个兽夫更是可以找到盐，有他们在部落，照理说好处也很大。见金月要去找巫医，叶瑶拦住了他：“且慢！”金月冷眼瞪着他，心里已经冒出了杀意：“挡我者死！”感受到他的杀心，叶瑶眉心一凝：“我也拥有治愈系异能，我可以为子枫治疗，但我想知道他们起冲突的始末。虽然知道他会治愈系异能，但巫医的异能等阶为4阶，比他等阶更高，所以金月对他的话嗤之以鼻：“少在这里假惺惺，我的子枫不需要你来治疗，滚开！”说完便化身为狼，朝着叶瑶撞了过去，看起来已经急得不顾他的死活了。金月心里打着小九九，他现在将这个雌性弄死，到时候就说他叫儿子心切，就算是七主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叶瑶一死，他的几个兽夫实力也会跌落，到时候他杀意太浓。穆怀川瞳孔微缩，一把将叶瑶给拉了回来。金月扑了空也没回头，径直离开了，只是心里到底有些遗憾。叶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眸变得幽深。这个金月，他刚才居然想杀了自己，看来以后在狼部落的日子注定不会太平了。穆怀川低头关心他：“阿瑶，可有吓到？”“我没事，还是先解决掉眼前的事情。”看沈景元的状态是没法表述清楚了。叶瑶叹息一声，将目光落在了莫萧云身上，轻声问：“萧云哥哥，你们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子枫怕他故意为难的事情暴露，抢先一步开口：“那日我阿姆便说过，你们进部落后不许招惹我们，可你这2个兽夫不仅要强闯部落祠堂，更是将我伤成这样。”说完，他回头埋进子服的怀里，呜呜的大哭起来：“阿姆，我的腿估计是废了，你一定要为我做主。”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看起来凄凄惨惨戚戚，可把子服给心疼坏了。“别哭别哭，若事情真如你所说这般，阿姆一定会替你做主。”转而看向叶瑶时，眼眸沉沉，已经没了初见时的态度柔和，满身的威严和凌厉。“今日之事，你们几个必须给我个交代。”叶瑶抿唇不语，他其实很理解子服现在的心情。若现在伤的那般严重的不是子枫，而是沈景元或者莫萧云，他相信他也会是这种态度。不过莫萧云见子枫这么不要脸的恶人先告状，气得狠狠砸了下地面：“你说谎！”怕他情绪失控，叶瑶走过去轻抚他的后背顺毛：“别生气，先将今日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我相信你们不会无辜伤人。子服族长乃是狼部落的族长，他定然不会徇私，你们说出真相，他一定会还你们清白。”这话听了，子服只是冷哼了声，却没有反对。莫萧云整理了一下情绪，才缓缓开口：“大家都知道，沈景元的阿姆生前是狼部落的雌性，他死后自然在祠堂里。沈景元这么多年回来一次，便想着进祠堂祭拜一番，可子枫却带着几个狼兽人3番5次阻拦，不让他进去。子枫听了却并不怕，昂着头说道：“祠堂可是我们狼部落重要的地方，沈景元他怎么配进去？”子服也点头，子枫说的没错，外人要进祠堂需要族长的阴郁，沈景元已经不是狼部落的兽人，的确没有资格进去。如果只是如此，便对我下这么重的口，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叶瑶并不着急，淡淡道：“子服族长莫急，我这2个兽夫绝非如此莽撞之人，如果我猜的没错，恐怕不止这么简单吧。”他目光看向莫萧云，等待他的下文。莫萧云心领神会，继续说：“的确如此，沈景元听说不让进，他害怕带来麻烦，于是带着我准备离开。可这时候更过分的来了，子枫不仅开口辱骂沈景元的阿姆雌性，更是从背后偷袭我们，沈景元气不过才还口的。”说完子枫辱骂阿姆，沈景元猛然抬起头，蓝色的眼珠子隐隐有些发红，看向子枫的眸光也带着难以抑制的杀意。叶瑶心疼极了，他走过去紧紧抱着沈景元，轻拍他的背安抚：“景元哥哥，你还有我呢。”他目光扫过因为心虚抓紧子夫手的子枫，
冷声质问。子枫对死去的雌性不敬，又背后偷袭我的2个受夫，甚至事后恶人先告状，而我的受夫，他们不过是正常的反击罢了。敢问子服组长，您认为这件事孰对孰错？子服一听，狠狠瞪了眼怀里的子枫，他们所说可都是真的。其实听了莫萧云的话，他心里已经信了8分。身为阿母，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儿子，更何况子枫是他最小的儿子，这些年他没少疼爱他，将他养得有些无法无天。子枫的确是能做出这些事的。猛然觉得自己刚才的心疼和对叶瑶他们的态度俨然成了一个笑话。子枫身体僵硬，还想要狡辩，阿母不是这样的，他们诬陷儿子。子服没搭理他，而是看向叶瑶。叶瑶辞信，你的受服一面之词也不可尽信。子枫一听，神色重新得意起来。看吧，他阿母才不会相信别人，他一定要将沈景元那个灾星给赶出去。之所以这么排斥沈景元，一是因为他是灾星，二是因为他是金月的第一个崽子。子枫不希望沈景元留在狼部落，那样会抢走他阿父的宠爱。虽然阿父现在不喜欢他，可难保以后不会变，他绝对不允许有那种可能。沈景元那个灾星，他早就该死在10几年前了。叶瑶皱眉，他看了一圈狼部落的兽人，问：你们可有看到当时的场景？那些狼兽人纷纷摆手，没看到过什么，我们都是听到了子枫的惨叫声才赶过来的。跟着子枫一起偷袭沈景元和莫萧云的几个狼兽人，更不可能承认是他们先动手的。局势一下就僵持了起来。叶瑶有些不甘心，难道这么快就要被迫离开狼部落了吗？可明明。这时一道声音打破了这僵持的画面，阿母。叶瑶雌性的受夫说的没错，的确是子枫他们先动手的。循声望去，正是之前给叶瑶送野花的狼兽人子墨。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指着子服怀里的子枫呵斥道：我在附近目睹了全程，只是不想多管闲事，没想到你们将事情闹得这般大。子枫，你先动手，还恶人先告状，误导阿母，你实在可恨。子墨没说的是，他其实心里也对沈景元灾星的身份不满，再加上他是叶瑶的受夫，所以躲在暗处看热闹，想着沈景元死了他就有机会了。现在沈景元没死，而叶瑶他们面临困境，他出来解围或许能获得叶瑶的好感，万一他就能接受自己呢？子枫面色僵硬，看着他愤怒不已。谁要你多管闲事？子墨的话证明了的确是子枫先动手的。子服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狠狠瞪了他一眼。都13岁了还这般不成熟，你让阿母说你什么好？子枫哭哭啼啼的，阿母，我就是讨厌这个灾星，我不喜欢他。沈景元握紧拳头，恨不得上前给他暴揍一顿。呵，我也不稀罕你的喜欢。叶瑶见子枫仍旧嚣张，脸色十分不好。子服组长，您的儿子子枫辱骂我受夫的阿母雌性，偷袭我的2个受夫，后又诱导您的族人误会他们想要赶走我们，他此番行径是否要给我的2个受夫道歉？莫萧云不屑的摆摆手，我就不必了，给沈景元和他的阿母雌性道歉才是最重要的。子墨上前踢了子枫一脚，面露嘲讽，连死去的雌性都要辱骂，真是丢人现眼啊！子枫疼得嗷嗷直叫。子服虽然生气，但到底是心疼更多。好了，子墨，你弟弟他都伤成这样了。子墨撇撇嘴，吊儿郎当道，他算是我什么弟弟？他又不是阿父的崽子。子服盯着叶瑶，面露不悦。虽说是子枫先动手的，可他的腿被你的受夫伤成了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一些？意思就是不想让子枫给沈景元他们道歉。场面再度僵持。正当叶瑶已经有了离开狼部落的心事，便见金月急急忙忙地跑了回来，他脸上布满焦急，额头也全是汗渍。不好了，妻主，巫医刚救治完一名兽人，这会儿治愈系异能耗尽了，该怎么办？什么？子服瞳孔猛缩，子枫更是吓得哇哇大哭，啊，我的腿，阿母，阿父，我的腿啊，我不想成为废物。子枫，阿母会救你的，你别害怕，阿母在呢。金月目光落在叶瑶身上，恶狠狠道，是你的受夫把我伤成这样的，你给他治，治不好老子把你们都杀了。叶瑶沉着脸，此刻刀了金月的心都有了。道歉，只要他跟我的受夫道歉，我救救他。你做梦。眼看金月要动手，子服赶紧拉住他，别闹了，此事本就是子枫有错在先，让他道歉也在情理之中。金月十分不服，凭什么道歉？他们不配。子服也不管他，转身看向子枫，听阿母的，你现在就给他们道歉。不，我没错，道歉，我不。啪，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子枫都被打懵了。阿母，您不关心我就算了，还打我。金月也不理解，妻主。子服抬手制止了他的话，心里划过心疼，面上却非常冷漠，不道歉也行，以后你就做个废物吧。子枫愣在原地，他看向沈景元时，便见对方冷漠地瞪着他，想起发狠咬自己时的狠意，不禁打了个寒战。要他跟这个险些咬断自己腿的灾星道歉，他真的做不到。见他死死咬着下唇，就是不肯道歉。叶瑶冷笑一声，
看来你的骄傲，你的面子比你的腿更值钱。也罢，你伤了我的受夫，我也不想治你。你既然不想我们留下，那我这就带着他们离开。说罢便转身离开，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几个受夫紧随其后。叶瑶辞信，子服着急了，想要叫住他们。穆怀川化身为兽形，他若飞行狼部落，无人能阻拦，就连金月都不敢再威胁。子枫、子服气得牙痒痒，这个小狼崽子真要为了面子毁掉自己不可吗？子枫比谁都着急，见叶瑶真要离开，吓得嘶吼出声：“别走，我道歉就是了。”叶瑶冷笑，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带着沈景元和莫霄云缓步走到子枫面前，环着手臂，居高临下的望着他：“来吧，让我看看是否能拿出道歉的态度来。若态度不好，惹得他们不高兴，我就爱莫能助喽。”子枫狠狠握着拳头，身体剧烈颤抖。这个叶瑶简直欺人太甚。狐狸陆明安身姿妖娆的走到叶瑶面前，挽着他的手撒娇：“妻主，我看他是不愿意道歉了，我们还是离开狼部落，另寻他地吧。有你的治愈系异能和我们找到的盐，不愁没有部落愿意收留我们。”说完，眼珠子滴溜乱转，瞥了眼脸色难看的子枫。倒是他这条腿若不及时治疗，这辈子就只能做个废物了。不过也是他应得的。闻言，叶瑶知道他是在激子枫，很是配合。金月大声怒吼，一双眼睛瞪得很大：“该死的狐狸，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他刚才去请巫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子枫和子服心里清楚得很。子枫低垂着头，没底气道：“阿父，您快别说了。”子服也将他拉到身后，轻声耳语了一番。金月脸色变得很难看，终究是没再说啥。见此，陆明安对着他做了个鬼脸，他险些没被气死。子枫最终还是给沈景元和莫霄云道歉：“这件事我有错在先，我跟你们道歉。”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莫霄云掏了掏耳朵，语气冷漠：“声音太小了，是没吃饭吗？”金月忍无可忍，恶狠狠地瞪着他：“你别得寸进尺，我儿子能跟你们道歉就不错了。”叶瑶冷笑：“哦，看来他的腿是不需要我的治疗了。”眼看他们又要走，子枫急得直冒汗。他想起来追，但他的腿伤得很重，根本站不起来。叶瑶辞信：“你别走，我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的2个受夫，对不起沈景元的阿母辞信，我跟他们道歉，我以后再也不针对你们了。我保证，无论如何，他都必须保住他这条腿。”他不想一辈子当个废物。叶瑶最终还是留了下来，蹲下身子为其治疗。他复制的是许明泽的3阶治愈系异能，治疗效果自然不如朱春的4阶，但子枫的腿并没有断，只是经脉差点被咬断了。他的3阶治愈系异能足以修复。柔和的白光亮起，子枫便觉得疼痛缓解了许多，乖乖躺在子服的怀里，任由叶瑶治疗。边治叶瑶边想着，得找机会去复制巫医朱春的治愈系异能，到时候扯个谎说自己升阶就好了。4阶治愈系异能，光是伤口的恢复速度就比3阶要快许多。他还是很眼馋的，有个现成的在这里，不要白不要。将大腿的经脉修复好后，叶瑶便停手了：“你这腿废不了了，明日我再来为你治疗。”知道自己的腿废不了，子枫陷入了喜悦中。太好了，阿母，我不会成为废物了。子服也喜极而泣，他拉着子枫的手，认真叮嘱：“以后行事切不可如此了，这次算你运气好。”“是，儿子记住了。”眼见母子俩沉浸在喜悦中，金月却是不愿意放叶瑶离开，伸出大手拦住去路。“等等！”他语气傲慢。叶瑶蹙眉：“你这是何意？我已经为他治疗了，还要与我们为难吗？”“哼！”金月冷笑：“你异能没用完，为何不继续为子枫治疗？我看你根本就是故意想让他受罪，没看他疼得发抖吗？继续给他治疗，直至异能耗尽为止。”这个金月胡搅蛮缠，叶瑶真的对他厌恶至极。他深呼吸一口气，才沉着脸说：“我2个受夫身上也有伤，我还要回去为他们治疗，异能耗尽也对身体有损，还是莫要再多加阻拦了。”金月才不管他的受夫，也不管他身体有没有损，他只在乎自己的儿子。他就要去拉叶瑶的手：“我命令你给子枫继续治。”叶瑶神色一冷，藤蔓猛地抽在那不安分的手上，他声音冷冽：“这就是你们狼部落的待客之道吗？我进部落前便同子服族长说过，我们不会招惹别人，可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招惹我们，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手上传来痛楚，金月这才知道叶瑶居然还有木系异能，心里恨得牙痒痒。那个该死的小狼崽子怎么运气这么好，居然被这么优秀的雌性给看上了。若是子枫能做他的受夫，该有多好。刚这么想着，子服就已经语气十分不佳：“金月，你退后，立刻放他们离开。”金月乖乖退下后，他又看向了叶瑶，语气柔和几分：“叶瑶辞信，今日麻烦你了。”子服族长客气，没事的话我们就先走了。说完便带着几个受夫转身离开。离开前还特意感激了一番作证的子墨，若是没有子墨，他们今日恐怕已经离开了狼部落。他们走后，子枫才被抬着送回了自己的山洞。子服盯着金月，神色很凌厉：“金月，你最近有些愉悦了，
这眼神让金月瞬间腿软，跪在地上。妻主息怒，金月知错了。在寿氏大陆，只要是真正结契的伴侣，妻主对受夫有着绝对的压制力。如果受夫不听话，亦或是想要伤害自己的妻主，那契约图腾便可约束他们，身体承受巨大的痛楚，让他们不敢造次。也正是因为如此，叶瑶对留在蛇部落的僵尸郎格外担心。如果阿父惹阿母不悦，虽然阿母不会要他的命，可也难保不会让他吃些苦头。他想要带走阿父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就算逃到天涯海角，只要契约图腾还在，阿父就无法逃出阿母的手掌心，就会永远被他控制，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子父离开后，金月叫住了子墨。子墨啊，子枫他好歹也是你的弟弟，你今天做的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子墨对他没什么好脸色，轻嗤笑道，我可从来不承认他是我的弟弟，少在这里攀亲戚了。而且我说的话都是事实，过分在哪里？金月，你若是对我不满，大可去跟阿母说，不然小心我回头跟他告状，说你欺负小辈。说完就大摇大摆的走了，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金月有气无处撒，气得在原地狠狠刨了几下地，地面顿时多了几道爪印。总有一天，他要将这些瞧不起他的人全部踩在脚底。蛇部落，自从叶瑶他们离开蛇部落后，叶念就四处打听行踪，并在前往兽皇城的沿途买凶杀人。兽皇城可是站在兽世之巅的存在，他绝不允许叶瑶活着前往，不然以他觉醒了木系异能的条件，江家肯定会认可他，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要完蛋了？他收买的那群流浪兽人倒是真的遇到了叶瑶他们，并且重伤了他的几个兽夫。叶念握着手里的一截狐狸尾巴，眼眸划过狠意，那只死狐狸的尾巴都断了。听说沈景元和莫萧云更是坠了牙，但叶瑶和他另外几个兽夫逃走了，并且从那之后他们便音讯全无，前往兽皇城的必经之路上也没见过他们的身影。叶念叹了口气，心里隐隐有着不安，他有强烈的预感，坠牙的沈景元和莫萧云大概率又没死。为什么说又？上次那该死的花惊鸿不就是坠牙吗？结果居然跑出来指证他，若不是自己有系统给的霍星童，这会儿怕早就玩完了。这次他心里又有了那不好的预感。该死，叶瑶那个剑雌性到底藏在了哪里？他不是要去兽皇城吗？怎么会凭空消失了？系统表示有些无语，他没忍住出声提醒，宿主，有没有可能你被他们给误导了？叶念皱眉，什么意思？他们说要去兽皇城，你就真信吗？依我看还是要排查一下附近的部落才行，说不定他们根本就没去。我记得有一句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此话一落，叶念眼眸亮起，猛地站了起来，他颇为不悦的开口，你怎么不早说？我以为你会想到的。系统声音弱弱的，其实他也是刚才想到这个可能性了。叶念既生气又无奈，急匆匆的出了部落。江朵每天都会给僵尸郎送些好吃的烤肉和果子去，他心里很愧疚，因为当时怀疑阿母却不能说出来为瑶瑶证明，到底是他对不起瑶瑶。他每日来送些东西，也是为了让僵尸郎能待得舒服一些，他心里的罪恶感也能减轻一些。提着编织的篮子，他又想起了当初与叶瑶快乐的时光，眼圈一红，赶紧抬头望天，将眼泪强行憋回去后，他才轻声呢喃，瑶瑶，你现在在哪？过得还好吗？我好想你，可我以后恐怕再不敢见你了，是我对不起你。情绪哀伤之际，他忽然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急匆匆出了部落，正是叶念。他皱眉，有些纳闷，这个叶念最近怎么频繁往外面跑？自从瑶瑶离开部落后，他几乎天天见叶念出去，还经常都是早出晚归的，看起来可忙了。想到什么可能性，他心里一个激灵，他该不会想要伤害瑶瑶吧？江朵只是猜测，且他什么都做不了，只是每天都观察叶念，恨不得将其盯出个洞来。宿主，那个江朵总是偷看你，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叶念现在忙着打听叶瑶的消息，对江朵不甚在意，暂时不管他，等我收拾完叶瑶再来收拾他。狼部落偏僻的山洞内，沈景元任由叶瑶给他治疗，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陆明安走过去拍了下他，喂，小狗，你这是吓傻了？沈景元只是懒洋洋的看了他一眼，仍旧不说话，看得他们几个快要急死。莫萧云恨铁不成钢，不就是咬了那子枫吗？他那是活该。狗子，你现在这副样子给谁看呢？给我振作起来。狗子背后险些哭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要落不落看起来可怜的很。叶瑶一只手为他治疗，一只手用力抬起他的下巴，迫使他跟自己对视。景元哥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唤了这一声，然后眼眸中一满心疼。沈景元哽咽着，妻主，要不我还是离开吧，狼部落容不下我，若我强行留下，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叶瑶抿唇，良久，他才用手拨开沈景元上半身的兽皮衣。这个行为让小狗有些仓皇失措，红着脸说，妻主，现在是白天，而且他们都在呢。仔细看去，他连耳尖都红了。几个兽夫，叶瑶，
他无奈一笑，景元哥哥，你竟还有心思想这个？刚刚不是还吵着要离开这里吗？你若离开，以后可都没机会与我做这个了。沈景元脸色爆红，妻主，他也不想离开妻主，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做这个，还因为他深深爱着他的妻主。同样的，他之所以想要离开，也是因为爱妻主，不想给妻主带来那些麻烦。下一秒，叶瑶神色变得无比认真，用白嫩的手指着靠近他心脏的那个图腾。景元哥哥，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是契约图腾。沈景元老老实实回答。叶瑶自然知道他故意问的，只是刹那间，他脸上便露出灿烂的笑容。不错，它是契约图腾，它代表我们是真正的伴侣。你若因为怕给我带来麻烦便要离开，那我就与你解除契约，放你自由。原本灿烂的笑容在沈景元眼里不再灿烂，反而有些瘆人。他眼神惊恐，赶紧摆手，不可以，妻主，求你不要，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解除契约。泪水再也忍不住滚滚而下，几个兽夫都于心不忍。顾青州没忍住出声，妻主，小狗只是担心连累你，千万不要解除契约，这对他来说实在太残忍了。闻言，叶瑶瞬间收起了脸上的笑意，他面无表情地看向他，青州哥哥，你也怕连累我吗？顾青州没说话，默认了。叶瑶又问其他几人，你们几个呢？也是这样的想法，大家都默认。啪啪啪，叶瑶突然拍起手来，还露出自嘲的笑意。既然如此，顾青州、莫萧云还有陆明安，你们三个都没有契约图腾，现在就可以离开了。说完不看他们惊慌的眼神，转而看向了沈景元和穆怀川。还有你们，我现在便都解除契约，还你们自由。五个雄性一听，顿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同时面露惊恐。顾青州后悔刚才嘴欠了，他颤抖着声音弱弱道，妻主，我不想离开你。穆怀川眼眸沉沉，阿瑶，你要赶我走？他想去吻叶瑶，却被躲开了，身体僵硬。阿瑶他是认真的吗？可刚刚不还好好的吗？为什么？莫萧云也是急红了眼，瞪着他想要看出些什么端倪，可叶瑶硬着心肠站在那里，憋住眼眶的泪花，迫使自己看起来很是坚定。叶瑶，从前你被那花惊红迷了，心窍冷落，我们也就罢了，如今我们共患难过，你还是要轻易抛弃我们吗？这到底是为什么？他琥珀色的眸子里满是隐忍的痛色。小时候他被叶瑶捡回了蛇部落，长大后部落里好多雌性邀请他做他们的受夫，可他不愿，他早已在相处的过程中爱上了叶瑶，后来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叶瑶的受夫。他很开心，每天给叶瑶采野花送烤肉，哪怕叶瑶将送的东西全部给了花惊红，他也仍旧坚持送，只盼他能多看自己两眼。直到狩猎时遭遇意外后重伤濒死，叶瑶也没有来看他一眼。实力倒退到2阶，他也心灰意冷，决定不再纠缠。可是叶瑶几个月前变了，他变得不再黏着花惊红，反而对他们5个好。他会关心自己，担心自己，还会叫他萧云哥哥来哄他开心。这段日子他真的很开心，可为何如今又要赶走他们？听了他的控诉，叶瑶死攥着手掌，不敢正面与他直视。沈景元直接化身为兽形，卑微的匍匐在叶瑶脚下。妻主，不要抛下我。景元知道错了，他的样子卑微可怜，但他的尾巴摇摆的一刻不敢停，生怕叶瑶真的不要他了。难以想象真正失去妻主的日子他该如何过。叶瑶心疼的不行，可他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心软。几个兽夫一遇到事情就想着退缩，怕给他惹麻烦，这样是不行的。今天一次性他必须要给他们示个警，他们是一家人，若什么事情都怕麻烦，那还算什么一家人？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表态，是因为陆明安还一直未曾说话。狐狸一直躲在后面没有出声，此时仔细看去，方才发现那眼睛里都是湿润的雾气，看起来委屈，还有些楚楚可怜。那个眼神一看过来，叶瑶险些就招架不住投降了。得亏他是重活一世的人，定力很强。见他没有反应，陆明安有一瞬间的恍惚。他们狐狸天生拥有魅惑的能力，刚刚他为了不被赶走，都对叶瑶使用魅惑了。可叶瑶居然纹丝不动，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低头瞅了瞅自己，他眸子里盛满了怀疑之色。他真的一点魅力都没有吗？看到还匍匐在地上的小狗，他心一横，化身为小狐狸，也跟着趴在了叶瑶的脚下。他抬起头，毛茸茸的狐脸上甚至布满讨好之色。妻主，小狐狸这么可爱，你真的舍得赶走吗？人家不想离开妻主，说着还嘤嘤嘤的哭了起来，声音可以说是凄凄惨惨戚戚，听者落泪，闻者悲伤。旁边的沈景元、叶瑶，他忍住心里的笑意，故意板着脸道，我问你们，可曾真的将我当作家人？5个兽夫闻言皆一愣，竟是都没有立刻回答。在他们心里，叶瑶是他们的妻主，是爱人，是比家人要更重要的存在，所以这问题有些为难。沈景元想到金月，几乎不假思索的开口，不曾。见叶瑶神色微变，他赶紧解释，如果说金月是家人，那我宁愿不要那样的家人。
七主，在景元心里，你的存在比家人要重要的多，可以说是我生命的全部。狐狸是最聪明的，见叶瑶的神色变化，就大概猜到他心里在想什么了。他立刻抬起自己的2只前爪，搭在了叶瑶腿上，神情看起来可怜兮兮。七主，我明白了，我们几个是一家人，以后我遇事绝对不会萌生出退缩之意。叶瑶心里感动得很，他强忍着扶起地上2小只的冲动，用赞赏的目光看了眼狐狸。明安哥哥说的不错。他带着笑意的眼神扫过自己的每一个兽夫，无比认真地说，我们是爱人，亦是家人。我希望以后遇到事情，你们不要总想着逃避，怕麻烦我，这样会让我觉得你们压根没有融入这个家来，没有把我当做你们的家人。你们明白吗？几个兽夫咽了咽口水，齐齐点头，明白了。原来他想要的是这个，以后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家，同样我希望的是有你们在的地方也是我的家。我们是一家人，要相互扶持，相互信任，只有这样才能长长久久的在一起。5个兽夫皆十分感动，原来叶瑶与他们一样，想跟他们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沈景元使劲点着狼脑袋，七主，我明白了，我不走了，我要永远永远跟你在一起。狐狸直接大胆的跳进了叶瑶的怀里，七主，既然我们是家人，那你可以抱抱我吗？可可爱爱的脑袋一歪，险些将叶瑶的心给萌化了。虽然知道大家都有异能，但他还是下意识抱紧了这只毛茸茸的小狐狸，还用手捏了捏爪爪，肉肉的很好摸。这可把底下的沈景元给急坏了，连忙也主动缩小了身形，然后用嘴巴舔了舔叶瑶的小腿。七主，我也要。蓝色的眼珠子跟蓝宝石一样又亮又大，里面好像装了星辰大海，让叶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弯腰将小狼崽也抱在怀里，叶瑶左边亲一口沈景元，右边摸一摸陆明安白色的肚皮，可给他美坏了。这么可爱的毛茸茸，谁能拒绝？莫萧云变成小老虎，但发现迈不开腿，也张不开口去争宠，僵硬在原地。穆怀川和顾青舟则是羡慕不已，他们倒是也想到叶瑶怀里去争宠，也想被这样抱着摸一摸，亲一亲。可谁让他们一个没毛，一个毛发坚硬，摸着不软呢？忽然回头，穆怀川看到变成小白虎，却僵硬着身子不敢上前争宠的莫萧云，嘲讽一声，哼，废物。莫萧云，他狠狠瞪了眼穆怀川，默默握紧了自己白色的毛茸茸的爪子。怎么想打架？穆怀川没回答，只是用挑衅的目光扫了他一眼，不过只是一眼，就将莫萧云心里的怒火彻底点燃。他本来就憋着一股火，眼下穆怀川正好成了他的发泄筒。这是你自找的，他恶狠狠道。穆怀川听到这声音站着没动，只是唇角划过一抹冷笑，那又如何？你若只懂打架不懂争宠，就算打赢了我也是废物，更何况以你我现在的实力差距，你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莫萧云脾气暴躁的名声不是凭空来的，穆怀川的话只会更激怒他，他连5阶的流浪兽人都能死死拖住，穆怀川不过4阶，凭什么觉得自己就一定打不过？吼！正想将身体变大，与穆怀川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结果，咦，这是谁家的小白虎？怎么这么可爱啊？边说着，叶瑶边努力腾出手来将小小的白虎抱进了怀里，同时，本在他怀里的小狼崽和小狐狸挤在了一边胳膊，2张不相上下的萌脸面对面，却只剩下了对彼此的嫌弃。叶瑶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小白虎抱了起来，还凑到嘴边亲了亲，然后笑眼如花，真香，原来是我家的小白虎。白色的毛毛下，莫萧云一张虎脸红得很，原本怒气冲冲的他肚子里的气瞬间泄掉了，甚至那双琥珀色的眼珠子里此刻满是羞涩。叶瑶，你快放开我！他尝试着挣扎了一下，却被叶瑶抱得紧紧的。顾青舟和穆怀川，这个莫萧云居然这么不知好歹，他居然还挣扎。他们低头看了看自己，再看看叶瑶怀里的3个毛茸茸，心里瞬间充满了苦恼。不过他们苦恼的样子在叶瑶眼里也是很有魅力的，他对着他们2个招手，你们2个难道就不想我抱抱吗？他们瞬间眼神一亮，穆怀川毫不犹豫地变换了缩小版兽形，迈着长腿停在叶瑶身边。他抬头望着叶瑶，问，阿瑶，摸摸我的羽毛可好？叶瑶又将怀里的小老虎也塞到另一边，3小只瞬间挤作一团，他们的脸都挤变形了，不过依旧不影响他们的可爱。沈景元、陆明安以及莫萧云，他们大眼瞪小眼，眼睁睁看着叶瑶伸手将那小蛇就也抱了起来，还用手摸了摸羽毛。羽毛虽不是毛茸茸的手感，但也不错。穆怀川的羽毛质感很好。阿瑶，你可以往腹部摸，那里是我最柔软的地方。穆怀川突然轻轻开口引诱，他的声音充满着磁性，好像有某种魔力般吸引着叶瑶，竟鬼使神差真的将手逐渐移了过去，随后双眼眯了起来。这里的毛发不再是坚硬的，有一种毛绒感，却又不像他们的毛那般软，一种很神奇的手感。腹部这里也很温暖。狐狸陆明安看着这一幕，眼眸幽深，
还有些怨念。他刚刚也给叶瑶摸了肚子，怎么没夸他？不开心。而且他之前对叶瑶用了魅惑都纹丝不动，穆怀川一句话就让他那般听话。他和穆怀川到底谁才是狐狸？5个兽夫就剩顾青州还没被抱起来，他有些失落。叶瑶见此，忙对他招手：“青州哥哥，你也来啊！”他举着小蛇就招手的样子很可爱，但是穆怀川表示他不要面子的嘛。顾青州踌躇着说：“七主，可青州的兽形没有毛。”没关系，你虽然没有毛，但你有漂亮的鳞片啊。闻言，顾青州也不再犹豫，变成了金鱼在地上蹦跶，那双眼睛格外显眼，就这么盯着叶瑶，有一种清澈且愚蠢的感觉，跟平日里人形的他截然不同，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了。叶瑶又将小蛇就一把塞到了另一个怀里，原本就拥挤的地方越发拥挤起来，时不时传来惨叫：“啊！穆怀川，你的嘴戳到我屁股了！啊啊，疼！谁的脚踹我肚子上了？轻点！太挤了，我要喘不过气来了！死狐狸，你嘎吱窝放我嘴里了，一股狐狸精的骚味儿！你放屁！我明明就是香香的小狐狸！”穆怀川忍无可忍，直接从拥挤的怀里出来，飞到了叶瑶的肩膀上站着，还深呼吸了一口。呼，还是这里的空气新鲜，而且他那双褐色瞳孔有意无意的往下面瞥，脑海里又想起那夜在翠屏山榕树上的抵死缠绵了。这个位置视线正好，莫萧云也受不了，爬上了另一个肩膀。当他顺着穆怀川的视线往下看时，脸色突然就红了，赶紧收回目光，撇过头去，同时他还咒骂了一句：“穆怀川，你不要脸！”穆怀川勾唇看向他：“你说说，我哪里不要脸了？”“哎呦，你的脸色这么红，该不会是看了什么不该看的吧？”莫萧云感觉他脑子轰的一下就炸开了，他好似被戳破心思，心脏乱跳个不停，恼羞成怒道：“什么叫不该看的？同为兽夫，你能看的，我为何就不能看？”情绪使然，说完才发现他好像说漏了嘴。所有人包括叶瑶的目光都看向了他。莫萧云，老天奶，他刚刚说了什么？莫萧云整个身体开始升温，他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好像浑身的毛发都被扒光了，裸露于人前。穆怀川赤裸裸的目光更像无声的在说：“蠢货。”叶瑶无奈的摇了摇头，弯腰将滑溜溜的小金鱼拿了起来。顾青州紧绷着身子一动不敢动，生怕叶瑶拿不稳他，滑到了地上是小，七主不喜欢是大。青州哥哥不必紧张，他用手轻轻摸了摸鳞片，凉凉的，滑滑的，是与绒毛羽毛摸起来都完全不同的手感。若是天气炎热时抱在怀里，倒是个不错的体验。这鳞片冰冰凉凉的，看着又漂亮，我很喜欢。说完低下头亲上了顾青州的小鱼嘴。10天后，这些天陆陆续续有兽人和雌性来找他治疗，他都十分爽快的就给治疗了。现在在狼部落的人缘还算是很可以，他每天还要为子枫治妥。一来二去的，子枫居然从一开始的凶狠变得有些别扭。叶瑶觉得这2天他的态度有些奇怪，但他对这个曾经伤害和羞辱过沈景元的狼兽人没有一丝好感，所以没当回事。直到子枫红着脸开口问他：“叶瑶雌性，你可以一直留在狼部落吗？等我长大了做你的兽夫，就可以保护你了。”这话让叶瑶狠狠皱眉，一个13岁的狼崽子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冷漠道：“我不会一直留在狼部落，更不会要你做兽夫，此事以后不必再提。我的5个兽夫听了会不高兴的。”子枫脸上的红意瞬间消退，有些发白。为什么？我的天赋不比他们差，你成了我的妻主，就可以一直留在狼部落。你难道不想有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生活下去吗？叶瑶微微浅笑，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家。子枫，你已经道歉，我不会再与你追究之前的事，但做我兽夫这事绝对不行，我以后不希望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子枫不甘心的咬牙，终究是点了点头。见他情绪有些低落，叶瑶也没管，治疗好便离开了。他可不是多管闲事的人。他刚离开，金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神色有些阴沉，看着情绪低落的子枫，他很是不满，真是废物，有什么好伤心的，拒绝了就再争取。列慈也怕缠郎，当初我可是整整追求你阿母3年，他才答应。我听说子墨也很想做叶瑶的兽夫，你若是连他都争不过，那可真是丢人现眼。子枫抬起头看向自己的阿父，神色犹豫。可是阿父，他已经明确拒绝了我，若再纠缠下去，恐怕他会生气的。金月翻了个白眼，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拒绝又怎么了？他不过是做做样子吧。你以为他那5个兽夫是怎么来的？装什么冰清玉洁呢？听我的，保证他最后是你的囊中之物。子枫有些懵逼的点了点头。好的，阿父。那我试试。叶瑶跟着穆怀川回了山洞，他们决定出去。我们的盐不多了，我们每天吃洪大哥送来的猎物太麻烦他。今天我们出去弄些岩石回来，再狩猎和摘些果子。顾青州果断点头。好，我们从河流出发。这次还是我带你们潜入水下出去。众人都没反驳，因为现在从河流出去确实更为安全。
他们毕竟是不被蛇部落允许待在附近的，被发现了恐怕又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水源很重要，所以基本每个部落都是沿着河流建立起来的。这条河流基本也是附近的部落共用，它叫做甘露河，只因为他们认为这河流的水是天降甘露积累下来造福的，依旧选择了较为隐秘的河流段。顾青州先化作兽形跃入河中，然后又吹了5个透明泡泡笼罩在叶瑶他们几人身上。大家都做好后准备出发。穆怀川突然神色变得警惕，朝着草丛里呵斥了一句：“谁在那？”被发现后，金月并不慌张，反倒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哟，你们几个这是准备要去哪儿？怎么还从这河里出发呢？几人对他印象都很不好，觉得他出现在这里绝非偶然，莫非是跟踪他们过来的？沈景元盯着他冷冷开口，无可奉告：“倒是你，为何会出现在此处？”金月对他的态度很不满：“你怎么说话呢？我是你的阿父，我是狼部落的兽人，我出现在哪里都是正常的。看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怀疑我图谋不轨，不过是在这里解决个人问题罢了。我还怀疑你们几个有偷看别人隐私的爱好呢。”叶瑶忍无可忍，做了一个“的表情。金月，你那嘴真是臭气熏天，你莫不是吃了屎？几个兽夫听了皆憋笑。水里的顾青州吐出一长串的泡泡出来，看起来场面很是壮观。你，金月指着他怒气冲冲，他看向沈景元：“你的妻主这么说你阿父，那就是看不起你。”沈景元冷笑摇头：“我没有你这样的阿父，从你抛弃我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注定不再是家人。金月有没有图谋不轨，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他给了顾青州一个眼神，巨大的金鱼瞬间沉入水中，临走前鱼尾一拍溅了不少的水。被溅一身水成了落汤狼的金月脸色无比阴沉，死死盯着他们离去的方向，好似要杀人。他今日在这儿的确不是巧合，本来想去找叶瑶，好言说一说子枫做他受夫的事情，可偏偏在山洞外听到了他们要去找岩石的话。岩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更何况是高品质的盐。要是他能够将那些岩石全部据为己有，那以后整个狼部落还不得将他供起来。到时候别说是狼部落的族人们，就算是他的妻主，狼部落的族长子服也得对他说话客客气气的。所以他一路隐藏气息，跟踪叶瑶他们来到了这里。见他们要从河里走，有些不解，莫非那岩石在河里不成？他可是狼啊，真要是在河里面，他要如何把岩石给捞出来？本来他是4阶兽人，与穆怀川实力相当，只要隐藏好穆怀川他们是发现不了的。可他一着急气息就泄了，虽然只是一瞬间，但穆怀川还是警惕地发现了他。气冲冲的他从大门出了部落，找到森林狩猎，将心里的怒火全部发泄在那些可怜的兽身上。要实在不行，就极力撮合子枫和叶瑶。等子枫做了叶瑶的受夫，那他的盐不就是子枫的？到时候也一样。叶瑶他们到河底取了岩石，便顺着河流到了离狼部落最近的森林，准备狩猎。我们多打点猎物，回头给洪大哥他们送些去，好好感谢一下。叶瑶是个知恩图报的，对他好的人自然要涌泉相报。打猎完正准备回去时，却听到林子里传来久违的声音：“系统，你确定叶瑶他们就在附近吗？”叶瑶几人瞳孔微缩，是叶念。叶念真的找过来了，第一次出门就被发现，真是够倒霉的。叶瑶眸光更是微闪：“系统，原来兽神大人所说的那个不明物种叫做系统，他居然能够检测到自己和5个兽夫的位置吗？”“没错，他们现在不止在附近，而且就在离你不到100米的地方躲避着。你刚才的话，说不定都已经被他们给听到了。蠢货，你把我给暴露了。”系统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气急败坏。叶念这个蠢货，在外面直接跟他对话就罢了，还直呼他系统。虽然叶瑶他们不知道何为系统，但凭借这话，不也猜出叶念身上有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帮助了吗？他助这个蠢货夺舍叶念，觉醒了木系异能和霍星瞳，不仅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连小小的叶瑶都搞不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叶念，你什么意思啊？系统还是第一次骂他，自己可是宿主，他怎么敢骂他呢？哼，字面意思。系统机械的声音都带着些嘲讽：“你的话都被听到了，再不去找，恐怕都要跑没影了。”话音刚落，系统便发现叶瑶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他有实体的话，此刻嘴角一定就忍不住抽搐。另一边，叶瑶听到叶念的话后，便带着5个兽夫疯狂跑路。他倒不是多么怕叶念，只是现在还不想正面对上。出了蛇部落也就20多天的时间，他还没想好要怎么将阿父成功带出来，而且还需要阿母同意才行。他不想阿父的身体受到契约图腾的限制，那样身体会受损。要知道，沈景元的阿母雌性去世后，他的几个兽夫实力都下降了一个等阶，这还是意外情况。若阿父主动要离开，强行解除契约图腾的话，那不仅自身实力会大大降低，就是身体也会严重受损，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叶瑶他们真跑了，现在距离你120米，
150米、200米，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啊，蠢货！叶念虽然心有不满，也只能拔腿就去追，先追到叶瑶再说。至于骂他的系统，回头再好好教育。一个服务宿主的系统，居然敢骂他蠢货，真是倒反天罡。阿瑶，你别跑，阿姐真的想死你了。他的声音如魔咒一样在森林里响起，惊起一群飞鸟。跑着跑着，叶瑶突然示意穆怀川停了下来。阿瑶，可是刚刚我速度太快了，风刮脸。穆怀川赶紧关心的询问他。自从交尾后，穆怀川变得比从前更爱了，满心满眼都是他，也变得更加温柔，懂得体贴人。没有，叶瑶轻轻摇头否认。他低下头朝着自己几个兽夫招手，你们都凑过来，我心里有个猜想，想要验证一番。5个兽夫乖乖的凑过去，围成了一个小圈。沈景元压低声音道：七主。可是为了叶念嘴里的系统，他们都很好奇，系统到底是个什么？难道叶念身体里还住着一个怪物不成？叶瑶颔首，不错，兽神大人告诉过我，叶念身体里住着个不明生物，这个系统应该就是了。当初助他夺舍我阿姐的，定然也是这个他。没错，叶瑶已经把自己得到兽神大人传承和叶念的事情告诉了他的5个兽夫，他们已经跟自己共经历过生死，没有必要一直隐瞒了，告诉他们也算是好事，免得他们心里一直认为叶念是自己的阿姐，从而掉以轻心或者被穿越女给迷惑。只有告诉他们实情，才会提高他们对叶念的警惕心。不过重生的事情还是隐瞒了，上一世实在太苦，他一个人知道就好。你想要验证什么？莫萧云突然开口。叶瑶捏着下巴若有所思，他刚刚的话，那个系统好像可以检测我们所在的位置，叶念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我想与你们分头行动，我自己朝着狼部落大门方向回去，而你们让青州哥哥下沉到河底最深处回去，看看系统能否检测到你们的位置。不行，他的提议直接被5个兽夫给否定了。沈景元头摇成了波浪鼓，这样太危险了，我们怎么可以放任你一个人去面对？是啊，七主，不如还是让我带着你沉入河底吧。顾青州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陆明安那第3只金色的眼睛眨了眨，也很不赞同。虽然七主你的实力并不比叶念差，但他有系统帮忙，你忘了他那个系统还有控制人心的能力，你一个人面对他还是太危险了。想到叶念之前控制阿姆和毒蛇群，叶瑶心里也划过一抹犹豫，如果他被控制了，可就糟了。系统的能力究竟有多强他不清楚，这样着实有些冒险，可不兵分两路，又不好验证，见他陷入纠结。而叶念的声音也离他们越来越近。陆明安当机立断，决定自己去。七主，不如让我去吧。他笑起来很好看。不行，叶瑶拒绝了。你都说了系统有控制人心的能力，我又怎么放心让你自己去？而且陆明安实力只有3阶，还是不擅长战斗的异能，他着实不放心。狐狸尾巴扫过他的脸颊，你忘记我的能力了？我可是狐狸啊，我最擅长的就是魅惑，他的控制对我没用。而且我的第3只眼有窥探能力，正好看看那系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叶念根据系统的提示追到了刚才他们商议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只因为系统的提示也停了。系统，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问道。面前是甘露河，看起来河水还很深的样子，这里的气息很浓，他们刚刚就停留在此处，可现在我已经检测不到叶瑶和他3个兽夫的位置，居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3个兽夫，他5个兽夫，叶念以为系统犯蠢，连叶瑶几个兽夫都记不清。这时系统悠悠开口，那只狐狸和白虎的位置倒是能检测出来，现在正往你的东南方向逃窜，距离你大概有250米的样子。叶念有些不甘心，他盯着面前的河流，试着往里面望去。叶瑶该不会躲进河里了吧？河水太深，再加上他们如果用了异能防御，我检测不到。系统如实开口。叶念无奈，他发泄似的放出藤蔓往河底搅和了一番，最终气冲冲的朝着东南方向追去。河底深处，穆怀川收回了防御，勾唇，看来在深水的掩护下，那个系统无法检测出位置来。叶瑶露出笑意，也算是验证成功了。青州哥哥，你快带我们回狼部落吧。现在叶念去追陆明安和莫萧云去了，他们得尽快赶回部落去的，随时准备接应。另一边，莫萧云担心陆明安自己危险，于是跟他一起来吸引叶念。两人没有化作兽形，而是以人形状态穿着草鞋在林子里比着跑。跑着跑着，他们发现身后没有动静，紧急停了下来。两人面面相觑，怎么这么久还没动静？那系统该不会发现了叶瑶他们吧？莫萧云有些不放心，便换了兽形就要往回跑。陆明安赶紧叫住他，别跑，他来了。闻言，莫萧云紧急刹住脚，又重新恢复人形，与陆明安站在一起，开始假意逃跑。要不是为了等叶念，以他们的速度早就跑回狼部落了，速度可真慢。叶念速度自然比不上他们，但他有系统这个作弊器啊。还有200米，你动作快些。系统的催促让叶念咬咬牙，忍着怒火开口。他们跑得很快，我哪里追得上？
你若再不给我加快些速度，他们两个可就要跑没影了。真是废物，又蠢又废。当初我怎么就选了你当宿主呢？真想给我自己来颗后悔药。系统边嘀咕边给叶念开挂，脚上如同生风速度一下就提了起来。刚开始没注意，险些撞到了树上，险险避开后，他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他没好气道：你骂我都没跟你计较，但你加快速度前能不能提醒我一下？我差点就撞树上了，撞了也活该。距离他们还有150米、100米、50米，叶念速度极快，再加上陆明安和莫萧云故意放慢了速度，所以很快就追了上去。远远看见他们的背影，叶念就大声喊：你们快停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闻言，两人似乎吓得身体一抖，加快了速度。叶念冷笑，手中绿光一闪，藤蔓缠绕上他们的腿，使劲拉，他们脸就立马往前栽去，摔了个狗吃屎。哎呦啊！两声夸张的痛呼让叶念露出痛快的笑意来。他很快就来到二人面前，居高临下的盯着他们。怎么，叶瑶为了自己逃命，把你们抛弃了？莫萧云撇过脸去，冷着气息没有说话。陆明安冲着叶念吐了口水，我呸！就算你被江青雨抛弃，我也不会被气主抛弃。叶念嗤笑，受夫哪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简直就是笑话。想到什么，他脸色一冷。阿母已经明确说明，让你们离开这里，前往兽皇城。你们居然敢不听他的话，还在附近逗留，带我回去告诉族人，你们定会被蛇部落追杀。狐狸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告状精，那你还不赶紧回去告状，来追我干什么？你叶念被他这副态度给激怒了，非常想揍狐狸，但想到还在部落的僵尸狼，他又淡淡道：你无所谓，那叶瑶也无所谓吗？莫不是忘了他的阿父还在蛇部落呢？那又如何？陆明安反问。叶念，你莫不是以为族长真的会伤害阿父不成？在他心里，阿父的地位恐怕连你也无法撼动吧。说完，他便转身对着莫萧云道：我们走。叶念握紧拳头，对着他们的背影大喊：等等！两人回头时，叶念居然跟鬼一样突然贴脸，他的瞳孔泛着格外强烈的紫光，让二人瞬间呆滞在原地，表情变得有些木然。见这么容易就成功了，叶念神情得意，他丝毫没注意到狐狸额头被发丝挡住的第三只眼，此刻正在散发着隐隐的金光。他高傲地抬起下巴，给二人下发指令：你们回去给叶瑶和寿夫的吃食里加上这个，不许暴露我的存在，可明白？说完，将手里拿着的紫色小药瓶给了陆明安，接过小药瓶，便听见旁边的莫萧云一脸呆愣且机械地重复着：给叶瑶和他的寿夫下药，不许暴露主人的存在。下一秒，陆明安也面无表情地开始重复了那句话：回去给叶瑶和他的几个寿夫下药，不许暴露主人你的存在。没人注意到他的嘴角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见两人都这么被轻易控制住，叶念问：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回主人，在狼部落。莫萧云老老实实的回答。叶念撇撇嘴，原来是躲在了狼部落。他正要摆手让他们离开，就听见系统的警报声：警告！警告！陆明安没被控制，还试图窥探本系统，你快把药水给抢回来！叶念瞳孔猛地瞪大，陆明安居然是装的，他直接锁定了被他接过去的紫色小药瓶，手一伸就要抢回来。陆明安见被发现，赶紧将药瓶藏在背后，拉着莫萧云就要一起走。笨蛋，赶紧跑！莫萧云却不动，看见他木讷的样子，陆明安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不是吧，你真被他给控制了？他可不是莫萧云的对手啊，救了大命了。叶念气焰嚣张，对着莫萧云命令：去，把我的药瓶抢回来，再把他那杂毛的狐狸毛给拔光。陆明安当即抱着胸，一脸惊恐道：士可杀不可辱，我的毛可是我的命，呵，要的就是你的命。莫萧云已经化身白虎，朝着陆明安攻击过来，老虎的吼声震天动地，只感觉整个地面都抖了抖。陆明安转身化为狐狸，想要跑，他的身形虽不如老虎大，但动作灵敏，但显然叶念不会让他跑。藤蔓和白虎协同作战，陆明安被打得连连闪躲，他边打，额头第三眼边发出金光。莫萧云攻击他的速度渐渐变得迟缓下来。莫萧云，你在干什么？叶念没好气的呵斥他。不好，那死狐狸在拆解霍星童的控制，快杀了他！闻言，叶念又加强了一遍霍星童，赶紧对着莫萧云命令：别再留手，杀了他！霍星童加强，陆明安被反噬，他眼睛一阵刺痛，猛地喷出大口血来，噗，温热的血喷在地上。陆明安捂着自己的第三只眼，只感觉他一阵阵地发长，好难受。见他吐血，莫萧云攻击的动作顿了顿，琥珀色的瞳孔里似乎出现了挣扎的色彩。莫萧云正在试图脱离霍星童的控制，你必须尽快让他杀了那只臭狐狸，否则你怕是会有危险。系统焦急的声音传来，叶念心中一惊，叶瑶这几个兽夫怎么个个意志力如此强大？陆明安有天眼的能力，不受控制也就罢了，那莫萧云一个脾气暴躁的莽汉，他都控制不了，他颇有些气急败坏。这霍星童加强版的控制也不怎么样吗？
连个莫萧云都控不住。见他这个时候还有心情阴阳怪气，系统若有实体，恐怕都要直接被气吐血。快别废话了，你倒是赶紧控制他上啊！系统原本没什么情绪的机械鹰，今日被他气得连续破防变鹰，要是能攻击宿主，他恨不得拍死他。叶念翻了个白眼，只是眸中紫光更甚，这已经是用他最后的积分兑换加强或星童的机会，之前赶走叶瑶他们获得的积分都要花光了。可恶的叶瑶让他自己的兽夫杀死兽夫，滋味一定很美妙吧。原本他是打算控制陆明安和莫萧云，回去将那瓶紫色的毒药下到吃食里，到时候叶瑶和他的几个兽夫都会沦为他的傀儡。可惜那陆明安居然是装的，还妄想窥探系统，可真是个不自量力的蠢货。莫萧云，快醒醒，七主还等着我们回去呢。陆明安知道自己不是莫萧云的对手，急得直冒汗，试图唤醒他。莫萧云表情刚有所松动，叶念的控制便重新加强，他瞬间又变得有些木然。叶念瞪着陆明安，表情十分阴狠，杀了他。见莫萧云当真朝着自己飞奔过来，狐狸眼里划过一抹惊惧，他条件反射想要跑，预判到他的行为，白虎已经先一步将虎爪拍了过去，正中狐狸毛茸茸的脑袋。陆明安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眼冒金星。莫萧云可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来一掌拍中他的腹部，噗，又是一口温热的血喷出来，不过这次全部洒在了白虎的脸上，白色毛发上挂着鲜红的血珠。陆明安已经坚持不住，他对着莫萧云最后提醒道，不要被叶念给控制，千万不可以伤害叶瑶。莫萧云，你堂堂森林之王，怎可沦为叶念的傀儡？说完两眼一翻，彻底晕死过去。莫萧云抬起的爪子迟迟没有落下，看得叶念狠狠皱眉，你还在迟疑什么？快动手！他好像听不到任何人的话，眼前只是一片血红色，抬起沾了鲜血的宽大爪子望了望，他如梦初醒，眼前的所有似乎都明朗了。见他目光逐渐清晰，叶念不敢置信的摇摇头，不，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摆脱我的控制？自从有了霍星童这个金手指后，他变得很依赖，不管是花金红还是叶荷，亦或者是翠屏山的毒蛇群，都没能逃脱他的霍星童控制。莫萧云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摆脱掉？对，他这只是暂时的清明，只要自己杀了陆明安，莫萧云只能是傀儡的命。看着躺在地上晕死过去的狐狸，他冷哼一声后，绿色的木系异能攻击过去，杀了该死的狐狸。千钧一发之际，莫萧云动了，他自嘴里喷出一口火，烧了叶念所有的攻击，再转身张着血盆大口朝着他咬去。叶念无比慌乱，好在他来之前木系异能已经突破到4阶，能与莫萧云一战。战斗的过程中，他发现对方的攻击时不时会变得迟缓，勾唇冷笑，原来你并没有真正摆脱我的控制。莫萧云，乖乖成为我的傀儡不好吗？在霍星童的控制下，白虎渐渐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莫萧云眼里满是怒火，他想起陆明安晕过去前说的话，调动全身的异能奋力一冲，强行脱离了霍星童的控制。啊！叶念惊恐地发现霍星童被破坏，那他之前依靠霍星童控制的那些人怎么办？他看向莫萧云，一脸愤恨，可恶，你居然毁了我的霍星童！莫萧云强行脱离控制也不好受，他咽下喉头的腥甜，将狐狸放到自己的背上，转身离开。不怕死的就来追。叶念自然不敢，他现在受到了霍星童的反噬，身体虚弱的很，不是莫萧云的对手。那毒药被他们抢走，就连死狐狸也没杀死，这次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叶念啊叶念，给你开这么多金手指有什么用？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宿主，说你废物是抬举你了，说难听点那就是蠢笨如猪。叶念他敢怒不敢言，只能握着拳头生闷气，这样他都不是叶瑶的对手。若系统当真放弃他了，那他还能拿什么来跟叶瑶斗？受了反噬浑身难受，正想返回蛇部落休整，远远便看到一个正在狩猎的狼兽人。叶念眼珠子一转，不是说叶瑶他们现在就住在狼部落吗？那正好找那狼兽人打探一番。这个狩猎的狼兽人不是别人，正是金月。他看上去跟姜侍郎的年纪差不多，所以叶念很自信的开口，这位大叔可否请教几个问题？金月为了勾搭子服，一向很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突然被叫大叔自然不是很高兴，他不想搭理，可叶念的话让他来了兴趣。我叫叶念，是叶瑶的姐姐，你们部落前段时间可是收留了叶瑶和他的5个兽夫，有意让子枫做叶瑶的兽夫。听了这话，看向叶念，发现他的容貌的确与叶瑶有几分相似，于是面露笑意，原来你是他姐姐，我儿子是他的兽夫。叶念以为他说的儿子是沈景元，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子枫。二人聊着天，叶念从金月嘴里得到了一些消息，还有盐的事情。他眼眸微眯，叶瑶他们竟然还发现了盐，可这件事居然瞒着蛇部落。叶瑶实在不放心，毕竟莫萧云和陆明安身上都还没有契约图腾，他感觉不到他们的情况有些没底。刚带着3个兽夫出了狼部落，
迎面就遇到了身上带血的莫萧云和晕死过去的陆明安。他脸色微变，小跑过去：“萧云哥哥，你们这是？”他正准备为莫萧云治疗，就被紧紧握住了手。叶瑶，先救狐狸，他是被我伤成这样的。什么？叶瑶惊呼一声，赶紧给陆明安查看伤势。他这是遭到反噬了。莫萧云点头，不错，他的天眼响窥探系统被发现了，反噬让他吐了口血。叶瑶颔首，先动手为陆明安治疗了一番。明安哥哥并无大碍，只是反噬和腹部的伤较重，我已经稳住了他的伤势，先回去再说。听说陆明安没事，莫萧云重重的松了口气。还记得自己被控制时打的那2爪子，对于不擅长攻击和防御的小狐狸来说，伤害还是很大的。他生怕自己把陆明安给打出个好歹来，那样他余生难安。沈景元主动化为兽形，将狐狸驮在背上。顾青舟贴心的走到莫萧云面前，柔声说：“你也受伤了吧？你变成人形，我来扶你进去。”正想说不必，莫萧云只觉得自己眼前一黑，猛喷出一口强压已久的血后，失去意识，整个身躯轰然倒地。莫萧云几人手忙脚乱的将他带回了狼部落住的山洞里。看着紧闭着眼睛脸色苍白的莫萧云，叶瑶的心有些抽疼，因为他发现莫萧云不是外伤，而是精神识海遭到了严重的重创。这种重创要比身体重伤来的还要严重的多，也要难恢复的多，因为涉及到了精神识海的层面，已经不单单是他的治愈系异能就能够治好了。他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陆明安遭反噬，莫萧云精神识海遭重创，叶念身体里面那个叫做系统的东西真的就那么厉害吗？他决定优先治疗陆明安。醒来后了解事情的始末，陆明安伤的不算很重，莫萧云即使被叶念用或心童控制时，身体也本能的留手了。经过叶瑶的治疗，小狐狸慢慢清醒，逐渐睁开金色的眼眸，将目光落在了叶瑶脸上。他虚弱一笑：“妻主，我没死。”叶瑶凑过去亲吻他的狐狸脸颊，心疼道：“明安哥哥，你受到了天眼的反噬，现在可好受些了？”“好多了。”想到什么，他赶紧站起身来，看到莫萧云也回来了，才安心许多。还好莫萧云没成为叶念的傀儡，也是，若是莫萧云真成了傀儡，那他岂不是已经死了？可是我发现萧云哥哥的精神识海受到了重创，你晕过去前到底发生了什么？陆明安仔细回想，将叶念控制他们，想要用毒药控制叶瑶他们，以及计划失败后控制莫萧云杀他的事情，全部都说了。他用爪子捂着自己的胸口，哭唧唧道：“莫萧云那2爪子险些没把我给拍死，还好我命大。”再次得到叶瑶的亲吻安抚后，他神色才正经起来。我怀疑莫萧云是因为强行脱离叶念的控制，才会导致精神识海受到重创。若非如此，恐怕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当时的场景想起来还有些心有余悸呢。叶瑶和几个兽夫听着也有些害怕，以后怕是再不敢贸然这样子分头行动。为莫萧云治疗了一番，发现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叶瑶决定去一趟巫医朱春的山洞，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这就去将巫医的4阶治愈系异能复制过来试试。穆怀川当即凑了过去：“阿瑶，我陪你。”其他兽夫在山洞保护莫萧云，叶瑶则带着穆怀川去了朱春和洪七峰的山洞。先是带着几只猎物和2罐盐去了洪七峰那，他的小狼崽崽已经1个多月了。洪七峰正在逗弄着，洪大哥看到是他们，洪七峰连忙抱着崽崽迎了过来。叶瑶妹子，穆兄弟，你们怎么来了？穆怀川立刻将几只猎物和2罐盐递给他。我们今天出去了，这段时间还要承蒙你的照顾，这些东西你快收着。洪七峰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图你们回报的，我知道这些东西便当是我们送洪恩崽崽的见面礼。说完，叶瑶充满笑意的对着小狼崽伸手：“来，小洪恩，让姑姑抱好不好啊？”崽崽似乎很喜欢叶瑶，屁颠屁颠就往他怀里扑。看着他与洪恩的互动，穆怀川心里突然升腾起想法来，要是阿瑶能给他生一个蛇臼崽崽该有多好。不过也只是想想，他很明白现在不是生崽崽的好时机，等什么时候解决完这些事，有一个安稳的家后再考虑。他很想知道他的蛇臼崽崽是不是会和他一样高大帅气。之后他们又带着些肉和少许盐去看望了巫医朱春。朱春年纪大了，当初他们能留在狼部落也没少出力，叶瑶还是心怀感激的。而且他们这次来是要复制人家的异能，空着手来他心里也过不去。看望完朱春，4阶治愈系异能也成功复制过来，叶瑶和穆怀川美滋滋的赶回山洞。可路上偏偏遇到了刚从外面回来的金月，他看到叶瑶身上的异能等阶后，惊得合不拢嘴。4阶，我记得你不是3阶治愈系异能吗？叶瑶不想看到他，很是敷衍的回答：“刚刚升阶。”说完便离开，没有注意到他眼中的狂喜。金月高兴的没边，本以为叶瑶这个年纪拥有3阶治愈系异能就已经是天才了，没想到居然突破4阶了。他还不到20啊，就与他们部落的老巫医的治愈系异能等阶一样，这是何等恐怖的天赋！那他日后突破6阶甚至是7阶，
岂不是很有希望？他高兴得快要发疯，迫不及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子枫。叶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回山洞后，莫萧云正好醒了，他捂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分，表情都有些狰狞。叶瑶忙过去抱紧他，同时4阶的治愈系异能缓缓往他身体里输送。萧云哥哥，有我在呢。只是这一句便让莫萧云瞬间安静许多。4阶的治愈系异能缓缓输进去，莫萧云挣扎的动作也逐渐停了下来。只是巨大的白虎身体竟然隐隐有些抖动，叶瑶原本放松下去的心又提了起来。他面露担忧，萧云哥哥，你不必强忍着，如果连4阶的治愈系异能都不管用的话，那只能另想他法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莫萧云受苦。几个兽夫循声看去，发现白虎的嘴死死咬合着，强忍着不让自己发出一点痛苦的声音来。但只有莫萧云自己清楚，他现在很难受，非常难受，痛苦的滋味快要让他发疯了。可他不想让叶瑶为他担心，更怕自己会吓到他，故而只能死死咬着嘴硬挺。没想到那个叶念的控制竟如此厉害，强行脱离控制，他的精神识海遭到重创。叶瑶紧紧抱着他的脑袋，才能让他好受一些。他好累，上下眼皮子有些打架，在叶瑶的安抚和治愈下，渐渐闭上了琥珀色的双眸。他没有变回人形，石床是躺不下这庞然大物的，只能让他躺在地上睡过去。呼吸均匀以后，叶瑶才算是松了口气，但他眉头依旧紧紧皱着。沈景元凑过去问：七主，他能安稳睡过去，证明4阶治愈系异能还是有用的，怎么还这般愁眉苦脸？叶瑶叹了口气，4阶治愈系异能虽然有用，但作用并不大。我刚刚查了他的精神识海，只是修复了一点点裂痕，如果单靠治愈系异能修复的话，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他目光柔和，抬手摸了摸白虎不算小的脑袋，满眼心疼。可这样，萧云哥哥得受多少罪啊？4个兽夫抿唇不语，他们也都很担心莫萧云，可却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陆明安内心隐隐有些愧疚，如果他再强一点，莫萧云就不必强行脱离控制了。好在根据莫萧云所说，叶念的那个控制技能似乎被他强行脱离控制时给毁了。做完这一切，天色不早了，故青州默默做了烤肉，分给大家吃完后都上床歇息。说是歇息，叶瑶仍旧是坐在石床上修炼。几个兽夫心疼他，七主不必这么拼命，该休息就得休息。叶瑶睁开眼，摇头道：我们前路迷茫，不得不拼命，其实打坐修炼也很解乏。说完继续修炼异能，其实他的内心有些着急，异能越到后面越难提升，有的光是从4阶升到5阶就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可他只剩不到3年的时间了，复制异能却只有2阶，他自然会有些着急的。见他如此拼命，几个兽夫也不休息了，七主都如此，他们作为兽夫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修炼？叶瑶说的对，前路迷茫，后面还有叶念对他们虎视眈眈，确实是不该懈怠。晚上漆黑的山洞里却亮着五彩缤纷的颜色，除了地上熟睡的莫萧云，他们都在努力。进入后半夜，地上本来熟睡的大白虎呼吸逐渐变得不均匀，时不时还要身体猛烈抽搐一下。莫萧云已经醒了，但他看到大家都在打坐修炼，只能默默忍受疼痛。巨大的身体逐渐蜷缩在了一起，大家察觉到他的不对劲，纷纷睁开了眼，看出他在忍耐。几个兽夫都不好开口说什么，只是4双眼眸无一不是带着担忧。叶瑶自石床上下来，走到他身边探查他的精神识海，发现之前修复的口子又在缓缓扩张，并且看上去比之前还要大。怎么会这样？叶瑶神色都变了，语气带着颤音。莫萧云奋力抬起爪子安慰：叶瑶，你不用担心，我没事的，挺过去就好了。叶瑶泪流满面，你再发抖怎么可能没事？为了证明自己没事，莫萧云拼尽全力变回了人形态，并且颤抖着身子将叶瑶搂进怀里。真的，我没事，别害怕。他闭着眼睛，苍白的嘴唇都忍不住发抖。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抱叶瑶，他想的是就放纵一次吧，哪怕就一次。化为人形几乎用掉他所有的力气，又是一阵猛烈的疼痛传来，他没忍住闷哼了一声，头好痛。他感觉到自己精神识海的裂缝越来越大，痛，头痛欲裂，极致的痛苦。萧云哥哥察觉到他身体颤抖越来越厉害，叶瑶心痛的快要窒息，只能不断输送治愈系异能，希望能帮助他缓解疼痛。啊！莫萧云疼得失去了理智，一只手开始捶打着脑袋，这副疯狂的模样吓到了大家。莫萧云，你冷静点。他们担心他失去理智，伤害自己又伤害叶瑶，一时手忙脚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莫萧云的眼睛红得可怕，忽然他瞅到了面前那张红润的唇，泛着水光，好像十分解渴的樱桃，令他心底泛起强烈的渴望来，想去尝一口是否真的解渴。他也这么做了，用手捏住叶瑶的下巴，低头狠狠吻了上去。他的力气不小，捏的叶瑶下巴瞬间变红，还有些生疼。穆怀川冷下脸色，莫萧云，你在做什么？其他兽夫也想去拉开他，却被叶瑶制止了。
他发现莫萧云吻上来后，身上的颤抖幅度变小，甚至连精神识海的裂缝也在慢慢修复。难道与他亲密可以修复莫萧云的精神识海？想到这个可能性，他奋力推开莫萧云，对着其他兽夫说：“这样可以修复他精神识海的创伤，麻烦你们到山洞外面守着。”几个兽夫面色一顿，他们很清楚叶瑶说的是什么，只是停顿片刻便离开了。想起叶瑶说过的，他们几个是一家人，虽然吃醋，但他们也不忍看莫萧云那般痛苦。既然如此，就可以修复精神识海的创伤，他们又有何理由拒绝？更何况每个兽夫迟早都会与叶瑶交尾，拥有了契约图腾，日后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们默契的什么也没说，守在山洞外，堵住耳朵数着天上一颗一颗明亮的星星。至于为什么要堵住耳朵，看他们垂在身侧紧紧握着的手便知道，他们怕忍不住冲进去群殴。山洞内，叶瑶吃痛的闷哼声让莫萧云的理智恢复了一些，他琥珀色眼眸中划过抹惊慌。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他在心里狠狠地骂着自己，居然让叶瑶受伤了，他真该死，他就是个禽兽。叶瑶捂着嘴唇嗔怪地看了他一眼，凑近耳畔说道：“没事的，萧云哥哥，慢慢来。”他贴近身体的轻声呢喃，让莫萧云喉结上下滚动，由于紧张，喘气声有些大。好，莫萧云声音嘶哑，再次低下头。山洞内的温度攀升极快，他们的皮肤变得滚烫无比，雌性身上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精神识海的裂缝又开始扩张。莫萧云的理智再次模糊起来。山洞外面有狼部落此起彼伏的暧昧声，山洞内更是犹如狂风暴雨般的声响。这一夜，守在外面的4个兽夫格外难熬，他们想要打坐修炼，可即使念着清心咒也无济于事。想要睡觉，耳边更是传来一阵阵声音刺激。他们快要疯了。莫萧云要修补精神识海的重创，几乎是折腾了一整夜，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不舍得停下，抱着已经累晕过去的叶瑶沉沉睡去，直到里面彻底没了动静。4个兽夫也再没心思打坐修炼，都勉强闭上了眼睛歇息。咕噜噜噜噜，叶瑶是被饿醒的，肚子已经发出了抗议的长鸣声。他摸上平坦的腹部，闭着眼睛嘟囔：“好饿啊！”瑶瑶，你醒了。莫萧云温柔的声音让他猛地睁开眼，他赶紧抓住大手，探查精神识海的修复程度，发现莫萧云的精神识海已经彻底修复好了，他才松了口气。你的精神识海修复好了？昨天晚上可把我吓得不轻。莫萧云低头吻在他的眉心，温柔道：“谢谢你，瑶瑶，我很开心。”叶瑶笑着说没事，可突然感觉胸口前凉飕飕的，低头一看，顿时凌乱在原地。他居然一丝不挂。眼前的莫萧云想起昨夜的云雨，眼眸变得深沉，恨不得将小雌性推倒，重新再来几回。正好进来的4个兽夫也瞬间愣在原地，吃过肉的沈景元和穆怀川直勾勾盯着，没吃过肉的陆明安和顾青州则是下意识撇过头去，心跳如雷。特别是顾青州，耳朵尖都红得不正常。陆明安没好气的瞪了眼莫萧云，上前拿过兽皮将叶瑶外露的春光都盖住，轻言细语道：“七主，你莫要着凉了。”望向旁边的莫萧云时，又变了一副嘴脸，有些刻薄：“你怎么照顾七主的？真是虎头虎脑。”叶瑶，莫萧云，他心情好，暂且不跟这只臭狐狸计较。虎头虎脑怎么了？能吃到肉就是好脑。莫萧云现在还记得曾经这只臭狐狸嘲讽他的话，说他肯定会是最后一个吃肉。事实上呢，气死这只臭狐狸，陆明安都要气冒烟了，拉着他就要往外面去。走走走，我俩出去比划比划。莫萧云不语，只是跟在身后。这时沈景元突然夸张的惊呼一声：“莫萧云，你异能居然恢复到5阶了！”几人都有些震惊，叶瑶也是。之前沈景元和穆怀川他就知道交尾后是会提升1阶的，可这次与莫萧云交尾，不仅修复了他精神识海的裂缝，就连5阶的实力都恢复了。意外之喜，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萧云哥哥，恭喜你！他声音中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莫萧云实力恢复，日后对付叶念又多了2分吧。陆明安步伐停在半空，僵硬的转身看向莫萧云，发现他的异能等阶的确恢复了5阶。他抓着对方的手，立刻就缩了回来，坐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苍天啊，大地啊，这不公平呀！莫萧云神情几乎没有变化，勾唇冷笑：“还比划吗？”从地上站了起来。陆明安不服气的贴近他，气势很快就弱了下来。不比了。他委委屈屈的看向叶瑶：“七主，人家也想要。”叶瑶摸摸他，安抚道：“下一个就是你，安了。”闻言，陆明安蓬松的狐狸大尾巴都冒了出来，一摇一摆的，看起来高兴极了。只是少了半截尾巴。叶瑶心疼的看向那尾巴，等找到5阶的治愈系异能师，一定能将你的尾巴治好。他的复制异能只能升级到5阶后，才能复制5阶及以上的异能等阶，还遥遥无期呢。陆明安笑着答：“只要有七主宠爱，尾巴只有半截也无妨。”顾青州默默给叶瑶拿了吃食来，柔声道：“
这是菌菇汤，还有炖的新鲜鹿肉，肉质鲜嫩多汁。七主你快些尝尝。叶瑶吃得很欢快，竖起大拇指，鹿肉好吃，菌菇汤也特别鲜美。我宣布，青州哥哥的厨艺已经超越孔云洛了。顾青州微笑，七主喜欢就好。他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其实心里有些难过。沈景元、穆怀川以及莫霄云都先后与叶瑶交尾了，他们身上都出现了契约图腾，真正成为了一家人。七主也已经答应陆明安，不出意外的话，陆明安不久也会争取到交尾的机会。可他呢？他要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家人的契约图腾？顾青州伤心归伤心，但他也知道是自己不争不抢的结果。他总想着水到渠成，可却忘了叶瑶受夫太多，不可能每个都顾得过来。又争又抢的，自然得到的宠爱也会更多。没关系，他默默照顾七主就好，总会轮到自己的。提到孔云诺，叶瑶不自觉就想到了远在蛇部落的江朵。他还记得当初离开蛇部落时，江朵对他说的话。江朵说他对不起他，可他有什么对不起自己的？想到那段时间江蓉突然针对自己，叶瑶眼眸闪过金光，莫非是江蓉与叶念勾结上了？他的编织手法可是从兽神大人那里学来的，为何一夜之间传遍附近的部落？当初那手法除了他，便是江朵知道的最多，而江蓉是江朵的母亲，难道将编织手法泄露出去的叛徒是江蓉？蛇部落叶念霍心童被莫霄云毁掉，自身受到了反噬，木系异能等级暂时又掉到了3阶，并且双眼还有些胀痛，他嘴里嘟嘟囔囔的阴阳怪气着。这霍心童没啥作用，反噬倒是厉害。系统冷笑，呵，当初控制叶河和江清宇他们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自己废物怪谁？叶念咬牙切齿，但没反驳。系统你说，如今霍心童被毁，那之前被我控制过的人岂不是控制都失效了？废话。叶念有些不甘心，找到了自己的几个兽夫试探，但就算没有控制几个兽夫，也不敢反驳他的话，所以看不出来什么。他决定去试探一下叶河。江侍郎的山洞内，自从叶瑶带着5个兽夫离开后，他就一直被禁足在自己的山洞里，不得离开一步，每天的吃喝拉撒都在这里。原本温柔俊逸的中年雄性，不到1个月时间已经变得胡子拉碴，形容狼狈了。那双明亮的眼睛也变得暗淡无光，似乎已经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任何留恋。若非他放不下自己唯一的女儿，早已自戕。他每天坐在山洞，看着日升月落，只为听到自己女儿平安的消息，也盼望着再见她一面。见过族长。这时洞外传来守卫的声音，是叶河来了。但江侍郎的情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面无表情。叶河示意2个守卫下去，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兽群，深呼吸几口气，才缓缓走进山洞内。不知为何，他突然有些害怕面对江侍郎，心中升腾起浓烈的心虚来。刚迈进山洞，迎面就闻到了一股难闻又刺鼻的味道，呛得他眉头紧蹙，伸手用手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再看到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狼狈至极的江侍郎时，更是震惊的瞪大了双眸。侍郎，你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小跑过去想要摸摸他的脸，却被躲开。江侍郎声音冷冷淡淡的，族长怕是忘了，是你告诉守卫不许我踏出山洞一步。我叶河下意识就想反驳，可很快就静了声。当初的确是他下的令，他想解释却如鲠在喉。江侍郎如今的模样告诉他，仿佛所有的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最终只说了一句，以后不必再如此了，准你出入自由。闻言，江侍郎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他望着叶河，激动地问，可是有阿瑶的消息了？随着叶河摇头，他的表情也重新变得冷淡下来。多谢族长。叶河狠狠皱眉，侍郎，我是你的妻主。身形一顿，江侍郎站起身，朝他恭敬地弯腰，说，是妻主。叶河眼里闪过怒火，心里也是堵着气无处发泄，冷哼一声，快步离开。他发现江侍郎变了，变得不再如从前那般温柔乖巧，还失去了一身的傲骨和灵气。这样的他根本不是自己从前所爱的那个他。可更气的是，这一切似乎都是他造成的。不知为何，从前他处处针对阿瑶，导致与侍郎的关系越来越远。如今他想弥补，却发现那个他早已变了，他可还有弥补的机会。正想着，迎面碰上了到处在寻他的叶念。看见他，叶念赶忙小跑过来，并且面带微笑，阿母原来在这儿，可让我好找。看到他，叶河依旧挂着十分和蔼的笑意。是阿念啊，这么着急找阿母，可是有何要事？的确有要事禀告。叶念亲昵的过去，想要挽叶河的胳膊，没想到却被躲开了。他神情一凝，装作没事人。阿母，我找到阿瑶他们了，现在暂住在狼部落。叶河眸色微沉，我不是告诉过他们要离开这里去兽皇城吗？真是好大的胆子。见他生气，叶念心中有些得意，赶紧添油加醋的说叶瑶的几个兽夫打伤他，并且让他掉阶的事情。不过霍心童的控制只字未提，本以为叶河会先关心他的伤势，然后斥责叶瑶，
可这次叶和的态度却是有些奇怪，他不赞同道：发现他们的踪迹，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怎可私自跟他们动手？叶念惊讶，他弱弱的开口：阿母，女儿知错了。想到什么，他又抓住叶和的手，急着邀功。可是阿母，经过打听，阿瑶他们居然有盐。叶和蹙眉，你的意思是，阿瑶他们想必发现了大量的岩石，他们可是每3天就要给狼部落献上1罐，听说品质还很好。叶念的话让叶和有些激动，高品质的盐，阿瑶这是出息了，要真有大量岩石，蛇部落的族人们想必就能接受穆怀川的事情了。他的反应让叶念僵在原地，叶念惊恐地发现叶和已经变了，不再是无条件支持他以及处处针对叶瑶，居然还妄想让叶瑶回蛇部落来，绝对不可以。现在他已经与叶瑶彻底闹翻，若他回来，自己还如何下手？他看起来很为叶瑶考虑。阿母，阿瑶的阿父不是让他去兽皇城找江家吗？那可是兽皇城的大家族啊，若是他能得到江家认可，以后岂不是前途无量？不想叶和却是脸色发黑，江家有什么好的？既然他手里有大量的银，去哪都不如留在蛇部落生活好。他对江家是很抵触的，之前若不是万不得已，他也不会同意让叶瑶去兽皇城，那个地方吃人不吐骨头。可是叶念还想说些什么，却看见江狮郎从后面过来，他神色疑惑：阿母，您不是不让他踏出山洞一步吗？我刚刚已经允他自由出入了。叶和的话让叶念再次面露惊恐，连江狮郎都放出来了。完了，霍心童的控制彻底失效了，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绝望。叶和笑着对江狮郎说：狮郎，阿瑶现在暂住狼部落，听阿念说他还发现了大量的岩石，我们这就去将他们接回来。江狮郎狂喜：七主，穆怀川你也可以接受。叶和望着远方，眼里变得温柔。我从未不容他们，只是身为族长要对族人负责。跟阿父去找叶瑶。金月得知叶瑶的治愈系异能已经达到4阶后，想要子枫成为他受夫的心思就越来越强烈，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带着子枫去找叶瑶要名分了。虽然子枫年纪小，但这么优秀的雌性不缺追求者，他一定得先帮子枫把名分给定下来。虽然不知道金月哪里来的自信，但他就是很自信，他好像坚信子枫能成为叶瑶的受夫。被他拉着，子枫有些犹豫：阿父，我们这样死缠烂打会被叶瑶雌性厌烦的。你懂个屁！金月看着他怯懦的样子就来气，沈景元都能成为叶瑶的受夫，子枫为什么不行？那个子墨也被拒绝多次了，你看他放弃了吗？还有沈景元同样身为阿父的儿子，难道你承认自己不如那个灾星不成？这话激了子枫，虽然腿已经被叶瑶治好了，但当日的痛楚还历历在目。对，他怎么可以输给一个灾星？又是一个3天过去，叶瑶跟穆怀川再次给族长子服送完1罐盐后，被子服给叫住。叶瑶辞信，请留步。他对子服还是很尊敬的，笑着询问，不知子服族长有何事？子服没立刻说话，而是看向身后不远处，快出来吧，这种事情难道还要阿母替你说不成？叶瑶的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感，下一秒便见子墨从他看的地方走了出来，他微笑着打招呼：叶瑶辞信。叶瑶嘴角抽搐了下，大概猜出他的目的，没想到上次自己拒绝了他，还是没死心，因为子墨为沈景元做过证，叶瑶心里对他有些好感，故而态度也比较柔和。子墨他同样回以礼貌的微笑。穆怀川眸光一暗，不动声色地将叶瑶挡在身后，有宣示主权的意味。2个雄性的目光对视上，整个山洞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子服到底有些护犊子，见此赶紧为自家儿子说好话。叶瑶辞信，你的优秀我们都看在眼里，我的儿子子墨更是心悦你想成为你的受夫，不知可否给他一个机会呢？穆怀川沉下声音，上次阿瑶已经拒绝了他。子服对于他的插话有些不悦，寿氏大陆以雌性为尊，妻主都没发话，哪有受夫替他决定的道理？他没搭理穆怀川，只是定定地看着叶瑶。叶瑶明白子服的心思，虽然他自己的受夫自己宠，但是别的雌性也可以不理解，不过该宠还得宠。子服族长，我的受夫说的不错，我的确已经拒绝过子墨，只需要现在的5个受夫就已经足够。闻言，穆怀川收回敌视子墨的视线，宠溺地看着他，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从前他以为做叶瑶的受夫一辈子也不可能受宠，一辈子要活在花金红的阴霾之下，可现在他觉得能成为叶瑶的受夫是他最幸运的事。见他维护穆怀川，子服很是惊讶，不过也表示尊重。他叹息一声，那倒是遗憾，转而望向子墨，他摊摊手，看来你是没机会了。穆怀川挑眉看向子墨，给他看升温了。只见他走到叶瑶面前，十分诚恳地问：叶瑶辞信，你真的不能再考虑一下吗？我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穆怀川握着拳头，告诉自己要忍耐住，他不能随便打兽人，这是人家的地盘。叶瑶看出子墨的诚意，但他不会再要受夫，他只能摇头，抱歉，
子墨眼眸划过失落，但很快就振作起来。罢了，不能做你的受夫算是遗憾，但人生哪有完美的？叶瑶辞信，祝你幸福。谢谢。叶瑶含笑点头，带着穆怀川离开了子服的山洞。他走后，子墨的眼眶红红的，子服看得心疼，只是轻拍他的后背安抚。回去的路上，经过祠堂时，金月突然带着子枫出现。叶瑶，你等等！这趾高气扬的态度令叶瑶狠狠皱起了眉头，不想搭理金月，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见此，金月给了子枫一个眼神，想到那日阿父说的话，子枫咬咬牙，赶紧拦住了叶瑶的去路，手里还拿了一束野花，看上去还不如子墨上次的好看。叶瑶差点撞上去，耐着性子道：“子枫，你让开，我还有要事。”金月在一边打着：“哈哈，什么要事也不差这一时的。叶瑶，你就给我儿子一个机会吧。”子枫咽了咽口水，缓解紧张。他把野花拿得很紧，鼓起勇气说：“叶瑶辞信，我真的很想成为你的受夫，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叶瑶冷冷地看着他，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会接受你做我的受夫。子枫，你若再提此事，以后我便不会再见你。子枫到底年纪小，听到这话有些着急。叶瑶辞信，可是我真的很想做你的受夫，保护你，照顾你，你为何这般果断地拒绝我呢？是因为我的年纪还小吗？穆怀川冷笑，你年纪这么小，真成了受夫，到底是你照顾阿瑶，还是我们照顾你？不，我不需要你们照顾，就算现在不收我也行，但我想跟着你们，等我成年后再与叶瑶辞信契约，可以吗？他咬咬牙这样说。穆怀川，他真的很想打人。金月见他不再说话，急着在旁边帮腔。是啊，叶瑶，子枫都这么卑微了，你就将他带在身边吧。叶瑶有些无语，这不是成了童养夫了，更多的还是生气。这个金月肯定是他撺掇子枫这么干的。他看向期待的二人，语气变得毫不留情。子枫，金月，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我拒绝子枫，不只是因为你年纪小，就算你年纪正好合适，我也仍旧会拒绝。初次见面你就羞辱并攻击我的受夫，虽然已经道过歉，但不代表不存在过。无论你现在有多么诚心，我都不会再要你做我的受夫，永远都不可能。说完拉着穆怀川的手，毫不留恋的离开。子枫受到打击，跌坐在地上，嘴唇都在发抖。原来是这样，他一直在记恨我对那灾星做的事。阿父，我是不是错了？金月脸色阴沉，盯着叶瑶的背影，满眼狠厉。你没错，是叶瑶那个见慈心不识好歹。子枫被彻底拒绝，萎靡不振。金月恨上了叶瑶，看他们一行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但现在叶瑶的治愈系异能已经达到了4阶，再加上每3天给狼部落提供1罐盐，他在狼部落的人缘还是挺好的，故而他没有下手的机会。这天，叶瑶他们来到狼部落已经1个月，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沈景元也成功进入祠堂，祭拜了自己的阿母慈信。他正准备今晚翻狐狸的牌子，就看到洪七风急匆匆的赶来。叶瑶妹子，蛇部落来人了。穆怀川的兽形洪七风见过，是蛇族的天敌，如今蛇部落来人，还是找他们的。洪七风担心出事，就先溜回来告知了叶瑶此事。叶瑶听说后神情冷峻，他看向几个兽夫，看来叶念告知了蛇部落此事，他们还是不打算放过我们。叶瑶看向在场唯一能飞的蛇鹫穆怀川，说：怀川哥哥，你化为兽形带我们走吧。穆怀川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化为兽形蛇鹫，朝着叶瑶弯下他的那双大长腿。阿瑶，上来。叶瑶和几个兽夫坐好，他看向洪七风道谢：洪大哥，多谢，我们后会有期。洪七风眼中隐隐有些不舍，冲着他们摆摆手：叶瑶妹子，你们都要保重，后会有期。穆怀川对着他轻轻颔首，正准备扑腾翅膀离开狼部落，这时江清宇的声音响起：族长，他们在这儿。叶瑶凝眉，阿母竟亲自来抓他，呼吸有些不畅，他赶紧拍了拍蛇鹫的羽毛：怀川哥哥，走。阿瑶，我是阿母啊。哪怕叶和的声音传来，他也硬着心肠，没有任何要停下的意思。叶和相信叶念一心为了族人，一次次伤害叶瑶和他的受夫，这次竟连阿父僵尸郎也被禁足。叶瑶的心早已经冷了，直到阿瑶，是我。僵尸郎的出现才让他心里崩塌，再也忍不住了。穆怀川猜出他的心思，停了下来。叶瑶走下来，小跑着过去抱住僵尸郎：阿父，真的是你。父女2个都红了眼眶，久久情绪才平复下来。尽管来之前已经收拾过，但叶瑶仍看出他的变化，内心无比心疼。阿父，你这段时间受苦了。僵尸郎微笑，只是说看到你们平安，这一切都值了。一个微笑，便将这个月所有的酸楚悉数咽进肚子里，不想让他的阿瑶为他担心。叶瑶心里有些酸涩，但他忍耐着，并没有表现出来。5个兽夫走到僵尸郎跟前，乖乖唤他阿父。僵尸郎一一拍过他们的肩膀，颔首道：这段时间你们都辛苦了。叶和好久没见叶瑶，从进来视线就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上，
炙热又有些慈爱的目光让叶瑶有些不适，他心中自嘲，之前信任叶念、偏袒叶念的时候都忘了吗？现在来装什么慈母？见他迟迟不换自己，叶和猜到他定然还在生自己的气。阿瑶，跟阿母回部落吧。他声音听起来也比较柔和。叶瑶冷笑，阿母怕是忘了，我的受夫穆怀川受刑是蛇臼，当初你们喊着非要杀了他，不惜与我撕破脸皮，现在回去就不用杀他了。还有我的阿父，他可是你的受夫啊，可你这段时间对他做了什么，你心里最清楚。越说越激动，叶瑶最后被僵尸郎稳住了情绪。阿瑶，别激动，你阿母已经答应不再追究穆怀川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他们都回去蛇部落重新生活。叶瑶不理解，为什么明明之前还对他们要打要杀的，如今又允许他们回去住？这时叶念勾起唇角走了过来。阿瑶，我听说你每3天就要给狼部落1罐高品质的盐，既然你发现了盐，怎么不告诉我们呢？肥水不流外人田，盐这种稀罕东西就应该是我们蛇部落的，你跟我们回去，族人因为盐也不会再为难你们了。闻言，叶瑶嗤笑，我当为什么？原来是看上了我的盐，狼部落好心收留我们，我给他们盐怎么了？不给他们给对我要赶要杀的你们，当我傻呢？叶念瞬间黑脸，阿瑶你怎么说话呢？我说话做事，你管得着吗？叶瑶懒得搭理他。叶念还想说什么，被叶和拦住。好了，阿瑶，阿母知道还在生气，但蛇部落才是你从小生活的家，如今可以回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不好吗？走吧，随阿母回去。叶瑶最终还是答应了，不是因为叶和说的话有多么感动他，只因为阿父还在那里，就算要离开，也要带着阿父一起离开。临走前，叶瑶拿了5罐盐，2罐给洪七峰，2罐给子福，1罐给了朱春，感谢狼部落这些日子收留。洪七峰抱着洪恩仔仔跟他们道别，叶瑶妹子，狼部落离蛇部落不算远，若是遇到了什么难处，还来这里找我，你唤我一声大哥，能帮的我一定帮。叶瑶没有拒绝，以后说不定还真需要帮忙，没必要把话说绝对了，他只是一味点头。好，洪恩仔仔似乎很舍不得他，蹬着小腿想往他怀里钻，这么小的兽仔就知道粘人了。叶瑶伸手抱了抱，说小洪恩，有空姑姑会回来看你的，要听阿母和阿父的话哦。啊，在小洪恩不舍的目光下，叶瑶带着5个兽夫回了蛇部落。狼部落，这个他生活了1个月的地方，再见了。叶念看着他的背影撇嘴，只能等回去再想办法了。可刚准备走，他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咒骂，见雌性，你给老子等着。他凑过去一看，发现居然是那天打听消息的狼兽人，好像叫金月。看见他凑过来，金月有种被抓包的尴尬感，他木着脸说，我没骂你，也没骂叶瑶。叶念勾唇，低声问，你很厌恶叶瑶吗？不知2人密谋了什么，很快他就出来了。江青雨下意识挡在他前面，警惕地看着金月。七主，他是谁？叶念从容道，他叫金月，是狼部落的兽人，也是沈景元的阿父。青雨，我之前就是跟他打探的消息。江青雨的神色柔和下来，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本来就对沈景元没什么好感，对他的阿父就更没好感了。假装道别后，叶念径直走在前面离开。江青雨盯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他总觉得现在的七主很奇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但又实在不知哪里怪。因为叶和提前给族人打了招呼，所以叶瑶回归很顺利，没有不长眼的东西出来找茬。只是蛇兽人们看到穆怀川，还是会下意识的缩了缩脖子，眸底深处的厌恶也藏不住，那可是他们的天敌蛇臼啊，他们怎么可能不厌恶？看在族长说叶瑶他们发现了盐的存在，只要有吃不完的盐，那他们就不去追究此事了。当然，如果叶瑶能把这发现盐的地方分享出来，他们还能拿去交易市场交换，那就更好了。江朵也出来迎接叶瑶他们，可当真正看到时，他却又害怕的躲在了人群中，他的脚仿佛有1000斤重，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只能眼睁睁看着叶瑶从他面前走过。他想开口叫住叶瑶，却发现没有勇气。不知是谁突然喊了一声，江朵，叶瑶回来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句话啊？闻言，江朵浑身的血液好像瞬间凝固住，他想跑，身后却传来熟悉又久违的声音，朵朵，我回来了，是叶瑶。江朵忍住了想哭的冲动，故作镇定的回头跟他打招呼，瑶瑶，欢迎你回家。他们抱在一起都哭了。人群中的江蓉看到这一幕，眼眸微眯，叶瑶，他回来了，又来跟自己的女儿抢大祭司的位置了。江蓉连连冷笑，他绝对不会让叶瑶得逞。回了山洞后，江朵邀请叶瑶和他的5个兽夫做客，他拉着孔云诺骄傲地说，云诺的厨艺又进步了，让他今天给你们好好露一手。说到厨艺，叶瑶想到了顾青舟，但他没有说话。刚回到部落，他不想自己的兽夫累着，倒是顾青舟主动起身来到孔云诺面前，云诺，我跟你一起。孔云诺拒绝了，不用，你刚回来歇着，下次再展示。顾青舟也不强求，
能歇着自然是好事。孔云诺的厨艺果然又有了进步，再加上叶瑶提供的盐，他们都吃得满嘴留香。但他本人似乎不太满意，很美味，但总觉得少了一些滋味，或者说滋味太过单一。寿氏大陆除了盐调味，似乎就没有别的了。这样，即使是再好的厨艺，也难以发挥。顾青舟现在也有同感，的确是这样。叶瑶听后若有所思，他在兽神大人的那本书里看到过很多调味的东西，有叫辣椒麻椒的，虽然他没尝过是什么味道，但兽神大人的书绝对不会有错。他决定什么时候去森林里找来试试。别灰心，世界这么大，不会只有一种调味品。等回头有空了我琢磨琢磨，说不定下次去森林就会有意外收获。江朵现在很认可叶瑶的能力，他说琢磨，那说不定真能琢磨出新的调味品来。经过这么一会儿的相处，他似乎与叶瑶又回到了从前。吃饱喝足，叶瑶本该告辞离开，可他却打发走了自己的5个兽夫以及孔云诺。江朵贼兮兮地看向他，瑶瑶，今晚要跟我睡？我可是看到沈景元、穆怀川以及莫萧云都有契约图腾了，你跟我睡，他们真的不会吃醋吗？见他神色不正经，叶瑶有些难以开口。他不想打破这样的美好，可事关重大，他必须要把事情弄清楚。深呼吸几口气后，他抓住江朵的双手，突然问，朵朵，我走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是什么意思？江朵脸上的笑意瞬间垮掉，眼神都闪躲起来。他假笑道，啊，那个，我是说我帮不了你。因为格外心虚，他不敢直视叶瑶的眼睛，心里更是涌起了惊涛骇浪。瑶瑶怎么会突然这么问？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怎么办？不知不觉间，额头就已经冒出了冷汗。看见他这副样子，叶瑶有些于心不忍。可想到当初穆怀川的处境，自己和5个兽夫被赶出部落后遭遇的各种危险，他又硬起心肠。朵朵，当初知道我所有编织手法的只有你，部落的雌性大多都只学了几种，可流传出去的编织手法却是全部。你是不是知道将手法散布出去的人是谁？江朵神色惊骇，瑶瑶真的怀疑他了，嘴唇都在发抖。他尽量告诉自己要冷静。他摇头，瑶瑶，我不知道。你别问了，你不知道，那你为何心虚不敢看我的眼睛？朵朵，是因为那个背叛者是你的阿姆吗？我听说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我会跟你抢夺大祭司的位置，可我从来没来解释，因为我始终坚信以我们的关系你会信我。可我忘了，你的阿姆为你铺了10几年的路，岂会甘心？江朵的眼泪已经滚滚而下，他想反驳，却发现无力反驳，因为叶瑶说的句句在理，句句诛心。他的阿姆就是这样做的，可他不敢承认，因为背叛者的下场很惨。阿姆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他又怎么能恩将仇报揭穿阿姆呢？他急着否认，无视的瑶瑶，真的不是他。叶念一向与你不和，肯定是叶念干的。这话叶瑶信，因为就算是江荣干的，也肯定少不了叶念在背后撺掇。但他只是轻轻捏起江朵的下巴，眸中带着委屈。朵朵，你就算告诉我你阿姆干的，我也不会去揭穿他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之所以单独留下来问你，不过是想要知道一个事情的真相，想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你可明白，我们是最好的姐妹，你该信我不会套话害你阿姆。朵朵，告诉我，是不是江荣？面对他真挚的眼神，江朵左右脑互搏，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任。他缓缓点了点头。说通之后，叶瑶和江朵关系又回到了从前。想起昨晚吃饭时孔云诺和顾青舟说过的话，叶瑶决定今天去森林里边碰碰运气，要是能找到那些调味的植物，拿回来在2个大厨的烹饪下，一定能做出更美味的食物。说干就干，叶瑶带着5个兽夫和江朵的几个兽夫一起行动。江朵的5个兽夫除了孔云诺，其他几个倒是不太熟，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惧怕穆怀川，不太敢离他太近，都是远远的掉在队伍末尾，好像生怕穆怀川一发疯把他们都吃了。只有孔云诺至始至终跟在江朵身边，还时不时与顾青舟浅谈2句，看起来倒很是自在。他们在背后窃窃私语，你们说孔云诺咋想的？离穆怀川那么近，他真的不怕那蛇就发起狂来把他吃了？他从前因为厨艺好便与叶瑶他们走得近，自然是不怕的。那穆怀川看在他做食物好吃的份上，估计不会对他下手，毕竟谁不懂一顿饱和顿顿饱的道理啊。其实我们也不必害怕，七主与叶瑶关系好，看在七主的份上，他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话虽如此，但看见他总是忍不住心里发毛。穆怀川也不在意这些兽人的想法，他只在乎他的阿瑶，只要阿瑶不嫌弃他就好。雄性们负责狩猎，叶瑶则带着江朵、顾青舟以及孔云诺寻找调味的植物。当然他们距离都不远，就怕遇到什么危险，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叶瑶在脑海里回忆那些植物和果实的长相，眼观四方，但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有限。他看向3人，你们注意一下2种植物。一种植株较矮，上面长着类似月牙形状的果实，有2种颜色，绿色和红色。还有一种植株比较高，上面青绿色的果实很小，但都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听了他的描述，众人开始找，
但寻的都不对。众人有些泄气，江朵没有异能傍身，身体自然比不得他们，有些累。他站在原地微微喘息。瑶瑶，真的有你说的这2种植物吗？怎么找了这么久都不对啊？见他喘气，叶瑶贴心道，倒也不急，先坐下歇息吧。江朵求之不得，4个人坐下喝了些水休整。顾青舟替叶瑶轻柔地擦拭完嘴唇，抬眼便看到他身后的草丛里有几抹红印，他亮晶晶的指着那处说，七主，我们去那里看看。知道他是锦鲤体质，叶瑶顿时来了精神，赶紧从地上站了起来，拍拍兽群上的尘土，转身就要朝着草丛而去。顾青舟走在他身前，柔声道，七主，我来探路。叶瑶没有拒绝，兽夫想表现的时候就让他们表现，这样才不会磨灭掉积极性。孔云诺也将江朵扶起来，同时朝着那几抹红印而去，顺利到了那里。植株的确较矮，只到叶瑶的膝盖处高，但上面结的果子不少，一株就有好多个，还有好几株。果实的确是月牙形状，弯弯的，绿色的居多，亮眼的红色只有那么几个，看起来很漂亮。江朵好奇地摘下一个红色果实，他眸子亮晶晶的，瑶瑶，这颜色好漂亮啊。想到什么他有些犹豫，都说果子颜色越鲜艳毒性越大，这个果实真的能吃吗？他没有莽撞地塞进嘴里品尝，时刻记得他阿父说过的话。叶瑶虽然没有吃过，但兽神大人不会骗他，兽神大人的书说能吃，那就一定能吃。咽了咽口水，他摘下一个红色的果实就要放到嘴里，却被顾青舟给抬手拦住。他微笑，还是我来吧，就算真有毒，七主你的治愈系异能也能及时救我。在狼部落使用过治愈系异能，自然是瞒不住的。现在整个蛇部落知道他不仅有木系异能，还有治愈系异能，甚至还是4阶的治愈系异能，比许明泽还要高上一阶。可以说现在整个蛇部落几乎无人敢惹他，当然除了少量非要做天做地做死的。叶瑶颔首，3人眼见顾青舟将红色的果实放进嘴里咀嚼，嘴里不自觉冒出了口水。这个红色的果实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顾青舟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可咀嚼几口后他愣住了。看似不起眼的果实，咀嚼几口后舌尖上却仿佛被点燃了火焰，有强烈的灼痛感，几秒之后更是蔓延至整个口腔。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通红，还控制不住露出了痛苦的表情，看得叶瑶几人面色瞬变。叶瑶第一个冲过去冷静道，快吐出来。顾青舟吐出的同时，他的手已经搭上去，柔和的白光往他嘴里输送，强烈的痛感逐渐消失。顾青舟终于缓了过来，微微喘着粗气。江朵和孔云诺也同时松了口气。瑶瑶，我就说这果实有毒，你是不是记错了？看刚才顾青舟的表现，这果实的毒性似乎还很大，若不是你今日在这里，恐怕他小命都得交代。叶瑶绞尽脑汁都不愿相信有毒，明明那书里都说了是可以调味的辣椒，不可能啊，我没有记错。他看向缓过来的顾青舟，问，青舟哥哥，你能描述一下是什么感觉吗？顾青舟咂巴嘴回忆了一下，只说出一个字，痛。七主，出入口时清香，微咀嚼时甚至有丝丝甜，可咀嚼片刻后便感觉舌头和嘴要被点燃一样，有灼烧的痛感，这是他所感受到的。见叶瑶有些不信，他硬着头皮道，要不我再试试。江朵震惊地看着他，那可是灼烧之痛。顾青舟微笑，为了七主，他愿意再次尝试。可刚说完，便看到叶瑶快速摘了一个果实进自己的嘴里，他们大惊失色。七主，你快吐出来。瑶瑶，你这是干什么？叶瑶，就连孔云诺也同样面露担忧。叶瑶慢慢咀嚼，仔细感受果实在嘴里爆开的感觉，他怕几人担心，于是赶紧出言安慰，我这次吃的绿色果实应该问题不大，出入口清香，微咀嚼有甜意，片刻后灼烧感蔓延整个口腔，这感受与顾青舟说的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叶瑶并未觉得有多么痛苦，适应灼烧口腔的感觉后反倒觉得有些微爽。于是在3人惊恐的神色下，他将果实咀嚼完咽了下去。顾青舟嘴唇轻颤，七主，你把它咽了。叶瑶，咽了。顾青舟，怎么就咽了呢？万一有毒怎么办？他感觉他快要晕过去。江朵急得要哭了，就要上手去掰开叶瑶的嘴。瑶瑶，你快用手扣喉咙，给吐出来啊！叶瑶赶紧躲开，哭笑不得，没事的，我真的没事，这果实可以吃，你们相信我。孔云诺见他们2个太担心，只能出言安抚，也不必太过担心，叶瑶他4阶治愈系异能，足以治疗普通的毒性，应该问题不大。顾青舟和江朵不语，只是一味盯着叶瑶。半个时辰后，叶瑶张了个哈，他眼里蒙上了一层水雾。顾青舟紧张兮兮地凑了过去，怎么了七主？可是体内毒性发作了。闻言，江朵嘴巴一瘪就要哭，叶瑶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哭，我只是有些犯困了。他起身转了一圈，要有毒早就发作了，你们看我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几人将信将疑。江朵问，瑶瑶，
顾青州不是说有灼烧之感吗？你吃的时候怎么看起来没啥反应？是因为绿色果实和红色的味道不一样。孔云诺也好奇，这到底啥味，啥感觉？虽然好奇，但他不敢尝试。叶瑶想了想，说：“我感觉味道还不错。”说完还眨了眨眼睛，看起来有些调皮可爱。顾青州，要不是他吃过，他就真的信了。看着叶瑶又摘下2个绿色的递给江朵和孔云诺，他默默地撇过头去，不敢拆穿。江朵和孔云诺对视一眼，鼓起勇气，一人咬了一个尖尖，然后慢慢咀嚼感受。几秒之后，江朵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啊，好痛痛痛痛痛！瑶瑶你骗我，快给我治疗，好痛啊！叶瑶抽了抽嘴角，手却没闲着，一左一右给江朵和孔云诺同时输送治愈系异能，却被孔云诺拒绝，不必，我觉得这味道甚好。叶瑶眼眸一亮，对吧对吧，我就说味道还不错吧。江朵，他有些怀疑的指了指自己的嘴，味道还不错，这吃进嘴里明明会很痛。顾青州不甘示弱，摘了绿色的果实塞进嘴里咀嚼。江朵直呼疯了疯了，你们都疯了。片刻后，他露出满意的神情来，这滋味果真不同，红色的滋味更浓，绿色的美味正好，拿回去或许真能让食物变得不一样。于是在江朵不理解的眼神下，他们3个摘了好多绿色的果实，叶瑶甚至把红色的也带走。之后他们又寻到了麻椒，不过不只是植株高，这麻椒甚至长成了一棵树，树上密密麻麻的青绿色果实，看起来很不好吃。这次江朵不敢再尝了，顾青州和孔云诺主动尝试，而后嘴唇麻得发抖。江朵见此捂嘴偷乐，这真的能制作美食吗？吃了美食，我的嘴巴不会也跟你们一样吧？他不敢想，一个是灼烧之痛，一个是麻的嘴皮子发抖，这2种作为调味品制作食物，会是什么恐怖的味道？他不敢吃。找到2种调味品后，狩猎的雄性们聚拢过来，他们个个收获满满。沈景元背上驮着一头鹿，他兴奋地说道：“七主，这头鹿还小，肉肯定很嫩，今晚就吃它吧。”叶瑶笑着回答：“好，我们今晚吃鹿肉。”回去的路上又摘了些很新鲜的菌菇。蛇部落天色渐晚，但叶瑶和江朵的山洞外格外热闹，他们约在一起吃晚饭。2家的几个兽夫聚在一起，洗菌菇的洗菌菇，摘野菜的摘野菜，剁肉的剁肉，看起来倒是一派和谐。顾青州和孔云诺负责今天晚上的食物，他们看着新鲜的辣椒和麻椒，有些犯难。第一次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不如做成2份吧，1份加他们1份不加。顾青州提议道，孔云诺也赞同，是个好主意。第一次做就少放点，免得浪费了食物。达成一致后，他们就不再犹豫，开始烹饪。蛇部落是中型部落，有10锅、10碗、10灶台。至于火，他们不用生火，因为有个拥有火系异能的莫萧云。小莫萧云5阶异能的兽人，火用来做饭也没有丝毫不满，反倒是乐在其中。他真的很喜欢现在这种生活，他的瑶瑶就应该过安稳幸福的生活，而不是之前那样颠沛流离。只希望叶念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叶瑶和江朵想帮忙，都被兽夫拒绝了。有他们在，哪里需要七主亲自动手的道理？他们的七主就是来享福的。看着兽夫们忙碌的模样，他们露出幸福的笑意。若能一直这样，该有多好！在众兽夫的忙碌下，晚餐终于做好了。菌菇炖骨头汤、爆炒野猪肉、烤鹿肉，还有凉拌的野菜和酸甜可口的野果子。因为人多，每种菜分量都很大，且分成了2份。孔云诺一一介绍了菜品后，陆明安指着一个红红的果实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以前从没吃过。叶瑶告诉他：“这是辣椒，红色的很辣，绿色的要好一些。那个小圆球一样的是麻椒，是我们今天在森林新采摘的调味品。因为是新的，怕大家不能接受，所以分成了2份。大家快尝尝味道怎么样？”陆明安眼眸一亮，他直接用手将爆炒过的红辣椒和绿辣椒一个个放进嘴里，故意十分夸张的咀嚼，不一会儿就塞了满满一嘴，好像在吃什么人间美味一样。七主找的调味品一定好吃，辣椒是吧？乖乖进我的嘴里。顾青州和叶瑶没来得及阻止，双双捂脸，没眼看一会儿肯定要有好戏登场了。果然，陆明安因为辣双颊迅速涨红，额头甚至冒出了大颗汗珠，嘴唇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成了香肠嘴，看起来十分滑稽。叶瑶面露担忧，看着他：“明安哥哥，吃不了就吐出来吧。”陆明安的嘴被塞得鼓鼓的，他强行吸溜了2口，笑道：“七主，我没事，吃得了。”你确定？叶瑶有些怀疑，那些红辣椒可比绿的要辣上很多。陆明安第一次尝试就这么欣然接受了，他总觉得这狐狸精心里肯定憋着什么坏。沈景元指着他的香肠嘴捧腹大笑：“哈哈哈哈！臭狐狸，这下你的脸毁了，看你还怎么勾引七主。”莫萧云也勾起唇讥讽：“呵呵，活该。”陆明安，他人。只见他扯了扯嘴角，挂起一抹笑容来。这辣椒当真美味，
就算成香肠嘴我也乐意。吃完自有妻主为我治疗，你们莫不是嫉妒我？众兽夫不要脸！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摩擦拳脚，准备大显身手。除了顾青州，他做完菜就先尝尝，自然知道是什么味道的。只有爆炒野猪肉加了辣椒和麻椒，但也是直接吃肉，那些辣椒麻椒是拿来调味的，岂有直接吃调味品的道理？更何况还是陆明安这种满口塞的吃法，那滋味一定很美妙。但他站在旁边沈默不语，似乎有想看热闹的嫌疑。只见除了他的几个兽夫，都不甘示弱的抢着食碗里的辣椒往嘴里塞，还边吃边看向叶瑶，好像在表示这辣椒有多么美味。见此，江朵的几个兽夫口水流了好几尺，都迫不及待想尝尝这辣椒和麻椒的滋味。辣椒几乎被穆怀川他们抢光，只剩下小园里的麻椒，他们直接一手抓一把塞进嘴里咀嚼，狼吞虎咽的，生怕动作慢就没了。一时间炖的菌菇骨头汤和烤鹿肉竟无人光临，就连爆炒的野猪肉都无人品尝，都抢着吃调味品。孔云诺嘴角抽搐，心里却怎么有些想笑。江朵见此伸手想要拦，哎，别吃啊，可没拦住。叶瑶边拉着他坐下，嘴里边倒数着32、1。随着他的声音落下，现场爆发出几声惨烈的叫声。啊，好痛，我的嘴要着火了，这什么玩意，又苦又麻，我的嘴皮子突突突的跳。见他们上当，陆明安哇的一声将嘴里的辣椒都吐了出来，鬼知道他忍耐的有多痛苦。他连滚带爬的来到叶瑶面前，狐狸眼里泪水汪汪，妻主，我的嘴巴和喉咙好像要被点燃了，你快救救我！嘤，我这么好看的嘴可不能毁了，不然还怎么亲你啊？叶瑶，骚狐狸就是说话骚里骚气的，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这种话私下跟他说不好吗？他假装板着脸，瞎说什么呢？小心我不给你治了。狐狸嘴巴嘟起，本来就肿起来的嘴唇更肿了，真就是香肠一样。他可怜兮兮的垂眸认错，呼呼知道错了，妻主不要生气，还是先保住呼呼的嘴巴。这可怜模样谁看了不迷糊？呼呼有什么错？他不过是想得到自己的宠爱。叶瑶无奈摇头，罢了，肯为我花心思就好，这次就原谅你。说完，在其他兽夫震惊又羡慕的眼神下，开始为陆明安治疗。狐狸脸上的红意渐渐褪去，火辣辣且刺痛的感觉逐步消失，他又恢复好了。莫萧云艰难将嘴里的辣椒咽下去，涨红着脸质问他，臭狐狸，你又耍我？陆明安得意道，谁耍你？还不是你自己蠢。你看顾青州和孔云诺，他们都不吃，而且这辣椒虽然辣，但其实味道还不错。说完还朝着叶瑶抛了个媚眼。莫萧云拳头握得梆梆硬，这个死狐狸还真是时刻不忘勾引妻主，他真的想一拳把狐狸砸扁。穆怀川冷着脸没说话，这个狐狸太嚣张了，再让他吃到肉还得了，得想办法挫挫他的锐气。他那双褐色瞳孔扫过对叶瑶嘘寒问暖的顾青州，看起来温温柔柔，不争不抢，不如想办法让小鱼先得宠。他的目光与莫萧云对视上，眼里擦出强烈的火花，而后心照不宣的笑了起来。单纯的沈景元没想这些，只是默默将辣椒咽下去，任由辣椒在自己的身体里点火，从嘴到喉咙再到胃。虽然有些火辣辣的疼，还出了许多的汗，但一会儿后却觉得身体里畅快无比。他先是指着陆明安骂道，死狐狸，等我回头把你摁地上咬一顿，看你还嘚瑟不？陆明安立刻转身扑进了叶瑶的怀里，身体一抖一抖的，妻主，我好害怕啊！呜，不知道的以为他害怕的哭了，知道他德行的甚至能猜到他埋在叶瑶怀里的脸已经笑成了什么样。沈景元受不了，上去直接将他扒拉开，转眼又见他学着陆明安骚包的样子，将叶瑶的手放在自己裸露的胸口上。妻主，辣椒味道很好，吃了后我的心脏为你跳动得更快了，来，你摸摸看。叶瑶任由他抓着自己的手在他的身上游走，从左胸口逐渐向下，到了那8块硬邦邦的腹肌。他贴近叶瑶的耳朵轻吐一口气，让磁性的身体都轻颤了一下。记住，景元想你了，今晚去我的山洞可好？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耳中，叶瑶瞬间面红耳赤，他红着脸低声斥责，这么多人看着呢。沈景元嘴巴一瘪，他就心软了，悄咪咪开口，好吧好吧，今晚去你山洞。沈景元笑了，这一笑如春花般灿烂，差点闪瞎了叶瑶的眼。这一幕让其他几个兽夫有些气鼓鼓的，狗子到底跟叶瑶说了什么，居然笑成了这样？他们有不好的预感，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时江朵突然凑了过来，瑶瑶，你快救救他们。叶瑶望过去，便见江朵的4个兽夫嘴皮子抖个不停，他们根本控制不住，有些欲哭无泪。说好的美味呢？叶瑶、顾青州和孔云诺。江朵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瑶瑶，虽然他们脑子有点问题，但看在我们关系这么好的份上，你就给他们治治呗。江朵的4个兽夫，他们脑子哪里不好了？
想反驳，对视上江朵的眼神后立马歇菜。小事，叶瑶随便输了点异能，他们的嘴唇就不抖了。他们很是震惊。按理来说，治愈系异能是非常珍贵的，像蛇部落的许明泽都时刻留着准备救治。之前连沈景元他们这种外来的兽人都不愿意多加救治，只为了保存珍贵的异能。可叶瑶，他竟然把治愈系异能当做儿戏一样，这种程度的也要治疗，他们配吗？这难道不是浪费吗？他们也好奇，于是忍不住问他，叶瑶，你治愈系异能拿来这么用，不怕浪费吗？叶瑶反倒满脸问号，治愈系异能不就是拿来治疗的吗？你们不舒服，我自然要为你们治疗，为何会觉得这是浪费？看他们神色震惊，叶瑶不高兴道，不喜欢，不喜欢，那我下次不治了。沈景元鄙视地说，你们啊，还真是狗咬吕洞宾。几个兽夫急了，没有，我们没有那个意思。一阵吵吵闹闹后，孔云诺开始给他们讲解，辣椒和麻椒不是这么吃的，他们只是调味品，要吃也是吃用他们爆炒过的野猪肉，像这样。说着，他用手拿起一片野猪肉放进自己嘴里，他们见此，嘴里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不是馋的，只是又想起了辣椒和麻椒在嘴里爆炸时的滋味，实在是不堪回忆。但孔云诺脸上露出的却是十分享受的表情。他说，麻、辣、鲜、香，这些味道在我的舌尖上跳舞，好吃，太好吃了。沈景元狐疑地看着他，是真的好吃吗？你该不会也是跟那臭狐狸一样，想哄骗我们共沉沦吧？被鞭尸的陆明安不服气，继续嘴贱，那是你蠢。沈景元气呼呼的，想到叶瑶答应他的事情，又重新收敛了怒火。罢了，我不跟你这只没品的狐狸计较。狐狸眼眸微眯，这狗子不对劲，今晚莫非叶瑶又被他勾引去山洞了？这可不行，自己还没吃肉呢，这狗子凭什么吃2次？这绝对不行。他已经在心里盘算晚上要如何阻止叶瑶。有了之前惨痛的教训，尽管孔云诺吃得香，他们也不敢轻易尝试，都去抢菌菇骨头汤和烤鹿肉了，倒是得到了一致的好评。菌菇汤鲜美，鹿肉更是鲜嫩多汁。你们2个厨艺又进步了，我要再来一碗。叶瑶、顾青舟以及孔云诺3人对视一眼，既然他们都不吃，那这道美食就由我们好好享受了。他们一口接一口，野猪肉又香又有嚼劲，吃得满嘴流油，多重滋味在嘴里爆开。再来一竹筒新鲜果汁，简直是美食盛宴。只是叶瑶吃着吃着，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这么美味的菜，难道不应该就点什么吗？他在脑海里疯狂回忆《兽神》那本书所提及到的食物，停留在马铃薯、稻谷以及小麦身上。书上说，这些都是顶饱味道却很单一的食物，适合就着肉和菜吃。但稻谷和小麦需要种子培育，可似乎森林里没有发现过种子，倒是马铃薯的叶子。叶瑶勾起唇角，他似乎之前在森林里看到过。这时，顾青舟贴心地端来了一碗菌菇汤。七主，他们好像几辈子没吃过饭一样，再不抓紧喝点，恐怕连汤底都不剩了。谢谢。叶瑶喝了一口，享受地眯起眼睛。这样简单安稳却幸福的日子是他追求的，可这么简单的生活对于他来说却是奢望。如果3年内他的异能不能成功突破到5阶，不能成功唤醒阿姐沉睡的灵魂，不能将穿越女彻底赶走，那他就算是考验失败。这3个考验缺一不可，一旦失败，那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消失。更甚者，他和5个兽夫会直接被天道给抹除，到时候恨他们的亦或者是爱他们的人都不会记得他们，就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来过这个世界一样。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叶瑶紧紧握住手，他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菌菇汤和烤鹿肉很快见底，没有加辣椒麻椒的野猪肉也快了。他们吃的时候不自觉将目光落在叶瑶3人的身上，在这些雌性的眼中，他只是个废物，没有那些蛇兽人强大的攻击力，不能保护好自己的7种。他苏，叶瑶话不多说，直接将一块加了料的放他嘴里，他投喂的自然不能拒绝。穆怀川细细咀嚼后打开了新大陆，这加了辣椒和麻椒的野猪肉爆炒过后，口感和味道居然会变得这么丰富，比起不加料的，这碗明显味道更吸引他。没骗你吧？叶瑶笑眯眯的。结果就是其他几个兽夫以及江朵的兽服们见此也迫不及待要尝尝啥味，一人一口就见底了。居然这么好吃，我后悔先吃其他菜了。又辣又麻又香，好想再来一大口塞满我的嘴，仔细咀嚼感受着难得的美味。没了，这也太快了。虽然吃饱了，但这丰富的味道让他们都有些意犹未尽。平时的食物只要吃饱了就行，哪里这样过？叶瑶看着面前光盘的碗，撇了撇嘴，没了。他还没吃饱，水汪汪的眼睛眨了眨，看得兽夫们心生愧疚。我们就不该吃的，7主都还没吃饱。顾青舟摇摇头，不知从哪里又变了一碗出来。我早猜到会这样，7主快来慢慢吃。看着满满一碗野猪肉，叶瑶几乎感动得落下泪来。青舟哥哥你也太好了，我回头一定要好好奖励你。顾青舟顺势而为，
妻主若要奖励我，不如今晚。不等他说完，狐狸就气冲冲地冲了过去。不行，沈景元在旁边没说话，眸中带着丝丝得意。妻主已经答应他了，叶瑶自然也还记得这事，都怪狗子勾引他。他多次拒绝小鱼了，自己都有些于心不忍。凑近顾青舟，压低着声音，明天晚上